爹啊，父皇啊，孩儿不。儿臣在这辽东极寒之地，实在是见不得人间疾苦。辽东沃野，天寒地冻，百姓食不果腹，衣不蔽体。每当儿臣看到那些凄惨的百姓，儿臣便心如刀绞，连饭也吃不下了。王爷，您怎么哭了？本王被洋葱熏的。可您吃的是羊腿啊？无妨。5年之前，儿臣主动来辽东就藩，却从未想过辽东竟如此贫瘠严寒，万里沃土。因为严寒天气并不适合种植粮食，10亩之地的粮食产量竟然还养活不了一个幼童。每当儿臣在百姓家看到老鼠都含着泪溜走之时，儿臣便肝肠寸断。王爷，不好了！慌慌张张的成何体统？曹先生，你是本王王府的堂堂长史，你没看到本王正在给父皇写信吗？慌慌张张成何体统？退出去，重来。是。报。进来。好嘞。王爷。所谓做人要做到处事不惊，泰山崩于前而面不改色，区区小事就这么慌张，遇到大事该怎么办啊？是王爷教训的事。说吧，什么事？不好了，王爷，府中粮仓之中发现几只撑死的老鼠，下官检查了一番，发现了好几窝老鼠，个个膘肥体壮，咱府中遭老鼠了。啊，如此大事，怎不早点禀报，立刻命人带好家伙战斗。王爷，下官已经派人去找捕鼠专家，想必要不了多久就到。要什么捕鼠专家？本王养了那么多将士，连年没有战事，他们早就闲得手心发痒，让他们去抓老鼠。敢吃爷的粮食，也要让他们知道花儿为什么这样红。父皇，辽东情况着实复杂，天寒地冻，粮食稀缺，各种游牧之族经常劫掠，只恨儿臣兵微将寡。对了，此前抓的10万瓦剌战俘怎么安置的？回王爷，那10万战俘全都调去挖河了。记得别给他们吃太饱，吊着一口气就行了。万一有什么外来人过来，先带着他们去看瓦剌人。辽东是个好地方啊！刚刚来到辽东之时，辽东是真的穷啊！盗贼横行，天寒地冻，民不聊生，加上明朝刚刚立国，尚未来得及休养生息，整个辽东可谓是一个烂到了极点的烂摊子。也多亏我是个穿越者，大学毕业，懂得不少知识，花了几年的时间发展民生，派人想办法找胡商交易，整出了优质粟米，白手起家炼铁锻钢，整顿军备，终于是带着辽东百姓们共同奔赴小康生活。5年，我容易吗？王爷，您努力的把守咱们辽东的消息不流露到外边，可是您为什么又每年都给朝廷写信，把咱们辽东写得这么贫瘠落后？你懂个屁！立刻派人送到京师，马要老马，人要老弱，要让父皇知道本王的辛苦啊！也亏得小老儿我天生比较瘦，要不这公妃金靖的活哪能落到我的手里？想想送封信，韩王殿下就给赏20两银子，呵呵，20两银子到手。陛下，韩王的信到了。皇祖父20王叔的信。混账！这个混账，他还真当咱什么都不知道呢。咱忍了他几年了，看看锦衣卫的奏折。辽东现在被他弄得不错，虽说辽东冬天涨了些，但是那里土地肥沃，光是开原一地的产粮就抵得上西南3省。听说他还和胡商做生意，多出来的粮食一倒卖就能多挣1倍的银钱。有好东西不知道给他老子上供，还天天跑这跟咱哭穷，年年跟咱要钱要粮。这个混账！皇祖父切忌动怒啊！太医说了，皇祖父现在正是恢复身子的时候，万万不能动怒。咱能不动怒吗？你自己看看，看看你的二师叔在辽东都干了些什么。乖乖，韩王到了辽东这才几年啊，就把辽东百姓养得丰衣足食，将士们兵强马壮。前段时间居然还抓了10万瓦剌俘虏，10万啊！当年若是这10万兵马在王保保手中，也许现在北疆还不太平呢。皇祖父，辽东以前贫瘠，现在被二师叔弄得土地肥沃，百姓丰衣足食，这也证明了二师叔是个有才干的藩王啊。有才但不忠，不如是禀报真实情况，还年年跟咱哭穷。他哭的什么穷了？咱大明现在是开国之初，百废待兴，好不容易刚刚有了点起色，他这边还要给咱找事，不替他老子分忧也就罢了，老老实实的镇守辽东也就算了，干得不错，为何藏着掖着不敢上报？咱不是惦记他那点上宫来的宝贝，咱是生气他是咱的儿子，却跟咱藏心眼。这混账想干什么？皇祖父，依孙儿来看，也许二师叔是有苦难言。皇祖父，您想，当年二师叔就藩之时，也不过才11岁，孙儿11岁的时候在皇宫里读书之时还会思念娘亲，他也许
也许二世叔11岁就离开了皇祖父，离开了家，闲暇之时想来也会思念家乡，思念皇祖父，心中也许多多少少有些埋怨罢了。这是往大了说，是臣子对君主的不满。但是二世叔是皇祖父的亲生儿子，往小了说，这寻常百姓家也有父子闹别扭、闹不痛快的。到底还是舐犊情深。朱允文这番话让朱元璋想起了，那年朱松进宫上表奏折，请求去辽东落藩的情形，自己当时想也没想就答应了，想着儿子多去替老子镇守边疆也没什么不好，甚至还在心里把他和早已去北方戍边的晋王、燕王画上了等号。可惜于藩王就藩之时已然成年，唯有韩王朱松还是个11岁的孩子。再看看那书信开头划掉的2行，朱元璋心中怒气稍减，多了些心疼。这么一想来，这孩子对自己心中有怨气，只是哭穷，却没想其他的无父无君之事也还算不错。允文，你说的很好，当儿子的有委屈了，不跟父亲闹脾气，跟谁闹脾气？既然他觉得受了委屈，那就让他进京来，咱当面看看他怎么说。皇祖父即便是看锦衣卫的奏章，也终究是以他人之目观之，以他人之耳听之。辽东到底被二世叔治理如何，其实还需皇祖父亲眼去看看才好。再者，皇祖父开国之后一直未去过辽东看上一看，这过去数十载，大明边疆现在如何？百姓是否安居乐业？皇祖父常常教导孙儿要心怀天下百姓，也许这是一个和二世叔说开的机会，也是一个皇祖父看看咱大明大好河山的机会。那好，那咱们就去看看。不过这次不成天子銮驾，这次咱们也孙俩微服私访。哎呀，王爷，这玩意儿这么吃确实是香啊，就是有点费水。那是当然了，老曹啊，你个土炮，知道这叫什么吗？这叫辣椒，生吃肯定辣啊。好吃是好吃，就是嘴巴受不了。那王爷一开始咋没给小的说这玩意儿不能生吃啊？本王只说了一句，那玩意儿能吃，谁知道你抓起一把就往嘴里塞呀，不辣死你，就算你刚尝牛皮了。要知道，现在大明朝还没有辣椒、玉米、番薯、土豆。番薯和土豆这些不挑地又耐旱又耐涝的粗粮，这些口感虽然并不怎么上乘，但是产量很高的粗粮，一般都是在大洋彼岸的美洲才有。而这些玉米种子能颠沛流离的跑到我韩王面前，也是非常不容易。据说这些种子先是从美洲漂洋过海到了佛朗机，又从佛朗机跨过整个中亚，又跨过整片北原草原，这才来到了辽东。说来也是巧，这些胡商们本来是打算去神秘的东方国度大明的首都应天府的，结果却迷了路，跌跌撞撞的，怎么着也找不到进入大明的路径，一直贴着长城走，稀里糊涂的跑到了距离山海关不远的辽东。也幸亏这玉米没有流入大明国境之内，因为大明的百姓没有一个人知道这玩意儿究竟能有多大的产量，若真落到那些普通百姓的手里，也许这些珍贵的种子就会被干脆扔到锅里面炒爆米花了。王爷，那些胡商还真有本事，辣子这么奇特的玩意儿都能被他们给弄到。这就不懂了吧，老曹，要想把生意做好，就得先让货物流动起来。有些在咱们辽东常见的东西，比如老虎皮、熊皮、人参、鹿茸这些玩意儿，拿到咱大明的南方，那就是稀罕物件。同样的，要是南方的茶叶、苏绣、锦绣拿到咱们这辽东来，那也是稀罕物件，价钱能翻个好几番。在咱们大明不也有常年南来北往的这些商人吗？那些胡商和咱们大明的商人唯一不同的点，就是他们走得更远罢了。像当初韩王初到辽东的时候，不光大力发展农业，前3年不收农民的税银，也不收粮食，先让老百姓把肚子填饱。3年之后，老百姓家里边有余粮了，再开始交税粮。辽东就是这么一步一步富裕起来的呀，还得是人家王爷聪明。走吧，老曹，跟本王出去散散心。此时已经步入8月，再过1到2个月的时间，这些粮食就可以开始收割了。不错不错，入冬之前，这辽河的河水应该就能进来了。是啊，王爷，等到来年开春播种之时，这个北边就能开垦出大片大片的田地了。对了，送信的老兵回来了没有？回来了，跟着朝廷的车队一起回来的，到开原50里以外，就被我派人把车上的粮食和朝廷发的银两接了过来，没让他们进开原城。那父皇什么反应？据说皇上挺生气，在殿内又是摔东西又是骂人的，这些都是咱们那老兵打听到的。我说王爷呀，下官跟了王爷这么久，实在是不知道王爷您在想什么呀？您要是把皇上惹怒了，对您没好处啊。老曹啊，你过来。
王爷，您打我干嘛呀？打你干嘛？老曹，本王还是那句话，你懂个屁！本王知道你担心什么，不过你放心，本王做事有分寸，有本王吃的就有你们吃的，你怕个卵！下官这不也是担心王爷吗？别再说了，老曹，再说回去，本王用那些剩下的辣子给你榨一碗辣子油，让你全喝下去。朱元璋一路北上，如今已经过了天津卫，虽然现在是微服出访，但是身边跟着几百号便装锦衣卫，在后50里还有大明的3万军队，只要这边一声令下，这3万人马会以最快的速度赶至朱元璋身边进行保护。这一路北上，咋越到了北方，这百姓们的日子咋过得那么凄凉？当官的官差还变着花的欺负百姓来人。皇祖父，别，您这一路北上好不容易到了这，要是这个时候大开杀戒的话，谁都知道您出了应天府来到北方了。反正这些贪官也不知道皇祖父您来了，不如就先暂时放过他们一马，把这些贪官一一记录下来，等回去的时候再派人收拾这些贪官也不迟啊。小不忍则乱大谋，这一趟是奔着自己的儿子来的，这些贪官还不在自己目前的考虑范围内。不过这一路行来，看着北方的情况不容乐观，这还没出关呢，百姓的日子就过成了这样。这要出了关，百姓不仅不好种地，要忍受天寒地冻的苦，而且还要时不时的面对蒙元残部的袭扰，岂不是日子要过得更艰难？尤其是儿子朱松的，朱松在开元，岂不是更北，日子也过得更不好？祖父，从辽东那边传回来消息，说二师叔在辽东出了名的喜欢收集奇物，您看咱们是不是要从这下手？下手？下什么手？祖父，孙儿是这样想的，既然二师叔如此的谨慎，不让人把辽东真实的情况反映出去，那我们是不是也要入乡随俗，干脆扮成富商，就说咱们手里也有稀罕物件？孙儿如今已经长大，想来二师叔没那么容易认得出来我，祖父一露面，怕是二师叔就知道了。要真想了解一下二师叔到底想什么，还是要先接近他再说。要是到时候自己真的站在了这臭小子的面前，这臭小子该不会认不出他亲爹了吧？3日之后，朱元璋一行人算是已经进入到了开元地界。这混账臭小子到底在跟他爹隐藏什么呢？祖父，您快看，您快出来看看。多好的稻子，多好的粮食啊！要是我大明的百姓都能有如此广阔的土地，如此好的粮食，大明怎么还会有人吃不饱饭？祖父，看来锦衣卫监察的不错，这辽东果然万里沃土，只可惜此地极为严寒，若入了冬，只怕是这土地就再也种不了，只能一年一熟，可惜。此处是平原，咱大明天下又不是只有平原，老天爷是公平的，南方山地丘陵多，但是可以1年2熟或者2年3熟，北方天气严寒，地形却大多都是如此辽阔的平原。如此看来，这北方的土地并不像大多数人认为的那样不宜耕种，只能用来放牧。孙儿啊，你说的真不错，就算是当皇帝也应该出来看看。站住！我还以为是一群野猪呢，原来是一群贼。几位老乡，咱没有恶意，就是想看看咱辽东的稻子怎么长得这么好。咱是打南边过来做生意的，从中州来的，听说咱这辽东有一个王爷喜好收集奇物，咱正好手上有几件像样的宝贝，这不想着来做个生意吗？原来是找韩王殿下来的，那您算是来对了。这么一大片田地，都是韩王殿下到了辽东之后带着百姓们开垦出来的。当今皇上圣明啊，把殿下给教的这么好。韩王殿下种起地来，一开始还有点生疏，但干久了之后，那是真不含糊啊。他时常说是皇上教他们在皇宫里怎么种地，还教导他们不能忘记天下百姓种地的辛苦。当今皇上确实挺好的。不过说来呀，咱在关内的时候，经常听说这辽东战乱瓦剌和蒙元残部经常来袭扰这儿的百姓，路过大宁的时候，还能看到瓦剌席卷过的痕迹。怎么到了开元就如此太平了？那还得是韩王殿下厉害啊！到了辽东之后，不光帮咱百姓开垦荒地，还整顿军马。一开始的时候，还有几支瓦剌的残兵跑到辽东这儿来洗劫一番，可是后来韩王殿下打了几次，瓦剌残兵就再也不敢往这边来了，除非是被逼得走投无路了。这不前段时间又来了几支瓦剌人，全让韩王殿下给俘虏了。现在那些瓦剌人都在北边挖河呢。挖河？对呀，就是挖河，这样辽河的水就能一直流到北边了。开元北边的地还有一大片呢，到时候也开垦出来，一样能种上稻子。陛下，您是马上皇帝，开国皇帝必须英武勇烈，可是这守城之主不能再是马背上的皇帝了。天下百姓已经够累了，请让天下百姓休养生息吧。正是因为这句话，在一文一武之中，祖父确定了我是大明王朝第2位皇帝。可如今撞行了呀，这二师叔在辽东一带居然干得这么漂亮，深得百姓的爱戴。
他又有如此才干，能把一片饱经战乱的荒芜之地变成如今的肥沃富饶之地，这种本事如何不可怕？他能治好一个藩地，又怎么能治不好一个国家呢？允文，祖父，允文啊，怎么回事？你在爷爷身边伺候的时候，可从来没有走神过。祖父孙儿刚才在想，若是我大明其他地方的百姓也能拥有这么肥沃的土地，该有多好。好啊，这么想就对了，心怀天下百姓，这样才是一个合格的储君。好。而就在这时，朱允文发现前面也有一支马队。马队最前面那个手拿弯弓之人，可不就是自己的二师叔朱松吗？爷爷，我刚才看到二师叔了，二师叔没认出来我。他走的时候还没长大，如今长大了，自然有些变化，他没认出来也是应该的。这小子刚才干嘛去了？祖父，刚才二师叔应该是刚刚打猎回来，看样子人不少，驾鹰牵狗十分奢靡啊。正常的很，辽东本就是汉人、女真人、残垣的杂居地，残垣放牧，而女真人游猎。他自己出去打的，也算是自己给自己添道菜，算不得奢靡。祖父说的极是，那祖父咱们今晚就去，还是暂住一晚？先找个客栈暂时歇息，不要惊动开元的官员。王爷，您可真厉害，一下子射到了这么多头鹿，我就不行，一拉弓就坏了。你那一双大手得特制的弓才能配得上你，过段时间我叫军中的匠人给你特制一把大弓，让你射个爽。卑职多谢王爷，留下来吃饭吧，别走了。今天开元是不是来了一伙人？是啊，的确来了一伙人，看样子像是江南某个大家族的富商。王爷怎么知道的？赶巧正好回城的时候碰上了，这种程度的富商没事来到辽东干什么呢？难道是做生意？可是这跨度也太远了吧？难不成本王喜欢收集奇物的消息这么快就传到了关内？这可不是一个好兆头啊！王爷，没准是这商人跑到北方做生意，偶尔在北方听到王爷喜欢收集宝贝玩具的消息，这才来到咱们这。他既然敢来，想必应该带了不少的宝贝吧？是啊，王爷，张将军说的不错，也许是这位富商到了关内才知道的呢。也许真的是本王想多了吧，不过最近一定要盯紧，我老感觉要发生什么事。王爷的意思是？不要紧张，只是预感罢了。对了，快把辣子磨成粉，在鹿肉上撒上一点，那滋味儿老香了。翌日，朱允文带着锦衣卫们来到了韩王府。王爷，您还真猜对了，那富商的孙子登门来了。哦，带东西了吗？带了，好几个人抬着2、3个箱子，看样子里面够沉啊。让他进来吧。打哪来啊？草民秦文拜见韩王殿下。原来是秦公子，请起看茶。不知秦公子此次远行辽东，所谓何事啊？有什么事需要本王帮忙的吗？殿下，草民行至天津卫的时候，曾听当地有人说，在辽东开元有位韩王殿下酷爱收集奇物，这才来到了辽东。秦公子远道而来，想必一定是有奇珍异宝了，快给本王瞧上一番。殿下，这珠乃是南海珊瑚，是草民花了很大的力气才得到的。不论是大小还是成色，都是极其的罕见。还有吗？殿下，这尊南海观音像采取的玉石，乃是暹罗国出产的宝玉，而雕刻者也是一位鼎鼎有名的大师，他的工艺也是登峰造极，不论是从玉石的价值，还是大师的雕刻工艺上，都无可挑剔。本王倒不懂得玉石，不过这尊南海观音道的确不错，可惜并不是本王想要的。秦公子，这南海珊瑚、南海观音虽然都价值连城，可是这2个东西算不得其宝。这还不算，二师叔你没开玩笑吧？难道你的宝库里有1人来高的南海观音玉像？你是多有钱啊？这都看不上眼。要知道皇祖父也很喜欢这尊南海观音像，这可是皇祖父下了大本，才把它从皇宫里带出来的。到你这居然还算不得其宝。草民刚刚献丑了，不过接下来这口箱子里的东西一定能够让殿下满意。这人身少说得几百年了吧？回殿下的话，几百年少了。草民家里有个远亲，是皇宫内的太医，他看过这株人参之后，断言此人参绝对是1000年人参。虽然1000年人参难遇，但还不是本王要的东西。这二师叔家里啥条件啊？殿下，这好东西自然是要有懂它的人拥有，才不至于埋没。殿下若是喜欢价格，咱们好商量。秦公子，并非本王有意在压价格，你这些宝贝的确不错，可是并非本王想要的东西啊。难道二师叔真的看不上这些东西？难道二师叔的宝库里面的宝贝居然好到这种程度，让他对这3样皇宫内的上贡的宝贝都嗤之以鼻？
秦公子请看，这才是本王认为的奇物。这又红又皱巴的东西，看起来像是某种植物的种子。这东西是？此物名为蜡子，乃是胡商历经万里从世界的另一头带过来的。此物有何功效？难道说这盘子里红红皱皱的蜡子比草民带来的千年人参还要好？当然了，此物可以食用，也可以用来调味，那滋味真是让人久久不能忘怀。吃一口下去，只让人身上直起鸡皮疙瘩，浑身直冒热汗。殿下可否让草民拿起来仔细端详一番？这个秦公子可以尝上一尝，便知此物的奇异之处。这是什么东西？味道怎如此奇怪？难不成这是毒果？不，我们管它叫蜡。公子若觉得这感觉实难忍受，可以喝下这碗牛奶，方可解了公子的痛苦。还别说，这牛奶一进口中，这种奇怪酥麻的感觉立马减弱了。秦公子，本王说了，此物可以生吃，但能吃之人极少，本王也不敢直接吃。另外最重要的一点，此物可作为调味品，就如盐一样。秦公子这次再尝尝由辣子调味过的鹿肉，和平常的烤鹿肉有何不同？这东西，这秦公子也真不见外，可你吃一块也就差不多了，咋还吃上瘾了？本王这府里剩下的辣子也就是一袋，这一袋辣子还不够，本王自己吃的呢。草民失礼，望殿下恕罪。无妨，这下你应该明白本王眼中的奇物是什么东西了吧？绝对不是什么珊瑚、玉石、人参，这些是人眼中的宝贝。本王要的就是这样能吃好吃的东西。原来二师叔他是喜欢这种大明天下罕见能吃的好吃的东西，这就像是在大明的南海有一种水果名曰凤梨，这东西拿到江南都种不了，只能在南海才能生长结果。若是如此的话，那这事也好办了。草民受教，不如这样，草民先回去和我家祖父商议一下。草民兴许还真有一样东西能让殿下感兴趣。哦，若是公子真能给本王拿出这样的好玩意儿，价格好说，本王绝对不是吝啬之人，本王也可以让公子拿回一点大明关内没有的宝贝。好说。皇祖父，如何？你二师叔可看上那些宝贝？朱允文笑着摇了摇头，将事情的经过说与朱元璋听。什么辣子？我还以为这小子有什么高雅风趣呢，没想到是喜欢吃。那个东西的确味道奇特，你如何看？皇祖父，孙儿认为我们作为商人，初次登门，二师叔并未发现任何不对。不过此时已经日上三竿，我与二师叔心照不宣，都没有提起皇祖父。也许二师叔在心里想着，祖父来到开元市去做了生意，这孙儿先去拜访韩王殿下，可若再去，若还是孙儿一个人去，恐怕二师叔多多少少会不高兴。而且孙儿认为这次咱们带去的东西也一定要由祖父带去才好。那可不行吧，咱是他亲老子，咱要是直接去找他，那不全都露馅了吗？皇祖父未必，孙儿虽然与小时候模样也有变化，但是终究还是和小时候有几分相似。可是二师叔初次见孙儿却没认出孙儿，也许……娘的，还有这回事？难不成这小子也把他老子长什么样给忘了？你这次想给你二师叔带什么东西？皇祖父喝不惯其他地方的茶叶，这次出行孙儿为皇祖父带了雨前龙井。怪不得咱这一路来到北方喝的茶叶总是觉得这么顺口，原来是你早就替皇祖父想到了。雨前龙井倒是好物，在皇宫里除了朕也就你爹和你喝过，其他的皇子们你的叔叔们都没尝过这雨前龙井。咱听你的，咱亲自上门。这小子要是认不出他老子，咱就拿鞋底子抽他屁股。那小子竟然如此自信，想来手中一定有自己想要的东西，而且此去一定不会花太长时间。王爷，这次那位秦老先生也来了。说曹操到，终于来了，快让他们进来。王爷，下官总觉得那位秦老爷子好像在哪儿见过，而且那位秦老爷子气势不凡啊。这有什么的？江南那些富商哪一个不是被养的白白胖胖的？不用在意，直接让他们进来就是。怪不得老曹说见过这位秦老爷子，自己也对这秦老爷子感觉甚是熟悉，也总觉得像是在哪见过一样。而且老曹说的不错，这位秦老爷子果然是气势不凡，威武堂堂，看他样子目中金光闪烁，不怒自威，好似上过战场的老兵一般。你别说，这儿子认不出来自己的大侄子，就是自己看到自己的儿子如今彻底大变样，也怕是得多瞅几眼，才能在大街上看出这是自己的儿子。这小子这几年在辽东吃的不错呀，人也胖了，个子也高了，体格也壮实了，这精气神呢也是好的不像话。草民秦远公参见韩王殿下。老爷子，
不必客气了。来来来，快请上座。这小子还真把他老子给忘了，也怪不得。自打这小子离开京师已过了许多年，再加上太子死后自己日渐憔悴，模样也大变老了不少。可是就算你老子再老，可是咱是你亲老子，都站到你面前了，你都没看出来，天下竟有认不出老子的人。老人家是否曾在军旅之中效力过呀？殿下好眼力啊，咱真在军旅效力过。早些年反元的时候啊，咱可是跟着当今皇上打过仗啊。哦，原来老爷子曾经跟着本王父皇反元过，那为何本王从未见过老爷子？咱早些年的时候受了不轻的伤，这跟着洪武皇帝打了没几年仗，就不得不退下来了。洪武皇帝知道咱身上还有点功劳，所以赐给了咱不少的田地跟银子，咱这不就慢慢一点一点的发家了吗？原来如此，这么说来，本王还要问老爷子叫一声叔叔了。哎呦，咱可不敢当啊，咱哪能担得起殿下这一声叔叔啊？听老人家的口音，老人家貌似是中都人。父皇别来无恙啊！哎呦，爹啊，您有话好好说呀！好你个臭小子，跟咱撒谎是吧？还要打咱！你个臭小子，看咱今天怎么教训你！你给我过来，给我过来！是啊，咱正是中都人啊，这不是前些年带着一家老小去苏州了吗？在苏州那边发的家。怪不得本王总觉得和老爷子说话倍感亲切，本王的父皇也是中都人，中都是我大明龙兴之地啊！是啊，咱也觉得咱中都是咱大明的龙兴之地，就是这大明南方还好，百姓过得还算丰衣足食，幸福美满。就是咱这一路行来呀，看到这北方的关内百姓过得那就不太好了。这北方百姓早些年连年战乱，再加上北方天气寒冷，自然是不如南方富庶之地，百姓过得清贫一点也是没办法。毕竟我大明现在刚刚开国，百废待兴，这路总要一步一步来。咱可觉得不是，这北方的百姓过得可不是清贫这么简单啊！咱这一路行来，那北方的百姓饿得都吃不饱饭，身上的衣服能穿好几圈，还有的孩子身上的补丁打得都快看不出衣服来了。这洪武皇帝打仗嘛，倒是一把好手，这治国，在咱看来也就马马虎虎。老人家还要谨言慎行啊！本王是看你曾经跟着我父皇征战过，对老人家心怀尊敬。可老人家有些事情不能说的这么简单。这北方连年战乱，南方自是富庶之地不假，可无论是南宋还是前朝，南方尤其是江南战乱不频，可北方却是3天一小打，5天一大打。这打仗费的是什么呀？废的是人，废的是土地，这几百年啊，若不是我大明洪武皇帝，只怕到现在北疆依旧不太平。老人家治国治民可不是上嘴皮，一碰下嘴皮这么简单，以后这话还是要少说。你也是胆子大，居然敢当着本王的面说出这些话，你不怕本王把你抓起来？还好啊，这臭小子起码还算有点孝心，还知道替他爹多说几句好话。对不住，老朽刚才多言了，请殿下恕罪呀。这次二位应该把本王想要的东西带过来了吧？带来了，孙儿，快把东西给殿下看看。你别说，这茶叶还没泡呢，就是放到鼻子边闻了闻，那也是觉得头脑清明，沁人心脾呀！好茶，真是好茶。这茶叫什么？回殿下的话，这茶乃是上好的雨前龙井，就算是和皇宫内上贡的雨前龙井相比，也是只好不差。这雨前龙井为何稀少，又为何珍贵？为何一年就算是上供给朝廷，给皇上的也就顶天10几斤而已？其实这雨前龙井本身也就不多，所以一次上供个几十斤，最后挑挑拣拣能剩下个6、7斤就算不错。今年算得上是收成特别好的一年，风调雨顺，老天爷开眼，可是最后挑选出来，据说也就只有10多斤而已。难不成这些富商居然敢当着皇上的面以次充好，拿土迷皇上的眼？居然比皇宫内的贡茶还好，这上好的贡茶不是都给皇上拿去了吗？哈哈，殿下，这雨前龙井那是极品的好茶呀。皇上在皇宫里边一年也不喝别的茶，喝点差不多的也就行了。这最好的茶叶一般都是富商之间相互送礼，反正皇上也喝不出个好来。但是这茶叶要落到我们这些商人手里，那就大大的不一样了。我们互相送礼，可比送黄金要气派，要雅致许多呀。好啊，你们当着当今王爷的面说着皇上的不好，又对皇上不敬，你们的脑袋是觉得长得久了吗？殿下这话从何说起呀？咱说的可都是实话呀。那皇上他就是喝不出茶的好赖，意思就得了。咱们不一样，这上好的茶叶离了咱的口，咱再喝别的茶叶，那就喝不下去了呀。哟呵，来人！哎呦，这家伙长得大呀，这家伙长得真大，这得有个9尺高了吧？这老头是不是失心疯啊？
把他们两个给本王轰出去。殿下，殿下，我爷爷他性格直，说话也直，请殿下千万不要生气呀。你这当王爷的也太护短了吧？这皇帝好不好，咱们当老百姓的还不能说吗？住嘴！若无我父皇，这天下如今还在元人的手里，汉人还是吾等人。若无我父皇，你哪来今天富庶的日子？北方百姓百年战乱，难道这也要怪到我父皇的头上？你个老不死的本王，越看你越来气，本王今天非得亲自揍你一顿。他是你爹，他是你爹呀！谁？他说的是咱，摊牌了，咱是你爹。哟呵，老家伙好大的狗胆，还敢冒充本王的父皇！本王今天要不打折你一条腿，就算你长得结实。二师叔，我是允文啊，我爹是朱标，是你大哥。二师叔小的时候还常来东宫玩啊。你是允文？你真的是允文？真是我啊，二师叔。咱们小的时候一起放过风筝，现在那风筝还挂在东宫的大树上，没摘下来呢。爹，俺爹娘呀，都出去！张铁柱，你个傻大个，皇上让你出去，你没听到吗？王爷，俺走了，你咋办呢？你在这儿能帮到本王啥？捡了一条命还不快滚！王爷，俺舍不得你。你要不滚，就陪着本王一起挨揍。好咧，俺滚。父皇别来无恙啊！哎呦，爹啊，您有话好好说呀！好你个臭小子，跟咱撒谎是吧？还要打咱！你个臭小子，看咱今天怎么教训你！你给我过来！给我过来！咱是心里有苦说不出啊，自己为何要骗朱元璋？难道要说以后四哥早晚得造反？大侄子他根本就不是四哥的对手，四哥会一路南下平推到应天府，就是这话说出来了，他也不能信呐。老子没想到你跑到辽东待几年，居然连你老子都不认识了。咱现在就变得这么老吗？你这个当儿子的都认不出咱来了。父皇，儿臣当年初到辽东的时候，不习惯这里的气候，一连病了数月有余，一直在发热，水土不服。这好了之后，以前的一些事的确是记不清了。那你告诉咱，为啥你要跟咱撒谎？明明你这辽东土地肥沃，粮饷充足，为何要跟咱哭穷啊？父皇，儿臣要是如实说了，父皇可莫要怪罪儿臣。你说，咱刚才该打的都打完了，你接下来想说什么你就说，咱绝不打你。父皇，儿臣当年在应天府的时候，一年也见不到父皇几次，心中对父皇甚为思念，可父皇的注意力全在几位兄长他们身上。儿臣当年特意上请奏折，想要请父皇允准，让儿子尽早落藩去辽东。儿臣本想让父皇多在意儿臣，可万万没想到，父皇居然看了一眼就允了。儿啊，你起来吧。好了，不哭了，都长得这么大的个子了，怎么还哭哭啼啼的？你在辽东干得不错，深得民心，百姓丰衣足食，安居乐业。为父看到心里甚慰。为父这一趟专程前来，就是想来看看你，想来看看你心中到底如何想的。好孩子，你这几年也不愿意回应天，每年藩王们都要进京一次，你总是推脱，也是对咱这当爹的心里有怨气。回禀父皇，孩儿这几年不愿意回到应天，并非是心中对父皇有怨气。现在父皇看到辽东百姓安居乐业，但前几年的时候，百姓们也就是刚刚吃饱饭。而且儿臣若是记得不错的话，前年辽东天寒下了一场大雪，雪灾害过后，辽东有接近20%的百姓都死在了雪灾之中。儿臣实在抽不出身回应天看望父亲。好儿子，父皇不怪你，咱朱家的天下，咱朱家的子民，老朱家的人不爱惜这些百姓，谁爱惜呀？老朱家的儿子不上阵杀敌，不去边疆戍边，谁帮咱们老朱家守天下呀？收拾自己，一会儿允文进来，别让你大侄子看笑话。进来吧。臣韩王朱松叩见太孙。二师叔快请起，这并非在皇宫，也非在朝堂之上。太孙万万使不得呀！就让他拜吧，这会儿行的是家里，你这个当叔叔的受得起？侄儿拜见二师叔。太孙快请起。允文啊，你二师叔到了辽东之后，便生了一场大病，足足发热几个月，养病养了好几个月了。你的模样，他怕是早就记不清了。原来如此，怪不得二师叔并未认出我与皇祖父。二师叔现在身体还好吗？现在身体都好，这回不会忘记太孙的模样了。二师叔不要如此见外，二师叔是长辈，这又不是在朝堂，即便是在家里，二师叔也依旧是长辈。私下里二师叔还是叫我允文吧。这怎么可以？太孙是太孙，臣是臣，到底是君臣有别，臣万万不敢僭越。
老20都说了，这不是皇宫，不是朝堂，私下里咱们是一家人。你呀，就是不如你那几个哥哥，他们可是分得清。不错不错，你小子在辽东干得真不错，不愧是咱的儿子。今年过年回应天吧，去祖庙祭祭祖，给你大哥上炷香。儿臣遵命。二师叔，辽东是发现玉矿了吗？允文大概是看到我地图上画的圈里面写的玉字了，那块地方并没有发现玉石矿，那是我留下来种一种名字叫做玉米的粮食的。玉米？难道这大米是绿？玉米的粮食的。玉米？难道这大米是绿色的，好似玉石一样的吗？老曹，你去把辣子和玉米拿过来，给皇上和太孙瞧一瞧。咱听太孙说，这辣子可以当做调料，就如同盐巴一样。咱当了这么多年皇帝，还从来没吃过这玩意。这回去你这个当儿子的孝顺老子，给咱拿回一点。父皇，不是儿臣抠门，实在是这辣子所剩不多了。儿臣之前寻找使用辣子的方法已经消耗了一些，剩下的这些儿子打算来年开春的时候种在土里，等到再长出新的来，儿臣给父皇上供新鲜的。你这臭小子，你就不知道先把这玩意儿上供到京师，让咱替你尝尝吗？父皇，这辣子味道奇特，若是不了解的人生吃的话，一定会非常痛苦。儿臣怎么敢把这种不了解的东西上供给父皇呢？皇祖父，二师叔说的有道理啊，若不了解这东西的人生吃的话，一定会受不少的苦。第一遍吃了之后，就不会再吃第二遍了，又怎能发现这东西还可以作为调味料呢？既然这辣子咱不能带回去，那这玉米咱总能带点回去了吧？咱好不容易出趟皇宫，跑大老远来到你这儿，你啥也不让咱往回带，咱脸上也没有面子呀。好，这个可以。父皇带回去之后，切记不要将其烹熟了。这些东西现在只是种子，并非粮食，等到来年种出来粮食了，父皇再食用也不妨。二师叔，这玉米味道也很奇特吗？比起辣子如何？这个请太孙放心，这玉米味道并不如辣子那一般令人难受，只不过这东西并不怎么好吃。不好吃？你宝贝似的种它干嘛？父皇，这东西虽然口感不如大米和小麦，但是此物产量要比大米和小麦高出许多。最重要的是，大米和小麦要挑土质，不同地方种出来的大米和小麦味道也不尽相同，产量也会有很大的差别。但是这种名叫玉米的作物，却并不像大米和小麦那般矫情，纵然是西北的黄土地，也可以尝试耕种。父皇，请父皇下一道圣旨，允许儿子好好种植一番，实验一番。若是此物真的可以全面在大明铺开的话，那我大明苦寒之地的百姓也有粮食能够耕种。天灾时期，我大明百姓也不用饿到去山上挖草根、啃树皮、吃观音土，甚至一子儿时啊！父皇，好儿子，咱没想到你还有这般抱负。好，咱准了，你想怎么折腾就怎么折腾。这次咱也不带着玉米种子回去了，全留下来给你折腾。但是可有一点，3年之内，你得让咱看到你的成果。儿臣向父皇保证，一定会让父皇看到成果的。不过儿臣也想再向父皇求一道恩典。你这臭小子太得寸进尺了吧？咱都把这粮食种子全给你留下了，还不行？你还跟咱要恩典？父皇您别担心，我不问您要粮，也不问您要银子，儿臣想要的这道恩典常简单，只要是发现在咱大明有其他国家的作物，一定要取出一些送到辽东来，交给我实验耕种。就这么简单？就这么简单？太孙你怎么看？皇祖父，孙儿觉得二师叔这个要求并不过分。咱大明若是真的有他国的粮食种子，就让人送到辽东来一些，并不怎么费事。朱元璋其实本来就想同意，之所以多此一举问问太孙，是希望儿子能记得太孙的恩情，以后自己去世，儿子要好好的辅佐太孙才是。给什么给？咱没问你的罪，你就偷着乐去吧，骗咱！你知不知道，要不是咱儿子，咱现在就砍了你。现在看来，朱允文这孩子还是人畜无害。可是朱元璋驾崩之后，朱允文上台，立马着手就开始削藩了。而且这小子削藩那叫一个狠，想找一个藩王的毛病，那还不是手到擒来，想让谁进大牢不他说了算，甚至还逼死了几位藩王，那可是他的亲叔叔啊，而且自己也是亲叔叔，也是藩王，就算自己现在频频示好与他，可到时候自己还是难逃削藩的下场。而且这小子必败，那些能打仗的功臣，包括蓝玉在内，都已经被朱元璋料理的差不多了，留给朱允文的已经不剩什么能拿得出手的武将了，那些人根本就挡不住威武的燕王横推南下的，自己和朱允文靠得太近，只怕到时候燕王也会找自己算账。糟糕，自己好像把站队这种事想得太简单了，自己的身份不可能一直保持中立，看来此事还得从长计议才行。你是不应该问咱再要银子要粮食了，就开元现在的这气象，你自给自足都够了。不过该往朝廷交的粮食，该往朝廷交的银子一样不能少。
父皇，这不行，这不行啊！朝廷该给的粮食，该给的银子还是得给呀。给什么给？咱没问你的罪，你就偷着乐去吧，骗咱！你知不知道，要不是咱儿子，咱现在就砍了你。父皇，您看儿子试验他国的粮食作物，也是为了咱大明的基业，没有一点私心啊。这要是解决咱大明吃饱饭的问题，那可以说比得了唐太宗的贞观之治，有过之而无不及啊。那您说，要是没有朝廷支持儿子，就算是把这粮食弄出来了，到时候史官们能把这笔功绩记在朝廷身上吗？能把这一笔功绩记在父皇和太孙的身上吗？不能啊，他们一定会实事求是的在史记上写是儿子一个人的功劳，到时候您也不希望看到这种事情发生吧？你这臭小子皮有痒了是吧？这就是朱松的应对之法。他这话说出来，朱元璋一定生气，但是其实真正能够决定的也不在朱元璋，而在朱允文。皇祖父孙儿觉得二师叔说的不无道理啊，辽东现在就算再怎么富庶，可到底比不了咱大明一国之力。而且咱大明藩王众多，若是其他叔叔也有这种奇思妙想，能够助我大明的好办法，却因为太过优秀而失去朝廷的支持，我想那些叔叔们为了自己的好处，恐怕也不愿意去实行了。那你说这小子骗了咱，这事就这么过去了？天下没有不透风的墙，自然是不能过去，不管是为了皇祖父，还是为了二师叔，这件事情总要给百官们一个交代，给百姓们一个交代，甚至于要让其他的藩王们看看爷爷的反应。这样吧，爷爷不妨下旨斥责二师叔一番，然后5到10年之内，朝廷不发俸禄给二师叔，等到年限过去之后，朝廷再重新发放也不迟。朱松听了朱允文的话，立马也提起了警惕，自己也把朱允文想得简单了。是啊，就算是朱允文的能力，但是见识都不如4哥燕王，可他到底还是大明的皇太孙，是大哥朱标第儿子，是洪武皇帝的亲孙子，这点政治头脑和嗅觉他还是具有的。5到10年，朱元璋现在的身体看似硬朗，但恐怕也活不了多少年了。5到10年实在太长，朱元璋一定会在这些年时间内驾崩。如此一来，朝廷是否以后继续给我放俸银，给辽东发放粮食，这种事就完全掌握在了朱允文的手里。若自己想要朝廷发银子发粮食，就得老老实实的听话。当然了，就看现在这样，自己也可以自给自足。可若以后他来问自己要银子要粮食怎么办，他已经知道辽东万里沃土，长出来的粮食都好，辽东势必会变成他的粮仓。他这是想把自己牢牢攥住在自己的脖子上。父皇，儿臣这些年能把辽东养起来，其实有一点很重要，那就是这些年朝廷一直没问辽东收税，百姓们不用交赋税，这是养民。现在养起来了，可以开始收税了，但朝廷该有的支持还是要有啊。这一进一出，总归有多有少，就是有些差别，可是百姓们也不至于一下子拖慢了脚步。而且也可以退一步，父皇心中若是实在有气要责罚儿臣的话，儿臣可以不要3年内的俸禄，但儿臣也希望这3年之内，朝廷也别向百姓们收取朝廷税赋，再让儿子养几年成嘛。美死你了！难道辽东不是咱大明的疆土，辽东的百姓不是咱大明的子民？这样吧，也不用5到10年了，5到10年太长了，3年，还是3年之后，你把成果交到咱的桌子上，咱不仅会恢复你每年的俸禄，而且为表鼓励咱，还会提高你每年的俸禄。咱不指望你3年之内就让咱大明百姓吃得饱饭，你哪怕是有一点好的进展，咱就给你长俸禄。现在你们这些亲王的俸禄是1年1万担，你要是成了，咱1年给你2万石。2万石的俸禄很多了，但是朱松心里却高兴不起来。老爹呀，你给俸禄有啥用啊？等到你驾崩了，龙御宾天，到时候那不还是人家说了算吗？不过有这句话就比没这句话要好很多。那咱爷俩可说好了，您答应儿子的，3年之内要是把成果给您呈上来，您就给儿子涨俸禄，您回去可得写一道圣旨啊。你哪来的这么多心眼儿跟你老子耍？咱下不下圣旨还得你同意是不是？父皇啊，不是儿臣跟您耍心眼儿，3年1万石，3年就是3万，就算是开元一地的百姓们真的碰到个天灾什么的，儿子有这3万石俸禄也能使上劲。这3年没有俸禄，换到谁身上谁都觉得难受啊。求求您了，父皇，求求您了，您就答应儿子吧。行了行了，咱答应你就是了。回去之后咱就写一道圣旨，3年之内朝廷不管你的俸禄，3年之后你把成果交上了，1年2万担，要是研究不来成果，就1年1万担，还是和以前一样，这总行了吧？行，这行。二师叔很重君臣倒是不假，可是却也不是个好忽悠的角色。老曹啊，跟本王回府，你之前不是一直问本王为何要瞒着朝廷吗？这次本王告诉你。王爷，您要跟下官说什么来着？
之前本王一直不愿意把辽东的实情上报给皇上，其实本王并不是只在乎这点粮食，本王真正在意的是，若有一天当今皇上龙驭并天之后，我辽东该以什么角度自处？王爷这话可不能随便说呀，说轻了这是大不敬，说重了把王爷关进牢里都不多。不过王爷说的也没错，这种事确实应该考虑一下。可是咱大明朝不是已经立了储君了吗？王爷何必如此小心翼翼？尽到臣子的本分，对皇太孙就好了呀。要是有这么简单，本王何必如此忧愁？接下来咱们俩说的话，你千万不要透露出去，若是透露出去，轻则是灭顶之灾，重则……请殿下放心，今日在此说的话出的王爷口，入得在下耳。若是透露出去一句，在下必会遭天打五雷轰，永世不得轮回。起来吧，老曹，有你这句话，本王就放心了。本王只问你，若是皇上驾崩之后，太孙上位，他若要削藩，我们该如何应对？削藩？若是真要削藩的话，咱们作为臣子，恐怕也没什么其他的门路自救，不如现在殿下早日向太孙示好，也只有这样，等到太孙登基之后，咱们才能不落入到极其险恶的境地之中。若是有人不满削藩，要造反怎么办？王爷千万不可做此无君无父之事啊！让你想你还真敢想啊！那王爷的意思是？本王的意思是，若是有其他藩王造反该怎么办？若有其他藩王造反，王爷只有2条路可以选择，一条是坚决要替朝廷扫清此等奸恶，另一条路就是独善其身，作壁上观，即便无功但也无过。老曹说的这些话，朱松怎么可能没想到？你说的这些本王早就想到了，那造反之人若十分能征善战，可以打的朝廷军马，抱头鼠窜，到时候若是换了一个人当上皇帝，我等又该如何？还要作壁上观吗？王爷的意思是，这造反之人一定能够成功，对吗？可这几乎是不可能的呀，纵观数千年，藩王造反能够成功的没有一个。是啊，在朱棣之前的确是没有藩王造反成功过，别说是在朱棣之前了，就算是在他之后，也没有藩王造反成功过，当真可谓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本王只是打个比方，若他真的成功了，而且还向我们求援兵、求粮食，我是给还是不给？别想了，老曹，也许真是本王多想也未可知。本王当然是希望那一天不要到来，就算是太孙要削藩，本王也能忍着。王爷呀，以后这种事王爷还是不要想了呀，这简直就是杞人忧天嘛！杞人忧天嘛，呵呵。且说天子的銮驾进了关内，沿途各个藩地的藩王都不得出来迎接，也不是朱元璋不想见自己的儿子，只是朱元璋此刻满身的杀气，这一路北上行来，他看了太多受苦受难的百姓，也看了太多无所作为也不想作为的官员和那些搜刮民脂民膏、中饱私囊的贪官。洪武大帝又要杀人了，咱此次回应天府有很多事情要处理，你不必跟咱一同回去，你可以暂时留在关内去看望一下你的几位叔叔们，尤其是你的四叔，以后你登基了之后，以四叔作为北疆的屏障，你还要多多依靠他。是。孙儿谨记皇祖父教导。朱允文看着朱元璋的銮驾渐行渐远，又看向北平的方向，想起了皇祖父当着百官的面说出要立皇太孙的话，四叔脸上的表情是那样的无奈，那样的愤恨。朱允文一直忌惮着朱棣，就如同朱松所说的那样，现在就有心思想要控制住藩王，能控制的藩王越多越好，这样自己登基削藩的时候，他们才能更乖。皇祖父的儿子实在太多了，皇帝的儿子多，也就意味着亲王多，亲王多，也就意味着大明的负担更重。就比如现在亲王每年的俸禄是1万石，20个儿子，20个亲王也就是20万石。大明朝每年要负担这么多的支出，这还不算那些每年2000的俸禄的郡王，那些世袭公爵、侯爵、伯爵的子爵，当然也想过要把这些功臣之后也削一顿，但是要削他们就得先把这些藩王削了。既然是皇祖父的儿子，就更应该为皇祖父着想，更应该为国着想才是啊。一年1万石的俸禄，这么多的俸禄，你们吃得完吗？你们根本就吃不完。拿着这么多的俸禄，养着这帮藩王，若有用的给了也就给了。即便是四叔，自己一直不喜欢，一直非常忌惮的四叔，他能征善战，能保卫大明北疆，他若老老实实的尽到臣子的本分，这1万的俸禄给了也就给了。再者就像是20叔那样，不如四叔能征善战，但是人家懂得治民，懂得怎么让百姓们富裕起来，把饭吃饱，这也是能力呀。一个主外一个主内，这2位叔叔可以不削，可是其他的那么多叔叔，就比如说蜀王，
襄王他们又不用戍边，又不想着治国治民，他们也没那个能力治国治民，每年领那么多俸禄干嘛呀？有那么多的官员，每年的俸禄连110都没有，人家还不是活得好好的。总之现在就已经开始准备收拢这些藩王的心了，有能耐的就留在朝中重用，没有能耐的一年按最低的标准养着他们，不养死了也就行了。如果真的不服的话，自己想办法去种地，自己想办法致富。二世叔的确很有才干，自己登基之后，四叔和二世叔一文一武，都是自己的左膀右臂。可是二世叔也是个聪明人，一点让自己抓着在他脑袋上套根绳子的机会都不给，不给也就不给吧，碍着皇祖父的面子，自己也不好敲打。等到自己登基那一天，如果他不愿意主动把这根绳子递过来，那自己这个当皇上的就好好的收拾这个当叔叔的。太孙，咱们何时启程前往北平？咱们现在的位置周围还有几位藩王？回太孙的话，咱们现在的位置距离最近的除了燕王以外就是宁王，不过大宁已经过去了，咱要再出关外吗？大宁，17叔朱权，17叔还算老实，而且也有统兵打仗的能力，虽然不如四叔那么厉害，但也有些能力，不然祖父也不会把朵颜3位交给他。不去了吧，我实在不喜欢关外，就留在关内去北平看看吧。遵命。娘亲不要再打2个弟弟了，2个弟弟偷偷出去骑马放风筝，孩儿是知道的，孩儿忍了他们去的。娘亲要责罚就责罚孩儿吧。你起开！我不要你在这假仁假义的替我们求情，若不是你告密，娘亲怎会知道？你还敢骂你的兄长？不经过父母的允许，偷偷的带你3弟出去骑马放风筝，若出了危险怎么办？你作为弟弟，不懂得尊敬兄长，还对护佑你的兄长恶语相向，为娘平时就是这么教导你的吗？娘亲不要再打了，不要再打了。2弟3弟他们现在还不懂事，这才犯下错误，娘亲再给他们一次机会吧，求求娘亲了。高炽，你以为你就没有错误吗？你身为兄长，发现弟弟们偷偷跑出去，你不仅不来告知与娘亲，相反还替他们遮掩，为娘就是看你身子虚弱，不愿意对你动用家法。你自己回去，将先生昨天留给你的书再抄30遍。孩儿遵命。娘亲让孩儿抄多少遍书都可以，孩儿只求不要再打弟弟们了。若不是你们兄长苦苦哀求，今日为娘拼着把这根藤条打断，也要好好的教训你们一顿。你们2个就不必抄书了，为娘也不会再打你们了。但你们要跪在这跪满2个时辰，什么时候跪满了，什么时候再去吃饭。娘亲不要再生气了，儿子跪就是了。你们2个干什么了？高旭，你娘怎么把你打成这样？父亲，都是孩儿不好，孩儿一时贪玩，带着弟弟跑出去骑马放风筝。若不是大哥嘴谦去报告给母亲，母亲也不会知道。我们这打挨的无怨无悔，我不怨母亲，我只怨大哥。既然犯了错误，就要认罚，你们2个就在这儿好好的受罚吧。对了，你大哥呢？被娘罚去抄书了。既然都罚了，那就好。殿下不要为你的2个儿子求情，也不要觉得这是什么大不了的事。他们现在才多大，就敢偷偷的背着咱们俩出去骑马放风筝，这以后长大了，那还不得把天给你捅个窟窿？王妃，没有这么严重吧？小孩子都是贪玩，本王像高旭他们2个这么小的时候也贪玩得很，这不也没把天捅个窟窿吗？差不多就行了，你都打了他们一顿了，还让他们在那跪着，这是不是有点太狠了？殿下，若教导孩子的时候，我们这当父母的不狠一点，只怕是孩子们以后长大了惹出大祸来，别人教他们就比我们教的要更狠。殿下岂不知玉不琢不成器？王妃啊，这差不多就行了。而且在本王看来，高旭和高穗偷偷跑出去玩，那也是高炽这个当大哥的管教不力。要是罚的话，你也不应该这么偏袒高炽，只让他去抄书，也应该让他到院子里面跪着。殿下，高炽是什么身子，你难道不知道吗？他受得了吗？再说他能制止住，能阻拦住他这个身强体壮的2弟吗？臣妾知道殿下一直喜欢高旭，希望高旭做世子，可殿下不要忘了，高炽才是您的嫡长子，他才是燕王世子。朝廷虽有律法，一定要立嫡长子，可是本王又不是皇帝，本王只是一个亲王，难道这燕王世子该让谁来当本王都说了不算吗？当然不能由殿下来说了算了，朝廷一切有法度，一切有规矩，若是让殿下来说了算的话，岂不是全乱了套？殿下，兵部左侍郎启泰大人叫人来送信，皇太孙不日就会到达北平来视察。皇太孙，前段时间传言父皇带着皇太孙微服私访去辽东开元，找老20的麻烦，现在看来父皇和皇太孙已经离开了辽东，父皇没有来北平，
这说明父皇已经先回了应天府，只留下皇太孙来北平视察。皇太孙来北平视察这事都不稀奇，可偏偏是跟着父皇找完了韩王的麻烦，皇太孙才来到北平视察，这事就有点稀奇了。难不成皇太孙也想找自己的麻烦？殿下，去吧。殿下，可是皇太孙要来北平了。是啊，皇太孙要来北京视察了，偏偏还是赶在找完了韩王的麻烦之后，这才来到北平。皇太孙此番来者不善。殿下不必担心，事到如今，依旧没有任何有关韩王殿下的圣旨传出来，这就说明韩王殿下在辽东无事啊。韩王无事不代表本王无事啊。若是父皇也来了，本王反倒安心。如今只有皇太孙，本王才觉得这事蹊跷。不蹊跷，不蹊跷。贫僧曾经听人说起过，韩王殿下有个喜好，那就是愿意收集天下奇物。但韩王殿下所认为的奇物，却和平常人所认为的金银珠宝并不相同。韩王殿下所认为的奇物，是我大明没有的粮食作物和种子。而且韩王殿下到了辽东之后，便亲自带着百姓们开垦农田，将每块地的用处全都划分好，该种地的地方种地，该放牧的地方放牧，该打猎的地方打猎。如今辽东已经一片气象，百姓丰衣足食，家有余粮。韩王殿下真是贤明啊！既然老二世有这么大的能耐，为何皇太孙还要去找老二世的麻烦，还说动了父皇一起去？韩王殿下的确是做错了事，那就是他没说实话。这些年来一直向陛下谎报辽东边关苦寒，百姓食不果腹，衣不蔽体。贫僧想，皇上的锦衣卫遍布天下，辽东也一定有锦衣卫的耳目，所以辽东的真实情况皇上是知道的。贫僧没接触过韩王殿下，不知韩王殿下的为人能力究竟如何，但想必韩王殿下也知道辽东有皇上的耳目，他如此做恐怕是故意的。故意的？原来老二世是故意的，表面一套背后一套，其实他根本就不怕父皇知道。是啊，贫僧一番查证才知，韩王殿下当年落藩之时才11岁，一个人孤苦一身前往苦寒之地，身边又无亲人陪伴，想来对陛下心中是有所怨念，这才做出这些事来。老二世有治民的好本领，可是却还是小孩子脾气。正是啊，韩王殿下耍小孩子脾气，所以此次陛下亲自前往辽东，看到了辽东的一片欣欣向荣，再想起当年韩王殿下落藩之时不过才11岁，还哪有心思继续责怪。所以啊，这次太孙来到北平，多半也就是视察一下，顺带和殿下搞好关系，说白了就是拉拢殿下。毕竟他以后登基，北疆的安宁还需要殿下镇守，燕王还是得放下心来啊。既然如此，那本王也就放心了。殿下还不可完全放心，毕竟是太孙亲自到来，太孙是国之储君，殿下一定要谨小慎微，千万不要威仪过甚啊。大师请放心，本王还记得君臣有别。臣等恭迎皇太孙殿下，千岁千岁千千岁。臣朱棣携三子参见皇太孙殿下。燕王请起。臣多谢皇太孙殿下。殿下万万不可呀！殿下如此大礼，臣怎敢接受？四叔，侄儿行的是家礼，皇祖父特意交代了，私下里咱们是一家人，该行的家礼绝对不能少。四叔，父亲生前最看重的便是四叔，侄儿年幼又资历尚浅，以后还需四叔多多扶持啊。臣自幼受先太子厚恩，如今自当竭尽全力的辅佐殿下，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当天晚上，皇太孙自然是要去燕王府吃一顿家宴的。第二天，皇太孙做东，在北平的望月楼摆下了一桌宴席，邀请了北平的文武百官，但唯独没有邀请燕王。要试一试北平上下文武心里还有没有朝廷，有没有我这个太孙，那请吃个饭，看看他们来不来也就是了。太狂妄了，太狂妄了！这帮人眼里还有没有太孙，还有没有朝廷？他们眼里难道就只有燕王吗？陈大人，晋升。如今我们身在北平，并不在京师，陈大人万事要以太孙为主，要以太孙为重。果然还是四叔更得军心啊。第二日，皇太孙来到军场，看北平军马演武。臣北平都司都指挥使陈亨率北平全部军马参见皇太孙殿下。参见燕王殿下。北平发生的是在2天之后送到了韩王朱松的手里。朱松看了北平的情况报告之后，叹息一声，将手中的信纸递给了老曹。原来那位有可能造反的藩王，竟然是燕王殿下。若是燕王殿下真的有谋反之心的话，那恐怕大明真的要陷入战乱之中。因为燕王能征善战，麾下将士也个个是百战精兵。如果他真的要谋反，只怕朝廷和百姓真的有苦头了。最重要的是北平距离辽东很近，若到时候战端一开，
燕王势必不会以一人之力对抗朝廷，他势必会纠结起身边一切能够纠结的力量，这其中很难排除韩王殿下。怪不得，原来殿下忧心在此。老曹啊，现在表面上一切还很太平，可若日后本王担心的事情真的发生了，我开元该如何自处啊？殿下，为今之计，还是要发展壮大我开元的军力。我开元虽然兵马强壮，但到底不如北平，所以下官的意思，当今还是要发展军力。就算是将来真的要面对选择，底气足和底气不足总归是有分别的。如今已经进入9月了，天气也逐渐的凉爽了下来，也快要到丰收的季节了。算了，暂时不想那些乱七八糟的事了。今年粮食收成不错，先把眼前的事情处理好。下官之策是否实行？那就按照你的意思办吧，只不过切记千万不能弄得太明显。邻居囤粮，我囤枪，邻居就是我粮仓，本王可不想做别人的粮仓。齐泰跟着皇太孙回了应天，到了应天之后，便立即上了一份奏折。奏折里面说燕王威仪过甚，伟大不掉。朱元璋这边看着齐泰的奏折，允文，齐泰在奏折里所说属实吗？皇祖父，齐泰在奏折中所言句句属实。北平延边17卫一共13万精兵禁卒，上至指挥下至行伍，皆只知四书而不知朝廷。这个臭小子，咱这一趟北行算是白去，去什么老20呢？咱就应该先去北平的好好教训教训这个臭小子。来人，派人去北平告诉燕王，就说咱想3个孙儿了，叫燕王妃带着他们进京居住。朱允文听着皇祖父的安排，内心多少有些失落。看来这到底还是没能搬动四书啊！现在看来，燕王在北平军中的威望实在太高了。不过也好，也不算是一无所获，最起码皇祖父下令让四叔的3个儿子和燕王妃回京居住了。皇祖父，如今20叔去辽东落藩已经有几年了，20叔也逐渐成长起来了，这也该到了娶妻的年纪了。哦，说得对啊，咱当时怎么没想到呢？这小子一转眼都已经长大成人了，咱还拿他当小孩子看，这小子也该娶妻了。允文，你说说，咱是让谁嫁给他？皇祖父，叔叔们都是亲王，娶的王妃大多也都是功臣之后。孙儿思来想去，好像也只有尹国公的孙女冯妙清，年岁与20叔相当。冯妙清为人敦厚守礼，而且是功臣之后，门当户对。国用的孙女，国用当年还没眼睁睁的看着咱开国就已经走了。既如此，那就定这个冯妙清吧。皇祖父若放心，此事就交给孙儿去办吧。那就交给你了，你亲自带着咱的圣旨去右军左都督府宣旨，你亲自跟冯成说，这彩礼咱一分不少，他的这个嫁妆也得拿得像模像样一点才好。10月末，辽东的粮食基本上都已经收得差不多了，天气逐渐的寒冷下来，树木凋零，草场渐黄。此刻朱松就在自家的庭院内，前来宣旨的太监把圣旨的内容宣读完了之后，朱松当场愣在原地，喃喃自语道：我要有媳妇儿了。韩王殿下，快接旨吧。这天下平白无故掉下来个媳妇，这位尹国公是谁呀？这位公公，尹国公他老人家本王记得并未见过呀。这位是朝中哪位大臣？哎呦，殿下，您要问咱家什么事，您也得先把这圣旨接了之后再问啊。咱家也是为了殿下好，殿下快接旨吧。殿下快接旨吧，接了旨殿下再问也不迟啊。这位公公到底是哪位朝中大臣啊？本王的确是从来没见过，也不记得呀。殿下，尹国公是追封的，尹国公本名叫做冯国用，早在至正19年的时候就去世了。这国公是追封的，如今这位冯妙清的父亲冯成冯大人，乃是咱京师的右军左都督。原来如此，本王明白了。不过这新娘子怎么没和公公一起来呀？殿下，您这是说笑了。殿下贵为皇子，但毕竟成亲这种事，也不能把新娘子带过来直接住到韩王府，那恐怕人家新娘子还不乐意呢。哟呵，这新娘子的脾气还挺大。殿下，这种事还得殿下回京师成亲才行啊，毕竟陛下在京师，这儿媳妇进家门总要拜过陛下才行啊。把新娘子带过来倒不是不行，只是这待遇对于功臣之后来说，实在太委屈了些。那本王何时启程啊？殿下这接了圣旨之后，自然是越快启程越好，越早点到京师越好，趁早把这个婚事办下来，陛下那一边也高兴。来人啊，带几位公公下去休息休息。回到大殿之内，朱松看着地图，
此一回应天府不要紧，恐怕到了应天府也得是最短半个月之后了。半个月之后，那都眼看着到年关了，接下来也就不必走了，要在应天府一直待到过完年才能回来。毕竟自己已经答应了父皇，今年要回应天过年，好不容易看着自己攒下来的家底儿，实在放心不下，就这么一走了之。老曹，本王这次回应天府，王府内大大小小的事你都要接手，还有把张铁柱叫过来，本王要亲自和他说。是王爷。王爷，俺听说王爷要娶亲了，哎呀，这可是天大的好事啊！管好你自己那一张大嘴巴，本王娶亲跟你有什么关系？王爷，俺不是替你高兴吗？你看这娶媳妇天大的好事，您咋还不愿意呢？这要是俺娶媳妇的话，俺得乐得3天睡不着觉。你也就这点出息了。本王此次娶亲势必要回到应天，如今这才刚进10月，天气刚刚冷下来，再过一段时间就要下大雪了。草原上的那些瓦剌人们到了冬天又没吃的，只能跑过来劫掠咱边关的百姓。本王现在要给你升官，你以后就是开元都指挥司的都指挥使了。开元城的一应军政要是都归你管，不过这只是明面上的一些细节，你还是要听老曹的话。请王爷放心，俺一定不让王爷失望。那帮该死的瓦剌混账，要是真敢来的话，俺一定替王爷再多抓几个苦力。本王知道你勇猛，但是你现在充其量就是个莽夫，冲锋陷阵你在行，可要指挥打仗你不行。本王不在辽东，就如家里没有了主心骨一般，凡事你都要和老曹商量。记住，老曹虽然官级也不如你，但是他在你之上。年后归来，若是看到开元城被你搞得乌烟瘴气，你要是把本王攒下的这点儿家底儿全给本王祸害了，本王掰了你的脑袋。请王爷放心，俺也知道俺不懂得指挥打仗，一切事务俺一定听曹大人的话，绝对不让王爷失望。起来吧。王爷，俺能不能让王爷帮俺一个忙啊？俺都好几年没回家了，请王爷路过山东的时候替俺带一封信给俺娘。这事好办，你大字不识一个，你去找老曹，让老曹替你写封信，本王替你带着就是了。你如今已经是开元的都指挥使，你若不想等到本王回来之后把你给撤下去，你就得好好的认字识书。一军都指挥使，一军主将，若连一个大字都不识，你和那些大头兵有什么区别？请王爷放心，俺一定多向曹大人学。第2日，朱松就开始启程了。在开元城门临别之际，朱松看着老曹和张铁柱自己的这2个左膀右臂，又嘱咐道：开元一切政事，凡事要先以百姓为主。请王爷放心，一家哭总好过一路哭，百官哭总好过百姓哭，百姓苦啊。殿下，这话说得好啊，百官哭总好过百姓哭。这话可不是本王说的，这话是我死去的大哥说的。先太子。站在这时，只见道路的前方出现一架横在路边的马车，马车周围有数十名甲士护卫。而在马车旁边则站着一个身着黑色僧袍的大和尚，此时他过了永平府，进了关，现在的位置正处在顺天府和天津卫的中间，但距离顺天府也有200余里。这黑色僧袍的大和尚不是姚广孝吗？他在这干什么？殿下，末将上前查看一下。不必了，我认得此人，他是我四哥府上的谋士。朱松说完，一家马妇朝着姚广孝走了过去。看来这姚广孝在四哥府上的时候操心的事少，以后当了有实无名的宰相之后，这操心的事情反而多了。哈哈哈！贫僧参见韩王殿下。这位大师看着面生，本王见过大师吗？非也非也，贫僧法号道衍，俗家姓名姚广孝。之前确实从未见过韩王殿下，贫僧现如今在燕王府上做事。哦，原来是四哥府上的谋士，失敬失敬，不知大师有何见教？见教不敢。贫僧是代替燕王殿下来此相送韩王殿下。韩王殿下不日到京师就要娶亲，燕王殿下想让贫僧代为祝贺。原来如此，请大师替我转告四哥，多谢了。阿弥陀佛，既如此，那贫僧也就告辞了。贫僧在此预祝殿下一路顺风。这大和尚是专门过来见本王的。这姚广孝可是个能人，燕王能够造反成功，他在里面居功至伟，不仅能搞好后勤，甚至还能指挥打仗，对政事方面也有非常独到的见解，是难得的人才。这姚广孝来见自己，他的本意也是想要试探一下自己将来究竟能否为燕王所用。自己刚才表现的算得上是滴水不漏，一直保有距离感，看来算是躲过去了。第2日，姚广孝到了北平之后，立即去了燕王府。殿下，殿下，这韩王殿下的确是位能人，贫僧已然见识到了。哦，怎么说？韩王殿下确实有才干，
对于贫僧的突然出现，他既不惊讶，也没有离得老远不敢上前来。他上前与贫僧说话，滴水不漏，不远也不近。这是应该的，我与老二时并没有多少情分，他此次回京成亲，对于你突然出现，自然是有所提防。过了北平之后，朱松就算是进入山东境内了。想起张铁柱要自己送的信，朱松按照计划从济南府乘船南下，走水路来到了兖州府。兖州府知府迎接朱松，也不能亲自把这信交到张铁柱娘的手上，就把这信交给了兖州府的知府，又乘船再继续南下。王爷交给的差事，怎能不去办呢？来人将这信快马加鞭的命人去把信送到张铁柱娘的手上。朱松乘水路南下，这倒是快了不少，仅仅用了2天的时间就横跨几百里，到了应天。儿臣朱松叩见父皇，父皇圣公金安。老二十啊，这过了没几个月，咱又看到你了，快过来，让咱瞧瞧你胖了还是瘦了。父皇这才过了短短的几个月的时间啊，儿臣就算是胖还是瘦，也不可能变得这么快呀。怎么不能变得这么快呀？咱现在看你就比在辽东的时候瘦了，是不是关内的粮食没有辽东的粮食好吃啊？父皇，您又挖苦儿臣，咱们这不是说好了吗？3年之内儿臣一定给您交个成果。来，你跟着咱出去走走，你有5、6年没回应天了吧？上次你去辽东之后，咱就让人在京师里给你安置了一处宅子，想着落藩之后总要回家来住上几日，没想你这5、6年不回来，你的宅子一直空着。看来当初父皇也不是完全把自己给忘了，还给自己安置了一处宅子。父皇孩儿小的时候便住在宫中，这回到应天之后，倒是也不必再出去住了。应天就这么大，我们这几个兄弟的空宅子就在应天，到时候这应天可就快没老百姓住的地方了。你小子就在这扯吧，这应天大了去了，别说我的20几个儿子们置办宅子，就算再来20个地方，他也够，不会让老百姓吃亏的。你可倒好，回家一趟，老子没教训你，你倒是先教训起老子来了。我看你小子是又想被家法伺候了。儿子大老远回来，爹才不会打我呢。父皇您别怪儿臣多嘴，这位冯大人的女儿冯妙卿，儿臣从未见过她呀，这从来没见过，突然就成亲，以后还要过一辈子，这是不是有点草率呀？大家都是这么成亲的，怎么偏就你这么多问题啊？你看看你的几位兄长，谁不是这么成的亲？人家的日子过得不好吗？你四哥当初跟你一样，说什么也不愿意娶徐家的大丫头，可结果如何呀？结果徐家大丫头嫁过去之后，这老四反而成了怕老婆的，一天恩爱的不行，咱这当爹的脸都快让他丢尽了。对了，你可不能学你四哥，到时候天天跑来跟老子求情，不想成亲这可不行，不由你做主。太孙都已经把聘礼给人家冯成送过去了。这天上掉下了个媳妇儿，说来的确是好事，可我是个穿越者呀，我的思想经过现代的洗礼，自由奔放，认为先谈恋爱后成家，这才是应该的。那古代人成亲，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两边人看对眼了，这么一搭个就把这亲事给定下来了。至于新郎和新娘，可能在成亲之前连一面都没见过，像自己那就更惨了，就别说见面了，连名都是第一次听。希望这位冯妙亲冯大小姐别像是四嫂一样是个厉害角色，自己可不想背上怕老婆的名声了。等等，不对，事情的重点根本就不在于自己和那位冯妙亲冯大小姐之间的婚事，更不在于是否两情相悦，真正的重点在于下聘礼的居然是皇太孙。皇太孙是国之储君，储君为了臣子亲自去下聘礼，这是多大的人情啊！这下自己怕是想躲也难了。父皇，这是皇太孙亲自为儿臣下的聘礼，这恐怕不合规矩吧？他要是以皇太孙的身份去，当然是不合规矩。不过他是以侄子的身份去的职责，去帮叔叔跑个腿下个聘礼，这有什么不行的呀？不过你有这样的话，父皇听了之后很是高兴，这说明你一直恪守臣子本分，允文亲自给你下聘礼，这也说明他这做储君的也足够爱惜臣子，君臣和睦，这是多好的事啊！既然是皇太孙殿下亲自给儿臣去下的聘礼，那儿臣总要去谢过皇太孙才好。你是应该去东宫看看，当着太孙的面好好谢谢。自打我们爷孙俩这次从辽东回来，你大侄子就一直念叨着二师叔的好，说你爱民如子，说你有治民的才能，说你有把野土变为肥土的大才。咱大明江山，咱老朱家打的天下，得靠谁来守啊？不还得靠咱自家人来守吗？守也不易，守成尤难。要不是咱自家人团结一心，都给使把子力气，这江山能守得住吗？请父皇放心，儿臣不敢忘记父皇的教导，儿臣一定会好好辅佐太孙的。有你这句话，咱就放心了。去吧，去东宫看看。儿臣遵命。对了，你四嫂带着你四哥家的3个孩子回来了。当初啊，你四哥去北平落藩的时候，你还没出生，你该去拜访一下你四嫂，
也该去看看你四哥家的这3个儿子。真是怕什么来什么，本来不打算和朱允文、朱棣扯上关系的，想离他们越远越好。可谁知非但没离得越远越好，反而又越来越近了。不过这也算是好事，朱允文离得近了，自己也得想办法在朱棣那儿近一些。这边近了，那边也近了，就相当于没什么变化。儿臣遵命。殿下，韩王殿下来了，现在就在东宫门口跪着呢。你说什么？二师叔来了，怎么不把人请进来？殿下不是没让韩王殿下进吗？韩王殿下到了宫门口就跪着，这太合规则呀！寻思着这守规矩也是好事，可二师叔如此这般，是不是有点太见外了？姑亲自出去把二师叔迎进来。二师叔，这是干嘛？一家人不必如此，让太监们通报完了之后进屋就好了。如今天气越来越冷了，身子要紧啊。太孙还是君臣有别，太孙是储君，臣万万不敢逾矩。与其说是二师叔恪守臣子本分，不如说是二师叔一直对亲近自己有所顾忌。虽然暂时想不明白这顾忌来的是哪。殿下，臣听陛下说，殿下亲自去为臣下的聘礼，臣在此多谢殿下了。二师叔，你看你又来了，这是在家里，不是在外面。二师叔就叫侄儿名字就好。虽说君臣有别，但二师叔毕竟是长辈。殿下，东宫也是皇宫，皇宫内是殿下当家的，并不是臣的家呀，臣的家在皇宫外的辽东。既然他一直愿意把君臣放在前面，这样也没什么不好。若是四叔也能像二师叔这般听话懂事的话，又何必夫妻分离、父子分离呢？让我来猜一猜，二师叔接下来要问的大概是那位新娘子长得什么样吧？殿下怎么知臣的心思？这还不简单，因为当时我成亲的时候也是这么想的。君臣二人、叔侄二人相视一笑，一时之间气氛倒是缓和了不少。不过朱松时刻不忘记自己的身份，一直滴水不漏，远也不远，近也不近。在东宫吃了一顿家宴之后，朱松便告辞了皇太孙，离开了东宫，出了皇宫。本来朱松是打算直接回到自己在应天府的大宅子的，可是回去的路上却看见了燕王府。此刻天色已经逐渐渐晚了，晚上去登门拜访多有不便。朱松本来是打算明天去拜访四嫂的，可是途经燕王府的时候，却看到了一个小子正在燕王府的门口。朱松多看了一眼那小子，那小子顿时感觉到有人正注视着自己，也抬起头来和朱松正好对了眼儿。你看什么看？这个小子年纪和自己差不多，从他的衣着打扮和相貌上来看，大概是四哥的二儿子朱高煦。你若不看我，又怎知我看了你？哟呵！你若是不先看我，我怎会抬起头来看你？我不管你是谁，我不是好惹的。等明天叔叔登门了，看你这个当侄子的脸色，到时候怎么样？殿下，那位该不会是燕王殿下吧？我四哥比我大了整整20岁，怎么可能如此年轻？看那体型、相貌和年纪，大概是四哥家的老二。原来是个郡王，可是性子真的如此猖狂？殿下您可是他的亲叔叔，而且殿下还是亲王，比他郡王高多了，他怎么敢如此和殿下说话？这小子也算是个聪明人，他故意这般狂妄，想来是想惹得父皇不高兴。要是能把他一气之下赶回北平，那他就开心了。不过可惜呀，他这点算计怎么可能瞒得过父皇的眼睛？真要把父皇惹急了，让他提早去封地，老老实实地当个富家少爷，也不是不可能的。不用着急，反正明天本王还要亲自登门拜访一下四嫂，到时候让这小子亲眼看看，让他知道我是谁。站住！知道这里是什么地方吗？这不是昨天被我给喝了一顿的小子吗？怎么今天早上又看到他了？而且这小子还偏偏停在了自己门口，你到底是谁？昨天被我吓了一顿，难道还不害怕吗？你真要我揍你一顿才安心吗？这不是昨天站门口的朱高煦，这都第二天上午了，太阳都老高了，这朱高煦还在门口站着。小子，你是燕王家的老二吧？哟呵！你好大的胆子！我父王的名号岂是你能喊的？你要在后面加上殿下，你父王难道没教过你吗？这个嘛，我父亲倒是没教我，因为我与你父亲都是亲王，亲王之间不用彼此用尊称。亲王？这位殿下，您是哪位亲王？本王是韩王。原来是韩王殿下，请殿下稍等，小的这就去向王妃禀报。叔父，不要这么紧张嘛！你是四哥家的老二，本王没说错吧？回叔父的话，侄儿是父王的二子，刚刚侄儿并不知您是叔父，冒犯了叔父，请叔父原谅。二师弟见过四嫂。二师弟不必如此客气，高翅高岁，还不快见过二师叔？侄儿见过二师叔。
这朱高炽果然是胖胖的一个世子，他是永乐大帝之后的皇帝，虽然仅仅只在位1个月，但是永乐帝在位的时候，他可是监国，监了10多年。二师弟，咱们进府叙话吧。高旭，娘亲刚才听说你对二师叔不敬，为娘平时的时候都教你什么了？四嫂不必如此动怒，刚刚高旭已经向我道过歉了，依我来看，这事儿就这么过去吧。还不快谢谢你二师叔。侄儿多谢二师叔了。无事，不过你为什么要站在王府门口啊？昨天夜里本王回府的时候就见你如此，今天来拜访的时候见你还是如此。还不是他平常太过顽皮，不受管教，这几日又在王府里给我闯下了祸，我这才命他去门口守着，就当是受罚了。可没想到他还是惹出祸来了。男孩子嘛，顽皮一点倒也不算什么太坏的事，而且我见高旭孔武有力怕也是一个练武的好苗子，以后能帮着四哥多戍边镇守边疆，这是不错的好事啊。这个二师叔倒是讨人喜欢，为人大度不说，还帮自己说了好话，免在二师叔面前的一顿责罚。这要是换做别的叔叔，来个脾气不好的直接不松口，恐怕当着面自己还得挨顿训，等到人走了之后，自己一样还要挨顿训，少挨一顿是一顿啊。燕王妃和朱松几番接触下来，内心对朱松的看法又提升了好多。这明明二人同岁，朱松比朱高煦也就大了几个月而已，可是看起来真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朱松16岁，老重稳长，举手投足之间不失亲王威仪，可再看看自己的儿子也16岁了，还是顽皮，不知尊重兄长，好是头疼啊。二师弟，说来高煦和你还是同岁，你比他大了几个月而已，可是看起来你们俩真不像是同年生的。这是他的福气呀！四嫂，弟弟11岁的时候就独自跑到辽东去落番了，经历的多了，自然而然比起高煦也就稳重了许多。弟弟听闻我四哥小的时候那也是一号混世魔王，这高煦也算是一脉相承了。朱松说着看向燕王妃，二人相视哈哈一笑，到底还是自家人，这么一来，这关系又升温了许多。燕王妃也是心情大好，想着待会儿出言教训几句也就是了，就不拿藤条执行家法了。朱松看向那位胖胖的燕王世子，这便是高炽吧？回二师叔的话，侄儿正是朱高炽。不错，本王读过你的文章，你写得很好。听说你现在已经开始帮你父王接手燕王府的一些政务了。回二师叔的话，侄儿平常也就是帮父王的一些小忙。本王听说你小的时候得了病，所以一直身子骨就不怎么好。这高丽参是本王特意从王府挑出来送给你的，你留下好好补一补身子，未来多多帮帮你父王。侄儿多谢二师叔。朱高炽接过人参，也希望自己的身子骨能再好一点，能够多多帮助父王处理北平的政务，能够好起来，多为百姓们做点好事。高煦，既然你上武，那这张上好的熊皮就送给你了，你可以用这张熊皮做一件大氅，或者做些衣服。北平天气寒冷，你也要养好身子，帮助你父王镇守边疆，为我大明保佑一方平安啊！朱高煦听了之后也很是开心，接过这熊皮之后，发现果然是毛色极佳的熊皮。这一看就知道是刚刚成年的熊皮，毛色光亮博暗，实在是上好的佳品。侄儿多谢二师叔。高煦年纪还小，现在也不知将来是像你大哥一样从文，还是像你二哥从武。不过不管这从文还是从武，笔是必不可少的。朱松打开盒子，只见里面是一根上好的辽东狼毫毛笔。朱高煦并不懂这辽东狼毫毛笔的好处，接过来难免有些脸上不高兴。朱高煦看见弟弟这番表情，便急忙说道：还不快谢谢二师叔，这辽东狼毫毛笔可是好东西，这毛笔要是拿到朝中给那些大臣们看，那些大臣们的眼巴巴的羡慕死你。侄儿多谢二师叔。四嫂，这辽东有的，北平也有。弟弟费尽脑汁想着送金银珠宝太俗气，就想着送点儿山货。四嫂可千万别嫌礼轻啊！二师弟，这是说的哪里话？大家都是一家人，正好今天二师弟登门拜访，嫂子这里也有一件东西要送给二师弟，就算是提前祝贺你成亲了。这颗大东珠还是我们一家当年去北平的时候父皇赐的，今天这颗大东珠就送给二师弟了，到时候成亲可把这大东珠镶在帽子上。弟弟多谢四嫂的心意了，这大东珠可把弟弟的这些礼品全比下去了。二师弟说的这是哪里的话？就算是没二师弟的这些礼品，当哥哥当嫂子的怎么还能对弟弟抠门不成？既如此，那弟弟多谢兄长嫂子的美意了。四嫂，弟弟还有一件事想问，四嫂在京多年，可曾知道衍国公的孙女冯妙卿？二师弟呀，你这话算是问错人了。我跟随王爷去北平的时候，那位衍国公的孙女还未出生，我和你一样都是两眼一抹黑。不过到底是妇道人家，偶尔去宫里见过太子妃，他们倒是对衍国公的孙女有所了解，都说这衍国公的孙女是大家闺秀。不过什么？四嫂快说呀！瞧瞧你急的，
放心吧，这位尹国公的孙女长相清秀灵动，端庄大方，不过就是小的时候曾跟随自己的父亲学过几年武艺，那之后虽然放下了，可是在房间里总是摆放着一些兵器。练武？这还从没想过自己未来的媳妇居然还是一位女中豪杰。乖乖，这是父皇到底知道不知道啊？自己才刚到京师，第二天这怎么就有人来拜访？该不会是皇太孙吧？怎么回事？家里是有人来拜访了吗？殿下，您可算回来了。的确来了客人，是右军都督府的右都督冯成冯大人，过些日子就是您的。本王知道了，你做的不错，毕竟过段时间就是本王的老丈人了，把人晾在门口，总归是有些不大好的。殿下，冯大人不必如此客气。殿下是皇室亲王，臣是臣子，这该行的礼还是要行的。纵然是以后殿下与小女成了亲，臣见到殿下还是要先拜的，请殿下允了臣吧。冯大人此次登门拜访，让本王好生惭愧。按理本王应该要去先拜访冯大人的，只不过本王昨日才到京师，今日先去拜访了四嫂，本想着成亲之前亲自登门拜访冯大人，却不想冯大人竟然先登门了。殿下，下官此次登门，其实冯大人有何事？但说无妨，过几日就是一家人了，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吧。殿下，这话下官实在不该说，没别的，是因为太丢人了。丢人？还太丢人了，而且还是未来岳丈亲自登门，这是太丢人了。糟糕，该不会是自己未来的媳妇早就注意别人家的公子了，天子指婚反抗不成，跟别人跑了吧？下官家里实在是拿不出嫁妆了。还好不是媳妇儿，跟着别人跑了就行，要真是那样，那可真是有点丢人，有点丢份。这冯成家里不应该这么穷啊，他好歹是右军都督府的右都督，这每年俸禄也不算少，连嫁妆都拿不出来。冯大人可是家中遭了什么变故？下官家里的确是遭逢了变故，就在去年下官的叔叔犯了律法，犯了罪，被陛下赐死了。我叔叔死了之后，那家里边也就散了，还剩下那么多口子的人，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他们饿死。下官就从家里面拿出了一些家资给了这些亲人，让他们离开京师，回到老家买些田地。按理来说不应该呀，宋国公是国公，这朝廷的俸禄也有几千石，一点儿家底都没攒下来吗？我那叔叔平日花钱大手大脚，油瓶子在家倒了他都不带扶的，年年就指着朝廷的俸禄一下来就大吃大喝，还拿出一些去和别人一起做生意。后来被陛下赐死了之后，家里的生意也就一起被抄了。陛下能够放过我叔叔家的一家老小，这也算是看在周王妃的面子上。下官也没有想到，这我叔叔家里人口居然这么多，光下人就快100了。这人一多，下官家里的家底儿这一摊就薄了也就没有了。若是能让下官再缓和个几年，下官也不会这般窘迫。可是去年发生的事，今年陛下就指婚了，年底成亲，下官这几日愁的头发都快掉光了，始终也想不出一个好办法，这才迫不得已厚起脸皮登门来求殿下的帮助啊。这事儿难怪冯成走投无路，来求自己这位未来的女婿能少要一点嫁妆。说起来，宋国公的确是犯了律法，伙同其他淮西名将一起侵占百姓的田亩，这是朱元璋最不想看到的，也是最愤怒的。当然了，史书上是这么写的，但其实宋国公罪不至死，之所以被赐死了，就是因为他功劳太多了，恐怕朱允文登基之后压不住这位大功臣，只能把他杀了。这冯成倒是好心肠，不过说来这到底是自己亲叔叔家，他这个做侄子的能帮上一些就帮上一些，只是没想到连自己的家底儿也给弄出去了。这弄出去就弄出去吧，若是没有皇帝指婚这件事，他缓个几年也就缓过来了。可谁曾想，天子指婚女儿嫁给的是一位皇子，天子自然是不会吝啬自己的聘礼的。可是作为大臣，作为新娘的娘家，要是不拿出一些像样的嫁妆来，恐怕也在陛下那说不过去。原来如此，冯大人放心，本王倒是颇有家资，这嫁妆。冯大人，这是2000两银票，用来置办嫁妆足够了，剩下的银子大人就贴补一下自己家中，大人千万不要推辞，以后就是自家人了，本王还要叫大人一声岳丈呢。殿下，这万万不行啊！下官就算是登门来，也只是寻求帮助，可万万不是这个意思。而且这些银两就算是下官借的，他日下官钱够了，必定会还给殿下。冯大人，过几日就是自家人了，本王娶了令爱，就是冯大人的半个儿子，本王怎么能眼睁睁的看着王妃的娘家过得不好？这银子你就全收下，若是有人问你，你就说是本王给的。下官多谢殿下，
但这2000两银票还是要算在下官借的。这老将种，这人啊，要不是逼到了份，恐怕也不会亲自登门来找自己帮忙。估计正是因为宋国公，所以他在京师里恐怕连能说得上话的人也没有，都恨不得躲得他远远的。即便是女儿嫁了我，做韩王妃，当了陛下的儿媳妇，又能如何？那宋国公的女儿不也一样嫁给了周王，不一样是陛下的儿媳妇，结果怎么样？不还是难逃死路一条？殿下，济南府发来了信。韩王接过了信，打开一看，却发现信里面写的是张铁柱已经家破人亡，他的哥哥和老娘活活饿死在了家中。饿死了？你是从济南府来的？回殿下的话，卑职正是从济南府来了。这信里面写的到底是怎么回事？本王下属的老娘和兄长活活饿死在了家中，他可是每年都往家里面寄钱的。回殿下的话，卑职实在不知，卑职只是奉了知府大人命令，把信送过来了。那余下的事情，卑职一概不知。朱松气愤地将信收了起来，挥了挥手示意他该干嘛干嘛去。回到大殿之内，坐在椅子上，越想越觉得不对劲。那张铁柱是个不懂得写字的大头兵，以往给家里边寄银子的时候，都是让老曹帮忙写信，银子每年都寄，每年也能看到从老家回来的信。张铁柱本身大字不识一个，他哥也是大字不识一个，可是他们村是有识字的，每次都是找会写字的帮忙写一封信。去年过年之前，张铁柱还给家里面写了封信，过完年了也的确收到了回信，家里面一切都好。他跟着自己之后，俸禄是一年比一年多，他每次都自己留下些吃穿用度，再留下一些酒钱之后，剩下的都寄到家里面了。那些银子别说坚持到年关，就是不种地不劳作，再多坚持半年也没事啊。什么院子里和屋子里杂草丛生，张铁柱的大哥和娘已经烂成骷髅了，这怎么可能？傻大哥最近还给家里面写信寄钱呢，那这回信之人又是谁？光天化日之下，人死了不报，还偷偷的领了人家张铁柱好心孝顺老娘和大哥的银两，这事简直太恶劣了。不行，我得前往刑部衙门看看。报大人，韩王殿下来了。韩王殿下，快请进来。殿下不常在京中，此番回来成亲，还不到3日就来到刑部衙门，想来一定是有公事。大人说的不错，的确是有公事。魏大人，此事不算大，但是性质还是非常恶劣。这个张铁柱是本王麾下的勇将，在辽东可谓是战功赫赫，9尺来高的汉子，孝顺得很。因为离家远，辽东又是我大明的边陲，常年有瓦剌骑兵骚扰，所以他动不开身，已经有几年没回过老家了。张铁柱性情暴烈，若他知道自己的兄长和老娘活活的饿死，他定会明白自己这么多年寄到家里的银子都被人给贪了，只怕以他那个脾气，必然会提刀杀回老家，到时候只怕就不是死几个人这么简单了。殿下，此案下官认为，无非就是2种人做得出来。第一种便是乡里的村民，或者是了解他们家的邻居，这第2种可能是官员。若是殿下已经派济南府的人前去送信，那只怕已经打草惊蛇了。此事本王也明白，只是这事儿还是要查，一定要把这个偷偷逆了人家银子的贼给拿出来，本王要将他碎尸万段，以泄心中这口恶气。请殿下放心，下官一定将此事查得水落石出。有劳魏大人了，此事不光是本王一人之事，也不光是那将军一人之事，此事乃是关系到我大明全体将士。如果我大明不能给自家将士还个明白的话，只怕会寒了将士们的心。请殿下放心，下官懂得，一定会还张将军一个公道。去把大理寺卿给本官叫过来。3日之后，韩王府张灯结彩，喜字挂门，人生4大喜：久旱逢甘霖，他乡遇故知，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这倒是不需要金榜题名，不过这洞房花烛夜还是要走一走的。第2日，夫妻2人进宫朝见父皇。好啊，真好啊，人啊还是得年轻。你们大老远一来，咱觉得咱这大殿都明亮了不少。二世叔和二世神很是般配，朝中的大臣们也一直称赞。老二十，咱知道你回了应天之后，一直惦记回到你的辽东去研究你的粮食，今年就别回去了，留在京师里过年。你们俩要是在京师这段时间有了喜，那就更不用着急了，咱还可以再宽限你1年，等到时候把孩子生下来再走也来得及。儿臣遵命，今年儿臣哪都不走，就留在京师陪父皇过年，父皇到时候别嫌儿臣烦就行了。好好，你就留在京师，咱不会烦你的。大小姐，您回来了。哎呦，那这位是小人参见殿下。
殿下，这是臣妾娘家的管家。我祖父活着的时候，陈管家就一直在我们家了。去年之后，臣妾娘家就已经没什么家资了，家里的下人们该遣散的都遣散了。陈管家年事已高，而且家乡也无亲人，我父亲便一直把陈管家留在府中，本是打算伺候他养老的。可陈管家不愿意，一定要伺候我父亲。家里的下人们基本上都遣散的差不多了，所以陈管家也没什么可管的，便自己每日来到门口守门。若是有人登门拜访，陈管家就负责去通禀。老管家，这10两银子算是本王送你的，老管家千万不要推辞。殿下，小人不能收啊！昨日大喜的日子，老爷已经赏过了，这银子小人真的不能再收了。你就收下吧，留着自己买一些贴己的物件，买些酒肉。陈伯，你就收下吧。于是朱松拜见岳丈岳母。下官携夫人参见韩王殿下、韩王妃。岳父岳母以后就是一家人了，不要再叫小婿殿下，叫小婿的名字也好，叫女婿也可以。殿下，这怎么能行呢？这是规矩，是礼节。岳父，我有一个打算，既然岳父和岳母在京师住得不开心，处处如履薄冰，那不如辞了官，等到过了年之后，我带着岳父和岳母回到辽东，在那儿岳父和岳母就不用活得如此累了。殿下呀，并非是下官不愿意跟殿下走，也并非是下官觉得辽东乃是苦寒之地，不愿意去，实在是天子路，当为天子分忧，方是为臣之本分。岳父这并非是辞官，也并非是弃陛下而去，这只不过是换了一个地方，换了一个职位而已。在京师天子脚下，处处透着不方便，尤其是去年宋国公一案。况且我在辽东开元城，还需要一位能居中指挥的将领。岳父累官至右军都督府右都督，又立下不少的战功，将开元的兵马交到岳父的手里，小婿这才放心啊。更何况一朝天子一朝臣，当今陛下为何诛杀功臣？想必岳父也是心知肚明。他日若陛下御龙归天，当今皇太孙登基，也许这应天府又将会变成一座危险的石头城。殿下身为皇子，应当三缄其口，切莫口出祸言。岳父，这是我下定了决心的，无论岳父岳母愿意与否，女婿也一定要向父皇恳求，将岳父调至开元韩王府。不为了本王，你就算是为了王妃，也得跟本王走。殿下，并非是下官不愿意跟殿下走，难道殿下不明白吗？谁走都可以，唯独我是不能走的，因为我父亲是尹国公，我叔叔是宋国公，我是功臣之后，虽然官级不高，但是也算是功臣之后，陛下不会这么容易放我走的。不管如何，本王就是要带岳丈和岳母走。我开元如今正在发展之中，势头很好，若是军中没有一个我信得过的人帮我分担的话，我只怕分不出那么多的精力来治民养粮。这女婿怎么这么犟啊？罢了罢了，年轻人有冲劲是好，不撞南墙不回头，等撞了南墙也不晚。毕竟谁让他是皇帝的儿子，要是殿下愿意折腾，那殿下就去吧，只要陛下点了头，下官也愿意跟随殿下去开元。那可就这么说定了，岳父大人，到时候小婿备好，车驾就来接你和岳母。朱松和王妃离开了冯府，回到了自家。又过了几日，王妃一直没有什么怀孕的反应，也没有呕吐，也没有吃不下去饭。到太医院请了个太医来瞧，把脉之后确定没有怀孕，朱松这才松了一口气。为了能回到辽东，咱们还是不能要宝宝，咱们还是分床睡吧。他娘的，分床睡，这小子就这么着急回去，跟他老子多待1年都不成？一家人就非得这么猜忌来猜忌去？是啊，一家人猜忌来猜忌去，放到普通人家都有这种情况，更何况是皇家。一家人，侄子猜忌叔叔，叔叔猜忌侄子，怎么？难道你们这些当叔叔的就这么信不过你们这个亲大哥的儿子？好啊好啊，你们这些当叔叔的都这么信不过自己的大侄子，好，那我就让你们信得过，想不信都不行。来人！皇上立刻给分封各地的藩王写信，叫他们把妻子孩子都送回京中居住，就说咱这个当爷爷的想孙子孙女们了。不好了，不好了！皇上，晋王世子进城报丧，已经行至宫门口了。你说什么？咱的儿子怎么了？皇上，晋王世子进京报丧，晋王病逝了。咱的儿子，不要让咱的儿子们骨肉分离了，让咱的孙子孙女们就好好的在家待着。真的儿子啊！糟糕，糟糕，怎么就把自己这个早逝的三哥给忘了？如今老爷子已经骨息高龄，先前承受了丧妻之痛，又接连承受了2次丧子之痛，现在又来了一次。如果老爷子这次挺不过去的话，不用等到过了年，自己这辈子回不到辽东就已经成了事实。朱松带着王妃赶紧进了宫里。二师叔，
殿下，父皇怎么样了？怎么样了？太医们刚才来看过了，皇祖父一时挺不住悲痛，血气上涌，皇祖父的身子已经经不起这么折腾了，所以便晕倒了。现在太医们还说不好能否救治得了。最坏的结果，难道自己真的要重蹈覆辙？二师弟，此时当务之急，你要保证好自己的身体，你我还有弟妹，轮流侍候父皇。姑也要。太孙殿下，父皇病倒了，这正事还是要做的。皇太孙有批阅奏折之权，不管怎么说，这也是父皇希望的。都这个时候了，姑哪还有心思去批阅奏折？太孙殿下，越是这个时候，太孙越要肩负起自己身上的责任，国事不能耽搁。如今我大明朝万象更新，正是关键之时，万万不能耽误。皇祖父若是有任何不测，姑一定要你们整个太医院陪葬。第3日，还是夜半子时，朱元璋悠悠地睁开了眼睛。鬼门关走了一遭，朱元璋睁开眼睛喊的第一个词是：“儿啊，我的儿啊！”二师弟，你快醒醒！父皇醒过来了，一直念叨着儿子，快过来！父皇，孩儿在这儿。儿啊，好儿子！朱元璋刚刚醒过来，看到老二时的第一眼就想问为什么和儿媳妇分床睡，可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罢了，儿子们长大了，自己当初封的9大色王，从东到西打头的第一个就是老二时，这是自己的尊王攘夷，自己必须要帮儿子们贯彻下去。纵然自己有再多的不舍，可是自己的老二时有远见，有抱负，更有能力。他若能让大明全天下的百姓吃饱饭，这是朱家的大功一件，大明朱家将无愧于天地。饿了，知道饿就是好事，回光返照。妙亲，你去让御膳房熬点粥。四嫂，我去通知太医院和太孙。父皇昏迷的这几日，太孙一直没有荒废政事。好，这才是咱的好孙子。皇祖父老了，以后没什么大事就不用通知我，由皇太孙暂摄国政。陛下无恙，这段时间只需太平将养，不日即好。饮食方面要多加注意，万万不可多食荤腥。那一日姑也是着急了，这才对太医院的诸位太医严重了些。太医院的太医各赏黄金10两。去吧。谢殿下。人人都说皇太孙仁厚，可生老病死，天道使然。朱元璋就算是这次真的挺不过去了，干这些太医何事啊？在老朱家这么些人里面，就属洪武皇帝朱元璋活得最长了，动不动就要让整个太医院为其陪葬。皇太孙是真的仁厚吗？太孙接下来就交给臣吧，太孙要暂摄国事，明天只能更加繁忙，还请太孙以国事为重。无妨，皇祖父醒过来，我的心里这块石头就算放下了，就算是一夜不睡，第二天照样能批阅奏折。二师叔不要担心。允文你去休息，国事没有小事，不能懒政，就让你二师叔、二师婶，还有你4婶留下照顾咱就好。朱元璋都这么说了，朱允文也不好再说些什么，只好回去休息。二师叔，高炽怎么了？二师叔，之前二师叔送给我们兄弟3人的礼物，我们3个都很喜欢，想要过些时日，等二师叔休息好了，过府一叙。侄儿又写了几篇文章，想要请二师叔指点指点。二弟听说二师叔在开元抓了10万瓦剌俘虏，也想请教二师叔。好啊，那过几日我就去你们家串门。刚才你二师婶还跟我说呢，说过几日要邀请你娘一起去灵谷寺为你皇祖父祈福。那正好，过几日我们就等着二师叔和二师婶。接下来这几天也没闲着，朱松、韩王妃、燕王妃以及燕王三子每日都要进宫朝见。瞧见朱元璋的身子一天比一天好，朱松和燕王妃在心里这才放松的叹了口气。四嫂要说什么就直说吧。二师弟、弟妹，我那天看得出来，父皇昏迷的那一日，你们俩的心情大概和我的心情是一样的。你们也怕父皇驾崩之后回不去辽东吧？弟弟也看出来了，嫂子也是这么想的吧？其实我们2个能否回辽东还是未知，若是父皇真的出了什么事，只怕嫂子和3个侄子一定回不了北平。不错，眼见着父皇是熬过去这一次，可接下来能否熬过去就不好说了。所以我想在二师弟和弟妹走之前，能不能想想办法把我们也带上？四嫂，并非是我不愿意，上一次皇太孙视察北平之时，四哥威仪过甚，尾大不掉。你和3个侄子为何回到京中居住，多半也是因为此事。最难过的这一关不在于我，而在于太孙。太孙是储君去视察藩地，结果被如此对待，眼睁睁的看着自己的亲叔如此对待自己，他怎能咽得下这口气？不把你们牢牢的攥在手心里，他这储君怎么做的踏实？这我也知道，太孙视察当日我也是了解过的。可太孙来之前，我就已经告诉过你四哥不要威仪过甚。你四哥的确是没有摆叔叔的架子，一切做的都是滴水不漏。可奈何你四哥在北平军中的威望实在太高了，那些将士们眼中根本就没有皇太孙，只有你四哥。二师弟，这次我就不拐弯抹角了，我知道你一定有办法离开应天，我只希望你无论如何也要带上我们母子4人，因为如果你不带上我们，
我们是绝技不会让你离开应天的，就算是你能离开应天，你四哥也绝对不会让你踏出关门半步。四嫂，你这是在威胁我吗？四嫂，你这是在威胁我吗？这并非是我的本意，也不是你四哥的本意，但是已至此，我们实在是没有别的办法了。四嫂，我听说四哥的王府有一名谋士，名字不清楚，但法号叫道衍，听说此人智多近妖，为什么不让此人想想办法呢？也许弟弟和弟妹在这儿还要借一借四哥四嫂的光。不是不用，是道衍出的计策太过毒辣。姚广孝的确是出了计策，那就是与瓦剌合作，让瓦剌人带兵去攻打开原。开原不如北平城高墙厚，若是瓦剌引大军攻杀的话，在二师弟不在的这段时间之内，很有可能攻破开原城，而开原有了战事，二师弟就必须提前返回开原。这个时候，你四哥可以借着征讨瓦剌大军的理由，出关与瓦剌大军作战，就算是没有打到，但是只要让你四哥受点伤，父皇必然会心软，也会让我和二师弟一起北上。但是这个计策实在是太凶险了。若是此计真的行了，我不会对四哥四嫂怎么样，但是我一定会想办法杀了这个和尚，就算是亲率大军围住北平城，我也要杀了这个和尚。二师弟，我和你四哥也不愿意看到开原城生灵涂炭，更不愿意看到你的一片心血付诸东流，所以此计我们绝对不能用，但是我们又没有办法离开，所以今天四嫂这才相逼于你。我倒是可以答应四哥四嫂这个要求，不过四哥四嫂你们也得欠我个人情，而且是大人情，要让四哥立下字据。那是自然，你若是能助我母子回到北平，就算是我们一家欠了你大恩情。还不够，弟弟的意思是这份字据要先与燕王亡命，就算是以后他有可能做皇帝，也要遵守这份字据，不然的话，子孙代代短命，不得好死。大明江山也将亡于朱棣一脉之手，他将会成为大明朝的千古罪人。二师弟到底在说什么？这种话也能说得出口？二师弟，你说什么？你胆子也太大了。四嫂，当这聪明人就别说这些客套话了。当年大哥去世的时候，父皇曾在四哥和允文之间摇摆过，但最后还是定下了允文，可这也给四哥的心里埋下了一颗渴望皇权的种子。四哥若是心里真的有允文的话，又怎会不约束手下的将士们？老爷子现在还有一口气吊着，但是你我都知道，用不了几年，老爷子驾崩之后，允文他一定会着手削藩。到时候不管是为了自保，还是新仇旧账一起算，四哥一定逃脱不了，你们一定会举兵造反。燕王妃心中震惊不已，这些话燕王曾经对他说过。如果允文登基之后真的削藩了，那为了自保，只能一让再让。可若是让不了了，那就只能举兵造反，谁也不会坐着等死。好，我答应你。这份字据一定先于朱棣的任何命令，无论何时，不论他是什么身份，都不能违反。有四嫂这句话，弟弟就放心了。之前从没有人注意过这个躲在辽东开原开垦荒田的二师弟，居然有如此的远见。现如今，只怕是不注意到这个弟弟都不行了。以后若是要成大事，只怕没有这个弟弟的帮忙也是不行。四嫂，咱们妯娌之前一直没见过面，这次好不容易碰到一起了。前几日殿下还和妹妹说了，要和四嫂一起去灵谷寺为父皇祈福。我看择日不如撞日，等到日头过去了之后，咱们就去灵谷寺祈福吧。好，就依妹妹的意思，一会儿等到日头没有那么毒了，咱们就去灵谷寺为父皇祈福。中午，一群人在燕王府家用了宴，日头不那么毒辣了之后，便离开燕王府，一起去灵谷寺为朱元璋祈福。又过了几日，天气逐渐的冷了下来。在辽东住了几年之后，朱松已经明显不适应应天府的气候了。天气刚刚冷下来，朱松就患上了风寒。距离张铁柱家里的事已经过去有几天了，刑部已经接了这么多天，怎么着也该有个消息了吧？到底是谁这么胆大妄为，贪了在职士兵的军饷？到底是谁把人家张铁柱的大哥和娘的死讯压下来，秘而不报，还让人曝尸在家？魏大人啊，本王等你的消息等了好久了，济南那边到底有没有消息？我这下属的家里人到底是怎么没的？谁贪了我下属的军饷？殿下来的正好，在下还正打算去找人通禀殿下呢。济南府已经传回消息了。魏大人快说呀，到底是怎么回事？是贪官还是村里的村民？都不是，殿下那真正贪没了张将军军饷的人，不是贪官，更不是村民，贪污了他军饷的人是土匪。土匪？那土匪胆子这么大，这可是朝廷在军人员的军饷，他们也敢冒领？主要还是殿下您出手实在太阔绰了。下官查过了，正常按照张铁柱他之前职位只是韩王府的指挥副使，一年的俸禄也就不到500担。
就算是他提了都指挥使这一年的俸禄也就500多担，换算成银子，1石等于5000银子，一年也就200多两银子。可你一出手，一年光俸禄就给了500多两，还不算你其他赏赐的。他除了留下自己这一年的用度，剩下的钱一股脑子全寄给了家里面，这钱多风声自然而然也就露出去了，也就被张铁柱家附近的土匪知道了。这可不是一个小数目啊！那专门送信的传令兵不敢贪，可其他人敢。殿下这么多的银子，难怪他们愿意铤而走险。没那么简单，那些土匪为什么还能安稳的活到现在？死了2个人，难道在济南的那些官老爷的眼中就这么微不足道吗？当地的官员有没有为他们打掩护？这些都是要好好的查证的。殿下，有一句话您一定听过，那就是养寇自重。殿下说的的确不错，下官也以为这些土匪必然是和当地的官员们有所联系的，不然的话也不会一直有书信来往。可是这件事情现在已是超出了下官的职权范围，总要知会一声陛下或者是皇太孙殿下这才行啊。如今这山东省被父皇杀了一遍，上次北上去辽东，朱元璋亲眼看到了百姓们过得怎么不好，不杀人那就怪了。此刻在想从山东省各地官员下手查证，无异于增加了难度。再加上如今父皇已经是半隐退的状态了，朝中最近也没有什么大事，父皇一直养着身子，这步工作对于身体恢复是有好处，所以这绝大多数的政事便落到了皇太孙的手上。如今官员们几乎不上朝，有事就去东宫，东宫现在已然成了明朝的小朝廷，可此事若不查的话，依着张铁柱那单纯憨直又暴烈的性子，只怕这件事会一直成为他心里的一根刺，岂不是要伤了这个憨厚的山东大汉的心？本王知道了，多谢魏大人了。这韩王殿下看起来还是不错的，比起太孙殿下。魏大人，刚才可是韩王殿下来过了。是啊，刚才韩王殿下已经来过了，这事儿本来早就已经传回消息，若不是太孙殿下一直叫下官按着不发，又怎么会耽搁如此多的时日啊？魏大人，太子殿下深谋远虑，其远见岂是你我可以揣摩的呀？大家都是臣子，只要为殿下办好的事，做好分内之事也就可以了。哎呦，韩王殿下，您不用在宫门口跪着呀，上次您在宫门口跪着，太孙殿下对奴才们发了大脾气，太孙殿下说了，韩王殿下若是来了不用通报，直接进去就成。这怎么能行呢？韩王殿下，您就算可怜我们这些当奴才的吧，您就直接进去就成，要不然的话，太孙殿下过后还得责罚我们。二师叔不必这么客气，除了这君臣之礼以外，依照家礼，我见到二师叔还要跪下呢。咱们就算是抵了，你不跪我也不跪，如何？臣一切听太孙吩咐。二师叔这就对了，来，快坐，来人啊，给二师叔上茶，雨前龙井。殿下，臣是为了一件私事来的。臣前段时间曾经请刑部尚书魏泽魏大人帮了臣一个忙。臣手底下有一名军士，他年年往家里面写信寄钱，可是他娘和他大哥早就死了，这么多年这些银子被人拿了，可偏偏这书信还有来有往。魏大人说这是臣手下那军士家乡附近的土匪干的，这其中或许也有官员在打掩护。魏大人说这已经超出了他的职权范围，涉及吏治，所以臣此番特来寻求太孙帮助。这是不是叫魏泽不要告诉二师叔的吗？哦，原来如此，二师叔，这可不是一件私事。不管是哪位藩王麾下的将士，都是我大明的将士，我大明的将士被欺负了，咱这当太孙的当亲王的，若是不给他们出头，谁给他们出头啊？岂不是要寒了手底下这些替咱们朱家卖命的将士们的心？此事绝对不能就此罢休，一定要查，要狠狠的查，不管是刑部还是吏部都要查，把该抓起来的贪官抓起来，该剿的匪全都剿了，养寇自重。这帮当官的就知道祸害老百姓，欺上瞒下。虽然这人情又欠下了，不过还好太孙没有趁着这个机会又提出其他的条件。二师叔先别急着谢，侄儿也有一件事想求二师叔。糟糕，这到底还是让太孙抓住机会了，只怕此次太孙让自己办的事绝对会难办。殿下请说。皇祖父的身子是一天不如一天，上一次皇祖父病倒是因为三叔病逝，我有时候就在想，我父亲也好，二叔也好，三叔也好，不管是病逝的还是被人害的，都寿命不长。老大、老二、老三说完了，该轮到老四了。我有的时候就担心啊，这四叔的身体是否还如年轻之时一般强壮，毕竟现在四叔年纪也大了。这次皇祖父病倒，让我想了很多，咱们俩是不是应该想想办法，
让皇祖父最喜欢的四儿子早日回到京中，由燕王世子继承王位，镇守北平，让四叔在祖父膝下承欢，床前尽孝，岂不是更好？太孙接下来的打算并不感到意外，只是没想到太孙没有选择蚕食的办法，而是直接要把燕王的爵位给夺了，交给他儿子，把他召回京中，关成一个废人。说好听了是膝下承欢，床头尽孝，说的难听了，这就是软禁。可这已和朱棣已经隐隐的结成了同盟。朱允文是个面热心冷的家伙，不想有一日也落得和朱棣一般的下场。可若此事不答应太孙的话，那张铁柱家里的事恐怕也不好办了。难不成真的要放这混小子回到家乡，找土匪大开杀戒？就算本王是亲王是皇子，可也不能这样随意派遣军队在大明到处乱晃吧？如何？殿下，此事怕是不妥。北平乃我大明北疆之重镇，无论是西安还是辽东，其军事重要程度远没有北平重要。各大塞王之中，包括臣在内，论军事能力远远不如燕王。燕王世子虽然贤明，可他身子虚弱，连马都骑不了，就更别说带兵打仗了。若是把燕王调回京师，我大明北疆恐是一屏障啊！还请太孙殿下为了国家大事长远考虑。万万没想到二世叔居然会这么痛快地拒绝自己，难道他分不清形势吗？不会，他是一个聪明人，怎么会分不清形势？那这就说明这是他权衡利弊之后的抉择，并非是他脑子一热。二世叔说的有道理，倒是我眼光狭窄了些，只想着能够让皇祖父高兴，却忘了我大明北疆是缺燕王不可呀。那行吧，这事就当我没说过。至于济南府的事情，等到姑忙完了手上的正事，再去处理这件事。来得及吧，二世叔？来得及，国家大事有轻重缓急之分，请太孙处理好当务之急的大事之后，再酌情处理即可。好，既然二世叔这么能理解我的难处，那就是再好不过的了。今天侄儿就不留二世叔在东宫用饭了，今天下午我还有几位重要大臣要见，二世叔，改日我再邀请二世叔到东宫用膳。臣告退。殿下，既然那韩王殿下如此的分不清形势，殿下何苦还要为这种人发脾气呢？他既然不愿意帮殿下的忙，那殿下就干脆让他也走不了。是啊，殿下，这韩王殿下既然不愿意相助太孙，那么何必还要借着施恩于他，直接把他扣在应天，反正种地在哪都能种，而且下官也不信辽东的土地种出来的粮食就比咱江南粮仓种出来的粮食要好。要把他扣下容易，可是此事姑现在说了还不算，皇祖父已经答应了二世叔，让二世叔在辽东好好的干，让他把新种出来的粮食摆到皇祖父的龙案上，皇祖父要看到满意的答卷。你们又不是不知道皇祖父辽东之行，回来了之后就立即下旨斥责韩王一番，扣了韩王府3年的俸禄。表面上皇祖父是在斥责，可最近皇祖父对二世叔的态度，你们也能看得出来，皇祖父对二世叔喜欢的不行。这圣旨都已经下了，若是把他扣在这里，他若种不出来新的粮食该怎么办？太孙殿下这有何难啊？这不就是种地吗？谁种不是种了？让他把那个什么叫做玉米的种子拿出来，让他就留在应天府当一个富贵王侯，这粮食交给别人去种。工部之中一定能找出善种粮食、善耕土地之人。如果实在不行，就从辽东带回来一些经常躬耕的百姓，交给他们来耕种，也是一样的。太孙殿下还是按照咱们之前拟定好的方针，燕王和韩王一文一武。太孙殿下若不能将二者尽皆收服的话，那就留其一去其一；若是二者皆不能收服，那就想办法将二者尽数去除。我大明天下何其大，天下下英才何其之多，不用几年，只要太孙建议重开科举，这天下英才又将入太孙之构中，何苦要为了这2个不省心的藩王多操心呢？没错呀，殿下，要按照咱们之前制定好的计划来。此次陛下能够保住龙体，实乃不幸中的万幸，但对于我等来说却是万幸中的不幸，因为这样就会给燕王、韩王更多的反应时间，万万不可呀。留其一，去其一。好。允文啊，你吃饭来找皇祖父，肯定是有事儿吧？是不是哪块政务搞不懂了？这孙子今天晚上特意跑过来陪自己吃饭，而且吃过了饭之后，这小子也不回东宫，一想就知道这小子肯定有事。皇祖父这次病倒，孙儿心中万分的担忧，幸得老天开眼，皇祖父的身子如今已是安然无恙了。但孙儿经过此次一事，却想了更多。哦，你想的什么呀？说出来让爷爷听听。是。孙儿觉得皇祖父这父亲当的实在是不容易，好不容易等到儿子们逐渐的长大，却又不得不离开皇祖父，就连皇祖父病倒之时，身边也仅仅只有二世叔一个儿子在。此次皇祖父病倒，朝中之事没有耽搁也没有乱套，完全是赖二世叔、二世婶和四婶的功劳。
有了他们在，孙儿这才能抽出身来，也更放心皇祖父的安危。所以孙儿在想，不如就趁着这个机会，让二师叔、二师婶还有四婶以及四叔家的3个弟弟都一起留在京师，不要回去了。孙儿不是在诅咒皇祖父，若皇祖父下次再偶感风寒，有人照顾，孙儿也能更放心啊。这到底靠谁也不如靠咱们自家人啊。你看看这桂花开得多好，咱大明就像这桂花一样，那脚下踩着的土地就是百姓，咱这个做皇帝的，你这个储君就好似天上的太阳，你四叔善用兵就好似这个花园里的下人，专门负责清理这桂花周围的杂草，不让这些杂草影响了它的生长。至于你二师叔，他就好像天上的雨水，雨水落地之后能让花开得更好，也能让土地更湿润，这样不管是花还是树的根就会扎在土里，扎得更深，扎得更结实，缺一不可。你四叔镇守北平，虽说上一次你去北平视察，北平军中他的威望甚高，甚至可以说是眼里没有朝廷，没有你这个太孙，甚至没有我这个皇帝。这样不好，但咱也斥责过他了，也罚过他了，这不是让他媳妇和孩子全都来京师了吗？咱这就是告诉他，不管是咱还是你都让他把妻子孩子交出来，不交那就是抗旨。你没看这几个月他也知道错了，上次你三叔没了的时候咱也病倒了，你四叔非要进京来看，咱也没让，咱醒过来第一件事就是让人给他回信，咱没事，让他看好咱大明的北疆，护好咱大明的百姓。他在信里也多次承认自己的过错，多次跟咱保证一定要好好的治理他手下的那些将士，这不完全是一件坏事，尤其对于你来说，你在军事方面不如你四叔，有了你四叔在，以后一定会成为你的一大臂柱，最起码北方的猿人要是再集结起来，老四这一关他们就难过。再说你二师叔那就更了不得了，他是青史缓用的诗里面说的一句叫随风潜入夜，润雨细无声，他的功劳啊，看起来没有你四叔的功劳看着那么大，看着那么直白，但是你二师叔做的才是功在千秋的大事。你算算从古至今，咱就不说远了，就从祖龙始皇帝开始，从秦朝一直到咱大明朝，这中间换了多少个朝代呀？王朝更迭，换了一家又一家的人当皇上，咱也看得明白，这天下就没有不灭亡的王朝。但历史上那些朝代都因为什么灭亡的？不都是因为老百姓活不下去了，吃不起饭了，种不了地了，不得已才造反的吗？包括你爷爷，我也是你二师叔，他要是真的能让咱大明天下的百姓把饭吃饱，那咱大明的江山就能坐稳了。不敢说能超越周朝800年，但最起码汉朝400年，咱大明能指望得上了。唐太宗李世民，不管史书还是文人，都尊称其为千古一帝。可唐朝历经多少年？不也才200多年吗？差了11年到300年，但凡百姓还有活路，那后面怎么会灭亡啊？孙儿受教，你刚才说咱这个当爹的不容易，百姓们就容易了吗？咱大明有多少将士，大明有多少士兵，那都是家里面的孩子，有些甚至是家里面的独苗，人家的孩子送到战场上，替你老朱家打仗，替你老朱家守护国家，人家不苦，咱这当皇帝的就得苦在老百姓前头，要不百姓怎么服你？要不那些儿郎们怎么服你？你的心是好心，是吧？心疼你爷爷，想让你叔叔们在爷爷跟前待着，让你爷爷能够颐养天年，爷爷没白疼你。可是这事不能这么办。朱允文没想到皇祖父内心居然如此坚定，而且说出了这么一大串话，让朱允文是变无可变，可他依旧不死心。皇祖父，孙儿认为，纵然四叔在北平劳苦功高，不能缺了四叔，可二师叔现在还年轻，不过才16而已，如今又刚刚成亲不久，北平离不开四叔，但是辽东未必离不开二师叔。二师叔不是打算在辽东种那个叫玉米的粮食吗？辽东有土地，咱应天也有土地，实在不行可以让二师叔在应天开一片荒地，在咱们应天种也是一样的呀。孙子，你这次不是没看到开原的土地有多好有多肥沃，开原的稻子小麦种的长的那都比别的地方好，虽说那天气寒冷一年一熟，可要是全面铺开了，那里又都是平原，那以后很有可能就成为咱大明的天下粮仓啊。应天才多大一块地，还有那么多山地，而且哪还有荒地给他开垦啊？能开垦的地那都已经交给百姓了，剩下开垦不了的那都是山地，种不了粮食。知道允文想让二师叔留下，一定是别有他想，不过不能答应自己的儿子这么有出息，自己这个当老子的在活着的时候，要是不能给儿子把舞台搭好，大明如何绝唱千年？不管是你四叔还是你二师叔，又或者是你其他的叔叔们，这事以后你就不用想了，老子这辈子没白活，种过地，放过牛，打过仗，你看最后这不还当上皇帝了吗？不亏了，就这样吧，你该忙什么忙什么去。是，孙儿告退。自己把儿子留在身边，其实无非就是想在最后见一见自己这个失宠多年的儿子，想跟他多待一段时间，因为咱也知道自己没几年活头了。可如今看来，这叔叔跟侄子放在一块，反倒是别扭起来了。这允文到底是什么意思啊？爷爷还活得好好的呢，他就容不下自己的这些个叔叔们了，又是让二师叔留下来，又是让四叔回来到京里陪着，这孩子就看不懂自己这个当爷爷的当爹的良苦用心吗？是啊，
咱这个当皇帝的不打头吃苦，老百姓咋能愿意呀？这允文到底是什么意思啊？爷爷还活得好好的呢，他就容不下自己的这些个叔叔们了，又是让二师叔留下来，又是让四叔回来到京里陪着，这孩子就看不懂自己这个当爷爷的当爹的良苦用心吗？是啊，咱这个当皇帝的不打头吃苦，老百姓咋能愿意呀？二师叔，这些被是我娘这几日日夜赶出来的。二师叔和二师婶成亲的时候，我娘也这人送了礼，但到底还是少了一点心意。我娘说了，一家人就得送点不一样的。这辈子你们盖了暖了身子，我娘也暖了心。替我多多谢谢你娘，多多感谢嫂子惦记。王妃把被子接过来。二师叔，还是你来接吧，整整2床被子，这被子有些重量。原来这被子里面有要交给自己的东西，但是碍于自己王府内有锦衣的茶子、朱高炽，这是怕露馅儿了。好，那就我来吧。你二师婶最近也被我感染了风寒，我这风寒快好了，你二师婶这风寒倒是快要闹起来了。王妃你在这儿陪大侄子说说话，本王一会儿就回来。看来朱允文是真的没有什么容人之量。原来四哥和四嫂在皇宫里也有自己的眼线。当年大明爆发了空印案，这其中少不了燕王朱棣的功劳，也少不了燕王朱棣在锦衣卫中穿梭的影子。看来也就是从那个时候起，锦衣卫里就已经有了忠于燕王的人了。有如此远见的谋划，简直可怕。允文，你拿什么跟你四叔斗啊？夫君，咱们也不能一直挨日子了。现在才11月份，离过年还有好几个月的时间，咱们要是等到过年再走的话，恐怕又要多出许多变数。本王也是这个意思。可如今父皇大病初愈，父皇病倒的时候，身边就只有我这么一个儿子，我在这个时候这急忙慌的离开，如何忍心啊？对不起啊，殿下，臣妾太笨了，想不出好办法帮殿下。谁说我们王妃笨的？我们王妃最聪明了。而且我们王妃还懂本王不懂的武功，以后本王这贴身安全就交给王妃了。殿下就是会哄臣妾，想办法的事臣妾倒是不擅长，但以后臣妾一定把武功重新捡起来，好好的护卫王爷的安全。王妃，时候不早了，咱们2个抓紧歇息吧。天知道明天太孙还会用出什么样的手段对付我。殿下，陛下昨日怎么说？皇祖父不让二师叔留下来，也不让四婶和我那3个弟弟留下来。皇祖父还打了个比方说，四叔是清理大明杂草的人，而二师叔则是天上降下来的甘霖。看来在陛下的眼中，二王的地位依旧是那么的崇高。若是这2个亲王不是塞王，只是安稳之地的一个富贵王爷的话，只怕是早就把他们留下来了。这可不行，这可不行啊！殿下要是真的按照陛下这么说的话，不让燕王殿下和韩王殿下留在京师，只怕对于我们以后的计划会有很大的扰乱。殿下，黄大人虽然说的直白，可是黄大人说的没错呀。若是不能先将这2个亲王留下来，只怕是以后殿下登基再想削藩可就晚了。燕王在军中军功日盛，他屡次出关邀击元人，把元人打得落花流水，几乎从未失败过。至于韩王殿下，那就更了不得了。他若真把这个什么玉米琢磨成功了，让全天下的百姓都能把饭吃饱呢，那这么天大的功劳落在他的身上，殿下以后就算是想对他动手，只怕都难了。你们2个说的这些姑都明白，可是现在皇祖父不愿意点头，不愿意把他们留下来，姑又能有什么办法？殿下，咱们原来的打算本来就是留其一去其一，现在既然陛下这么重义2位亲王，不愿意让他们回来的话，咱们还是要按照以前的计划留其一去其一。既然暂时动不了这2位亲王，那殿下还是以怀柔之策对韩王殿下更好一些，否则继续下去的话，只会把韩王殿下推到燕王那去。你昨日为何不这么说？你昨日若是这么说的话，姑就不会这样去逼二师叔。殿下，臣昨日也没想到陛下居然如此坚定，不过现在悬崖勒马上还来得及，只要殿下将韩王牢牢地掌握在手中，就算他日燕王在北平真的有什么异动的话，由京师出兵，再由开元出兵，两面夹击之下，北平必败。就是啊，殿下还是执行咱们之前定好的方针吧，留其一去其一，只要将其中一位牢牢地握在手里，剩下了一个就算让他翻，也翻不出什么浪花。还有啊，殿下咱们不如就做个顺水人情，让吏部和刑部抓紧把济南府的事情给办了，别让韩王殿下觉得太孙疏远了他。可是昨天已经把话说到那个份上了，就算现在让吏部和刑部抓紧去办这事儿，最起码也还得半个月左右的时间才有回信。殿下，这事儿好办，一会儿臣就去韩王府上把此事说明，就说殿下昨日已经连夜命吏部和刑部的人抓紧去办这件事，相信不日就会有回信了。你现在直接去跟他说，这不是摆明了咱们没理，这是故意向他示好去了吗？非也，
殿下昨日与韩王殿下只是话赶话，韩王殿下没答应，同样太孙殿下也没答应。而且昨日殿下与陛下在宫中后花园谈论之事，绝对不可能被皇宫外的人知道，更不可能被韩王知道。韩王又怎知太孙殿下对他下手不成，这才对他示好呢？在韩王看来，这不过就是殿下宅心仁厚，即便是他未答应殿下的要求，可殿下依旧帮他办了事。我若是韩王殿下的话，定然会对太孙感激涕零。也好也好，齐大人，兵部左侍郎齐泰参见殿下。见闻三宝，齐泰便是其中一个，而且还得排在头了。另外一个是黄子成，还有最后一个就是方孝孺。不过此时方孝孺被贬回老家去了，还未重新征辟他入朝。齐大人不要如此客气，来，齐大人快请坐。下官遵命。殿下，下官也就不拐弯抹角了。下官此次来是太孙殿下吩咐下官来的。哦，太孙殿下叫大人来的，不知太孙殿下有何指教？需要本王做的，本王义不容辞。殿下，太孙殿下是让下官来告知殿下济南府的事情。太孙殿下昨夜已经命令部和刑部的人抓紧去办了，相信不日就会传回消息。这等贪赃枉法之徒，太孙殿下是绝对要抓他们归案的，还韩王殿下一个公道，还那位将军一个公道啊！昨天还跑去父皇那儿告了自己的状，要把自己永远的困在京师。今天就派人过来示好他，定是以为自己不知他昨晚干了什么。看来太孙这是发现动不了自己，又开始向自己示好了。哎，这种心胸狭窄又摇摆不定的太孙如何能服众？原来如此，那请齐大人替本王代为转告，就说本王多谢太孙殿下。请韩王殿下放心，下官一定将殿下的心思转给太孙殿下。既如此，下官也就不多叨扰了。下官这就回去禀告太孙殿下，请韩王殿下留步。好，那本王就不多远送了，以后有机会一定要来本王的王府串门啊。夜晚王府的下人轻轻地叩响了韩王殿下的卧房。谁？殿下，有客人来，现在就在前殿呢。客人？这天还漆黑一片，这个点还让不让人睡觉了？这么不长眼睛，告诉他不管是谁，就说本王已经睡了，有什么事明天再说。殿下不行啊，这来的。该不会是老爷子亲自来了吧？儿臣，爹，你怎么来了？起来，就算你小子机灵，没叫父皇直接叫了爹，你的王府啊，在你几位兄弟之间算是小的，地方也不好。但是当初咱也没想到，咱能生这么多儿子，委屈你了。这老头子什么没想到咱能生这么多儿子？不委屈，能在应天府有这样的一座大宅子，儿子已经心满意足了，这比普通的百姓的宅子要大多了。身为皇子，能时时刻刻记着百姓，能一己之身夺百姓，实在难得。你真是爹的好儿子。爹这次来呀，其实就是想再看看。爹原本打算把你留在应天过年的，可是想想这冬天也快到了，草原上的那些流浪的猿人又没粮食，他们就只能到咱边境的百姓们那去抢。你那是最容易抢的，又没有长城庇护。爹听说你手底下没什么人能用，有一个能冲锋陷阵的指挥使，有个能拼命的将军是好，可是不能坐镇指挥，不是帅才。所以爹是前想后想了好多天，还是让你先回去吧。儿子想向爹求2道恩典。儿子，不是你爹心疼那几个字儿，只是爹这圣旨都发下去了，朝令夕改，把你这俸禄又给你发上，只怕是也不好看。不过你也放心，爹怎么可能让你饿着？爹已经悄悄地告知户部，虽说停了你的俸禄，但是该支应的还是要支应。不是爹，儿子想求的恩典不是俸禄，儿子想求的有2件事。儿子想把岳丈和岳母带到辽东，岳丈是右军都督府右都督，多年征战，颇有才能。儿子手底下真的如爹所说，的确没有能坐镇指挥的帅才，所以儿子想把岳丈和岳母带走。其实这和帅不帅才没什么太大的关系，主要是去年宋国公的事情让冯程在京师内如履薄冰，也没想过要动冯程。反正冯程算老实，也没犯过什么错，而且最主要是国用的儿子。国用还没看到大明开国的那天呢，就已经先走了。那些被自己斩杀的公卿贵族，谁又能懂我的苦衷啊？行，这件事爹答应了，明天爹就让吏部调动署案，把他的署案调到韩王府。再说说你的第2件事。朱松请求的第2件事不是别的，就是4嫂和3个大侄子的事。既然父皇让自己先走了，那按照约定，自己怎么着也得把4嫂他们也带上，不然的话，4哥那倔脾气一上起来，他绝对不会让自己出关的。可是这话到嘴边想说出来，却如同在嘴上挂了个大铁块一样，无论如何都张不开嘴。想想自己3儿子临死之前都没能看上一眼，想想自己的老4、老大、老2、老3命都不长，或许是老天爷不开眼。老4儿啊，今天在这儿的没有皇上，没有亲王，就只有咱们父子。你今日跟爹说的事，爹无有不允。仿佛心有灵犀一般，朱松心下一狠，便开口说道：
求爹开恩，让四嫂和3个侄子随儿子一同离京，一同北上，就算是爹心疼四哥。朱元璋没有立即答应，坐在那儿想了半晌。朱松跪了半晌，在心里面也上下乱蹦了半晌。行啊，这老四媳妇和老四的仨儿子也离家了半年有余了，那就让他们这次跟你一起回去。儿啊，还有没有其他的事要跟爹说？请父亲保重身体。这一次分别就是永别了，可是不让走也不行了，只怕是现在不让走，再过一段时间就走不了了。爹自然会保重身体，你回到辽东之后也得争取开枝散叶，下次等你回来还想看看你的儿子朕的孙子呢。是，儿子一定努力。老子跟儿子在一起，一般除了正事是说不了几句闲话的。朱元璋想跟儿子多待一会儿，可是搜了来搜了去半天也找不到一个话题。罢了，已经看了，就知足吧。明天朕就会下旨，明天你们就启程，不用进宫来拜辞了，直接走就行了。儿臣遵旨。第二天一早，奉天承运皇帝制曰：韩王朱松进京成亲已有多日，今天下入冬，这韩王即刻启程返回封地，护佑一方百姓，护卫大明江山。钦此。儿臣接旨。王妃，你快去岳丈岳母府上，和岳丈岳母一起收拾行李，从咱们家里多带几辆马车过去，将那4个下人一并带往辽东。这消息是提前知道的，所以昨天晚上连夜就收拾好了。可岳父岳母那边要是没有人帮衬的话，只怕是要耽搁许多时间。这个时候自然是要越快收拾好越快的走，不然的话父皇也不会这么着急的下旨，让自己赶快走。看来允文对父皇说的那些话，父皇是听进去了，只不过没有按照允文的意思走。父皇现在想的还是两全，自己和4哥比起皇太孙总是占不到什么便宜的。若是有一天双方之间的矛盾真正的爆发了，父皇也大概不会偏帮自己和4哥，一定会为了国家大计着想，先处理自己兄弟2个。总之先猥琐起来，慢慢的发育吧，让皇太孙暂时注意不到也就行了。等到什么时候父皇真的驾崩，天下真的到了建文皇帝的手里，到那日他若削藩再应对就是了。二师叔，你干什么去？你们接没接到消息，父皇给你们下旨了，让你们走了吗？早都已经准备好了，娘亲让我过来看看二师叔有没有收拾好。那就好，快去帮你大哥他们把车赶到城外，我的亲卫就在城外等着呢。我先去接你婶子，一些不紧要的东西就不要了，所有的东西都不要了也可以，只要人都带上就行了。岳丈快告知岳母，咱们得快点走。女婿着急忙慌的样子，不像是正大光明的回辽东，反倒像心中一直起了疑心。殿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为何殿下如此着急？哎呀，暂时也说不明白，你要是不信自己来看。冯程打开圣旨，自己今天早上一早也接到了锦衣卫的消息，说自己的属案已经从京师调到了韩王府。可既然陛下点了头，还下了旨，为何还要如此的慌乱？在下实在是想不明白。岳母，你拿这些东西干什么呀？这花你就算是带到北方，天一冷一样也是个死啊！岳母什么也不要拿了，抓紧上马车，银子什么值钱的东西也不要拿了，不差这点儿金银细软之物，路上我再跟你们细说。在朱松的指领下，很快就踏上了回辽东的路上。二师叔真厉害，原本我还以为没个几年我们都回不去北平，二师叔刚答应没几天这就开始回家了。怎么了？开始崇拜二师叔了是不是？是，侄儿最崇拜二师叔了。高旭啊，以往你们来回从京师和北平往返都习惯走哪条路？每次走的都不一样，夏天的时候就尽量走水路，到了济南府再走陆路，可现在是冬天了，北方也不好行船，所以就得走陆路。不过这次娘亲说了，一切全听二师叔的安排，二师叔说怎么走我们就怎么走。这还真难为你叔了，你叔北上也就走过2次路，第一次是去洛藩的时候，第2次就是现在了。我对咱们北上走的路还真不熟悉，这样吧，就按照你们经常走的路，先以北平为主要目的地，等把你们送到北平之后，二师叔就不进城了，我直接出关。虽然二师叔不会武功，但是看他骑马的这个架势，只怕单论骑术，自己还比不上他呢。二师叔进城吧，就算是不去见我父王，可是在北平城多住几日也好啊。侄子，不是说我不想见你父王，实在是朝廷有规矩，藩王不得诏，是不允许私下见面的。好不容易才从京师出来，难道你还想再回去吗？不想，我现在恨不得立即飞回到父王身边。这段时间我特别想家，特别想念父王。侄儿就是觉得这次能够回家全赖二师叔，这不是想留二师叔在北平多待几日吗？侄儿想和叔叔亲近亲近。好啊，以后你带着你大哥还有你弟弟没事去辽东开元看一看，玩一玩。虽然我那地方不大，但是林子里面的野物多呀，到时候我这个当叔叔的带着3个侄子进山打猎去。
三弟还好，大哥还是算了，他连马都骑不了，也不知道是为啥，他这样身子弱的人，偏偏是嫡长子。这小子以后也造了反，只不过他被自己的大侄子打了没多长时间就打的出城求饶了。他一直以来都不服自己的大哥，认为朱高炽太软弱，也太假仁假义。可惜呀，现在看来挺好的一个孩子，到后来却变成了一个莽夫。高旭，禁言。我听说你因为不尊敬你大哥这事被你娘打了不下10几遍了，你怎么就是不长记性呢？侄儿就是不服，要尊重兄长。不要以为你大哥身子弱就没有别的优点了，你是身体强健，和你父王一样能够骑马上战场。可是你也不要忽略了文人的能耐，你大哥的文采很好，而且治民的本领也很好。你刚才不是说最崇拜二师叔了吗？二师叔也不会武功，二师叔小的时候也体弱多病，难道你只是表面上尊敬我，其实内心里根本就看不上我这个只比你大了几个月的叔叔？侄儿怎么敢？侄儿是真的崇拜二师叔，而且侄儿认为二师叔和大哥不一样，大哥好像除了身子虚弱不能骑马以外，好像也说不出大哥其他的缺点了。我知道你心里面想的是什么，但是不要想了。侄儿受教，以后不会再不尊敬大哥了。世子多病，汝当勉励之。这句话作为老二的朱高煦诱惑力实在是太大了。殿下不好了，韩王殿下和燕王妃以及燕王的3个儿子都出城了，他们离开应天北上。什么？你说什么？燕王妃和燕王3子都走了？什么时候走的？姑怎么不知道？就在今天早上，他们出了城，他们是接到了陛下的圣旨，陛下允许他们返回各自的封地。殿下，事到如今，殿下生气也无用，不如殿下即刻发令，臣亲自带兵去把他们给拦截回来。拦截个屁！这是皇祖父下的旨意，我们用什么理由把他们给拦截回来？我前脚把你送出去，后脚我这太孙的位置也就不用做了。殿下，要不咱们通知沿途各个关隘，不准他们放行，将他们能拖1日就拖1日。太孙立即进宫去面见陛下，去和陛下说，务必要让燕王妃和燕王3子再留在京中多住些时日。皇祖父下了圣旨，这就说明皇祖父事先已经想好了，甚至连姑去求皇祖父这一层，皇祖父也一定想到了。我现在去求皇祖父，皇祖父能不能答应先不说，会不会见我还两说呢。不要着急，不能急，姑现在已经开始摄政监国了，若是太过急躁，把手中监国的权力给丢了，那怎么办？我到时候就更斗不过几位叔叔了。既然不能让他们回来，那就再做一个顺水人情。你立即带人出城，快马加鞭赶上韩王和燕王，送他们几匹布，就说北方寒冷，我这个当皇太孙的，当侄子的惦记着他们的身体。是殿下。都和我作对，你们都和我作对。皇太孙气了个半死的消息，很快就传到了朱元璋的耳朵。若是先太子不死，家里面哪来这些乱七八糟的事？自己的嫡长孙雄鹰，要是朱雄鹰不死，是不是现在皇太孙的位置也轮不到允文？若是雄鹰不死，是不是以雄鹰的资质能更好的继承到他爹的才智？老二是有治民的本领，也能干好，他更有远见，能为了大明天下百姓的肚子着想。定下嫡长子继承皇位的是自己，可是嫡长子走了，自己无奈只能从嫡长孙选择，可嫡长孙走得更早，没办法，就只能选择允文。也许允文真的不是一个合格过关的储君人选，难啊！3天之后，一行人走得快，终于算是从应天赶到了徐州。韩王殿下和燕王妃是到了徐州，还是已经过了徐州？回大人的话，韩王殿下和燕王妃半个时辰之前到了徐州城，今日就在徐州城住下了。好，太好了，追了这么多日，终于算是追上了。殿下，兵部左侍郎齐泰求见。齐泰，太孙殿下的心腹，他这个时候跑到徐州来找我，是找我还是找四嫂？还是我们2个都找？殿下，应该是2个都找。他们带了多少人？难道是太孙要把我们抓回去？可旋即他就觉得应该不会，因为父皇是下了圣旨的，这出了皇宫的旨意，怎么可能说收回就收回去？难道是朱允文不装了，直接率领自己的心腹要用强把自己和四嫂给抓过去？那也应该不会，朱允文那点儿小手段还瞒不过老爷子。亮允文也不敢抗旨，他那点小心思还能瞒过父皇，那就让齐大人进来吧。下官兵部左侍郎齐泰参见韩王殿下。齐大人不必这么客气了，咱们已经算是老朋友了，起了吧。不知齐大人此次追本王至徐州，所谓何事啊？难道是京中有变，要召本王和四嫂回去？不，当然不是。
殿下，臣此次前来其实是太孙殿下的意思。太孙殿下让下官多带了几匹布，韩王妃一家从未去过北方，这布匹衣物还是要多多益善。除此之外，燕王妃和3位王子此番北上所带的行李也是少之又少。殿下记挂着4婶和3个弟弟，也让下官一并带了些布匹过来。这太孙殿下之前几乎已露出爪牙，怎么现在反而又对自己和4婶以及4婶家的3个孩子这么好了？原来如此，那太孙殿下还有其他的什么吩咐吗？没有了。哦，还有一件事，太孙殿下希望韩王殿下回到辽东之后，能多给太孙殿下写几封信。到底还是一家人，到底还是亲叔侄啊！以后太孙殿下少不了要韩王殿下多多帮衬了。哪里，为国分忧，为君分忧，为太孙分忧，这本身就是我等作为臣子的本分嘛。不过本王一定会多写几封信的，请齐大人代为转告太孙殿下，本王会时时思念太孙殿下的。好，那这些布匹，下官送到也不多打扰了。韩王殿下，想必这一路行来也累了，那就请早些休息，下官告退。齐大人，你这一路不停奔波，想必也累了，也不在徐州城多歇息几日，直接就回京。殿下，虽然朝中公事繁忙，但是下官只是一个小小的兵部侍郎而已，没了下官这一个不少，多了下官这一个也不多，所以不着急回京。更何况下官这一路行来是换马不换人啊，人也累了，就算下官不累，这身后的这一帮将士们也累了，总要歇息一下。好，那齐大人就在徐州城歇息住下来吧。臣正去传本王的王命，其他人以及此次所来的兄弟们，在徐州城吃喝玩乐的账，全算在本王的身上。哎呦，这真是让下官不好意思啊。哪里，你是太孙殿下的心腹，本王与齐大人也是相见恨晚啊，花点银子而已，不妨事。就连父皇身边都有4哥4嫂的人，这么早就开始布局了，是不是有点太猖狂了些？而燕王妃此刻也正等着二师弟来呢，不为别的，就为了齐泰突然追了过来。燕王妃心里面也是没底，是不是太孙说动了父皇，收回了成命，要自己等人回京？四嫂并没有，太孙还没那个胆子抗旨。这好像也对。弟弟有件事一直想问四嫂。二师弟是不是要问为何我与你四哥能在宫中安排下眼线？正是，不管在什么时候，臣子在陛下身边安排眼线，这都是大忌。若是被发现了，那是要砍头的罪过，就算是皇子也不行。二师弟，我与你四哥也是有苦衷的。自打太子故去之后，陛下立了皇太孙，皇太孙表面上看着仁义宽厚，可是却时时刻刻的针对你四哥。我们其实是想在皇太孙的身边安排眼线的，可是东宫有吕氏把持，实在是针扎不进水泼不进，不得已我们只能推而求其次，在父皇的身边安排了一位深藏不露之人。父皇的身边深藏不露之人，弟弟明白了，齐泰和他带来的那些士兵们都在弟弟的掌控之中，绝不叫人接近四嫂住处一步。有劳二师弟了。这二师叔能信得过吗？皇太孙可是一直都在征求二师叔啊，要是二师叔和皇太孙走得近了，把咱们家的这些安排全都透露给皇太孙，那可如何是好？高赤，疑人不用，用人不疑，这句话不光用下官属的身上，用在同盟的身上也是可以的。你二师叔虽然不如娘亲和你父王那般决心，可若那一日真的到来，你二师叔也不能独善其身。既然不能独善其身，非要趟这趟浑水的话，那和谁趟这趟浑水就很有必要了。你二师叔虽然在带兵打仗不如你父王，可是他到辽东这才几年，就把辽东经营得这么好，在某些方面来讲，你二师叔的才能不适用于开国征战，但适用于万象更新、与民更始。有这样的人才，怎么能拱手交给别人呢？娘亲说的话，孩儿都明白，孩儿只是担心，若将来父王和二师叔有一山不容二虎之时，看来娘平日教你的没有白费，你能看到此处也是非常不容易了。不过不要因为以后可能发生的事情就杜绝了现在对你有意义的事情，什么事情、什么时候、如何运用都讲究一个时势。孩儿受教。5日之后，终于到达了距离北平200里以外的地方。燕王朱棣本来是打算出城接媳妇和儿子的，可是因为韩王也在，按照朝廷的规矩，藩王私下不得见面，所以燕王只能老老实实的待在北平城里，等着媳妇儿和孩子们回家。阿弥陀佛，韩王殿下，多日不见，韩王殿下风采依旧啊。大师好久不见，大师也同样风采依旧啊，就连这脑门都比上一次相见之时要光亮许多呀。殿下取消老衲了。本王早知道演大师的声名，将来道演大师和普通的和尚定有不同，定然不会开不起玩笑。不会，能博得殿下一笑是老衲的荣幸啊。标下燕王府护卫千户张玉拜见殿下。起来吧。二师弟一路保重，
到了辽东之后，给四哥四嫂来封信。谢四嫂惦记。二师叔以后有机会进关来，一定要给侄子写封信，侄子一定要来见一见二师叔。说到做到，回去以后好好协助你父王，好好协助你大哥。请二师叔放心，等侄子有时间了，一定去开元找二师叔一起打猎。一言为定。岳父岳母出来北方还习惯吧？我倒是还好，毕竟以前追随过魏国公、曹国公北伐过，见过北方东石之景。就是你岳母这几日一直闹腾的厉害，尤其这北方天寒地冻，没什么新鲜的菜蔬，吃的大多是肉食。你丈母娘啊，从小就不爱吃肉，所以在吃上难免要遭些罪。丈母娘虽然人瘦了些，脸也苍白了一些，不过精神头确实好得很，也是离开了处处如履薄冰的京师，丈母娘的心里总算是放心了下来，不用被叔父连坐，安稳的离开京师，就算是保下了这条命，如何不开心？无妨，都是些小毛病而已，这些小毛病耽误不了什么，适应适应也就好了。放箭。火铳。哎呦，这一路辛苦岳父岳母了。不辛苦，要是没有殿下，只怕是我和你岳母依旧在京中，过着成天提心吊胆的日子，如今就已经很好了。对了，此时已是深冬，草原上的那些瓦剌人在冬天没有粮食的时候，会不会来辽东掳掠咱们大明边疆百姓呢？若是如此的话，要不就分别行动吧。分别行动。不错，如今当务之急是殿下尽快返回辽东。殿下返回辽东，就能尽快捡起韩王府的一切事宜。辽东有殿下的一番心血在，若是给了他人做嫁衣，还是给了猿人做嫁衣，那岂不是太可惜了？况且这一路上我们不会有什么危险的，这一路上要经过几位藩王的领地，大宁王、沈王、辽王，之后到殿下的藩地，这一条路几乎每一条都是和每个藩王的地盘连着的，绝对不会出什么大事的。不行不行，绝对不行！如果是分别行动的话，本王总不能自己一个人返回开元吧？可若是本王走了，这一位的人马也要带走一半。咱们现在只有5000多兵，5000多还算少。若是再这么分开，那每个人就只能带不到3000兵了。所以无论如何都不能分开。至于开元那里，虽然还有我的基业在，还有我的一番心血在，不过也不必担心，我在那儿有2个得力的手下，此2人一文一武，一定能够保护好。那既如此，下官一切谨遵殿下指挥。第2日继续启程，拿出了韩王令牌，出了山海关，这就算是出了关，来到了关外。殿下，按照咱们这个行军速度，用不了多长时间就能回到开元了。即便是出了山海关，可是到开元依旧有千里的路程，如今又赶上大雪，只怕是这前进的速度又要降低一些。原本3天能到的路，这下就得5天到8天了。如此一来，可就是过了元旦，到了新的一年，能到开元就算是不错了。不过就这么磨蹭，一路上倒也有皇家驿站，也算不得太苦。正在如此想的时候，忽然朱松注意到在前方5里地以外有雪烟漫天，这是成队列的骑兵在雪地上奔跑才会掀起来的气势。戒备！猿人居然跑到这来了！八音，用咱们的话问问对面到底是哪一路的，别是咱们自己的族人在明贼的地盘上自相残杀起来。你们是哪一个部落的？殿下，对面问的咱们是哪一个部落的，怎么回答？朱松想了想，忽然想起了王宝宝麾下的万户乃儿不花。乃儿不花如今被朱棣抓住，投降大明了，现在人就在北平，此地离北平也只有100里。若说是乃儿不花的旧部，倒是还算合理一些，你就跟他说，我们是乃儿不花的旧部，我等不愿意降明，所以偷了明军的盔甲和马跑了出来。那副将一听是乃儿不花的旧部，不愿意投降明军，这才偷偷的跑了出来，心中大喜，急忙回去报告万户大人。原来是太尉的旧部，可万万想不到，这也算是他乡遇故知了吧？跑到沈王后房之后，就看到了太尉的旧部。阿嘎如本来想去套近乎，可是行至一半，却发现，在这些人的后面，还有一个身穿华服的男人。这些将士好像隐隐以这个男人为首。殿下，这小子怎么不走了？我要说些什么？对方一定是看到了自己，他应该是看到了。我起了疑心，你一会儿就出阵。他交谈就说我是燕王次子朱高煦，你们是抓了我，这才跑出来的。好嘞。朱松看向身后赶马车的李狗子，对李狗子使了个眼神。姑爷，您找我有事？
狗子，本王派给你个任务，你要是干成了，本王给你50两，以后你娶媳妇的事也包在本王身上了。哦，姑爷你就说吧，只要是我李狗子能办到的事，绝对不含糊。后面有几匹歇息的马匹，你去找一匹已经歇息的差不多的、吃饱的好马，沿路返回，跑到山海关关前，就告诉他们，韩王遇险，就在山海关前100里左右，快去。你就是太尉的旧部？不错，我就是太尉手下的旧部。你们又是哪一支的？我们原来是开元王的哈出的旧部，那哈出率军投降大明之后，我们便和你们一样，偷偷的跑了出来，流落草原。现在草原已没有我们的容身之处了。我们不得已这才来到这里。我的朋友，我看到你们队伍之中有一个年轻人，他是什么人？那位啊，那位可是北平燕王的次子朱高煦。我们此番从北平逃出来，是抓了这个燕王的儿子，这才顺利的跑出来的。你看我们这不是打扮成明军的样子了吗？对了，朋友，草原上咱们的王庭在哪？我们想回去为可汗效力。王庭已经失去了昔日的辉煌，再也不复往日了。至于我们大元的可汗，不提也罢。我的朋友，不如我们合并一处。我知道一处村庄有很多粮食，我们不如抢了那个村庄，杀光那些可恶的名人，把他们的粮食都带到草原上去，咱们舒舒服服的过一个冬天。好吧，好吧，这倒是一个好办法。我等正愁无处可去，幸好我的朋友你出现的很及时，那我们就跟着你走吧。5000人竟然是太尉的旧部，那想来战斗力一定不同凡响。自己只要把这5000人吞了，以人数优势压着他们，这帮人只能以自己为尊，听自己的号令，自己在草原上无依无靠。只要自己抓住这次机会，自己就会一点一点的壮大。到时候不论是瓦剌还是鞑靼，亦或者是新崛起的阿鲁台，都只能拜服在自己的脚下。你们这些猪狗不如的东西，还不快把武器收起来，别让爷爷我不高兴。找死！阿嘎如瞬间抽出腰间的刀砍向陈正，可是这刀刚举起来，便又是一阵劲风袭来，第二支箭已经到了。啊！给我杀！放箭！火铳！陈正，瞄准对方的那个头头，给本王射！大人快走！啊，快给我杀！换阵，盾牌。弹弓箭已经所剩不多了，火药也已经所剩不多了。若是还挡不住这帮杀财的话，只怕是要向山海关逃跑了。果真是个全才，这统军指挥打仗也能做得井然有序。还有就是这些将士们没有丝毫胆怯之意，每次女婿一下令，他们便立即做出反应。变阵，护卫左右两侧，骑兵护卫后方。对方的人数实在是太多了，多出整整1倍。虽然自己这边也有5000多人，但是抵御正前方的冲击和左右2翼的冲击，所剩之人也不过2000有余。这2000骑兵是最后的底牌，这2000人是到了最后关头要带着老丈人、丈母娘和媳妇儿冲出去的最后底牌。这狗子不会是迷路了吧？如今自己一方人数虽多，然而只是一盘散沙，对方人数虽少，却凝聚力极强，宛如一道水坝一般。这是一支大明的精兵，看来自己今天是碰到硬骨头了，不行，绝对不能退。进也是死，退也是死，哪怕只有一线生机，也必须咬牙前进。弟兄们给我冲啊！不能退，绝对不能退。谁若是敢退，我今天就剁了他，给儿郎们下酒。陈正，对方虽然凶狠，但是全军上下所有的指挥号令都落在了那个万户身上。你只要接下来这2箭射中他，就算是射不死他，把他胆子射没了，你也是大功一件。陈正，最后一箭不要射出，你只需要把箭搭在弓上，也不要拉弓，一直瞄着对面的那个万户，他往哪儿跑你就瞄那。所有行动丝毫不差，这可不是一朝一夕能够练出来的。看来女婿这么多年在辽东，并非只是钻研治民之道，看一位有才干的将军指挥打仗，就好比是看了一场精彩的大戏一般。女儿的命真好啊，自己和夫人的命真好啊。还来，这小子难道小的时候吃的不是奶，吃的是牛肉吗？他哪来这么多的气力？可是他这箭什么时候才射呀？这帮人真的是一群草原上的恶狼，凶狠程度可以说是平生仅见。眼看着就快到凌晨了，将士们的心理和身体遭到双重打击之下，已经快要磨损的差不多了。
正在这时，忽然只听到后方一阵杀。姑爷，姑爷，我把援军带来了。姑爷，我做到了，我做到了。好样的，狗子！本王到了辽东之后，就给你娶媳妇儿。王妃，你什么时候下的马车？不是告诉你不要出来吗？臣妾没有办法给殿下想点子分忧，臣妾就只能抱着剑护卫殿下了。虽然臣妾好几年不拿剑了，不过肯定能保护好殿下。那你怎么也不骑一匹马，就光站在这了？哪怕你骑一匹马，出什么事也好，抓紧跟上啊！臣妾不会骑马呀。阎王要收你命了！快，把陈千户抬到马车上去。山海关守军千户苗魁救王来迟，请殿下恕罪。起来，苗千户来的正好啊，一点儿都不晚。100里的路程，仅花了几个时辰就赶过来了，又是冒着大风雪，还没有迷路，这已经非常难得了。本王要向父皇请奏，好好给你们请功。谢殿下。殿下，这辽东后方出了援人，实在是我等失职。跟你们有什么关系？这事要出也是出在我那几个兄弟身上。不过我那几个兄弟都是父皇的亲儿子，他们就算是再傻，也不会傻到与虎谋皮，这里面一定有文章。放心吧，本王看得真切，绝对怪不到你们的头上。标下多谢殿下。传本王王令，全军安营扎寨，就地休息，埋锅造饭。老曹，这几千猿人此刻已经突破了藩王防线，来到了辽东后方。鬼知道这些人面对大雪封山，天寒地冻，能做出什么出格的事？万一真让他们碰上百姓住的村子，难保会有百姓惨遭毒手。既然不知道他们是从哪个口子钻进来的，现在就把这个口子给他补上，让他们出不去。既然进来了，那就死在这儿吧。朱松指挥了一个晚上作战，几乎是从傍晚就开始一直紧绷神经，一直到第二天凌晨，过了整整6个时辰。现在朱松早就已经挺不住了，信写完了之后，吃过了饭之后，在中军营帐之内沉沉的睡去了。殿下怎么不多休息一会儿？本王白天睡不好，而且昨天晚上挺了一晚，精神还是没那么容易放松下来。你怎么不去休息？你昨夜从山海关一路奔袭，也足够累了。殿下，标下不能睡，殿下在此，标下要负责好殿下的安全，而且不就是100多里的路吗？不算远。既然这苗魁觉得自己还能挺得住，那就让他继续坚持一会儿吧。这营帐之内有苗魁这么一位千户在，自己也放心。本王昨夜睡觉之前想了想，这些人大概是买通了某一位藩王手下的官员，这才冲了进来。还好是本王碰见了他们，若是让他们先碰见了老百姓的村子，那后果简直不堪设想。殿下说的不错，标下也想了一天，最终也只能想出这么个结果。可是就算是再怎么缺钱，也不应该给别人打开方便之门啊，这不是害咱们自己的百姓吗？一群王八蛋，只要有点贪心就会被人抓住，只要贪心得到了满足，以后就会越来越大，以后就会越来越狂。这和卖国求荣有什么不同？开方便之门，让敌人冲进家来杀自己的人，这种人本王最恨。殿下，标下昨天实在顶不住了，昏过去了，请殿下赎罪。哎呀，恕什么罪？你是大功一件。昨天要不是你一直盯着那个阿嘎如，他若是指挥兵马围攻我们，只怕是现在本王的人头早就已经滚出去了。现在本王已经安全了，不用再担心有流浪的猿人赶过来找麻烦了。那就让将士们再多休息一会儿，明日凌晨继续上路。殿下，辽王殿下派人来了，让他进来。殿下，下官是辽王府的属官宋国涛。起来吧，宋大人，此番来是为何呀？韩王殿下，下官是奉了辽王殿下的王命，带了粮食来。辽王殿下知道韩王殿下这一路行来颇为辛苦，又遭遇了流浪猿人的袭扰，想来殿下军中已经没有什么粮草了，所以在下此番特来送粮。送粮食倒是雪中送炭，你就替本王多写15歌吧。不过你们想来不只是送粮这么简单吧？殿下果然是倜傥之多，此番殿下主要是在辽王殿下的藩地遇险。虽说此地在辽王殿下和沈王殿下二者共同藩地交界之处，但那猿人总不可能从海上来吧？所以辽王殿下想请韩王殿下不要将这件事情上报了，上报到陛下那去，陛下也难免少不了要责骂辽王殿下一顿。正找这始作俑者是谁呢？没想到倒是送上门来了。看来这做出这等肮脏事的人一定是15哥手下的官员了，没准这官员和15哥关系还相当不错。本王问你，那位给流浪猿人大开方便之门的是不是我15哥手下的官员啊？这官员和我15哥的关系是不是还挺好啊？
你若是一直不说的话，本王就让人把你的肉一片一片割下来，割到你什么时候愿意开口了，什么时候算。韩王殿下，您就饶了下官吧，下官也没办法呀。下官要是告诉您了，那回到辽王殿下，那下官还是要被惩罚的呀。本王问你，你是怎么当上这官的？是他人推荐，还是洪武5年科举考上来的？下官是他人推荐。怪不得，本王也觉得你应该是他人推荐才能当上这个官，不然的话，以你的脑袋怎么能考取功名呢？在你们眼里，这件事难道是小事？那些草原上流浪的猿人跑到我大明的土地上残害我大明的百姓，难道这件事是小事？你们该庆幸本王昨天晚上活了下来，若是昨夜山海关守军晚到半个时辰，本王现在早已身首异处。就算是父皇舍不得动15哥，可削爵贬为庶人是逃不过的。至于辽王府的文武大臣，你们就跑不了了。一灭3族，算是对你们格外开恩，正常对你们是诛灭9族。本王的性命有多贵重，你难道不知道？殿下，本王给你3个数的时间，本王数到3，你若还不肯说的话，立即把你的衣服扒了，就开始割你的肉。殿下，我说还不行吗？给那些猿人开方便之门的，不是别人，正是辽王殿下最爱的侧妃，董妃的小舅子董承寿。原来15哥是为了他的小舅子。你现在立马回到辽王府，就跟本王的15哥说，是本王的意思，叫他抓紧把那个小舅子弄出来，他杀了也好，还是交到父皇那也好，本王要一个公道。本王还要替辽东的百姓们讨个公道。莫说本王乃一介亲王，父皇血脉，难道我辽东数万百姓的性命还不如他一个辽王小舅子的命？如果辽王不愿意交的话，那就别怪本王这个做弟弟的不给兄长面子，本王一定会上报父皇，这事儿没完。殿下，下官明白了，下官这就回去。滚！殿下，王妃怎么了？殿下，你这样做会不会闹得兄弟不睦？毕竟辽王殿下是殿下的15哥，是兄长啊。就算是兄弟不睦，可是本王这个气还是要生。本王一家老小昨日都陷入了险境，可本王的15哥，他到现在居然还想保着他的那个什么小舅子，还是个侧妃的弟弟。他的这个什么狗屁小舅子，做这种卖国的事情，眼睁睁的看着别人残害自己的同胞。大明的百姓，他居然连眼皮都不眨，躲在背后竖银票子，他那银票子上粘着的都是我大明百姓的血。殿下，韩王殿下说他一定要把这件事情上报到陛下那里去，这可怎么办啊？岂有此理！他这个当弟弟的眼里还有我这个当兄长的吗？我都已经拉下脸来去和他说了，他就不知道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吗？殿下，下官认为韩王殿下是心中有气。昨天韩王殿下身边只有1位的军队，碰到了流浪的猿人，有整整1万多人，血战了1晚，坚持到山海关的守军赶到，这才算是捡回了一条命。下官认为，如今韩王殿下心中这股气没有抚平，这件事不是不能商量，只是咱们这次拿出的诚意实在有些少，不如殿下除了粮草以外，咱们那再拿出点东西送给韩王殿下，好言相劝，让韩王殿下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这事情过去了也就算了。本王是兄长啊，他这个当弟弟的，难道就不知道多替我这个当兄长的分忧吗？哪有这么简单了？这个时候还想拿着兄长的身份去压韩王殿下，人家不搞你搞谁呀？殿下，这个时候不是能只靠兄弟情谊就能够将这事摆平的，这件事情说小不小，说大很大，尤其是皇上是最为爱民的，甚至曾说过我大明是与百姓共天下，要是陛下知道了董大人的事情，董大人的一家老小可就保不住了，到时候连您的侧妃董妃一样保不住。既如此，就按照宋大人的意思办吧，那就多给他带些粮草，再带一些金银珠宝。我落藩的时候，父皇曾经奖赏给我不少宝钞，把剩下的宝钞都给他送过去吧。要是这还不行的话，本王也就没办法了。这臭小子，我现在就恨小的时候怎么没趁着我俩都在京师，我多揍他几顿，让他知道我这个当哥的厉害。只要辽王这边肯放劝，这事也不是没有回旋的余地。韩王殿下说的什么我大明的百姓还不如流亡的一个小舅子命重要，全都是屁话。这些当皇子的1年拿着1万石的俸禄，日子过得那么好，哪里懂得老百姓的辛苦，更不懂得他们这些当官的官员的辛苦。所以宋国涛天真的认为只要给足够的好东西，那韩王殿下一定会松口的。朱松这边又休息了一夜，凌晨的时候队伍再次出发，这一次山海关的守军要护送朱松一起回到开原，他们再返回山海关。离开原越来越近，朱松的心情也越来越好。朱松派出侦旗四方进发，抓回了不少已经被冲散的流浪猿人，有些猿人活着，
有些猿人已经被活活的饿死了。朱松奇在马上看着这2个跪在自己面前的流浪猿人。陈正问问他们在草原上的大本营在哪儿？是，殿下。随后陈正用原语和这些猿人交谈了一会儿。殿下，他们在草原没有大本营，从哪儿来到哪儿去，完全靠他们那个万户阿嘎如的指挥。现在阿嘎如已经死了，他们就没地方能回去了。既然这样，那就把他们押回开原，和那些瓦剌人一起去修河道吧。朱松继续上路，花了2天的时间，终于见到了开原城。虽然开原城不大，不过这里才是朱松的家，也只有在这，朱松才是正儿八经的韩王，过得无忧无虑，开开心心。王妃，我们到开原城了，快看看。殿下，这开原城和臣妾想象的有点不太一样。本王知道，比你想象中的小了不少吧？虽然城池是小了点，不过此时天地共成一色，一片银装素裹，漂亮的很。女婿果真在辽东经营的很好，颇得民心啊。殿下，您终于回来了。前几日接到殿下遇伏的消息，下官着急坏了。还好殿下吉人自有天相，没有事。老曹，就你这点出息，本王这不是没事吗？好了，看看，这位就是本王的王妃冯妙卿。下官韩王府长史曹清河见过王妃。曹大人快快请起，我夫君不在的这段日子，辛苦曹大人了。不辛苦不辛苦，一切都是下官该做的。老曹啊，本王把人都支开，其实是有一件事情要与你商量。本王临走之时，张铁柱不是让本王替他带一封信吗？张铁柱在家里出事了。殿下呀，这事恐怕不好弄了。张铁柱那个脾气，他若是知道家里的大哥和老娘都被人害了，那他一定会想办法请命带着人马返回老家去，给他大哥还有老娘报仇的。老曹，难道你认为张铁柱的大哥和老娘是被人害的吗？殿下，下官只是觉得这事不好说呀，毕竟殿下待我等极好，俸禄也比朝廷发的俸禄要多得多。可是天底下没有不透风的墙，也许是有人早就心怀不轨也说不定了。但是既然太孙那边说要把这件事情一查到底，在下认为倒是不用担心这件事情会没一个下落，只是现在要考虑的是，到底要不要告诉张铁柱那个憨直汉子。本王因为这事思前想后，已经想了好多日，在进开原城之前，本王也一直和你想的差不多，暂时把这件事情压下来，先别告诉张铁柱。可要是不告诉他的话，这汉子难免会伤心，对你我心生埋怨。本王可舍不得自己的爱将这样受折腾，所以本王决定还是告诉他吧。当然了，本王也不会让他私下回山东去自己讨公道，那样只会添麻烦。要是殿下能够稳住张铁柱，不让他犯错，那自然是极好的。哈哈哈！殿下回来了，殿下回来了，可想死俺老张了。殿下，前2日老曹没告诉标下殿下遇险了，不然的话，标下就是削尖了脑袋也得去把殿下救出来的。老曹这个酸文人，老曹的这个决定是对的，本王走了，开原的一应军政全都交在了你这个都指挥使的手上。你若是擅自带兵离开了，万一瓦剌或者其他部落的军队来攻打我开原怎么办啊？说的也是，不过殿下，咱们这兵马是够多了，10几万放到哪个塞王的身上，那都是不少的人数了。可是咱这将领实在太少了。不妨事，不妨事。本王此次回京，不光把王妃带回来了，还把本王的老丈人也带回来了。本王的老丈人是京师右军都督府的右都督冯成冯大人，昔年曾经跟着中山王、开平王打过不少的仗，有本王的岳父在，可以暂时解一解燃眉之急。对了，张铁柱，有件事情本王要告知于你，你听了之后不要冲动。殿下，那别的事能不能暂时先放一放啊？殿下这次回来有没有路过山东啊？有没有顺带着把俺娘俺哥给俺的信带回来？俺想他们想得紧，俺还打算等到王爷过了年回来之后，俺想跟您请个假回家看一看，好多年没回去了。其实你娘大哥都已经离世了。殿下，你说什么？俺娘和俺大哥都死了？这不是假的吧？殿下这玩笑可开不得呀！柱子，本王也多希望这是个玩笑，可是不过你不必担心，朝廷已经知道这件事了，太孙殿下也已经知道这件事了。太孙殿下现在已经着吏部和刑部的人去查了，只要找出凶手，一定还你一个公道。殿下，标下明白了，标下不会去做不该做的事情，但是标下想跟殿下求一个恩典，请殿下允准。柱子，你想要什么你就说吧，只要本王能做到，本王绝不推辞。
俺之所以跑出来从军，就是看不惯家乡的那一帮官老爷，他们平时就只会欺负百姓。实不相瞒，俺最恨的就是那帮当官不为民做主的狗官。所以殿下，俺不相信俺家乡的那帮官员能查出个什么，俺也不相信朝廷京师的官能查出什么。但是俺相信你，请殿下看在俺跟了殿下多年的份上，没有功劳也有苦劳，请殿下答应俺。若是朝廷一直抓不到这个犯人的话，请殿下允准让俺亲自去找这些杀了俺哥、杀了俺老娘的王八蛋。本王答应你，若是半年之内朝廷那边还是没有消息的话，本王让你去找那些害了你哥你娘的人。本王不仅要派你去，本王还会把手下的兄弟借给你一些。那俺就先回营了，马上年关了。俺担心草原上的那帮天杀的跑过来骚扰咱大明百姓。殿下呀，要不要派个人盯着张铁柱？下官实在是不放心，要是他一时气急的话，真的自己跑回关内，到时候他只怕是要惹出大麻烦了呀。不必，本王相信他，他是一个堂堂正正的汉子。既然他答应了本王，就绝对不会食言。他若真是自己跑回关内，本王一力担着也就是了。朱松话是这样说，可是心中却依旧是忐忑不安。想了想，朱松让下人把老丈人请过来。岳丈，你就在军中，对军法熟知，我想请教岳丈，像张铁柱这样的情况，他说真的自己跑了，回去按照朝廷的军法和律法要如何处置？边关将士、守军将领不得朝廷调令擅自离开，这还只是小事。他若真的回到家乡大开杀戒，若杀的都是有罪之人，倒是还好说，可要是他控制不住杀急了，那这罪过可就不小了。不过既然太孙殿下已经知道这件事情，也让刑部和吏部去办了，那想来刑部和吏部不会浑水摸鱼，模棱两可的，相信用不上半年的时间就能查到水落石出。而且殿下也不用担心，官官相护，官官相引。前几年陛下大发龙威，先后杀了许多的贪官懒官，这一次陛下辽东之行回去之后又杀了一路，那些官员们就算是再怎么压制不住心中的贪念，也该抓紧尾巴好好做人。那就好，今日有些晚了，明日本王再带岳丈去军中与我开元的各位将士相见。岳丈可要好好替小婿训练兵马呀，小婿现在不缺人，缺的是将。请殿下放心，末将不敢说一定能把兵马练出来，但是末将一定能够练出一些不错的能用的将领，供殿下差遣。既如此，那就有劳岳丈了。不好了，不好了，殿下！老曹啊，慌慌张张成何体统？张铁柱这小子他走了，本以为这小子开了窍，没想到还是那么冲动。殿下他要是回去惹了大祸，这可如何是好啊？他要是真惹出麻烦了，本王只能死命保他也就是了。殿下呀，想来张铁柱应该不会走得太远，要不咱们派快马把他劝回来吧。别说是随便派个人去了，就算是本王去了，都不一定能把他劝退回来。派别人有什么用啊？不过虽然不能派人把他劝回来，不过本王可以助他一臂之力，也可以再派别人在旁边，能够尽量约束他的行为。就让陈正去吧，陈正射的一手好箭，张铁柱平常佩服的不行，他的话张铁柱想来能听进去。另外再派500骑兵，一路护送他们2人回到山东。若是有各路的官员问，就是说是本王给了张铁柱假，命他回家替自己的老娘，替自己的大哥收敛遗骸。殿下呀，这张铁柱一个人下官都怕他搅得天翻地覆，您再把陈正派过去，又给派了500骑兵，您难道不怕张铁柱把整个济南府的官员都杀了？不会，张铁柱虽然憨直，却也不傻。再说了，济南府的官员和驻守济南府的军队，他们是吃素的吗？若是仅凭本王手下2名将领和500骑兵就能把济南府的官员杀得干净，那本王就算是拼了这条命，也得把他们2个保下来，到草原上去打猿人去。那下官这就去找陈千户。慢着，本王打算今天用着荷包里的金子银子去置办点年货，这不是眼看着快过年了吗？你把这荷包带去交给陈正，要是不能赶在除夕之前回来，就留在山东过年吧，过了年再回来也是来得及的。好嘞。王妃，你想吓死我啊？怎么了？殿下，咱们今日出去吗？父亲母亲刚才来找过臣妾，父亲和母亲想出去另外租间院子。再另外租一间院子花那冤枉钱干什么？本王的王府大得很，何必还要再出去另外租一间院子呢？殿下，臣妾也是这么说的，可是父亲母亲说了，哪有岳丈岳母在女儿成婚了之后住到女儿女婿家里的？父亲是一位武将，母亲随着父亲的性子，他们2个不愿意住在王府内，所以这才想去外面租间院子。
老两口在京师过惯了如履薄冰的日子，想要一片自己的天地，倒也可以理解。你去跟岳丈和岳母说，不必另外再租一间院子，年前就暂时住在王府吧。等到过了年关之后，本王买下一套院子给二老居住也就是了。对了，王妃，你一定要说这是咱们俩的心意，本王的钱就是你的钱，记住了。臣妾明白了，臣妾这就去。朱松笑着看着王妃离去。今日是自己回来的第一天，想来也有很多公事要处理，可还没等到有公事上门来呢，就听说下人来禀报说辽王府属官宋国涛又来了。下官宋国涛拜见韩王殿下。宋大人，请起，这一路辛苦了吧？怎么样，我那15哥可愿意把他侧妃的弟弟交出来了？殿下，辽王殿下知道殿下返回开元之后，甚是思念的很啊，但是奈何朝廷有规定，藩王私下不得见面，所以辽王殿下让下官代为送达。辽王殿下送给了韩王殿下整整2000担的粮草，还有6万多的宝钞。本王没问你15哥这次给我带了什么礼物，本王问你的是15哥可愿意把他那个侧妃的弟弟交出来？殿下呀，这您和辽王殿下年岁相近，这您又是做幼弟的，您应当理解一下辽王殿下的苦心啊。辽王殿下也不是不想交，实在是那董承寿是辽王殿下的侧妃的亲弟弟啊，这算起来和韩王殿下您也一样，是有一点亲戚关系的。请殿下看在兄弟情分上，看在这点亲戚关系上，殿下您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别把这件事情往上报了。宋大人，你是不是以为本王上一次要把你凌迟处死是在吓唬你呀？本王又想到了一件事，你为何要冒着被凌迟的风险，还要偏帮那姓董的说话？难道这件事情你也有份？你是不是怕被朝廷查出来，所以你才一直从中斡旋啊？殿下，下官没有啊，下官和那个姓董的一向是不和，可那姓董的是董妃的亲弟弟，辽王殿下喜欢的紧，下官也是没办法啊。你没有办法，他也没有办法，谁都没有办法了，老百姓就有办法了，是吧？你不想吃苦，他也不想吃苦，所以就让老百姓吃苦，反正老百姓的命在你们这些狗官的眼里命如草芥。宋大人啊，不知你是否听说过，陛下曾经说过一句话，我大明是与百姓共天下，不是与士林大夫共天下，百姓的命在我大明朝是非常重要的。本王给了你一次机会，既然你一直不愿意按照朝廷的法度和本王的命令去办事，那本王只能说到做到。来人啊，不要啊！殿下，下官知错了，可是殿下可怜下官，下官回到辽王殿下，那要是劝辽王殿下的话，辽王殿下也一定会把小人给杀了的。殿下，不如殿下写一封信，下官把殿下的信带回去，由殿下和辽王殿下以书信对话，别让下官再掺和进来了。下官知错了。不是我不打算写信，实在是因为我对自己这个15哥没什么好感。历史上朱棣也不是什么好玩意儿。燕王靖难成功登基之后，辽王就被改了封地，从广宁被改到了荆州。可这小子改了封地之后，却做出许多罄竹难书的恶事，连他亲儿子都看不下去，半夜偷偷骑马跑到了京师，向永乐大帝告他爹的状。而其次就是没有前11岁的记忆，也说不上和这位辽王的关系到底好不好，所以一直以来让宋国涛去劝谏那位辽王。现在看来，这位辽王和史书上记载的还真是别无二致。既如此，那本王就修书一封，你亲自交给辽王殿下。他若是还不愿意交出他的那个什么小舅子的话，那就别怪本王翻脸不认人，本王会一同将上奏给父皇的奏折写好。若是辽王殿下不愿意的话，本王会立即把这道奏折送到京师。多谢殿下。看好了，你回去就和本王的15哥说，就说韩王殿下已经把奏折写好了。如果辽王不愿意交出他的那个狗屁小舅子，本王就立即把奏折发到京师，到时候收不了场，本王看他怎么办。是，下官一定把殿下的话带到。站住，别动，在这里鬼祟干嘛的？有过关通行证吗？哦，有的，这是韩王殿下的王印，在下是辽东韩王将领，是过来探亲的。麻烦军官帮忙去通报一下。韩王，你在这里等下，我马上去给你通报。殿下，事情就是这样的。你说什么？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小子，难道他不知道长幼有别吗？本王都这么低声下气的和他求情，他还是不愿意卖本王这个面子，什么为了百姓，狗屁！他以为他是谁呀？他以为他是大哥吗？以为他是2哥、3哥、4哥吗？他不过就是一个老20，不过就是种地种得好，他有什么能耐？不就是父皇多看了2眼，他神气什么？殿下，韩王说了，你要是不把董承寿交出来的话，
韩王就要把奏折送到京师了。韩王是当着下官的面，把信和奏折先后写好的。什么？这个天杀的，这个混蛋！还有你这个王八蛋，你怎么就不知道多替本王说些好话？殿下呀，天可怜见啊！下官把能说的都说了，韩王非但不听，还叫人把我拖到了开元的大牢里面关着，还说要把下官凌迟处死。去你娘的！他怎么没用凌迟把你活活杀了？你怕他用凌迟处死你，难道就不怕本王用凌迟处死你是吗？殿下，求殿下开恩啊！下官只是一个传话送信的。殿下，您不要忘了，当初殿下初到广宁的时候，殿下的王府还没建好，是下官一直顶着陛下的压力，督促营造司把殿下的王府建好的。殿下您就算看，在下官这么多年跟随殿下，没有功劳也有些许苦劳的份上，您放过下官吧，您让下官辞官吧，下官以后再也不从事了。宋国涛这番话倒是让辽王想起了当时自己没地方住，的确是宋国涛顶着朝廷的压力，一直督促营造王府。辽王虽然不是什么好家伙，不过倒也没有那么心狠，把气全都撒在宋国涛身上，让人把宋国涛凌迟处死。你起来吧，回家好好养伤，本王不同意你辞官。等你把伤养好了，本王王府里面还有一大堆事等着你办呢。宋国涛滚了之后，辽王坐在椅子上气得大口喘气。就在这时，给流浪猿人打开方便之门的董承手蹑脚的从外面溜了进来。姐夫怎么办啊？韩王他真的要把我给叫出去吗？姐夫，我下次再也不敢了，姐夫，求求你救我命啊！你个天杀的王八蛋，这种事你他妈也敢做，本王现在如何保你？姐夫，那帮贱民活着也是贱民，还不如死了给咱们赚点钱花花。这个韩王殿下为什么一定要抓着这件事情不放啊？他不是您的弟弟吗？你还好意思说？你放进来的那些猿人，他们差点把韩王给杀了。现在韩王说什么也要上奏禀报给父皇，要是父皇知道这件事，别说是你了，就连我也少不了要受罚。董承寿，本王对你也算是仁至义尽了，事到如今也该是你回报本王的时候了。本王只有把你的脑袋送到父皇那儿去，本王才能免于受罚。殿下，殿下您不能这么做呀！我对你忠心耿耿，殿下，殿下您不能见死不救。你还不明白吗？现在不是本王对你见死不救，本王自保都难了，只有把你交出去，本王才能保住自己。你就好好走吧，本王一定会厚葬你，一定会好好对你的爹娘的。来人啊，把董承寿给本王带下去，押入大牢，择日问斩。不要啊！殿下，我弟弟呢？爱妃，你的弟弟犯了这么大的错，本王保不住他了，没办法，本王只能把他押入大牢，择日问斩了。殿下，您不能这样啊！臣妾就这么一个弟弟，他还没成亲，还没给我们董家留下子嗣，留下血脉，他这么走了，臣妾的爹娘可怎么办啊？爱妃，不是本王不近人情，实在是他这次犯的错太大了，纸包不住火。一位亲王差点因为他死在本王的藩地上，幸好那位亲王命大没有死，不然的话，就连本王的爵位也保不住，父皇必定会把我交给大宗正变为庶人。爱妃呀，你平日太宠你这个弟弟了，他连这种事都能干得出来，本王如何保得了他？殿下，你要是不帮臣妾的弟弟，臣妾今天也不活了。臣妾连自己的弟弟都保护不好，臣妾活着还有什么意思？爱妃，你这是做什么？报，殿下。干什么？你要干什么？没看见本王在忙着呢吗？有什么事都给本王压下。殿下压不下呀，韩王麾下的将领要借道回山东省探亲，咱们让是不让啊？爱妃，本王有办法了，本王有办法救你弟弟了，你先松开柱子，不要把头磕到。殿下，您说的是真的吗？殿下真的能救我的弟弟吗？本王何时骗过你？立即派人把他抓起来。最近咱们周围不是出了个什么专门杀孩童的犯人吗？到今天迟迟没有归案，现在他就是那个犯人了。殿下，这不太好吧？那位将军毕竟是韩王殿下手下的指挥使，若是个寻常士兵也就罢了，据说这人可是颇得韩王殿下的喜爱，咱们如此做。你废什么话？本王叫你去就去，本王难道还不如你聪明吗？快滚！是。殿下，您要做什么？本王还能做什么？本王当然是要救咱们俩的弟弟啊！这位兄弟，俺可以走了吧？来人，把他拿下！你们这是要干嘛？俺是韩王殿下手下的指挥使，俺是带着王印来的，俺要回乡探亲。探亲说的好听，我看你就是那最近残害百姓的凶手。你这不是要探亲，你这是畏罪潜逃。你看好了，俺叫张铁柱，
俺是辽王麾下的指挥使，俺不是什么残杀百姓的罪犯。你若是不信，可以去开元问问俺家王爷。还撒谎呢？我从军也有10年了，我从来没听说过哪个将领回乡探亲，居然能带着亲王的王印回去。你这明显就是偷来的，你们还愣着干什么？抓紧把此人拿下！张铁柱虽然勇武，但是却轻敌了。他也没想到辽王府的人会把自己当成犯人抓起来，身上又没带武器，被人逼着只能束手就擒。就这样，张铁柱被押进了大牢之中。这位兄弟，我是韩王殿下麾下的千户，某姓陈，我能问你打听个人吗？你有没有看到过一个身高9尺、络腮胡子的黑面大汉啊？操着一口山东口音。你说的那个是叫张铁柱吧？对，他就叫张铁柱，他要回山东老家去探亲。他是不是已经离开广宁了？大概是时候走的。你来的不巧，这家伙不是什么好东西，在我们广宁周围残杀百姓，如今已经被我们关起来了。什么？这根本就不可能！他是我们韩王麾下的指挥使，我们韩王殿下回京成亲之时，他还曾任过都指挥使，他不可能做出这种事情，这其中一定是有误会。这样吧，你暂时等一会儿，我先进去禀报我家王爷，看我家王爷怎么说。殿下，那个人已经抓起来了，不过韩王那又来了一个人。什么？韩王那又来了一个人？开元是怎么了？韩王是怎么了？自己手下一个一个的往出跑，他都不知道管一管吗？不过来的正好，也省得本王再派人去给韩王送信了。你让外面等着的那个人把这封信交给韩王，就说这是本王亲自给他写的信，告诉他本王要在1天之内得到确切的消息，不然的话，这个残害了我广宁无数百姓的人犯，本王可就要斩了。好咧，我家王爷说了，你来的正好，回去将这封信交给韩王殿下，让韩王殿下尽量在1日之内回信，不然的话，那个残害我广宁百姓的犯人就要被斩立决了。陈正立马就明白了。那1日辽王府的属官找到殿下，希望殿下能够网开一面，不要追究此事，但殿下没同意。到了今天，张铁柱想借道通过广宁，就被辽王的人给拿下了。可是到如今，就算是心中不服，陈正也没有别的办法，为了保住张铁柱这一条命，他只能赶紧上马离开广宁，直奔开元。半日之后，朱松用过了午饭去看望了丈人丈母娘之后，便回到书房接着忙活开元的正事。此刻开元是兵精粮足，别说是再来1万流浪的元人，就算是10万正规军，朱松也是完全不带怕的。不是让这小子去跟着张铁柱一起去山东吗？这才过去不到1天，他怎么又回来了？陈正出什么事儿了？本王不是让你去追张铁柱吗？你怎么先回来了？殿下不好了，张铁柱途经广宁的时候，被辽王的人给拿了。辽宁的人非说他是杀害广宁百姓的人犯，此刻已经被押入大牢之中了。这可怎么办啊？殿下，这是辽王叫我带来的信，还说叫1日之内回信。你说什么？此有此理，辽王为了他这个小舅子，还真是煞费苦心啊！二师弟，你不是人啊，居然用了一个杀人犯做指挥使，念在兄弟亲情之类的话，暂时不将此事上报给父皇，盼二师弟能够快速给我回信，兄弟2人好再做定夺，1天之内请回信，不然的话我就要把张铁柱杀了。这朱直可真行啊，这么短的时间，明显他是想到了我有可能把这件事情直接上报到朝廷，为了限制我，这才给出如此短的时间。这个混蛋辽王实在太狡猾了，他这是明显以张铁柱来要挟自己，自己若一直追究他的那个小舅子的话，那他一定会杀了张铁柱，可若是替他把这件事情瞒下来的话，若是有朝一日父皇知道了此事，追究下来自己也势必难逃其咎。这不是什么阴谋，这是阳谋，不管自己是进是退都要受到损失。看来自己之前还小看了这个辽王，也对，这人坏，要是没点儿本事的话，怎么可能坏的史书留名？不过要是辽王认为仅靠这招就能限制住我，把我拿捏的死死的，那就是辽王太看不起自己的这个弟弟了。朱松立即坐下来开始写信，他一共写了2封信，一封信自然是交给辽王的，而另一封信则是交给四哥的。自己在回开元的路程上遭到了流浪猿人的袭击，差点儿丧命。这是四哥他们也知道，昨天四哥和四嫂还写了信过来，四哥四嫂知道这件事，不过他们也知道我绝对不会放任这件事情不管的，无论从哪一个角度上来说，所以四哥四嫂绝对不会擅自将这些情况上报给父皇。那既然辽王他非要把自己跟他绑在一块的话，那自己宁可舍得掉下一块肉，也得把这件事情捅出去。陈正还要劳烦你再跑一趟，这一次你不光要把本王给辽王的信送到，你还要想办法将另外一封信偷偷的送出广宁府，送到北平交给燕王。标下领命。
这封信你一定要尽快送到北平，送到燕王殿下的手里。这一路上不会有人与你同行，几百里的路程，你要尽快赶到，不能出任何差池。张指挥使的命就在你的手里了。请千户大人放心，小的就算是拼了这条命，也一定将信带到。辽王看着手中的信，终于是松了口气。小舅子这条命算是被自己给保下来了。辽王的信写得十分的隐晦，朱松却并不隐晦。辽王小舅子的事情不管了，还请15哥把我的指挥使放出来，从此以后这些事一笔勾销，自己就当没发生过。哈哈，你们家殿下呀，真是不见棺材不落泪，打小就是这个德行，哪一次不是被我们这几个当兄长的治得服服帖帖的？得了吧你，殿下，我们指挥使能放出来了吗？当然可以了，你们家殿下痛快，本王也痛快。在你送信的这段时间里，本王也已经调查明白了，杀人犯不是他。不过本王很想知道，你们殿下就这么喜欢这个指挥使，把自己的王印都交给了他。这放在咱大明开国以来，全天下这么多的藩王，还没有一个能做到如此地步呢。那当然，辽王殿下对我等极好，我们张指挥使的兄长和娘都被人给害了。前几日我们指挥使接到消息，着急回乡替兄长杨亲收敛尸骨，我家殿下怕他这一路耽搁时间太多，于是便将王印交给了他。怪不得他居然带了韩王的王印出来，原来如此。那既然是误会，你就快去把你们家指挥使大人从牢里接出来。陈正拱手告退，来到广宁府大牢，将张铁柱给接了出来。张铁柱看到陈正来接自己，此刻这位9尺来高的山东大汉倒有些惭愧，二人出了大牢，不敢在广宁耽搁，便立即出了城。小二，把好酒好菜上起来。好嘞，大爷，来先喝着茶先。老陈，俺走了之后，殿下怎么说？大人，殿下对我等有多好，大人不是不知道。虽然大人不辞而别，还偷偷拿了殿下的王印，但殿下没怪大人，还替大人把王印这事儿接过去了。俺这次给殿下丢脸了，殿下被辽王耍了这么一遭，都怪俺。大人，标下有句话要劝大人，大人既然觉得有愧于殿下，那以后再有什么事，大人千万记住，莫要自己一个人偷偷跑出来了。殿下担心大人一个人在路上多有不便，所以便让标下和大人一起回老家。明面上大人拿着殿下的王印，可以和别人说是奉了王命回乡探亲的。大人是开元指挥使，孤身一人回家，怎么可能一点人手不带？俺知道俺只能冲锋陷阵，没什么坐镇指挥的本事。殿下选俺做指挥使，完全是因为殿下手下暂时没有能做中指挥的将军。殿下回京师这段时间，俺一直如履薄冰，事事都要问老曹，生怕把事情办错了。还好俺没让殿下失望，这次殿下回来带了冯程将军回来，俺知道俺终于可以把这都指挥使的担子卸下来了。却没想殿下虽然没卸了俺都指挥使的官职，却留了俺指挥使的职位。当兵的就要听从将令，俺那一日明明都答应了殿下不擅自行动，等着朝廷给俺讨个公道。可是俺那天晚上喝多了酒，做梦梦见俺哥俺娘一直叫着俺的名字，俺就一时冲动偷了殿下的王印跑了出来。大人，标下能理解大人的心境，殿下也能理解大人，不然的话殿下就不会让标下跟随大人一起回山东了。今日大人就好好休息吧，明日咱们接着上路。殿下和辽王之间的事基本上算是结束了，辽王应该不会再找我们的麻烦了。不走了，不回去了啊，要回开元。俺不打算回山东了，就算俺回去有什么用？殿下早就把俺哥俺娘的尸体给收起来了，俺这脑袋也查不出是谁害的俺哥俺娘。俺相信殿下一定能还俺一个公道，还俺哥俺娘一个公道。俺不走了，俺要回去，俺要给殿下磕头认错。大人真的要回去，不走了？俺不走了。大人这就对了，殿下一定会给大人的兄长老娘一个公道的，大人一定要相信殿下啊。老陈，这次谢谢你了。谢什么？来喝酒。想不到啊，这蒙将军居然也知道负荆请罪的典故啊。身为指挥使，穆吴王命丢下10数万大军，说走就走，留下本王说走就走。这样的指挥使，若还让他继续做指挥使的话，本王只怕是无言面对下面的众位兄弟们，传本王王命。今日起，革去张铁柱开元指挥使之职，降为韩王府左卫士百户。韩王府护卫千户陈正今日起就任为开元副指挥使。陈正听了之后没有谢恩，反倒想给张铁柱开脱，被老曹用眼神制止住。标下领命，多谢殿下。朱松点了点头，挥挥手，示意陈正可以下去了。殿下此举真可谓是贤明至极啊！张铁柱是个忠心耿耿的将士，可若不好好磨练一下他这个性子，只怕以后难以堪当大任啊。本
本王也认为这能带兵打仗和政治智慧完全是两码事，尤其在这个猛将军张铁柱的身上，别人越说他不行，本王越觉得他行。可这一次本王还是要狠狠地罚他一顿，不然的话，以后开元人人如此，这军队还怎么带？殿下呀，这天寒地冻，张铁柱虽然犯了错，但是如此一来的话，只怕是要冻坏了身子。殿下打算什么时候放这位猛将军？既然他主动要求负荆请罪，那就让他在外面好好跪着，犯了错就要挨罚，哪怕是本王的爱将也不行。不过老曹啊，话是这么说，可是该注意还是要注意，别真把这大傻个子冻出个好歹来。本王手底下能用的将领本来就少，再把他弄出好歹的，本王不用干了。下官领命。韩王扫燕王殿下有要事，硬汉带下去，好生照看。燕王打开信，看完了之后没有当场擅作决定，而是找到了姚广孝。殿下，这事儿咱们应该替韩王殿下出头啊！而且这是韩王殿下主动求殿下帮忙，殿下哪有不帮的道理啊？大师，不是本王不愿意帮老二十，实在是老二十是弟弟，那老15也是弟弟，本王一时想不清楚究竟该不该管这件事。殿下切莫妇人之仁啊！虽然都是兄弟，手心手背都是肉，但两害相较取其轻。那辽王纵容自己侧妃的弟弟做出此等恶事，莫说是韩王殿下看不过去，就连老衲也看不过去，就更不要说陛下了。更何况辽王殿下岂能和韩王殿下相提并论？殿下之前不一直想和韩王殿下走得近一些吗？此次就是一个大好的机会呀！殿下不要再犹豫。那本王这就写奏折，不过还有一个问题，本王要上奏折还是密奏？如果是密奏的话，这事影响不会太大，最起码朝廷内的文武百官们不会知道。可要是不上奏折上密奏的话，以这件事情的恶劣程度，父皇知道了，怕是要龙颜大怒，到时候只怕就连本王也难辞其咎。姚广孝听了之后，也觉得此事倒是一件艰难的选择。上奏折吧，弄得百官们全都知道，辽王纵容侧妃的弟弟做出如此之事，只怕是要受罚一番。可若密奏的话，殿下就会被陛下怀疑是否袒护兄弟，燕藩和韩藩私下里来往是否太过密切。殿下还是两害相较取其轻吧。纵然是上书奏折，会被百官知晓此事，可终究只包不住火，还是上奏吧。不过殿下在奏折之中千万不要提起韩王殿下的事情，更不要提起韩王殿下给殿下写了书信，殿下这才决定要将此事上报给陛下。为何啊？若是不提及老二十的话，只怕老二十知情不报，也要受些责罚呀。殿下呀，韩王殿下此刻只怕是盼着陛下下旨申斥一番呢。作为藩王，谁也不希望被抬到明面上，被其他人一直看。韩王殿下也是如此。辽东之行之后，韩王殿下就被弄到京师成亲去了。这段时间，韩王殿下可以说一直被放在明面上看，被架在火上烤。韩王殿下一定不喜欢这种感觉，所以殿下就成全了韩王殿下吧。这个老二十啊，以前怎么没发现？他心眼还挺多。那既然大师开示，那本王就按照大师的意思，也让老二十这臭小子放松一下。皇祖父这件事情还要一直拖延下去吗？15叔做出了这种事情，实在是隐瞒不下，百官们迟早是要知道的。若等百官们知道了再上奏，不如皇祖父先下手，斥责15叔一番。这事儿哪是斥责一番就能解决的？他若是不帮着那个侧妃的弟弟的话，咱顶多治他一个御下不言之罪。可他现在不仅帮了这个侧妃的弟弟，还用出了如此肮脏的手段，不让你20叔上报。现在咱不能再给他一个不痛不痒的罪名了，这个畜生。不过咱虽然可以先下手为强，可是不要忘了朝中的这帮文武大臣啊，他们若是知道这治了自己的儿子的罪名，他们首先不会想到帮咱减轻一些负担，他们首先想到的就会是咱一定是责罚的太过轻了。咱要再等等看，看看你20叔会不会把这件事情捅上来。皇上，燕王上奏。燕王，呈上来吧。好啊，好啊。这老四是真聪明，他一直见老二十迟迟没有动作，便把此事上奏报了上来。真是咱的好儿子呀！皇祖父夸赞四叔，这下可好了，因为四叔掺和进来了，还非要把这事捅上来，那就相当于得罪了15叔，也得罪了20叔。在我看来，这件事情的确不应该隐瞒。可是即便要说，也应该是20叔自己说，或者15叔来说。可如今4叔掺和进来，那就太好了。这就说明4叔已经把20叔推得越来越远了，自己怎么能不高兴呢？传旨，董承受通敌卖国，辽王朱直宽纵属下，这叫大宗正院。辽王分部减半，永世不得恢复。辽王非董事，此自尽。
不要啊！我的王妃啊！辽王心里恨，但他恨的不是朱元璋，他也不敢恨，恨的是上了奏折告自己撞的四哥，他恨的是在开元的老20，要不是老20一直紧追着自己不松口，这件事只怕早就已经过去了。辽王咬着牙看着地上自己心爱的董妃，他在心里暗暗发誓，总有一天自己也要让老20经历和自己一样的痛苦。老20，你给我等着，你等着，你不是刚刚娶了媳妇吗？你等着。半个月之后，皇上斥责韩王的圣旨到了开元。老爷子把自己臭骂了一顿，其实是好事，这也就让大家伙的眼里一下子跳了出来，不用再被架在火上烤着，被那么多人转着圈的看。宣旨的公公念完了之后，照常让王妃拿些银子交给这些公公们。人情有的时候就是这么回事，别看一群太监当奴才的没什么大本事，可有的时候一些关键的消息就是这些人才能提供。那四哥宫里的眼线保不齐就是哪个太监，王景洪这太监是老爷子身边的内官，而且后来郑和下西洋，他可是宝船队的副使。怪不得自己老是觉得王景洪这个名字看着总是有些眼熟，原来这事是应在了这。殿下可是出了什么事？难道殿下是因为这道圣旨吗？怎么可能？这段圣旨来的可太是时候了，本王高兴都还来不及呢，怎么可能会生气呢？本王只不过是在刚才突然想明白了一些事情，顿觉豁然开朗。老曹啊，这个打探消息的路子和眼线有的时候真的很重要。殿下说的不错呀，有的时候一个好的消息路子能事半功倍。别的不说，就拿锦衣卫来说，陛下创办锦衣卫的时候，天下文武百官尽皆反对。当初反对的人之中，也包括下官。下官觉得行监察百官之刑，这是只有武周那样得位不正的皇帝才做的。后来查出了种种事情，下官这才觉得皇上此举简直太英明了。殿下为何说起这件事？本王在想，什么时候咱们也能弄一些这样专门用来打探消息的人，处处都要靠猜靠摸，实在是太难了。殿下呀，可千万不能如此想啊，也千万不能那么做呀。锦衣卫那只有皇上才指挥的，锦衣卫是刘师用，也是皇上一人说了算的。殿下要是在咱们开元弄个小锦衣卫，那咱们整个开元城的百姓就都不用活了。老曹啊，你想什么呢？本王什么时候说要在咱们开元弄个小锦衣卫呀？锦衣卫本王是碰都不会碰的，本王手底下就这么些官，就这么些将，弄个锦衣卫监察谁去？再说了，被锦衣卫弄哭的官儿都是不少，可什么时候看到锦衣卫把老百姓都弄哭了？殿下这话倒是说的不错，被锦衣卫弄哭的官员不少，锦衣卫倒是从来没有为难过百姓。那殿下既然不想染指锦衣卫，那殿下要做什么？能够驱使一个和自己毫不相关的人，永远只有利益，只有把这些家伙围饱了，那些家伙才能心甘情愿的为自己做事。同样的，消息也是一样，只有钱财开路，消息才能更加的流通，同时也能运转的更为迅速。当然了，最好的是要能够尽量隐蔽一点，别让大家伙儿都知道堂堂韩王手底下居然养了和锦衣卫差不多的探子，那就不好了。本王倒是有个想法，不过也就充其量算是个雏形而已。这做生意说白了就是让货物流动起来，只要货物动了起来，钱自然而然也就来了。不是有那么一句话吗？叫你来我往，变土为宝。咱们辽东这肥沃的土地，要是拿到某些贫瘠的苦寒之地，那可真是变土为宝。所以本王想着，能不能由本王牵头，让咱们辽东的商人别老在家窝着，都走起来，尽量往更远的地方走。就像那一帮胡商一样，他们不远万里之遥也要来到我大明，为的是什么呀？不还是跑得远还能挣到钱吗？不然的话，谁颠沛流离？下官懂殿下的意思了，殿下是想成立一支商队，在南北卖货做买卖的时候，顺便能够去把消息给探听到。朝廷虽然没有明令禁止藩王，私下可以做些生意，倒也有一些藩王的确这么干。不过那大多数都是一些小生意，而且往往这些殿下王爷们自己都不出面，就更别说牵头了。殿下，虽然这不失为一个好办法，可毕竟不太好看，不是？悲哀，太悲哀了！不管是老曹还是其他的古人，都是这么的悲哀，认为做生意丢脸，这有什么丢脸的呀？从古至今，做生意这就像是人类的本能一般。原来没有银两、没有货币的时候，不都是以物换物？以物换物说白了，不也是做生意？在这个年代，自己既然不能够做到改变全天下人的看法，那就只能去适应当今的社会。藩王带头经商，行商贾之道确实有些不太好看。不过谁说是由本王出面去亲自经商？
本王是要和那些商人合作，他们既不是本王的从属，也算不上是本王的家仆，充其量就只算一个合作关系，那又能如何？搞定，可真好啊！哈哈哈，闺女慢点，小心火。老爷夫人可有段日子没这么开心了。你才多大的年纪啊，就感叹这个感叹那个，小小年纪老气横秋的，这可不像你呀！怎么？只怪本王没有说到做到，回到开元就给你娶媳妇儿。殿下又拿小的取消了，小的现在年纪还小，现在娶媳妇还太早。再说了，小的现在娶媳妇也养活不起呀。好你个臭小子，你是嫌本王上次给你赏的少了是吧？殿下小的可没说殿下赏赐的少啊，小的是这么想的，这以后小的要娶媳妇，一定要娶个白胖的大媳妇儿，屁股大能生小子，还好生养。这不还是嫌本王赏赐的少了吗？小的不是这个意思呀，殿下您怎么还没明白？小的要娶的媳妇那必须得是可大可白可胖的了，而且要能生，最好给我生他10几个儿子，10几个儿子呀，到时候小的就是村里面最横的，谁敢欺负小的，小的10几个儿子上去就是一顿揍。原来是这么一回事，这小子可真敢想，你小子以为自己是皇上吗？皇上不过也才24个儿子而已，你小子一想就是10几个儿子，可真有你的。狗子，你有想过以后自己打算干些什么吗？你小的时候不爱读书，大字不识几个，难道你要以后买块地回去种地吗？小的以后想做能征善战的将军。算你小子有些志向，想当个大将军，这还算是不错。可是你要当大将军，这名字可得改改，别以后上阵打仗，敌人问你叫什么，你大喊一声李狗子，只怕还没打起来呢，你就先把对方笑死了。要是小的每次出阵都能把对方笑死，连仗都不用打了，那岂不是更好？不行，这可不行！想要当个将军啊，就得有个像样的名字，不然的话，以后你真成个什么大将军，朝廷派你出去征战，都不好意思在朝堂上念出你的名字。这样吧，本王给你起个名字，比李狗子听起来威武，还不会少了你爹给你起名字的真意，以后你小子就叫李敖。殿下，这个敖字什么意思呀？念着咋有点拗口呢？敖就是獒犬的意思，在草原上，在我大明的西侧有一个地方特产一种犬种，名字叫做藏獒。据说这狗厉害得很，能一獒敌3狼，而且十分忠心，一生只认一个主人。虽然本王不知道你爹为什么要给你起一个李狗子，不过既然是你爹起的名字，本王就不能把你这个意思给改了，就算是锦上添花吧。虽然还是狗，但是是一条猛狗。小的明白了，以后小的就叫李敖。不好了，王妃晕倒了。快叫郎中快点！王妃，你到底怎么了？殿下，刚才臣妾放烟花的时候，忽然只觉得两眼一黑，脑子一沉就晕倒了。王妃该不会是得了什么不好的病症吧？这个年代，这个医疗条件，王妃若是真的得了什么医治不好的病症，那可怎么办？就在这时，王府的医官终于来了。赶快给本王的王妃瞧瞧。殿下，下官在这儿恭喜殿下了，王妃有喜了。可是旋即又想起来，那别人怀孕都是呕吐，怎么到自己的王妃这怀孕还晕倒了呢？你可给本王看准了，为何别人怀孕都是呕吐，为何本王的王妃怀孕是晕倒，到底是怎么回事？殿下，这每个人的体质都不尽相同，有的人有喜了反应就弱一点，连呕吐都不会有，若不是月事不来。还不知道，有的人有喜反应就会强烈一些，王妃就属于后者。不过王妃接下来要好好的将养身子，一段时间之内最好不要过多的走动，要慢慢的温养。孩子不孩子的不重要，只要王妃没事就好。好，太好了，没事就好，本王赏你10两黄金，自己去库房领吧。谢殿下，谢殿下。也没想到在过年之前还能有一笔不菲的收入。王妃，咱们孩子一定是个懂事的孩子，知道在京师不应该来，就硬是拖着到现在才来，太好了，太好了。殿下，臣妾有孕在身，怕是以后不能侍奉在床侧了。这几日殿下就在王府内选个丫鬟开了脸，做通房丫头吧。王妃这事本王就免了吧，在咱们府上伺候的丫头们以后还要出去嫁人呢，本王也能控制住，王妃放心。今天这是双喜临门啊，过了年又有了喜脉，明年一年一定万事如意。朱松离了卧房之后来到了外面，此刻何府上下所有人都很高兴，马上王府内就有第一位小世子了，也许可能是一位小郡主。管家给家里的所有下人都各赏些银子。多谢殿下。
今年冬天，那帮猿人好像除了那慧儿闯进来的以外，再没有第二个敢来进犯的了。管家，明天去找老曹，让老曹派人再把这份奏折送到京师。今天是除夕，怎么着也得让人家在家里面把年过了再说。3个月后，春暖花开之时，朱松怀着3个月激动忐忑的心情，带着玉米种子，一大早就跑到了开元城北，自己早就已经留好的地。这玉米呀，按理来说种到土里面应该没什么问题，就能长出来的。殿下长苗了，这有一株长苗了。太好了，太好了，终于冒芽了。现在这第一关勉强算是过去了。等到秋天成熟的时候，玉米慢慢的长出来，到时候看看玉米棒结得多大，产量如何。比起玉米，其实比玉米更高产量的是地瓜，也就是红薯。只是很可惜，胡商去年才走，这一来一回，就算是快的，也要1年半，慢的可能没个3、4年都回不来。依稀记得地瓜传入的时候，大概在现在的100多年以后，100多年之后，土豆和地瓜先后传进来。而土豆和地瓜据说是在东南亚的某些小国发现的，难道自己找错了这2样东西？不应该指望胡商去西域找吗？商队从南走到北，从西走到东，等到他们渐渐的把路走开了，看到的东西更多了，也许还真能走个什么狗屎运。到时候要是他们把地瓜和土豆带回来，那可就烧了高香了。哦，不好了，不好了，殿下，京中传来消息，皇上不行了。你说什么？父皇不行了？是怎么个不行了？殿下，皇上不行了，京中传来消息，让各地藩王尽快进京报上。这一天居然来得这么快，快备马，星夜上路，本王要进京。就在这时接到消息，并且已经在开春搬出去的老丈人，突然火急火燎地跑了回来。殿下，下官听说皇上不行了。皇祖父怎么样了？皇祖父，我是允文啊。来人啊，朕要下旨。皇祖父孙儿在呢。孙儿写。皇祖父说吧。不，王景洪来。陛下，朕死以后，丧葬遗物一应从简，不用金玉。天下臣民出殡3日，皆是福。3日后不妨嫁娶。岳丈，本王这就要上路回到京师。本王不在的这段时间，开元的一应军政就交给你和陈正。本王这次带着亲卫千户张铁柱和李狗子走。还有一件事，本王在城北的玉米田仗一定要派人看管好，一定要看顾好，千万不能让人或者让畜生糟蹋了本王的田地，那是本王的性命。末将领命，定不让殿下失望。岳丈，本王着急赶路，要星夜兼程，还未和王妃打过招呼。本王走了之后，就请岳丈替我和王妃说了。请殿下放心，末将一定把话带到。你们这群家伙到底行不行？殿下，下官行医数十年，从未见过如此的情况。陛下的气息时有时无，时而强劲，时而虚弱，这种情况已经持续了有几日了，该用的药也都用了，可是一直不见好转，我等实在也是没有办法了呀。皇太孙殿下，陛下毕竟年事已高，已然70有2，人生老病死，这是天道所致。只是陛下此刻倒的确不像是要驾崩，但也不像是要复苏。太医院养你们是干嘛的？皇祖父怎么样了？皇祖父，我是允文啊。来人啊，朕要下旨。皇祖父孙儿在呢。孙儿写。皇祖父说吧。不，王景洪来。陛下，朕死以后，丧葬遗物一应从简，不用金玉。天下臣民出殡3日，皆是福。3日后不妨嫁娶允文。皇祖父孙儿在。允文，朕死以后不要为难你的叔叔们，尤其是你的二师叔。若你日后有一天对朝政有心无力的话，将你二师叔唤回京师，让他来。皇祖父。圣旨上写了什么？若是有一天自己对朝政有心无力，让韩王殿下回来干什么？让他回来干什么？皇祖父到底什么意思？今天在这里，皇上说的每一句话，要是敢传出去一个字，本宫把你们一个一个的脑袋全摘下来。都这个时候了，你爷爷说你二师叔能对你有什么好？你爷爷说等你对朝政有心无力的时候，让你二师叔回京师来。这个话娘怎么听着像是要你把皇位禅让给他？不会的娘，这怎么可能呢？我被爷爷培养了这么长时间，二师叔11岁的时候就离开了京师去了辽东，爷爷怎么可能会让我把皇位禅让给二师叔呢？
你爷爷向来就不是一个能以常理夺之的君主。也许那一次辽东之行，你爷爷回来了之后，他就已经有心要把皇位传给你二世叔了。虽然娘也想不明白这到底是为了什么，他的军功不如你四叔，他的文治又不如你，仅仅就是因为他会种田。反正不管怎么说，绝对不能让这一道圣旨颁下去，这圣旨必须撕毁。前面的你皇祖父所说的都可以按照圣旨发下去，可后面提起不要让你为难你的叔叔们，还有你二世叔的事情，绝对不能传出去一个字。娘亲，你说的对，我不能慌，绝对不能让这道圣旨传出去。这圣旨你再重写一个，后面的关于我叔叔的话不可书写。王景洪虽然深得朱元璋的信任，可是他也明白，若是只靠自己一个人，不可能把这道圣旨带出去的。而且这道圣旨就算带出去有什么用？奴婢一切仅凭殿下旨意。皇祖父常跟我说，只有死人不会挡活人的路，但孤生性仁厚，不愿意把你们一个一个的全扔进大牢里。你们今天在场的工人要听好，敢说出去一个字，孤要了你们的脑袋。让齐泰大人、黄子成大人来御书房。太孙殿下，当务之急，太孙殿下要立刻让各地藩王停止进京。早在几天，各地藩王就已经接到了皇上挺不住了的消息，只怕距离近的已经快到应天了。他们都是皇祖父的儿子，又是姑的叔叔，姑如何不让他们进京呢？殿下，这好办，殿下就说此乃先皇遗诏，来封他们的口，他们即便不相信，也只能如此。其实倒也不用让全国各地的藩王都不进京，只要让殿下不放心的不进京就可以。就比如说远在北平的燕王殿下，殿下只要说燕王坐镇北平，北平乃我大明重中之重，若少了燕王坐镇，瓦剌人趁势来攻那又如何？除此之外，让3个儿子代为进京尽孝，这一来可以制住燕王进京，二来3个燕王之子也可以用作质子。这个好，这个好，殿下就按黄大人这个方法行事吧。只要有了这么一个理由，燕王他就算是心中不满也进不了京。姑担心的不只是燕王，皇祖父临终之前曾经说了这么一句话，若有一天姑对朝政有心无力的话，就让二世叔进京，然后皇祖父就驾崩了。皇祖父为何要在临走之前说起二世叔的名字？为什么要提起他？为什么要说有一天若我对朝政有心无力？难道在皇祖父的心中，他其实更希望我把储君的位置让出来给二世叔吗？难道我们真正的大敌并不是燕王，而是韩王？难道上一次先皇辽东之行已经改变了主意？是啊，未必没有这个可能啊。非也非也，储君乃国之根本，太孙殿下做储君已经这么多年了，先皇怎么可能轻易改变储君？只是没准先皇只是想让韩王做辅政大臣而已，未必就是想把皇位传给韩王。姑也是如此想的，皇祖父未必是想把皇位交给二世叔，可是皇祖父在说这句话的时候，偏偏没有把后半段说出来。若是皇祖父说出来，这事还好办，可若他不说，万一此事被韩王知道了，他以此来要挟姑退位，姑又当如何呀？即如此，请殿下下令将在场的所有工人全部拿下，立即处死，绝对不能让消息走漏出去，只有死人不会挡活人的路。但是皇祖父驾崩不久，伺候皇祖父的工人们就这样被姑杀了，到那时候各地藩王有所怀疑，只怕是想不知道皇宫里出了事都难。这事也好办，殿下不如我们就对外说，这些工人伺候先皇不利，这才致先皇驾崩，这些工人要殉葬于先皇。若是将伺候先皇的工人们尽数赶尽杀绝的话，一定会引起他人注意的，就算是用殉葬这个理由恐怕也不行。殿下乃是正统，是储君，何必如此紧张？皇上没说韩王回京做辅政大臣，可同样没说让韩王回京接任皇位呀。所以殿下只需稳坐泰山，以正统储君去让天下百姓迎接新的君主即可。对，说得不错，皇祖父只是提了二世叔的名字，又没让他干什么。姑是国之储君，又并非造反谋逆，姑如此紧张干什么？真是的，不过不让燕王回京的话，那韩王是否回京？韩王的世子刚刚出生，总不至于再用这个理由让他把孩子交出来吧？殿下，韩王与燕王不同，韩王手下虽然也有10数万的辽东兵，可到底这10数万的辽东兵不如北平军马能征善战，所以韩王不必如此小心，让他进京即可。之后韩王能否再回到辽东，就全凭殿下一言定之。殿下若想让他回去，就让他回去；殿下若不想让他回去，那他就只能一直留在京师。至于那个什么玉米，臣还是那句话，这天下的粮食并不是只有辽东的土地才能种出来，我应天津市的土地一样肥沃。他若是喜欢种地的话，殿下何赏赐他一块良田，让他种就是了，只要不让他离开就可以。如此一来的话甚好，这人在殿下的眼皮子底下，还怕他翻出浪花来了。那就如此吧，就按照二位大人的意思。不过若是只让燕王世子回京的话，燕王若是寻出其他的理由，不让他这3个儿子进京怎么办？
毕竟我这四叔聪明得很。太孙殿下这有何难啊？既然燕王他们早就已经接到了消息，想必此时已经在半路上了。殿下只可让魏国公徐辉祖前去半路堵截燕王，并将3位王子带回京即可。魏国公徐辉祖是燕王的七弟，让魏国公去堵截燕王，将3位王子带回京师，这个办法好得很啊！就按照2位大人的意思去办吧。这几日孤悲伤过度，不见人，皇宫内的一切大事都交给2位大人来定夺，孤放心得很啊。殿下且慢，臣又想起了一件事。如今先皇既然已经故去，那先皇在世的时候贬的官员就可以再次升迁回朝了。就比如方孝孺。方孝孺，孤想起来了，就是那个当年上奏折痛骂锦衣卫的那个才子吧？他当年写的奏折名震朝野，孤到现在还记得。殿下，方孝孺乃当世大儒，朝廷不可失去这位大儒。只要方孝孺愿意入朝的话，那可就是殿下身边的一大臂柱，其能力远胜下官2人了。好，等到皇祖父下葬之后，孤就立即下旨征辟方孝孺，重新入朝。殿下等到先皇下葬之后，殿下登基，恐怕就晚了。子不改其父3年之制，方为孝道。殿下是先皇之后的第2位大明皇帝，依此也可适用于殿下。所以殿下万万不可等到登基之后再征辟方孝孺入朝，还是用之前的那个办法，就说这是先皇留下的遗诏，只要是先皇的意思，就不算是改先皇之制。就按照2位大人的意思去办吧，孤要回去替皇祖父守灵了。俺家殿下有令，快把路让开，不然的话就怪我等不客气了。不客气，我就不相信你们还能怎么着？难道还敢攻打我广宁不成吗？大哥，太孙殿下叫大哥进宫干什么？是不是要阻拦姐夫？弟弟是怎么知道的？你是怎么知道的？难道你们在宫中安排了眼线？大哥，你说什么呢？皇宫内怎么可能安排眼线？再说了，我们俩哪有那个本事？这是一猜不就猜出来了。当年先太子故去之时，先皇曾经在姐夫和当今太孙2人之间左右摇摆过。太孙不想让姐夫入京，这不是很正常吗？依咱们姐夫的脾气，这满朝文武谁能拦得住他？除了你这个七弟，当今的魏国公。徐辉祖见弟弟妹妹这么聪明，心中也甚是欣慰，只是有的时候太过聪明了，反倒让他这个当大哥的为难。既然你们2个已经猜出来了，那就别往出说。我徐家世世代代只尊一个皇帝，如今先皇驾崩，太孙就会登基，以后太孙就是我大明朝唯一的皇帝，你们2个一定要记住。大哥，你让我们2个认太孙，这个皇帝当然没有问题。可是我有一句话要问你，若是有一天太孙要大姐和大姐夫的命，我们该怎么办？身为臣子，这种话你也敢说？以后不许再说这种话。若是再让我听见你说出这种大逆不道的话，家法伺候。大哥，好了，别再说了，咱们俩快点准备一下。姐夫既然来不了，可是高赤他们一定会来的。咱们做舅舅姨的，抓紧给3个孩子们收拾一下家里。哼，这种时候给3个孩子收拾房间有什么用啊？大哥也真是的。徐妙景虽然嘴上是这么说，可以就安排人去给3个外甥收拾房间去了。韩王朱松离了开元之后，一直在加急的赶路，可就算再怎么急，从接到消息那一刻到现在也不过才过了几个时辰的时间而已。所以现在别说进关了，也就才刚刚进辽王的藩地而已。可是刚刚踏入辽王藩地境内，没多长时间就碰到了把守各个要道的辽王军队。这些辽王军队在此之前可从来没有在这里出现过，很明显这些人是专门针对开元而设的。张铁柱，你去问问到底怎么回事？为什么他们排出了这么多军队？这是要干嘛？标下领命。俺是韩王府亲卫百户张铁柱，你们为何又在此设下拦截？我家殿下要进京扶丧。这位兄弟实在不好意思，我们家殿下也进行扶丧去了。这不前段时间有流浪的阉人跑进来为非作歹吗？还差点伤害到了你们家韩王殿下。我们辽王殿下可担不起这个责任，所以自那之后便一直叫我们把守广宁的各个要道。既然如此，我家王爷也要进京扶丧，还请兄弟行个方便，把路让开，让我们家王爷进关去。哎呦，这可不行啊，兄弟，我们殿下临走之前可是给我们下了死命令，不论是谁都不能把路让开，这不也是为了咱大明的百姓和韩王殿下的生命安全着想吗？我说你小子难道没听明白我家王爷是要进京扶丧去吗？赶快把路让开，不然的话耽误了时间，你担待不起。姓张的你别狂，你不过也就是一个小小的百户，我可是千户，按理来说你见到我还要行礼呢。行礼行个屁礼，俺之前可是开元的都指挥使，
你见到俺才应该行礼才对。再说了，你难道没听明白吗？我家王爷是要进京扶丧，耽误了王爷的大事，要了你的脑袋。我是辽王殿下的将领，我只传辽王殿下一人的命令，剩下的别人我一概不知。你们要是愿意等的话，就再次等到我们家殿下回来，如果不愿意等，就请原路返回。殿下，辽王绝对是故意的，他是想把殿下挡在广宁，不让殿下进京。辽王居然如此心胸狭隘，到了这个时候，他居然想着要报复本王，这个混蛋！你去告诉他们，若再不把路让开，休怪本王不客气。俺家殿下有令，快把路让开，不然的话就怪我等不客气了。不客气，我就不相信你们还能怎么着？难道还敢攻打我广宁不成吗？告诉你们，我们是奉了辽王殿下的王命，在此设下，尔等若是敢攻打我广宁大军，我家王爷不会放过你们的。给我狠狠的揍死狗娘养的！呀！哈哈，朱松啊朱松，你这个小王八蛋，到底还是落到你兄长的手里了吧？立即上奏折和太孙殿下说韩王要造反了。殿下，虽然是韩王率军攻打我们的守军，可此事毕竟是咱们的守军，不让他通过才引起的。你是不是被我的弟弟打怕了？让你去你就去，哪来这么多的废话？再不好好听话，本王家法伺候。能走的继续走，走不了的就留在这，本王耽搁不起时间。父王，儿子也可以骑马。立马警戒，摆阵型。张玉看到对面是辽王的军队之后，便一挥手，将士们立马整齐划一的收回了阵型。燕王可在？朱植已经长大了，15弟过来吧。四哥，没想到我们居然在这儿碰见了，那我们就一起走吧。四哥怎么行得如此缓慢？其实说来，朱高炽坐马车的主意也是朱棣想的。朱棣让大儿子坐马车，也是料定了如今南方多雨，必定泥泞不好走，自己在路上可以多耽误一点时间，等的不是别人，等的就是自己的2师弟。藩王私下不得见面，但是如今进京扶丧那就是两码事了，半路碰到也是在所难免的。就算是文武大臣和朱允文怀疑，朱棣也可以说是世子体弱多病，坐马车耽误了时间。可是没想到没等来老20，反而把老15等来了。不过也好，既然老15都已经到了，那想必老20就已经在后面了。还不是本王的世子体弱多病，骑不了马，只能乘坐马车，耽误了时间。大侄子是胖了不少，不如这样吧，四哥你我先行一步，让大侄子他们在后面慢慢赶上来，如何？朱棣是想和朱松见一面的，可是等了半天也不见朱松来，实在没办法，耽误不得了。再过几天父皇的遗体就要下葬了，到那时候再想赶最后一面，那可就晚了。不过既然老15出现了，那就说明老20就在后面了，也不差这一会儿了。想想自己带着老20结伴入京，朱允文看到了应该会气得不行吧。老15你既然已经赶过来了，那想来老20他们也就在后面了。咱们兄弟1年也见不到面，尤其是四哥坐镇北平，别说1年能回一次京师了，本王算来已经3年没回去了。这次是难得的机会，父皇驾崩，我们兄弟之间更应该趁着能多见几面就多见几面。四哥你不用等老20了，老20在开元造反了。你说什么啊？老20在开元造反了？这怎么可能？是啊，四哥，老20现在本事大了，现在正带着军队攻打广宁呢，我这心里也是着急呀，赶快进京扶丧，然后抓紧回去，赶在老20铸成大错之前，我这个当哥哥的可得多替他弥缝啊。难道老20居然胆子这么大？父皇这边刚刚驾崩他的就敢造反，怎么之前没看出来这小子他居然有谋反之意啊？这个时候谋反，那岂不是自投罗网，自寻死路吗？可是这么一想，又觉得不对，老20聪明得很，以他的脑袋怎么可能想不出这里面的弯弯绕？很明显，这里面一定另有隐情。老15，老20不是那不知轻重之人，到底怎么回事？他为何要攻打广宁？老15也是有意显摆，见四哥这么问了，他也说道：四哥，弟弟接下来的话可不针对四哥，这老20啊，和弟弟之间有点不愉快，还不是之前那个事。他要是早点点了头，不这么追究下去，弟弟的爱妃何至于死啊？当然了，后来我们这事儿也是闹得大了，惊动了四哥，四哥不报告给父皇也是不行了。弟弟可从来没有怪过四哥，不过老20嘛，他这个当小崽儿的，弟弟还是得小小的教训他一下。弟弟临走之前对广宁府的守军们下了死命令，除非接到弟弟的命令以外，否则他们不能放任何人过去。老20现在着急赶过来，可是没有弟弟的命令，他怎么赶得过来呀？哈哈哈，这不是在北边打起来了吗？他活该。
要说这真正上奏报告给父皇的可不是朱松，而是面前的朱棣。可是这朱直他敢去碰朱棣吗？你知不知道你这么做他会怎么办？你这么做文武大臣们一定会上书参他，你这么做可能会要了他的命。四哥，这也是没办法的事啊。老二十的脑子，他就算是一直当这个王爷，他也当不出什么花样，就知道种地有什么用啊。再说了，这次的责任也不在我，而在他。我虽然是让守军把守住广宁府的各个要道，可我这也不是担心再有流浪的猿人冲进来再伤到他韩王殿下吗？可谁想啊，这小子他居然真的敢打，那既然他敢打，就得付出代价。过来。四哥怎么了？四哥你干嘛呀？你这个混蛋，你知不知道他是你的亲兄弟？你这样做不是在害他，你是在要他的命。他的命是命，难道我的董妃的命就不是命吗？难道他不该付出点代价吗？他再怎么说也是朝廷的亲王，就算是我一时疏忽把他挡在广宁府之外，难道他就可以带兵攻打广宁府吗？这难道不是造反吗？他要是因为我敢不回去，顶多也就是一个不遵孝道，可现在他既然敢出兵攻打我广宁府，那他就是造反，这是他自己寻死，可怪不着我。朱直，既然你不顾兄弟情义，那我也可以不顾兄弟情义，我今天把你杀了。对天下人，我只是说你设计陷害自己的亲兄弟。我作为亲王长子，执掌宗人令，自然是有权利有义务要管教你们，约束你们。可你们既然不愿意听话的话，那就没办法了。本王只好痛下杀手。四哥，你冷静，我可是你的弟弟，我可是你的亲弟弟啊！你不能杀我。你是本王的亲弟弟，本王就要对你网开一面。可老20也是你的亲弟弟。四哥，我知道错了，这一切都是误会，老20不是造反。老20是迫不得已着急进京，这才攻打广宁府。进京之后，你知道你该怎么说吗？我知道，这一切都是误会，不是老20要造反，是我忘记撤兵了，这才独阻挡了他的路。只是弟弟的奏折已经送到京师了，600里加急，现在估计已经快过长江了。什么？你这个混蛋！进京之后，你立马去向太孙说明情况，就说这一切都是误会。你送去的那道奏折也不过就是一时判断错误而已，不然的话你自己知道后果。你也不想本王持宗人令把你押入大宗正院吧？我知道，我一定会如实说明的，我一定会说这是误会，绝不是老20造反。是没？立即派一支快马上去给韩王修书一封，叫他停止攻城，不要再继续犯错，不然的话，到时候就连本王也保不了他了。请殿下放心。就在这时，南边方向又出现了一支军队。朱棣定睛一看，只见是魏国公的大道。徐徽祖参见燕王殿下、辽王殿下。徽祖出了什么事？你怎么来了？燕王殿下，陛下有遗诏，下令燕王殿下镇守北平，不得回京服丧。你说什么？这是父皇的遗诏？我不信，哪有父亲死了不让儿子进京服丧的？父皇绝对不可能下这样的遗诏。可这确实是先皇的遗命，还请燕王殿下遵守。另外，陛下也并非不近人情，陛下有旨命燕王3子代父进京服丧。陛下？哪个陛下？殿下还能是哪个陛下？当然是原来的太孙殿下。先皇驾崩之后，太孙殿下如今已经登基了。父皇才驾崩3天，就只等了3天，他就将父皇下葬了，就只等了3天，他就迫不及待的登基了，哪有这样的？殿下请慎言，是所有的藩王都不得进京，还是只有本王？西安秦王、太原晋王和北平燕王，只有这3位藩王不得入京。因为这3个地方乃是我大明的北疆的重镇，若是藩王一道离了藩地，只怕是草原上的北原残余会趁势攻打，所以为了国家大局着想，只能先委屈3位藩王。这根本就不是父皇的遗诏，这就是朱允文那个小兔崽子，不让自己身为儿子回京服丧，还把自己的3个儿子弄到了京师作为质子。好，我回去，我回北平还不行吗？高炽、高煦、高遂，父王，你们3个跟着你们舅舅还有你们15叔去京师替父王服丧，一定要在你们皇祖父灵前替父王多上几炷香，多跪一段时间。孩儿辽王的奏折600里加急很快就送到了京师。此刻朱允文已经办完了登基大典，正式称帝，年号建文。我大明朝开国以来，从来没有藩王打自家地盘的。之前倒是的确出过蓝玉回师攻打自家关隘，可蓝玉如今已经被正法了，难道这20叔他不知道？陛下，这是一个好机会啊！按照齐泰大人和皇子成大人制定的计划，皇上登基之后，当务之急就是要进行削藩。此刻我们正愁没理由呢，韩王这不正好送了一个大好的理由。
陛下可以用韩王造反的借口来削藩，让韩王交出兵权，交出王印，回到应天，进入大宗正院，好好惩治一番，贬为庶人。而且有了韩王这个借口，陛下可以向文武百官和天下百姓说明，陛下是担心藩王拥兵自重，祸害天下，以此就可以找了一个大好的借口，对全国各地的藩王进行削藩。而首先处理好了韩王之后，就要处理那些已经有不法之事的藩王们。陛下，方大人的计策虽然可行，但是下官认为还是要进行一些修改，比如说要从一些硬骨头的藩王开始下手，就比如北平燕王。从燕王开始下手吗？朱宗指挥开元大军一路平推，直接推到了广宁，来到了山海关。韩王殿下，标下是燕王府护军，燕王殿下命标下600里，加急送来燕王殿下亲笔书信。即便是韩王在北边已经闹起来了，可是在心中对韩王倒是并不过分忌惮，真正忌惮的是燕王。韩王很乖，很懂得君臣之道，上一次辽东之行如此，后来他回京师了，亦是如此。到了东宫门口就跪下，一点不臣之心都没有。朕也觉得从燕王开始下手比较好。韩王虽然在北方自己人打自己人，可说到底也是为了尽快能够回京服丧，以尽孝道。陛下，虽说韩王本意是好意，想要以尽孝道，可是毕竟自己人打自己人，在我大明朝除了蓝玉以外，这就是第二例了。可前者如今已经伏诛，韩王毕竟是亲王先皇的儿子，自然不能像处置蓝玉一般全家皆斩。但是这是一个好机会，陛下也正好以此在诸王之间立下威信。若是坐视韩王攻打广宁却不管的话，只怕以后诸王之间将更加难以管理啊。那就依爱卿的话，先从韩王削藩开始，就以这次罪名令他火速交出兵权，火速回京。不过这次要派谁去辽东？是锦衣卫还是？皇上，锦衣卫乃先皇创立的酷吏衙门，是用来监察百官不法之事的，但锦衣卫终究并非正道，还请陛下早日废除锦衣卫，还朝野一个朗朗乾坤。还请陛下早日废除锦衣卫，还朝野一个朗朗乾坤。既然朕想要削藩，少不了锦衣卫的帮忙，若此刻废除锦衣卫的话，岂不是自己给自己找麻烦，互相掣肘？三位爱卿，朕答应你们，等到朕扫平了这些藩王之后，朕自然会废除锦衣卫，并且下一道圣旨，令大明朝后世皇帝儿孙永世不得启用。三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知道皇上说的也有道理，这个时候废除锦衣卫，那就等于自断一臂，尤其是削藩这种关键时刻。于是三人纷纷跪地拜服。陛下圣明。朱宗指挥开元大军一路平推，直接推到了广宁，来到了山海关。韩王殿下，标下是燕王府护军，燕王殿下命标下600里，加急送来燕王殿下亲笔书信。四哥，二师弟，立刻停兵，立马回到开元城，千万不要进关，别上头酿成大错，不然四哥也保不住你啊。朱松却不打算听燕王的话，该进关还是要进关的，自己好不容易给陛下露出一个马脚，要是就这么缩回去了，那怎么还能达到自己的目的？继续前进。韩王殿下，韩王殿下，千万不要再向前走了，快停下吧，老衲有话要和韩王殿下说。又见到老熟人了。殿下，此时此刻殿下万万不能进关啊。为何本王不能进关？本王父皇驾崩了，本王因为辽王已经耽误了10日，若是再耽误下去，只怕本王陵前尽孝都做不到了。阿弥陀佛，殿下想尽快回到京师陵前尽孝之心，老衲可以理解，但殿下此番对广宁用兵，将来目的也不仅仅于此，殿下是在效仿王翦、萧何。虽然也做好了心理准备，但还是没想到姚广孝这么轻易的就看出了自己的用意。这老和尚果然聪明啊！大师，明人不说暗话，既然大师已经看出了本王的意图，那为何大师还要阻拦我进关？我要是不进关的话，我这马脚不白露了吗？殿下想要自污的举动，老衲可以理解，但是殿下，此时情况不同了，京中传来消息，貌似此次陛下驾崩，或许扯出了另外的隐情。而这隐情的漩涡，可能就是你与燕王殿下。若是此次京师不出意外，殿下此举可谓是高明之至。可是现如今，殿下若再进关去，恐怕就是要自投罗网了。大师究竟发生了什么事？还请大师详述。殿下，具体究竟发生了什么不太清楚，当时情况太过危急。先皇在陵前曾经提到过殿下的名字，而当时在先皇的寝宫有很多人都在，这其中就包括当今皇帝陛下。从那以后，皇宫就开始禁言，若不是宫中的眼线，寻了个机会偷偷的告知，只怕这消息现在也传播出来。殿下，如今殿下也不再像以前那一般可以随时后退一步，现在殿下已经和燕王殿下一样，被顶到了风口浪尖之上。总之，
当今皇帝陛下在登基之前就已经想好了要削藩，现在只不过是按照之前的计划实施而已。登基，本王接到消息，到现在也不过才5日，就算是父皇后来几天挺不住了，也不至于这么快就登基，他为何如此的着急？殿下，先皇的灵柩仅只放了3日就已经下葬，下葬当天，建文皇帝立马登基，这一切都发生的太快了。等到燕王殿下接到消息，已经是太晚了。他为何登基如此焦急？还不是怕夜长梦多？老衲很是好奇，新皇驾崩之前究竟说了什么话，让他如此紧张？我能相信你的话吗？殿下，老衲所言句句属实。殿下若不相信的话，可以在关外稍留几日。只怕现在京中针对殿下削藩的圣旨已经在路上了。本来也没打算躲着削藩，因为咱还有一张底牌，那就是父皇驾崩之前留下的那一道3年圣旨，要自己3年之内在开元把玉米粮食种明白了。这是先皇的遗旨，是先皇的遗命，子不改其父，3年之制为孝。建文他就算是胆子再怎么大，再怎么狂，也不敢无视天下非议，无视那3年圣旨。可现在还真是有点吃不准，这道圣旨究竟能不能镇得住朱允文，在老爷子下葬当天就登基？这操作果真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也足以看得出来他到底有多紧张。要想回去也可以，大明举全天下之兵，想要攻打自己一个小小的开元城，那还不是手到擒来？可不回去，往前走一步，那就是个死。报，兀良哈搭进来攻打开元。先是担忧，而后大喜啊！老天爷还真是公平，完了自己之后，立马又给自己补了一块好处。要是开元遭到攻打的话，那自己此刻返回开元，那就算是尸毁有名。殿下，老天垂怜，殿下这下无后顾之忧了。多谢大师今日开示。殿下福大命大，老衲不过就是顺水推舟。殿下今后行事万万谨慎小心。要是老衲所料不错的话，只怕这段时间朝廷来节制殿下的人，你已经在路上了。殿下要做好准备，该如何安排？虽然不知父皇驾崩之前到底说了什么，不过看朱允文登基的如此匆忙，想来这事一定不小。朱松上马告辞姚广孝之后，便返回开元城了。快跑，快跑啊！是韩王带兵回来了。这帮家伙跑得挺快的，看来是知道皇帝已经驾崩，知道大明藩王已经离开开元，所以趁着大明国内内政未稳，来想办法攻取大明城池。快跑，快跑啊！狗猿人，我认你姥姥，给我杀！殿下，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难道殿下不打算回京师了吗？对了，殿下广宁如何了？殿下没有铸成大错吧？本王只是把挡路的士兵赶跑，不愿意跑的就抓了回来。雅根尔没去广宁，在山海关之前接到消息，就带1万精骑先赶回来。岳丈大人，快另派一支1万人的骑兵回去接应后面的张铁柱。张铁柱自己一人率了1万士兵2万俘虏，他们的腿脚慢，估计还需要1日才能赶到。殿下没有铸成大错，那这件事情就还有回转的余地。末将领命。岳丈大人安排好了之后，尽快回到王府，本王有要事要与你们相商。殿下，你怎么回来了？怎么这么快呀？这才5日吧？还是不将那些事儿说给王妃了。本王接到父皇的遗诏，父皇说开元重镇，不让我回京服丧，让本王镇守开元。这也赶巧刚到关门，就接到圣旨回来，正好碰到兀良哈攻城。殿下，回来就好，回来就好。王妃有没有好一点？没看到殿下之前，臣妾肚子里的孩子闹得厉害，看到了殿下之后，臣妾也安心了，肚子里的孩子也没那么能闹腾了。殿下，曹大人，冯指挥使都已经到了。殿下去吧。殿下呀，殿下为何之前那般冲动？殿下不像是这种人啊，怎么能出兵打自家的人啊？岳丈大人那些都是无奈之举啊，小婿也不希望打自家人，可是那个时候小婿要是不露出点马脚给朝廷抓住的话，只怕小婿用不了几天就会被削藩。殿下，这怎么可能呢？殿下是太孙殿下的亲叔叔，更何况这尊王攘夷的思想是先皇提出来的，难道太孙殿下将来登基之后还能不遵从先皇之制吗？岳丈大人，现在不能叫人家太孙殿下了，现在人家已经登基，国号都已经取完了。什么？这自打殿下接到京师的消息，到今天也不过才第6天，第6天太孙就已经登基称帝了，那皇上的灵柩是不是也已经下葬了？就只等了3天，距离近的藩王还好，能在陵前尽孝，像本王这些距离远的塞王就赶不回去了。父皇的灵柩不仅只在外面停了短短的3天，而且当今陛下还在父皇遗体下葬之日就登基了。这怎么也不像是那位看起来温文尔雅、
一人后世人的太孙，这先皇下葬，按理来说也应当在第2天登基。太孙就这么着急称帝吗？他急的究竟是什么？这与礼不合，不合规矩，哪有先皇下葬当日储君就登基的？灵就在外面只停3天，这就不说什么了，停的长停的短，说白了都是为了让儿孙们能够尽快的赶回来，在灵前尽一尽孝。可是当日登基，这不像是太孙能干出来的事情啊，一定是京师出了什么事，让太孙殿下不让皇上心中不安，要么是感到了威胁，甚至是恐惧，这才着急忙慌的登基称帝。老曹说的不错，本王也是这样想的。还有一件更坏的消息，据宫里的消息说，让太孙心中不安的那个人，很有可能是本王和燕王。为什么建文皇帝对燕王一直看着不顺眼？就是因为当初先皇曾经在2人身上犹豫过，而更坏的是，在建文皇帝陛下的眼中，现在已经将韩王殿下和燕王画上了等号，这事儿就不太好了。这就意味着韩王和燕王在建文皇帝的眼中是同一种人，同一种必须要处理的人。难怪殿下忧心忡忡地说要被削藩了，原来是这么回事。应该不会下手这么狠吧？毕竟殿下可是皇帝陛下的亲叔叔，就算是削藩，顶多也就是夺了手中的兵。你们可别忘了，他是我父皇太祖高皇帝的孙子，朱家的人怎么可能会心慈手软？殿下这是在说皇帝陛下，可能也是在说他自己。殿下今日让自己等人前来议事，该不会是殿下已经打算谋反了吧？殿下该不会是有谋逆之心吧？岳丈大人，如果真有那一天朝廷举兵要来小婿的性命，岳丈大人又如何做？是啊，朱家人哪有心慈手软之辈？这事已经没什么可以留恋的了，这辈子活得也值了，成为了开国功勋，眼见着一座帝国拔地而起，到现在大富大贵，包括大风大浪都已经经历过了。现在就只有自己的女儿，现在又多出了2个，就是女婿，还有女儿肚子里的孩子。而现在站在自己面前的不是女婿，而是大明国的藩王，自己的顶头上司。请殿下放心，如果真有那一日，老夫也会站在王府门口，不叫他人入王府一步。老夫这具身躯也将会交由王爷驱使，赴汤蹈火在所不辞。岳丈大人，我不是什么谋逆之辈，当然我也不是引颈就戮之辈。若有一天当今建文皇帝真的不能容我的话，只怕是我也要反抗一阵。若反抗不过，再死也算是对得起自己了。末将明白，请殿下放心驱使末将。本王不是那等鲁莽之辈，今日攻打广宁也是思前想后才做出决定的。本王本来是要学王翦、萧何，却没想差点弄巧成拙，皇宫内出了如此大事。根据我四哥的话，如果我四哥的消息准确了，只怕朝廷削藩的圣旨已经在路上了。也许岳丈大人作为开元的都指挥使，可能会首当其冲的被朝廷安排。到那个时候，岳丈大人千万沉住气，不要着急。若真有那一日，朝廷多半会将末将调离到其他地方，但末将若是身处他地，也一定会为王爷设身处地的着想。岳丈，本王不是那个意思，本王的意思是说，他们真的来削藩，一定会从兵权上下手，到时候只要圣旨真的拿来了，岳丈什么也不要想，直接交出兵权，然后告病。告病，殿下，如果真有这一日的话，末将绝对不会出逃跑的。无论如何，末将也一定会挡在殿下和王妃前面。这不仅是末将身为将领的职责，也是因为末将是王妃的父亲。你没理解本王的意思，本王的意思是说，到时候就是本王和建文皇帝的初次交锋，无论怎么说怎么算，岳丈都要尽可能的避其锋芒，因为岳丈出了事情，到时候本王身边就无人可用了。朝廷若是真不能容本王的话，本王也不会就这么束手就擒，而且本王还有一件压箱底的宝贝，这道圣旨就是我们最后的倚仗。建文他就算再怎么狂妄，可是这白纸黑字的圣旨写得清清楚楚，他也不敢公然违抗父皇的遗命。殿下说的有道理，不管是皇上他再怎么有恃无恐，可凡事都要讲一个度，若做得太过分的话，别说是藩王们了，就是大臣们恐怕也忍受不了了。这是我们保命的东西，但也只能保证我们最长3年的命。对了，老曹，这段时间王府内的锦衣卫察子都已经撤退了吗？并没有，王府内的探子们该怎么着还怎么着。殿下为什么要说锦衣卫的探子撤退了？自己知道建文登基之后才撤了锦衣卫这事，是因为自己本身就知道这段历史，可是自己该怎么和老曹他们说自己是穿越过来的呢？当然不能说了，是本王猜的。陛下之前不是一直说着他待人宽厚，这锦衣卫行的是酷吏之道，在文武大臣的眼里，锦衣卫是不受欢迎的。从当今陛下的国号也能看得出来，当今陛下是要以文治为主啊。高赤他们这一去京师还回得来吗？你怎么就不知道拦着点？王妃，本王何曾不知建文的意思？实在是这次来接孩子们的不是别人，是徽祖。本王总不好对徽祖动手吧？孩子们此刻就在京师这种龙潭虎穴之地，
你说我这个做母亲的如何能够放心？王妃不必担心3位王子的安危，3位王子在京师定然安全。京师此刻对于殿下是龙潭虎穴之地，但对于3位王子来说，却是目前天底下最安全的地方。陛下下旨，让3位王子代替殿下进京扶丧。其实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件好事。陛下觉得把3位王子留在手中，他对殿下能放心，也就不急在现在就对殿下动手。更何况殿下坐镇北平，屡立战功，军功赫赫，这些功劳是谁也不能抹除掉的。就算是太孙殿下已经登基称帝也是不行。所以以老衲来看，就算是陛下要对殿下动手，也一定会趁着殿下出了大差错才会出手的。大师有没有10妖办法能把我的3个儿子救回北平来？我们就算是不要了兵权，我们不当这个王爷，让朝廷把我们贬为庶人也好，我们自愿还权也罢，我们一家人就在北平周围买一块田地，自给自足还不行吗？以燕王妃的智慧不会想不透，此时是关心则乱。阿弥陀佛，王妃，老衲还是那句话，3位王子现在在京师，那里对他们来说是这天底下最安全的地方，返回北平才是危险。而且若老衲猜得不错，以世子的聪明才智，绝对不会带着2个弟弟回到京师燕王府居住的，世子一定会带着2个弟弟去魏国公府上居住的。魏国公一家都在京师，世子带着2个弟弟去舅舅家居住，如此一来也是给当今陛下多吃了一颗定心丸的。大师说的有理，我明白了。大师刚刚说我的大儿子高炽他会带着2个弟弟去魏国公府上居住，他有这个脑子吗？殿下放心，世子一定会平安的将2位弟弟带到魏国公府照顾好的。殿下，不管怎么说，高炽都是你的世子，你对他就这么不信任吗？不是本王对他不信任，实在是从小到大本王看在眼里，实在不知道他有什么长处。阿弥陀佛，殿下，此话不能这么说呀。殿下每带兵出城邀击猿人，之所以能够去得安心，去得踏实，这其中世子的功劳是必不可少的。记得去年北平大旱，老百姓的庄稼几乎颗粒无收，当时殿下在漠北作战，若不是世子拍板开仓放粮，开设粥棚赈灾，只怕不知道有多少北平的百姓要被活活饿死。可即便开仓放粮，放出了北平存粮的一半，可是殿下军中的粮草之应却是1点不少。想当年中山王北征之时，我大明运河河道淤塞粮草难以置之应到漠北，当时的宰相胡惟庸虽说是设了个开中执法，引发了后来的空运案，可毕竟这粮草的确运到了漠北，若没有胡惟庸的办法，只怕现在北平或许已经被王保保攻陷了。当年先皇论功行赏之时，击退王保保的中山王不是首功，首功是宰相胡惟庸，这就说明两军作战，战场上将士们拼杀决定着胜算。可同样这后勤也非常重要，是指能够在开仓赈粮的同时，还能够支撑到殿下带兵打仗所需的粮草，这难道还不是他的长处吗？本王话说的偏激了一些，高炽的确很有本事，可是本王是塞王啊，他作为本王的世子，以后的燕王若是连带兵作战的都做不到，这让本王如何相信他能忽悠好这北平一方城池一方百姓，要怎么能护卫好我大明的北大门？燕王妃已经懒得和燕王继续讨论这个话题了，当即起身气呼呼的离开。哼！殿下呀，这很多时候战场上的勇武并不能决定是否为胜败的关键。汉初3杰韩信能够带兵作战，是因为他在个人武力上能够胜得过楚霸王项羽吗？非也。兵仙韩信最善坐镇指挥，十面埋伏之策想来也不是依靠韩信个人的勇武吧。殿下呀，至此关键时刻，殿下千万不要动了改立世子的念头。现在我等前途未定，殿下这燕王的王位能否保留住，传给下一代世子还是未知啊。多谢大师，本王受教。那接下来我们该做什么呢？接下来我们只需静观其变。殿下南行回京之时，老衲曾经去关外阻止了韩王殿下进关，而如今辽东又传来战报，兀良哈部率军攻打开原，这也就给了韩王殿下一个回去的好理由。至于此次韩王率兵攻打广宁士兵这件事，那就要看朝廷里的文武大臣们和当今建文陛下怎么看。此件事情说大那就是造反，说小其实就是韩王殿下回京心切。但不论怎么说，韩王殿下此次难辞其咎，也有可能会成为当今皇帝陛下削藩的开始。本王记得大师曾经和本王说过，要尽可能的团结其他藩王，有以韩王为主，因为本王有兵马能打仗，而韩王手中有粮草。那这个时候我们是不是应该出手帮助一下老二师？毕竟若没了他这么一个后方大粮草，本王还真觉得若有一天起兵的话，只怕也只是苦苦支撑，苦苦挣扎罢了。殿下，这个时候万万不能露面啊！原本按照我们的打算，就算是要削藩的话，也不会从塞王开始。可如今出了韩王殿下这件事，朝廷的旨意和锦衣卫估计已经在路上了。
这个时候殿下如果去阻拦的话，只怕瞬间会把朝廷的矛头转移到殿下的身上。陛下现在正愁没理由对殿下动手呢，这岂不是将刀柄递给了他人？可是若是韩王出了事，那本王该怎么办？难道要坐视这种情况发生吗？殿下现在也只能如此了，希望韩王殿下能够平安无事，化解这次危机。不知锦衣卫何时才来削藩？虽然有那张圣旨作为最后的底牌，可到底还不知道建文他会不会彻底的掀翻了桌子不当人。如果真是如此的话，别说是一道圣旨了，就算是再来一道圣旨又有什么用？除非是把老爷子从阴间拉回来，可能建文才会有所忌惮。殿下，他们已经进城了，朝廷派了锦衣卫来进城了。慌什么？我让你准备的东西都准备好了吗？殿下都已经弄好了，殿下真的要那么做？事到如今，本王也想不出来更好的办法，只能暂时这样了。只要能避过这一阵，只要朝廷首先不拿本王开刀，本王就还能继续和他们玩下去。殿下真的要如此做吗？本王这么多天的努力可不能白费，毕竟放血可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主要是用猪血、狗血等动物的血，又怕瞒不过这帮锦衣卫，毕竟是皇上的特务机，一定有点东西。这帮家伙在诏狱里折磨犯人的时候，对人血是最了解了。殿下，你忍着点。吕医官，一会儿锦衣卫的人来了，你知道该怎么做吧？请殿下放心，在下是开元本地人，受到殿下征辟，这才入王府做了医官。殿下是我开元的衣食父母，我开元百姓就算是舍得了，这脑袋也得保王爷太平。大人，这些百姓怎么看见我们不跑？辽东塞外苦寒之地，并不像关内的百姓一般熟知锦衣卫在朝廷的作用和恐怖，不用管他们，继续前进。你们要干什么？举这个刀吓唬谁呀？告诉你们，我们被瓦剌人打劫掳掠的时候，你们还不知道在哪儿呢。面对凶狠的瓦剌人，我们都敢举起兵器反抗，就别说你们了。平常打仗的时候看不到你们，现在跑到开元城来作威作福。我们开元百姓被人祸害糟蹋的时候，你们的威风劲儿到哪儿去了？就是一个一个的神气什么？我们知道你们是奔着谁来的，你们要敢去找殿下的麻烦，我们头一个不答应。韩王来了，我们才能吃饱饭，穿好衣，有屋子，有取暖的地方，不至于在大街上无家可归，被活活冻死饿死。你们要把韩王殿下怎么样？我们开元的百姓头一个就不答应。对，不答应，我们不答应。今天韩王殿下要是被你们带出了城，我们就造反了。对，造反了，乡亲们，咱们造反了。你们这群混账，把刀给我收起来！你们的刀是对着百姓的吗？各位父老乡亲，我们此次前来并非是为难各位乡亲们，我们此次前来主要是为了调查韩王殿下和辽王殿下纠纷一事，并非是各位想象的那样。你少在这扯了，这些事儿别说是你们这些当官的了，就连我们这些百姓都知道。咱大明的开国皇帝驾崩了，韩王殿下作为儿子着急回京扶丧尽孝，可是辽王他居然派了重兵把守各个入口关外，不让殿下进关，不让一个儿子去尽孝，这是多没道理的事。你们不去问辽王的罪责，反倒跑我们开元来作威作福，什么东西？这位大人，我们都是些普通的小老百姓，目不识丁，没上过几年学，大字不识几个，我们也不懂得什么圣人的大道理。但即便是圣贤之书，也没有哪一条说不让儿子回到父亲的灵前尽孝，朝廷也太欺负人了。这简直太可怕了！韩王在开元当地居然如此深得民心，这些开元的百姓们已然完全不知朝廷，只有韩王殿下，韩王府已然变成了开元的一座小朝廷。不过细想想也是，朝廷远在万里之遥的阴天，这里是大明的北疆，在外苦寒之地，这些百姓们能承受的朝廷恩惠本来就不多。韩王落藩到开元，把开元经营得如此好，难怪这些百姓们心心念念着韩王殿下的好，全然忘记了朝廷。父老乡亲们，父老乡亲们，大家听我一句，这些大人是朝廷派来的锦衣卫，此番前来是与殿下有要事相商，并非是像大家所想的那般要带殿离开开元问罪韩王和辽王之间的事。说大了是藩王私下相互用兵，但说小了，二王都是先皇的儿子，这寻常百姓家兄弟之间也难免拌几句嘴，这韩王殿下和辽王殿下也是如此，不过就是私下兄弟不和打一架而已，大家散开吧，散开吧，让这些大人们进来。这个韩王府属官的嘴皮子还真是厉害，
明明都已经给戴了一个造反的帽子了，却没想到被他三言两语说成了兄弟之间拌个嘴吵个架而已。这事的恶劣程度一下子就下去了不少。曹大人，可是就算是朝廷派官员们来调查，也不应该派锦衣卫来啊！这锦衣卫，我虽然头一次见，但也听说过锦衣卫那是专门抄家的。他们这趟来一个文官都没有，这不明显着就是来抄家的吗？各位，这位大人没有穿锦衣卫的飞鱼服，他穿的是陛下身边护军的盔甲。这位将军是当今陛下的亲军护卫千户。各位百姓、父老乡亲们，在下的确不是锦衣卫，在下是陛下的亲军护卫千户。父老乡亲们误会了呀！各位父老乡亲，我知道你们这是在保护咱们韩王殿下，可是你们此举不但不是保护，反而还是害了韩王殿下。各位就把路让开，让各位大人过去吧。好吧，那就让各位大人过去，我们让步就是。不过还有一点，这位大人，若是他们今天非要把殿下带出开元城的话，我们是头一个不答应的。我们一定会把开元城各个城门把守好，绝对不让他们把殿下带出开元城一步。各位大人，请随下官来吧。你们在外面等着，不许进去叨扰。这位大人请吧。这位大人怎么没看到韩王殿下呢？前几天兀良哈率大军来袭，当时我家殿下已经快进关了。得到这个消息之后，立马挥师回防开元城。虽然最终将兀良哈给赶跑了，可是这帮要死的家伙晚上居然又来夜袭。殿下亲自率军出战，结果被兀良哈的弓箭手所伤，如今已经病倒在榻上有些时日了。什么？韩王殿下受伤了？将军，一会儿将军亲眼看看就知道了。将军来的正好，此时正是我家殿下换药的时候。将军是习武之人，将军可以看一看我家殿下的伤口。下官这辈子都没见过这么恐怖的伤口。哎，怎么这么多的血？这些都是殿下吐的血。这帮北元余孽他们在箭头上涂满了草药毒，这草药毒虽不致命，但是却能一直阻碍伤口愈合，而且一直让中毒之人饱受折磨，气血倒逆。殿下已经2日未进水米了，这2日一直在吐血，我们连打扫都打扫不过来。将军到来之前，殿下这才渐渐的停住了吐血，但是医官说了，这个时候吐的血少了，反而说是殿下没什么血可吐了。将军，这位便是我们韩王妃。御林军亲卫护军千户盛庸参见韩王妃。将军快请起，不知朝廷派将军前来是有何要事？殿下怎么样了？参见冯大人。这位是？冯大人，这位是陛下的御林军亲卫护军千户盛庸大人。这么说，门口的锦衣卫也是盛大人带来的了。来，我看你自己来看看，你自己看看我家殿下肩膀上的箭伤，这箭乃是兀良哈特制的箭头，射进去，除非从后面穿过来，否则拔下来就要带下一大块肉。可箭射到了殿下的肩膀上，后面有肩胛骨挡着，根本就穿不过去。若不是老夫我昔年曾经跟随过前国公在云南作战，当地的土著也曾经用过类似的弓箭，老夫也算有些经验，只怕现在这伤口将更大，更加触目惊心。我家殿下急着回京扶丧，在先皇陵前尽孝，那辽王他不但不让路，还派了重兵把守，说等到他回来再让我家殿下过去。等到他回来还来得及吗？我家殿下本来都要进关了，一听说兀良哈来趁着先皇驾崩，开元我殿下镇守之时来进攻，立马回师救援。若非殿下回来的及时，只怕现在开元已经落入了兀良哈的手里。殿下为了保家卫国，被人射倒，殿下现在就躺在这床榻之上。盛大人，你好好看看这肩膀上快要比碗口还大的伤口。这朝廷之前从未接到消息说韩王殿下受伤了。盛大人，值此先皇驾崩，新皇登基之时，殿下怎么能用这种事儿去给当今陛下添堵？有伤也就有了，可是殿下已经2日未醒过来了，这韩王府说不定哪一天就塌了。盛庸被忽悠的一套一套的，可他到底是朱允文身边的心腹，先后受一文太子和建文皇帝的调教，怎么可能会就此相信？王妃，冯大人，在下此次前来并非只带了锦衣卫，此次来还带了宫中的太医。太医医术高明，不如让宫内的太医给韩王殿下瞧一瞧。王妃，既然这位大人带了京师的太医前来，那不如就让太医进来诊治一番，看上一看，或许有法子。既然如此，那就请盛大人去将门外的太医请进来吧。你一会儿跟我进去，去看一看韩王殿下的伤势，还有韩王殿下的寝室之中，地上到处都是他吐出来的血迹，我看不出来那是人血还是其他动物的血。明白。盛大人，你这未免也有点太过分了吧？哪有太医穿飞鱼服的？这分明就是一名锦衣卫。冯大人，在下没有撒谎，这位的确是太医院派到锦衣卫的太医。毕竟我等这一路从阴天而来万里迢迢，我们这一路上难免会有一个头疼脑热的，随队伍一个太医很有必要。这件伤未免也有点太恐怖了些，这比火冲打了还要吓人。当然了，这箭乃是兀良哈特制的弓箭，
上面的刀刺很容易勾住周围的皮肉，若不是冯成大人有些经验，只怕现在整条肩膀都保不住了。不知这位太医，你有什么办法能够医治殿下？在下愿闻其详。实在不好意思，在下对于殿下现在这种情况也暂时没有什么好的办法。在下擅长诊治的是风寒发热，毕竟不是军医，所以对于外伤这类反倒有些不太擅长。这倒是我疏忽了，毕竟这位太医并不是军医，所以对于刀剑外伤倒的确是没什么经验。怎么回事？韩王的伤是真的吗？大人，小人之前一直都在中门伺候，这自打王妃来了之后，我们这些南下人就都被赶到前院去伺候了。中门之后全都是侍女和丫鬟，而且这些侍女和丫鬟，我们的人根本就安排不进去。韩王府只要本地的侍女丫鬟，只要本地的侍女丫鬟。这么说他们是故意的了。是的，大人。以前韩王府收下人侍女的时候，虽然本地人居多，但是外地人也不是没有。可自打王妃嫁进来之后，韩王府的规矩就变了，开始只收本地的下人侍女丫鬟，外地的一概不收。如今韩王府就剩你这一个茬子了。以前一共3个人，先皇没驾崩的时候，陆续的撤走了2个，现在就只剩下了卑职一个人在韩王府。他们现在察觉到你了吗？不清楚，他们一点不该说的话都没有，而且平时谈重要话的时候，韩王都会在他的书房里谈话，10步以内不允许有人。那你就接着在韩王府扎根吧，现在韩王府就只剩下你一个了，又安排不进去人，你身上的责任重大，就算是他们发现了你，本官估计他们也不敢把你赶出来。卑职明白。齐大人，您是说让本王一口咬定没有在广宁设下重兵阻拦韩王回京是吗？殿下，这不光是下官的意思，同样也是陛下的意思。韩王在广宁大肆用兵这个事儿，说轻了，那就是藩王私下用兵不奏明朝廷；这要是说重了，那攻打的可是咱大明的城池，这就等同于造反。以前不是没出过这种事，梁国公蓝玉北征回师的途中攻打自家关隘，最后他的下场是什么？九族皆斩。当然了，韩王毕竟是先皇血印，自然是不能像对待蓝玉那般的。但是下官也知道，辽王殿下的爱妃，正是因为韩王殿下这才丧命的。韩王殿下一直死咬着殿下的错误，这才以至于此。所以辽王殿下设下重兵，不也是为了报复韩王吗？齐大人，你说的不错，本王最喜爱的侧妃就是因为韩王而死的。可韩王毕竟是在下的亲弟弟啊，这要是一口咬死他，他的下场会是什么？难道还真要杀了他不成？殿下，这都什么时候了，殿下还惦记着什么兄弟之情？韩王殿下当初逼死殿下侧妃的时候，可曾念及过兄弟之情？想来殿下也看得出来，咱们大明的藩王实在太多了。先皇纵然英明神武，可圣人也有犯错的时候，这个地藩王就是先皇犯下的错误之一。我大明万里边疆，天下黎民何止千万，要从中选择良将镇守边疆，这有何难？哪里用得了这些藩王来坐镇边疆，任由他们做大？自古以来，藩王作乱都是王朝终结的罪魁祸首。当年八王之乱，连累我中原大地饱受折磨300年之久，这辽王殿下应该有所了解吧？说白了，咱们陛下登基以来要做到最大的一件事情，就是削藩。削藩？那本王也是藩王岂不是？面对国家削藩之策，这个时候就要看殿下您的功劳到底有多大了。只要殿下能和陛下一条心，先把韩王给料理了，下官敢保证陛下一定会在江南富庶高于之地为殿下选择一块藩地，从此以后辽东那塞外苦寒之地殿下就不必回去了。本王能多问一句吗？陛下要削藩，那本王的那些亲兄弟，陛下的亲叔叔他们要怎么办？他们会是什么下场？难道陛下真的不念血肉亲情，要把他们一一斩尽杀绝吗？殿下想什么呢？殿下说的不错，到底是血肉亲情，陛下怎么可能会把这诸位殿下赶尽杀绝呢？但这诸位亲王殿下也是犯了许多不法之事，责罚是一定要责罚的，但最严重也顶多就是贬为庶人。若是有非常恶劣的藩王，那顶多也就是判个流放之罪。当然了，毕竟是先皇血脉，这亲王流放和普通的百姓自然是不同的，顶多是到边疆去做个小官儿，不会像那些普通百姓一样去到那边做苦役的。要是这样的话，那倒还算不错，陛下有心了。不知殿下现在是否愿意帮陛下这么一个小小的忙？只要殿下帮了，以前殿下纵容下属的事情既往不咎。齐大人啊，本王还有一个忧虑，这我大哥、二哥、三哥接连故去之后，现在我四哥就成了诸位藩王中最年长的，自然而然，这大宗正院的宗人令就到了我四哥的手里。本王进京之前，我四哥曾经警告过我，若是我不能帮老二实说话的话，我四哥就要用宗人令把我加入大宗中院，这可怎么办啊？辽王殿下，你怎么还是分不清局势？
下官再给殿下分析一遍，就算是燕王，最终也难逃削藩的下场。当年陛下去北平视察之时，北平军事是何等的目无君上，想来殿下你也略有耳闻。更不要说兴宗皇帝去世之时，我大明太祖高皇帝还曾经在太孙殿下和燕王殿下犹豫不决过。说来这诸位藩王之中，最应该处理的，最首要处理的就是燕王。按照下官的意思，这第一个削的就是燕王。但是谁让韩王殿下在北边闹出了那么大动静，这也是个好的开头啊。总之燕王手里的什么宗人令，殿下根本就不用担心，宗人令还不是陛下给的，陛下随时都能收回去，只不过还没有到图穷匕现的时候。齐大人，如果我愿意帮助陛下一口咬死韩王，是不是我就能够平安无事？殿下，这是自然的，殿下的忠心陛下会看见的，以后塞外苦寒之地，殿下就不用再去了，江南如此富饶，堪称人间天堂，以后殿下就在江南做个富贵潇洒的闲散王爷，岂不是更好？知道朝廷削藩是势在必行，而且也隐隐的察觉此次削藩绝对不是只削兵权那么简单，恐怕当今陛下还有更大的打算。齐大人，本王知道了，本王明日就上奏折，在奏折里本王一定一口咬死韩王，就说他意图谋反，本王根本就没有在广宁设下重兵阻止他南下回京，他分明就是趁着太祖高皇帝驾崩之时想要祸乱天下。殿下这就对了，殿下好生辅佐陛下，说不定等到削藩事件过去之后，殿下没准还可以留在朝廷中枢任官。此刻已经管不上什么任官的了，只要不把自己的爵位削了就好，不要把自己贬为庶人，就算是手中没有兵权，每年等着朝廷下发俸禄，能做个逍遥的闲散王爷，也已经是人间快事。齐泰心满意足地回到皇宫，向建文皇帝陛下禀报：不错不错，15叔还算听话，3位爱卿，朕已经派程雍去了开元，想来此刻该做的事情他都已经做完了，估计已经在回来的路上了。韩王已经处理完了，下一个该处理谁？陛下，臣认为接下来咱们应该着手从那些硬骨头的身上下手，就比如北平燕王。陛下，从燕王开始下手，首是万万不行。先皇在世之时，先王曾经数次讨伐漠北，立过最大的功劳，就是将王保保残部、太尉乃尔布花所率领的部落招降。陛下就算是要削藩，也应当循序渐进。若先从燕王开始入手的话，莫说各地藩王心有不服，纵使朝堂内的武将也多有人会燕王鸣不平。方爱卿，你来说说朕接下来究竟应该听齐爱卿的意见，还是黄爱卿的意见？回禀陛下，以臣之见，臣赞同皇子成大人的建议，应该先从那些犯下不法之事的藩王入手。这一来，这些犯下不法之事的藩王被削藩，合乎律法，合乎情理；这二来，从这些手中并无兵权的藩王身上下手，也可以给那些手中掌握兵权的藩王一个警醒。他们若是想老老实实的保住富贵，就痛痛快快的将手中的兵权交出来。等到那些藩王的兵权全都交出来了，只剩下燕王一个，他就只能面对2条路：第一，要么交出兵权，保住自己的荣华富贵；这第二就是不交兵权，那就是造反。朝廷就可以用这个理由去讨伐燕王。臣知陛下，其他藩王都好说，可以不将他们置于死地，但是这个燕王，陛下是一定要将他置于死地的。那就按照爱卿所说，先从其他藩王入手。朕思前想后，周王手中既无兵权，又没有什么过人之处，只知研究药方，那就先从他开始。朕也要看看其他藩王的反应如何。陛下圣明。陛下，盛庸将军的奏折。程雍他在开元不好好抄我20叔的家，没事给朕写什么奏折呀？陛下，盛将军在奏折里可是说了什么事？韩王在开元与兀良哈作战，不幸负伤，被兀良哈的流箭射中。程雍在奏折里面说，韩王左肩膀上有一个比酒盅还要大得多的伤口，触目惊心。原本说这韩王是以造反的名义要对他下手，可如今他又在北方立了战功，而且韩王带兵攻打广宁，也只是把辽王的兵马赶跑，抓了起来，并未去攻打广宁城，而是绕开广宁想要进关。现在程雍在开元城内不知该如何做，如今韩王依旧在昏迷之中，他生怕会伤到韩王的身体。陛下，这不能成为理由啊！纵然是韩王打跑了乌良哈，也是于事无补，他攻打广宁已成事实，这就是造反。至于他现在受伤，那更是大好的机会，若是此刻抄家韩王，必然毫无反抗之力，可趁势将他带回应天听审。陛下万万不可呀！再怎么说韩王终究是先帝血脉，若是非要赶在他重伤昏迷的时候将他带回应天，有可能连应天都没到呢，半路上他就会丧命。如此一来，虽然简单方便，可是也会对陛下的圣名有所损害。陛下新朝刚刚成立，此时绝对不宜如此做呀！陛下，
臣也认为如此不行。不过在韩王重伤之时，不将他带回来倒是说得过去。可是他醒了，恢复的差不多了，也就可以把他带回到应天听审了。就是文武百官，天下子民也绝对说不出来一个不字。二位大人，这是妇人之仁，新朝刚刚成立不假，可是这与陛下的圣明有何损害？那韩王造反，谋逆欺君罔上，不就是应该明正典刑？陛下此时万万不可犹豫，请陛下立即下旨，命令圣雍抄了韩王府，将韩王、韩王妃以及韩王的岳丈、岳母一并带回应天。若是韩王半路上死了也就死了，他的王妃再生下孩子，可以世袭成为韩王，就让他的孩子一直活在应天，也算是成全了陛下与韩王之间的血脉亲情。韩王恪守君臣本分，而且他率兵攻打广宁，真的是要造反吗？显然不是啊，那只是辽王故意设下重兵，不让他通过，不让他进关扶丧。就算是朝廷可以嘴硬，硬说他是造反，可是天下藩王和臣民百姓们都不是睁眼瞎。尤其是史官会如何记录到自己驾崩之时，史官会不会在史书上写上一笔，说自己是个残忍暴虐的皇帝，丝毫不顾及血脉亲情，硬生生的折腾死了自己亲叔叔。朕的四叔，朕现在依旧在考虑是否要下那么狠的手，就更别提二世叔了。二世叔一直恪守君臣本分，此次虽然是被我们戴上了谋反的帽子，可到底他的本意还是好的。朕虽然觉得皇祖父尊王攘夷的思想和立了这么多藩王的举措很是不妥，但朕也不会去做那痛下杀手的事情。所以爱卿这件事不能如此做，给程雍写封信吧，就不下圣旨了，让他务必看好韩王。等到韩王身体恢复的差不多了之后，就带着韩王一路南下进京听审吧。臣遵命。圣雍这几天在开元城内还算老实。殿下，这圣雍可不老实啊，他带来的那1000名锦衣卫眨眼之间就消失了，就好像从来没来过一样。我们的人在城内忙活了好几天才找出了区300名，剩下的700名锦衣卫去了哪儿？居然一点蛛丝马迹都没找到。不愧是锦衣卫啊，业务能力就是强。不过怎么没见锦衣卫这几天来找咱们王府的麻烦？殿下，咱们之前一直吃的那家城东油铺，前几天忽然换了个人来送油，说是什么油铺东家的侄子。原来送油的那个老翁得了风寒，他来暂时顶替几天，下官一眼就看出来了，这小子是个锦衣卫，所以没让他踏进咱们王府的后门，命人在后门口把油带了进去，一一检查了一番，确定没夹带什么东西之后，这才放到了库房。不光如此，咱们王府王没什么规矩，王府门口的街道就算是有小商贩摆摊，殿下都允许。而这几天明显能感受到王府门口的小摊贩多了起来，要不是咱们守门的护卫天天守门，把喜欢来咱王府门口摆摊的那几名小摊贩的相貌都记得差不多，只怕他们也很难认得出哪些是锦衣卫，哪些是普通百姓。圣雍这个时候应该拿不准主意，写了一封奏折送到了应天，估计在有些时日应天也就该回信了。本王到时候也不得不把那道圣旨拿出来。殿下，那圣雍当天来的时候气势汹汹，这1000锦衣卫也不知是在南方抄家抄惯了还是怎么着，一直杀气腾腾。刚到咱们王府门口，他们就跳下马来，做事就要冲进王府抄家。要不是圣雍提前下令拦住了他们，只怕……这有什么？锦衣卫本来就是做这些事的，这是他们应该做的，凶恶就对了。要是一个一个软绵绵的跟羊羔似的，那才不对。老曹对外放出消息吧，就说本王身体恢复的不错，已然醒过来了，脉象也平稳了下来，估计那圣雍这几日就该登门了。殿下，这把圣雍叫过来倒是没什么问题，按照咱们现在的计划，这次圣雍大概率会无功而返，殿下和王妃还有冯承大人以及夫人都不会被带到京师。兵权他想要给他就是了，这开元的兵马强壮，朝廷肯定眼红得很，把这么一支兵马强壮的部队放到本王的手上，他们当然不甘心，所以大概率会把咱开元兵马全部调走，再从其他地方调兵马过来，这样这些将士不认得本王，当然不会听本王的话了。这兵权要是都没了的话，咱们以后想要翻身可就更难了。谁知道当今陛下究竟打算怎么处置殿下和其他的几位藩王？老曹别这么悲观嘛，以本王对陛下的了解，陛下与我之间虽无什么私交情谊，但本王在他面前一直表现得乖巧有加。我和四哥不一样，四哥和他是明争暗斗，我和他是各忙各的，
他不会对我痛下杀手，更何况当皇帝的谁不希望后世史书评价自己是一个贤明之君呢？若是连亲叔叔都不放过的话，手上沾了家人的血，只怕史书上的评价必然不会太好听。建文皇帝既然重文轻武，深受文官影响，那么这些身后之名他也一定十分看重。至于兵权，开元是本王的地盘，这周围的田地都是本王开垦的，百姓们都以本王为主，别说是把兵权交了，就算是他们再从其他地方调来一个官员，也做不了本王的主。即如此的话，下官也就放心了。那下官这就让人去散播消息，把圣庸调上来。去吧。韩王殿下已经醒了，也该是时候醒了。我都到了这块这么长时间了，要是韩王殿下再不醒，我就要昏过去了。你们都不用过去，本官自己一个人去。你们在各自的地盘上各司其职。宋大爷，您是来？二位不用担心，我听闻殿下已经苏醒过来了，所以此番是特意前来看望殿下的，请二位帮忙通禀一声。大人请进吧。我家殿下说了，若是圣庸大人来了，不必通禀。御林军亲卫护卫千户，圣庸参见殿下。是圣将军啊，老熟人了，以前本王去东宫的时候还见过将军呢。快起来吧，老曹给程将军搬把凳子。殿下，其实下官在殿下前几日昏迷之前就已经来过了。殿下击败兀良哈布时乃是大功一件，不过殿下之前带兵攻打广宁，这件事情已经在朝廷闹得沸沸扬扬了。文武大臣们一致上奏要求陛下将殿下贬为庶人。下官此次前来也不是为了别的，正是为了此事而来。陛下的意思是将殿下带回应天听审，究竟殿下与辽王殿下之间谁对谁错，还是要在朝堂之上当着文武大臣们的面把这话说开了？到底是一家人说开了也就好了。说来我和辽王之间的事情闹得这么大，本王的确是于心不忍。虽然当时被气得不行，一打了个痛快，可是打完了之后，本王就知道本王已经犯下弥天大错。本王愿意承认错误，愿意接受陛下的处罚，不敢求陛下恕罪。甚至于若是圣庸将军愿意留在开元城统领兵马的话，本王也愿意将开元的全部兵权交给圣庸将军。殿下，下官认为无论如何，殿下还是跟随下官回一趟京师吧。陛下是殿下的血肉之亲，而殿下又何尝不是陛下的血肉之亲呢？陛下的父亲我大明新宗皇帝是殿下的大哥，您和陛下又是亲叔侄的关系近得不行，请殿下不要让下官为难。殿下若是不愿意回去的话，下官也是断断无言面对陛下。圣庸将军，你看这就是开元城。圣庸将军这一路行来，过了广宁就应该已经看到道路两旁郁郁葱葱的田地了。可是这些田地大多是平原，是水田，还有小麦，这些粮食是我大明百姓的主要口粮。可是我大明百姓能一年到头都能吃得上大米和面粉吗？显然不能，我大明百姓的吃食大多加了糠，这东西难以下咽，大人都不愿意吃，就更别说孩子了。所以本王便在开元城的北边又开垦了一片地，种下了本王从胡商那里买来的玉米。不知圣庸将军这几日在开元有没有看过北方的田地？殿下，下官这几日在开元道的确没有出城去走动，不过辽东的粮食作物倒是长得极好。这次打仗让本王想了很多，本王离不开这同样离不开本王还要在这接着种粮食。本王想要的很简单，就是让咱大明的百姓都能吃上饭穿上衣。这韩王丝毫没在装蒜，因为从开元百姓对韩王的拥戴程度就能看得出来，韩王殿下是真的爱民。殿下从辽东到应天这一来一回，大概最快也需要几个月的时间，几个月之后殿下再回来，北方的玉米也该成熟了。殿下到时候刚刚回到开元，就可以把这些玉米收起来。这几个月的时间里，殿下足够在京师处理完自己的事情，只要把话说开了，下官相信陛下一定不会为难殿下的，文武百官们也一定不会为难殿下的。圣庸，咱们两个就明人不说暗话了。本王这次回到京师，本王还回得来吗？殿下，下官是奉了旨意前来的，请殿下不要让下官难做，就请殿下的遵守陛下的旨意，随下官回京吧。老曹去把东西拿来，老曹把东西拿来。这是先帝在世之时留下的圣旨，是先帝亲自书写。先帝在圣旨里说了，要殿下3年之内在开元把玉米粮食的事情落实，而今年才是第1年。若这个时候让殿下回去的话，只怕有违先帝圣旨啊。圣庸将军，若是本王3年之内不把这玉米研究出个头绪来，本王不用陛下旨意，本王自己就会负荆请罪，从开元一路背到京师。既如此，那下官就暂时回去写一封信，请示一下陛下的旨意。若是陛下他愿意暂时放下这件事，等到3年以后的话，那下官就不在开元多叨扰了。若是陛下不同意，到时候还请殿下不要为难下官。圣庸将军，若是陛下知道这份圣旨之后，还是要本王回京师听审的话，本王自然而然会遵旨，二话不说，立马带着妻子孩子、岳丈岳母回到京师。殿下，
如果当今陛下依旧还是坚持让圣雍带您回京的话，那怎么办？咱们是不是要抓紧准备起来？不会的，以我对陛下的了解，有了这道圣旨在，陛下是绝对不会不遵守这道圣旨，硬生生的把本王叫回去的。他停先帝灵柩只停了3天，3天之后就匆忙下葬，然后下葬当日立马登基，这些做法已经让文武百官们深感不满了。若此时他还是执迷不悟的话，只怕不等本王有什么动作，文武百官们就要齐齐上奏觐见了。殿下话虽然这么说，可陛下登基之前和登基之后完全是2个人。登基之前温文尔雅，登基之后却立马换了一副模样，实在是让下官恐惧。要是他真的如此做，那我们就只能起兵一路杀到应天，以清君侧的名义。而若是进不了关的话，我们也可以瞬间将辽东纳入自己的手中。不论是沈王还是辽王，他们手上的兵马都不如本王手上的兵马强壮。除了大宁王麾下的朵颜3位有些棘手以外，剩下的大半辽东地盘都将落入本王的手中。本王可以一路北上，将努尔干都司也纳入麾下。有了这2大平原，本王就能挥手变出一支数十万的精兵，就算是搭不进去，自保还是有余的。殿下不论发生了什么，下官必然生死相随。3天后，京师皇宫内，这个圣雍一而再再而三的办不好差事，朕本以为他是朕的左膀右臂，没想到连这么点事都办不好，一个受了伤的韩王他都带不回来。陛下，圣雍将军办事稳妥，此次一而再再而三的上奏折，也许可能是在开元遇到了什么事，有可能什么？有话就说，你什么时候也变得婆婆妈妈的了？有可能圣雍将军在开元遭遇了危险，而这危险就是来自韩王。也许韩王他已经反击引入。朕居然忘了二世叔手里面还有一道皇祖父留下来的圣旨。皇祖父的圣旨里面说，让韩王在开元好好研究新式作物，3年之内要将成果交于京师。而且皇祖父还在这道圣旨里面写上了此旨高于一切旨意。陛下，先帝若在世之时，这道圣旨的旨意可以高于先帝的一切旨意，可圣旨里面又没有说这道旨意也同样限制陛下的旨意。陛下这话不对，就算是新朝出力，可太祖高皇帝依旧是我大明的开国皇帝，依旧是陛下的皇祖父，陛下是正统登基，怎么可能不遵从我大明高祖皇帝的旨意？陛下，臣以为这道圣旨既然高祖皇帝已然写明，此道圣旨高于其他一切旨意，那我等就应当遵从。更何况，若是韩王殿下真的能够将那个叫什么玉米的粮食研究出来，能够让天底下的百姓们吃饱饭，那这不光是他韩王一个人的功劳。大明开国以来，在我建文朝便让百姓们吃饱了饭，穿好了衣，那这其中也有陛下的功劳。皇大人，你之前明明不是这么说的，你之前不是和下官的意见一样吗？就算是种地，让他回到应天一样也能种地。二位大人今时不同往日，难道二位大人还不明白吗？之前我们并不知道韩王殿下手中有先帝的圣旨，可现如今不一样了，陛下不能再承受这样的污名。好了，都不要吵了，这次就依照皇大人的话，朕的名声不能再继续坏下去了，立刻写一道圣旨，让圣雍从开元回来吧，不必再纠结韩王了。朕就再给他3年的时间，若3年一到他的这个什么粮食搞不出来，朕到时候再找他算账。对了，圣雍在奏折里说，韩王愿意交出兵权，我这二世叔竟然这么懂事，我怎么能不成全他呢？那就请3位爱卿择义武将择日北上，去接管开元兵权。又过了3日，圣雍来到韩王府辞行。圣雍离开了之后，何府上下算是松了一口气，终于算是把这一劫给躲过去了。殿下，这圣雍早是走了，可是他走了，估计朝廷那边也该派人来了。殿下上一次说可以交出兵权，这下开元我们再也没有兵权了。无所谓，这也是丢卒保车，若是这次不拿出一点诚意的话，就这么干巴巴的让人家回去了，只怕是用不了多长时间，朝廷还是要一样想个办法来找本王的麻烦，能求得一会儿的安稳就求得一会儿的安稳。而且这种事情只要人家的刀没架到本王的脖子上，本王是绝对不可能先跳出来把这个清君侧的大旗扛起来的。要是别人能先跳出来把清君侧的大旗扛起来，那就好办了，更何况要是本王猜的不错的话，朝廷马上就要离心离德了。殿下所说的离心离德到底是什么意思啊？还能是什么意思？当然是以方孝孺为主的建文新政啊。建文新政，可是之前从来没有听说过朝廷有颁布什么新政啊。
从当今陛下的国号就看得出来，陛下重文轻武，这第一就得罪了武将，第二他们想要恢复井田制，这井田制就是要从文官大臣们的手中收归一部分田地归为国有，这一点就得罪了文官。第三，改革狱制，把大牢里面那些犯了错误的犯人，不管是杀人犯、小偷还是骗子，臭骂一顿就把他们又放出去了，这一条他们得罪了百姓。至于这第四，也就是最重要的一条，那就是方孝孺，他想重新恢复察举制。如今陛下身边的心腹大臣以方孝孺为主，方孝孺实行察举制，势必会将一些和自己关系亲近的人提拔上来，有可能是他的亲戚，有可能是他的朋友，还有可能是他的学生。前面三条都还好说，毕竟得罪文武大臣和百姓是翻不起来什么太大的浪花的，朝堂还能够勉强运转。可是这第四条得罪了天下的读书人，读书人是一个国家的未来，何其的重要！开通察举制，这就等同于任人唯亲，而察举制恢复，科举制势必会受到影响，因为官位总共就那么多，方孝孺如今在朝中权势滔天，谁敢得罪他呀？所以科举的位置就会越来越少，而察举的官位就会越来越多。殿下，这四条无论哪一条都是将新朝极大削弱的错误之举，难道当今陛下还有那几位大人真的会这么做吗？老曹啊，本王说要找几个我开元的商人组成商队，走南闯北的，给咱们打探消息的事情办得怎么样了？回禀殿下，基本上都已经办得差不多了。一定要慎之又慎，最好不要让这些商人们知道幕后的老板是本王。既然我们已经让出了兵权，那在消息这方面就不能再一直两眼一抹黑了。咱们的玉米地怎么样了？太可惜了，我们已经按照殿下的吩咐，让牧民把羊赶到了玉米地之中。刚长出来半人来高的玉米苗都已经被吃得差不多了，今年肯定是一个粮食都结不出来。不这样也没有办法呀，好不容易争取到3年之期，要是1年就让本王弄明白了，朝廷还不得撂蹶子的过来找本王的麻烦。估计朝廷那边又开始准备对付其他的藩王了，咱们就拭目以待吧。殿下呀，韩王殿下果然聪慧无比呀，使出了一招苦肉计，又拿出了当年先帝留下的圣旨，这算是躲过了一劫。由此可见，当初先帝在的时候，韩王殿下就不是很看好建文陛下殿下呀。大师的意思是说，老二时其实早有准备，他也猜到建文登基之后可能会削藩。从目前来看是的，看来韩王殿下的远见要比我们想的更加的远。殿下，这也就说明我们没算错，韩王殿下一定会是我们的好帮手。老二时既然躲过了这一劫，那接下来朝廷该会从哪位藩王下手？会是本王吗？殿下，不会的，殿下军功卓著，建文不会这么轻易的动殿下的，即便是要动，那也得要把殿下放到后面，等到殿下露出马脚，朝廷这才有理由。如果殿下这段时间一直恪尽职守，没有露出丝毫的马脚，能等到这天下的藩王该消的都消完了，最后只剩下殿下一个了，朝廷也一定会对殿下出手的。因为殿下作为诸王之长，诸王都已经没了，殿下的诸王之长对朝廷来说就没什么威胁了。本王需要时间。殿下，其他亲王会为殿下争取时间的。你们好大的胆子，本王乃是周王，是先帝血脉，你们居然敢如此对待本王，信不信本王上奏把你们全给杀了？周王殿下，我等就是奉了陛下的旨意来的，请周王殿下不要让我们为难，自己体面的走出来吧。殿下所料真是一点不差呀，果然陛下削藩之策是不会停止的，没想到周王殿下竟然成了殿下之后的第二人。这才刚刚开始，周王的待遇还算是好的，顶多就是被扣了一个谋反的罪名，被贬为庶人，流放云南。哎，你说给周王，一个喜欢给人看病救治的藩王，什么罪名不好，给了一个谋反之名。周王3护卫加起来人数也才6000多，也就比咱们一个护卫多了一点而已。看来陛下的狠辣远超本王的想象。老曹立马上一道奏折，这奏折你来写吧。本王只说一点，那就是在奏折之中一定要支持陛下的举措，就说陛下做得对，反正怎么拍马屁你怎么写，这事儿就交给你了。本王一会儿还要去睡觉呢。哎呦，这几天养的差不多了，这爵反而越来越重了，就交给你了啊。天下太平了半年的时间，韩王妃的肚子越来越大了。怎么样了？殿下，王妃没有难产，生得好着呢，这脑袋都快露出来了。小人就是让人去打盆热水。还愣着干什么呢？赶快去打热水呀！殿下，恭喜恭喜，是一位白白胖胖的小世子。多谢几位婆婆了，来人啊，带几位婆婆去库房，每人10两黄金。王妃辛苦了。殿下，无论如何，殿下都得再娶几位侧妃进门。殿下要开枝散叶，光靠臣妾一个人，臣妾做不到啊。殿下，妙心说的不错，殿下是该再多娶几位侧妃了。
岳丈，不是本王不愿意，实在是最近天下不太平，本王还是决定再等一等吧。殿下，不管天下如何，这不暂时还没影响到咱开元吗？殿下该娶媳妇娶媳妇，一来可以开枝散叶，二来不也是能让外面的人看看殿下您是高枕无忧，还可以麻痹该麻痹的人。那本王也不知道该怎么做呀。殿下这有何难？这事儿就交给我吧。我和你岳丈来到开元也快有1年了，这街里街坊的都差不多处得相熟了，有合适的姑娘，殿下也满意的话，我这就去下聘礼。好家伙，老丈母娘去给下聘礼，本王的面子还真是大，那就有劳岳丈和岳母了。殿下又有新情况了，殿下快出来看看吧。殿下猜得不错，接下来果然是手中有兵权的代王，有人告发代王贪虐残暴。朱松接过老曹手中的底报，看着底报上面大肆抨击代王的罪行，皇帝陛下是如何大义灭亲，将代王一家贬为庶人，迁到蜀地看管起来。殿下，咱们这个时候是不是还要像上次一样，给朝廷上一道奏折，拍陛下的马屁？自然还是要的，不仅要拍，而且要拍的别致。老曹，这件事情就交给你了。殿下呀，上一次你也是让下官去写的拍马屁的奏折，上一次下官已经把下官肚子里面能想到的词全都用上了，这次实在是没有别的词儿了，要不这次您来。老曹啊，你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吗？今天是殿下喜得贵子之日。对啊，老曹，你看啊，今天本王当爹了是吧？这可是咱们王府大喜的日子，本王今天给自己放个假不过分吧？不过分。就是嘛，你看这个光荣而重大的任务还是要交给你去办，交给别人本王也不放心啊。你学富五车，本王相信你的潜力一定没有发掘完，上一次你的奏折写得非常不错，这一次本王希望你再接再厉，再创佳绩。对了，老曹，过几天孩子满月，你这当叔叔的可不能太抠了，记得随个礼金啊。殿下该给小世子取个名字了。按照我朱家的规矩，当爹的这一辈儿要带一个木字，那下一辈就要带一个火字，木生火嘛。父皇活着的时候，给我下一辈的字都排好了，中间要有一个冲字，那既然如此，就叫朱冲玉。朱冲玉，朱冲玉，好名字呀！寓意前途光辉灿烂，好名字。腊月初4这天，正好是朱松的世子长子朱冲玉满月的这一天。今天是韩王府大喜的日子，韩王殿下给儿子办满月宴，整个韩王府喜气洋洋。也是到了年底，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开元城上下百姓都很高兴。殿下，这咱们开元城的百姓来的太多了，就算是一户送来1袋粮食，小袋的粮食大多都是1斗，稍微多一点的就是2到3斗，还有不少人送了整整1担粮食。咱们开元的百姓差不多有几千户，保守算，这些粮食最起码也得200-300担。这么多，那些百姓们都已经走了。是啊，百姓们送来粮食之后就都回去了，咱们该把这些粮食怎么办啊？难不成还要给百姓们送回去？可说到底，这也是百姓们的一片好意。要是就这么送回去的话，百姓难免会觉得殿下看轻了他们。可是不送回去，这些可都是百姓们的粮食，本王如何能收百姓们的口粮？殿下，百姓们既然在今天这个大喜的日子拿出了自家的粮食来随礼金，这就说明百姓家里一定是还有余粮的，更能说明殿下受百姓的爱戴。百姓们也不是只知报恩，不管自己死活的。要是家里面就只剩下这2-3斗粮食，百姓们自然而然也不会把粮食都拿出来随礼。爱戴是爱戴，可是百姓们总得保护好自己，让自己一家不至于饿死。所以殿下，以下官来看，这粮食绝对不能送回去。把粮食送回去了，不光不是看轻了百姓们，更让百姓们觉得心寒。人家好心好意跑来王府随礼，把礼随到了就回家去了，哪有这样的待客之礼呀？既然这礼不能给人家还回去，那就再多办几场酒席，从王府一直排到城门口，要让随礼的百姓们好好的吃上一顿饭。殿下，咱们开元城一共是8800多户，就算是按照每户5个人来算，也有4万多人啊。这4万多人的大喜面，这该如何办理啊？真让人头疼啊。圣旨道：这个时候陛下来传圣旨是什么意思？若是发现大事不好的话，立即控制住王府，控制住王府内的所有人。皇上圣公安。奉天承运皇帝10月，韩王祖宗行简速的，朕闻听韩王府喜得世子，朕心神欢，特赐韩王府素锦100匹，绸缎1000段，金如意1枚，长命金锁1块。钦此。臣朱松领旨，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这4万多人的大席面，这该如何办理啊？真让人头疼啊！不怕，咱们有钱。这殿下爱民，想要把百姓们请回来吃饭，这倒不错。可是殿下，这可不是200-300担粮食能解决的。殿下为了不留把柄，这满月酒办的席面菜也不是特别的昂贵，席面上1盘烤羊肉，1盘炖猪肉，
一只烧鸡，剩下的基本上都是素菜。殿下不就是怕朝廷说殿下铺张浪费吗？要是办了这么大的一场宴席，从王府一直办到开元城门口，那可就……那咱们就拿了百姓的粮食，也不请人家吃个饭，本王心里总会有点过意不去的。殿下，其实也好解决，何必在外面大摆宴席呢？直接把宴席上的酒肉菜挨家挨户的送过去，不就好了？对呀，既然不能在外面摆宴席，那本王就把吃食送到百姓的家里面去，无论是谁都挑不出本王的毛病。老曹，你的脑袋真是越来越聪明了。这不也是跟着殿下时间长了吗？多多少少开悟了一点。抓紧做菜吧，当然不能把宴席的每一道菜都送到每一家，烤鸡和猪肉还有一坛酒就算得上是吃过宴席了。殿下，咱们开元的都指挥使李荣还有副指挥使田学林没来。这2个人是朝廷派过来接管开元的都指挥使和副指挥使将军，也就是说，现在开元的兵权除了保护王府的3护卫以外，便没有了其他的兵权可以给我使用。这2个人被派过来接管开元的兵权，那自然而然是陛下的心腹，但也没想到自己办个喜事，他们2个人居然连这点面子都不给。他们2个是用的什么借口？哪有什么借口？他们2个说公务繁忙，值此天寒地冻之时，他们恐怕草原上的部落趁机来掳掠和偷袭，所以不敢擅离职守。不仅他们2个不来，他们还下令不让下面的将官们来。不过他手底下的将官都是咱们开元的将官，跟着殿下也跟了有些年头了，怎么可能听他们的话？今天来到自己这吃喜酒的，果然都是熟面孔，不来就不来，咱们也可以理解，毕竟人家是陛下派来的，当然要对陛下忠心一点。既然他们2位不愿意来，那就开席吧，不等他们了。圣旨道：这个时候陛下来传圣旨是什么意思？若是发现大事不好的话，立即控制住王府，控制住王府内的所有人。皇上圣公安。奉天承运皇帝谥曰：韩王祖宗行简速德，朕闻听韩王府喜得世子，朕心三欢，特赐韩王府素锦100匹，绸缎1000段，金如意1枚，长命金锁1块。钦此。臣朱松领旨，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殿下且慢，陛下是命人特意打造了长命金锁，陛下要让奴婢亲眼看到小世子戴上这长命金锁，保小世子长命100岁，陛下这才放心了。既如此，那请公公随本王进屋吧。殿下，我等俱非完颜，还是不要进入殿下的宫殿比较好。殿下不如将小世子带至这里，我等给小世子上满了金锁，这就告辞了。这群王八蛋，去叫王妃出来。真是好大的一块长命锁呀！这位公公敢问是宫里哪个大人的意思？殿下，哪有哪位大人啊？这可是皇上的意思。皇上是要奴婢亲眼看到小世子戴上这长命锁，寓意长长久久，长命100岁。是吗？干什么都干什么，把兵器都给本王收起来！反了你们了！这羊肉烤的还不错嘛。殿下您要干什么？本王当然是要请公公吃一口我辽东新鲜的羊肉，公公远道而来，不尝一尝我辽东的鲜嫩羊肉，怎么能说得过去呢？既然公公不愿意给本王这个面子，在本王的王府上入席小酌一杯的话，那就请把这口羊肉吃掉吧，请公公享用。公公请吃吧，吃啊。等一下，这位公公还不知道这位公公的姓名，以后本王回了京要经常去拜访公公啊。殿下，奴婢不过是一个太监而已，奴婢说出名字，哈误了殿下的耳朵。公公这是说的什么话？以后本王回了京，没准儿还要依靠公公，公公何必这么客气？还是说看不起本王，连名字都不愿意告诉本王？殿下，奴婢叫宋伟。朱允文还真是有心了，不好意思，各位，刚刚发生了一点小插曲，大家坐下来，继续吃酒，继续吃肉，今天不醉不归。宋公公，韩王殿下如何反应啊？居然连装都不装，那可是陛下御赐的东西，就算是他的孩子不舒服他心疼，可作为臣子也得笑着把旨意接了。李大人的意思是，这就派兵把韩王府围起来。你可带了陛下的旨意？咱家哪有陛下的旨意？不过陛下现在不是在削藩吗？那些藩王他们迟早都是要被处理的。咱家想在韩王如此的大胆，再说来扯不上造反，可是咱家好歹算是给干活的呀，他居然对咱如此不尊。你一个太监，人家堂堂的亲王尊重你个六！宋公公不要再想这件事了，
人家韩王都做了什么？你们到了韩王府宣旨之后，他这不是割下一块肉请你吃吗？就这话你拿到陛下那说去，陛下也不会说什么的。即便是你知道，他知道，还有陛下知道他的举动不善，可他依旧不会有什么事的。虽然现在陛下在削藩，可到底人家那边是亲叔叔，自己一个太监肯定不好使。这要是一个大臣或者大将被韩王这么侮辱了一番，那他就不保了。可非让咱是个太监呢？对了，大人，在开元的将官们，他们都有几个去了韩王的喜宴？这不是已经很明白了吗？除了本官还有田大人以外，基本上该去的都去了，不该去的也去了。韩王在开元不仅颇得民心，而且还颇得军心。若不是本官让田大人在城外大营之中坐镇，只怕是大营之中的士兵们也要派一个人代表他们来韩王府随礼金了。不是，凭什么呀？这些士兵难道不是我大明的将士吗？怎么都只忠心于韩王啊？还能因为什么？当然是因为人家韩王殿下要钱有钱，要粮有粮。开元10几万大军可都是人家一手拉扯起来的，士兵平常又见不到陛下，见的最多的就是上司，所以他们见的最多的是韩王。韩王又管着他们的钱，管着他们的粮，你说他们不听韩王的，听谁的？你还别说，还真是这么回事。哎，那即便是你和田大人来接管了开元的兵权，可要真是有了什么事，那韩王真比疑惑，这10几万大军顷刻就会临阵倒戈。公公好远见，不错，只要韩王振臂一呼，这10几万大军会瞬间临阵倒戈攻向我们。所以本官觉得公公回去之后，一定要将本官的意思带给陛下，那就是要把开元的兵马全部换掉，开元兵强马壮，绝对不能带进关内，找一个僻静的地方让他们带着，这样人带废了，马也带废了。本官的意思是可以用开元的军队和其他塞王的军队相互换一下，就比如说秦晋二王，秦晋二王都是2代王，由他们的军队来交换正合适。请李大人放心，咱家回了京之后，一定会把这件事情告知给陛下的，也会将大人的想法告知陛下，请大人放心。有劳了。宋公公回来了，来，快来跟朕说说开元怎么样？陛下呀，那辽东可真不是什么人都能待得住的地方，天寒地冻，冰天雪地，这马走在路上都直打滑。哎呦，这一趟可冻死奴婢了。辽东冰天雪地，自是别有一番美景。不过朕问的不是这件事，朕问的是韩王现在如何？收到朕给的礼物之后，有没有很高兴？陛下，韩王殿下实在是太猖狂了。陛下上次给他的那把金锁，韩王殿下可甚是不喜欢，尤其是看着这长命锁戴在韩王小世子的头上，他更是不喜。这自己好心好意送给小兄弟的一把长命锁，二师叔凭什么不高兴啊？对不对？那玩意儿可是纯金的，一点别的东西都没掺，他很不高兴。他为什么不高兴？小孩子满月送一把长命锁，不是正合适？韩王他居然不高兴，到底是怎么回事？陛下，这是臣的意思。臣知道陛下赏赐给韩王一块长命锁，之后臣便让人换了一个大的，戴在刚刚满月的婴儿身上，就像是套了一层枷锁一般。什么？黄子成，你好大的胆子！朕什么时候给你的权利，让你改变朕的意思？朕明明只是想给一块长命锁而已，你却非要找了一块大的，像是一个枷锁套在孩子身上。韩王世子只有满月大，你这一压，若是把他压出个好歹怎么办？陛下，臣所做的所有决定都是为了陛下考虑，这是给韩王提了个醒。那长命锁戴在他儿子的身上，就像是一块枷锁一般，他如果不好好进行效忠陛下的话，迟早有一天他的儿子就会套上一个真的枷锁。谁让你擅作决定的？本王什么时候说了要削韩王的藩？陛下，黄大人此举之前未与陛下商议固然有罪，可黄大人的确是好意呀。而且韩王是咱们第一个出手要削藩的藩王，虽然再加上先帝的圣旨，这才保住了他。要是全天下的藩王都削得差不多了，唯独只剩下韩王一个，臣想问陛下，到底是削还是不削？削当然是要削的，可现在朕不是没想现在就削他吗？就算是轮也要轮一大圈才能到他，就算是他把这剩下的2年扛完了，也得2年之后朕才能对他下手。你们之前从不知会朕自己擅作决定，你们吓唬了他，他若没有造反的意思，只怕也该动一下这个念头了。请陛下恕罪，请陛下恕罪呀！臣敢保证黄大人下一次绝对不会再做出这些事了。陛下，黄大人是您外公吕公的学生，黄大人的品行兼优，绝对不会做对不起陛下的事。黄大人既然如此做了，那也许也有黄大人自己的理由，陛下何不听听黄大人是怎么说的呢？黄子成，
今天的事情你最好给朕一个交代，为什么你要擅作主张？陛下，臣不是擅作主张，臣只是觉得要给韩王提个醒而已，要让韩王时时刻刻记住，头顶上就只有陛下这一片天，陛下让他生，他可以生；陛下让他死，他只能死。陛下，如今我们接下来还要进行执行削藩政策，削藩就是要把那些不法的藩王、不听话的藩王一一处理掉。这韩王既然暂时动不了他，那也要敲打他，不能让他坏了我们的事啊。说韩王看到这把长命锁戴在他的儿子身上之后，他是什么反应？陛下，韩王殿下他拔了刀，割下了一块羊肉，然后让奴婢塞进了嘴里。当着天子的使者面前，居然敢动刀，还敢以这种方式表达自己的不满。陛下，韩王也不是个省油的灯，还请陛下早做圣裁，即日发兵削藩韩王。这下应该没人反对了吧？陛下万万不可！不是你老兄怎么回事啊？刚才我可是看在同僚情谊上帮着你说话，这才让你避免了天子怒火。你现在怎么跟我唱起了反调啊？皇爱卿，朕真是越来越看不懂你了。把长命锁弄成枷锁，套在韩王世子的头上的是你，现在齐爱卿要朕立即起兵削藩韩王，第一个唱反调的又是你，你到底要干什么？陛下，韩王世子脖子上被挂了一个大大的长命锁，就像是一个巨大的枷锁一般。韩王这一点气都容不了，说明他城府不深。若韩王面对这种挑衅，仍旧能做到面不改色，笑脸相迎，那才是真正的可怕。这也就说明韩王以前面对殿下的恭敬，他的恪守臣子本分，就全都是装出来的，和燕王一样。如果他真的这样了，臣即刻就会建议陛下立即起兵削藩韩王。不错，二十叔为人倒很是赤诚，这一点比四叔好多了。如此说来，二十叔，我们还真没有削藩的必要。他恪守臣子本分，又主动上交兵权，为人最大的喜好就是种地。这样一看，好像他对朕构不成什么威胁。皇大人，你说你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之前刁难韩王的是你，现在带头和我唱反调的还是你，咱们这番到底还削不削了？齐大人，咱们自然是要继续削藩的，不过我也就是试探一下韩王。现在看来韩王年岁不大，城府也不深，为人又赤诚，恪守臣子本分。若是我等真的帮助陛下，将天下的所有藩王全都扫了个一干二净，那后人会怎样看待我们？地下的太祖高皇帝会怎样的看待我们？后人会评说我们教唆陛下伤害自己的亲叔叔，后人会把我们说成奸臣佞臣。如果不留下几个听话的藩王，如何让天下人知道陛下削藩，那是针对那些专干不法事、不守规矩的藩王而降下的惩罚。对于那些守规矩还有功的藩王，陛下不仅不罚，反而任用。这还是练大人给我提了个醒，若是把天下的藩王都扫得一干二净，那百姓和后人一定会觉得陛下薄情寡义，丝毫不念及血脉亲情。陛下将来也会有很多的孩子，除了太子以外，难道其他的孩子这辈子都不能去落藩了吗？我们总要为陛下的孩子们也找一条出路才好啊！看来几位大人早就意识到我们之间可能用力过猛了，那你们怎么不早点告诉我呀？齐大人，你之前可是陛下的得力臂主，那时正是你激动的时候，我们那时与你在说这些话，你也听不进去，所以啊，没办法，我们只能找了个机会再与你说了。今天黄大人试探了韩王，结果很好，我和方大人也找到了这个机会，向齐大人说明，这可是两件喜事啊！齐泰看着三人，随后哈哈大笑，另外三人也哈哈大笑。就这样，建文四宝勾肩搭背的离开了皇宫。又是一年冬过去，春暖花开。殿下，又出事了！殿下，又出事了！殿下，朝廷的削藩又开始了，这次更加的过分，这次朝廷甚至连罪名都懒得找了，仅用了一个不法事，就将明王逮捕了，贬为庶人了。老曹啊，这就是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的悲哀。想要整人，随便找个理由还不容易，即便是知道是莫须有，那又如何？就这一个。姑爷，这是大小姐让我交给你的，我看不懂上面的字。姜王朱柏自焚而死。朝廷用私印宝钞的罪名来逮捕朱柏，这当然也是一个借口。论起私印宝钞，印的最多的就是建文帝本人，而襄王朱柏不愧是太祖高帝的血印，在得知有人来抓他的消息之后，他便将自己的手下门客全部赶了出去，然后把孩子老婆召集起来，紧闭宫门，自焚而死。而建文帝呢，在襄王朱柏自焚以后，赐下了一个恶谥，名曰立襄厉王。建文此举不光是为了恶心襄王朱柏，你死了之后我仍能惩罚你，更是向天下人说明襄王自尽不是因为他有骨气，而是因为他畏罪自尽，所以给了他恶谥。
香丽王，十二哥一路好走。活活逼死了本王的弟弟，还赐下如此恶事，朱允文你真狠啊你！朱棣说着说着，一时怒火攻心，一口老血吐了出来，随后两眼一翻晕厥了过去。2日之后，各位大人，这疯子进屋之后就抢俺们的粮食吃，还打了小人，你们可得替小人做主啊！这位是燕王殿下，前几日突然得了癔症疯了，这是燕王府的赔礼。燕王殿下，你说什么？朕的四叔疯了？这怎么可能呢？他那么精明的人，怎么可能疯掉呢？陛下，燕王是听闻襄王祖白的噩耗之后怒火攻心，这才疯掉的。他在北平经常偷偷的跑出燕王府，到集市上大肆破坏，去寻常百姓家抢别人的吃的，还跑到猪圈里和猪抢食吃。这个曾经无数次困扰自己，让自己无数次在午夜时分都不得入眠的罪魁祸首，现在居然疯了。朱棣疯了，这是真的吗？他难道真的疯了？立刻让北平布政使张炳带朕上门看望燕王，要让张炳切实的看到燕王是不是真的已经疯了。他若没疯，如实报来；他若真的疯了，也如实报来。遵旨。3日之后，难得张大人亲自登门看望殿下，张大人请随我来吧。殿下现在就在王府后院。敢问燕王养这么多的鸡鸭鹅是为了什么？听说周王一家被贬到了云南，路上孩子得了风寒都没钱请郎中看病。这不燕王妃得知了这样的消息，很是心酸，同时也是准备哪一天当燕王殿下要是也遭遇了这样的变故，最起码还能卖一些鸡鸭鹅凑出一点钱，不至于如此的拮据。冻死我了，冻死我了！燕王殿下，燕王殿下，张大人，殿下这样发疯已经有些时日了，王府上下每个人都要紧紧地看着殿下，不让殿下逃窜出去。想来殿下前几日在外发疯的事情，张大人也应该略有耳闻。王妃也是为了防止再有这样的情况出现，这才安排了人手，紧紧地看着后院。王妃有请。北平布政使张炳参见王妃。张大人不必如此客气，我今天叫张大人来，其实是有一件事想请张大人帮个忙。我知道张大人是受陛下的重任来到北平监视我们一家，今天你也看到了我家殿下这般模样，我就把话说开了，能不能请张大人和陛下说一说，让我家的3个儿子从京师赶回来？殿下现在这般，不知什么时候就会有性命之忧，能不能让我们一家人团聚？能不能让我们3个儿子回来，在他父亲还健在之时床榻尽孝？就算是让我们一家去云南、去西北、去川地也好，能不能让我们一家人团聚了，再把我们一家人赶走？王妃息怒，请王妃放心，下官一定会尽力的说服陛下，让3位王子从京师返回北平。如此多谢张大人了，只要我们3个儿子回来，我们一家人都会记得张大人的恩情的。张炳离开了王府，回到了家里，立马开始写一道奏折，800里加急，很快就到了陛下的手中。已经明确的表明，燕王确实是疯了。大夏天的烤着火炉还不算，还在身上披着厚厚的棉被，屋子里恶臭熏天。这传说燕王跑去猪圈和猪抢食吃，貌似是真的。朕的四叔疯了，看来他也不过如此。陛下，臣总觉得此事是有蹊跷，能在漠北创下不世功勋，每每作战必身先士卒，这样的人能力暂且不说，胆色必定过人，怎么可能因为陛下动了几位藩王，就吓得失心疯了？不是枭雄又如何？想当年曹操也称为不是知枭雄，不也被马超杀得割须弃袍吗？散尽了英雄气，我四叔比得过曹操吗？他比得过魏武帝吗？看来朕之前一直高看他了。既如此，到底我们还是一家人，那就把他的3个儿子送回北平，也算是我这个做侄子的一点孝心。殿下万万想不到，燕王殿下居然疯了。我四哥是个什么样的人啊？战场上身先士卒，敢深入漠北800里，这样的人胆色实非常人所能及，怎么可能说疯就疯了？殿下的意思是燕王殿下他根本就没疯，是装的。要是本王猜的不错的话，也许趁着这个机会，燕王府会向皇帝陛下提出，要3位王子从京师返回北平。3个王子在京师，只要是在建文的手里，四哥就永远也翻不过身来。而趁着这个机会，3位王子回了北平，朱棣也不是甘愿装疯卖傻过一辈子的人，更何况他身边还有那个老和尚，迟早有一天燕王会举兵造反的。之前殿下就曾说过建文登基一定会削藩，没想到建文皇帝登基了之后还真的削藩了，一点也没有出此当政的羞涩和腼腆，该出手时就出手，而且还十分的凶残狠辣，
逼死了襄王，还给襄王留下了如此的恶事。而如今再看殿下说燕王明显是装的，是啊，这样一个人怎么可能说疯就疯了？这么说燕王殿下是决心要造反了？是啊，估计人家已经开始在背地里偷偷的打造兵器了。那殿下我们是不是也要做好准备？老曹，你还真是出乎本王的意料，本王一直以为你是个忠心于朝廷的人啊。下官从来没有见过当今陛下，但观其行事，也知其人八分。殿下已如履薄冰，小心翼翼至此。他依旧不愿意放过殿下，为人臣子忠心自然是要的，可是要是忠心耿耿却依旧保全不了自身的话，那也就不必忠心于这样的朝廷，这样的陛下。殿下，姐姐在后院练剑。殿下抱着小世子已经很长时间了，让臣妾抱一会儿吧。老曹，开元城的将士已经换了多少了？殿下，现在已经换了快半数了，咱们的人都被打散，分到秦、晋二地了。秦、晋二地的士兵则全部整合到了一起，来到了咱们开元。他们不忠心殿下，只忠心于虎符，而虎符就在李荣的手里。不是嫡系就好。你说四哥要是在北平真的起事了，本王若是邀请李荣和田学林来赴宴，他们两个会不会来？殿下，当初为小世子办满月的时候，他们二人都不曾来，所以以下官来看，就算是殿下再特意为他们两个办一场宴席的话，他们两个大概也不会来。既然请他们赴宴不行的话，那他们两个就一点弱点都没有吗？对朝廷对陛下这么忠心耿耿。殿下，他们就算是想不忠心也不行啊。他们两个被派到辽东来之后，他们的家人就已经被送到了京师，现在就在陛下的掌握之中。要是他们两个但凡有背叛朝廷、背叛陛下的意思，那朝廷一定会把他们的家人给一并处理了的。说来那些都是质子。想不到啊，真是想不到，陛下为了防我，居然做到了如此地步。不过本王可不相信，这天底下真的有人能够抵得住财富的诱惑。老曹，对于这两个人，你多多少少应该已经有所熟悉了。你看他们两个，谁像是贪财之人啊？李荣平日一直把自己摆得高高在上，而且为人性格孤僻乖张，不喜与人来往。别说是咱们觉得头疼了，就算是田学林也很是看他不爽。而田学林不一样，虽然也骁勇善战，他这个人有一个最大的缺点，那就是他喜欢赌，而且很严重。平日在军营之中，将士们私底下都会赌两把解闷，他也喜欢赌，而且每次赌都是赌得很大，有很多次因为赌他把自己大半年的俸禄都搭进去了。这就是咱们突破的点，既然他那么喜欢赌的话，那一定很贪财。既如此，找个机会你接触一下他，用财富拉拢其心，实在不行就在城东开一家赌坊。他只要是个赌鬼，早晚会去那儿玩上几把的。只要在他输的差不多的时候，你适时的出现，大方的给他提供一些赌资，想来他是不会拒绝的。到时候真的起事，就让他作为我们的内应。请殿下放心，这事就交给下官了。下官一定要想办法把田学林弄到我们这边来。你这样，本王也就放心了。燕王起事之时，一定会联系本王，与其一同造反。因为本王坐拥诸多藩王之中最多的粮草，有了粮草就有了与朝廷一搏的本事。本王也会选择和燕王一起举事。下官自当为殿下赴汤蹈火，在所不辞。因为自己的到来，改变了原有的历史发展。原来靖难之役可是没有我韩王这么一个人物的。要是自己真的参加了靖难之役，鬼知道会不会引起蝴蝶效应，靖难之役的结果会不会遭到改变。但即便如此，还是觉得3分天注定，7分靠打拼。要是建文一直当家的话，别说是永乐盛世了，就连自己的儿子能不能保得住，都是另外一码事。今日陛下传旨让自己进一趟宫，进宫之后没想到陛下居然让自己把3个外甥送回到北平。陛下给出的理由是燕王已经发疯了，所以便让燕王3个王子回到燕王的藩地去侍奉。江门往往无虎司，可谁知建文帝当时是迸发出前所未有的自信了。在他看来，他四叔也不过如此，他的3个儿子就算有些才华又能如何？他四叔已经疯了，对于北平一干事他都已经没办法处理了，接下来就是一辈子把他软禁在北平城，好吃好喝的伺候着。就算他的3个儿子回去了之后没有用武之地，就算有才又能如何？建文是王八吃秤砣，铁了心了，就算是眼睁睁的看着陛下做了一个致命的错误决定，可那又能如何？呵呵，舅舅好啊，你去准备一下，告诉你大哥还有3弟，
你们父亲得病了，陛下允准你们回到北平。去世后，你们的父亲……舅舅说的是真的吗？我们可以回去了。爱信不信。大哥，老三，咱们终于可以回家了。陛下已经允准我们可以回去了。真的吗？皇上真的允许我们兄弟三人回到北平了吗？如此的话，那太好了。现在宫门紧闭，明天一早事不宜迟，我们就得立马上路。我身体虚弱，不能长时间骑马，要乘马车实在是太慢了。你们两个身子强健，可以骑马快速的回到北平。要是皇帝真的反悔了，也由我来给你们断后，我尽量拖延住他们。父王需要你们。大哥，我和三弟怎么能把大哥丢下不管呢？要不是大哥来到京师，一直张罗着让咱们到舅舅家来居住，只怕我们兄弟三人现在早就已经被关进大牢里去了。就是啊，大哥，不管怎么说，我和二哥怎么能把你丢下呢？你们两个要听话，现在父王有了病，你们两个腿脚快，作为儿子的我们更应该快速的回到父王的身边尽孝。不管怎么说，只要你们两个平安的回了家，我的任务就算是完成了。折了一个总比三个都折了要好得多。要是父王真的打算，那我们还是尽快回去的比较好。大哥，你一个人在路上千万要小心。明天一早，你们千万不要和两位舅舅还有姨母打招呼，去魏国公府的马厩里挑2匹快马，城门一开，你们两个立即出城。我会留在这和他们打过招呼再走，对他们我就说你们两个回家心切，这才没打招呼就跑了。就这么着急回去吗？是着急还是心中有鬼？舅舅息怒，两位弟弟实在是思念父亲和母亲，得了消息之后，这才敢在城门打开之时离开的。大哥，你干什么呀你？走了就走了，他们离开家这么长时间了，思念父亲母亲，这不是正常的吗？高炽本来就被2个弟弟抛下了，你还这么说他？田大人，我看您在军营里面憋得够呛，既然不能赌2把，那咱们就喝点小酒，吃口烧鸡，透一透。小刘啊，也亏的就是你能来陪哥哥说2句话了。哥哥初来乍到，人生地不熟的，还真是憋得够呛。这小刘不是本地人吗？小刘啊，你听说你们开元城最近新开了一家赌房吗？当然了，兄弟不也是爱小玩2把吗？就是最近一直不得空没去。不过咱们军营可是有兄弟去的，说里面玩的不错。那个地方原来是一栋酒楼，地方宽敞，而且楼上楼下都能玩。咋了？田大人这是手痒了，也想玩2把，想玩您就去呀。您可是副指挥使这，整个军营里面除了我们冯指挥使和李斗指挥使外，您就是最大的了。别提李斗指挥使了，他倒是会消停，把我留在军营里面看着你们。不管是李斗指挥使还是韩王殿下的老丈人冯指挥使，都是会享福的。一个在衙门里面，一个在自己家里，就唯独留下我一个在军营里面跟你们为伴，连个娘们都没有，都他妈快憋死我了。您想去你就去呀，这军营能出什么事啊？对不对？陛下不信任我们这些开元本地军，这不是从秦晋2地又调过来这么些兄弟吗？再咋说我们也是大名人，虽说是2个不同地方的吧，可是难道你们不在，我们还能打起来不成？您要是实在不放心，您就让我看着，两边要是真的摩擦起来，我帮您镇压。您放心，在开元这么多年，我还有点儿威严的。就你可算了吧，你就是一个百户，你别说镇住他们，但凡来一个千户，你就完了。田大人，这有何难？您要是觉得我的官职小镇不住下边的这帮弟兄们，那您就给我升个官了，哪怕是暂时让我当个千户也好啊。暂时的也不行，你的百户只管你们这100号人，别人一样是百户和你平级，但是你能管到人家身上吗？管不到人家身上。不过你小子倒是给我提了个醒，比千户最高的也就是我这个副指挥使了，可我又不能让你把我的位置占了。有了，我可以把虎符暂时交给你呀，你好好的在军营里面坐镇，我进城去小小的玩2把，玩完了之后我尽快回来。你别跟我说惹出什么事来，谁若是不听你的命令，你就用虎符号令他。田大人，您把虎符给我这个，这是不是有点太贵重了？要是出了什么事可咋着啊？你小子刚才那股冲劲呢，现在又怂了，能出什么事？充其量也就是草原上的部落来找茬了呗，他们要是敢来，你们就立马起兵揍他们不就完了？我现在呀是心痒难耐，不去玩2把实在是难受。你答应我好好的在军营里面看家，以后我要是得了事，绝对不会亏待你。你们辽东开元这有什么好的呀？告诉你，我可是苏州人，在我们苏州那才叫好玩呢。别说青楼了，这赌房苏州就连开了好几个，到时候要是本将就调回去了，本将军也不会不管你的。哎呦，这感情好啊！
要是田大人真能把我带到江南去，那您是我这辈子的恩人。我听说江南的姑娘柔情似水，哎，这可不像俺们开元这的娘们儿，那一个一个的标的就像是山里面的老虎一样。你们这的女人就像烈酒，喝下去够劲儿；我们那儿的女人那就像是陈年佳酿，虽然不够劲，但是回味无穷啊。这虎符就交给你了，要是有什么风吹草动，你立马派一个人回到城里告知于我。若是没什么大事的话，你也别拿这个虎符到处瞎转悠，真要是惹出什么事来了，我可担不了你。田大人您放心，只要有我这口小命在，绝对不让这虎符出半点差错。大人，抓紧把这枚虎符送到曹大人的手里，记着千万背着点银，别穿着军服回去，把你自己的衣服换上。哎呀，咋那么背了又输了？你要干什么？输了钱想打人是吧？告诉你，我能在开元开赌房，那就说明我也算有点本事的。我这赌房上上下下几十号人，你自己一个人能打过他们吗？你少在这儿吓唬老子！哎呦，原来是指挥使大人，万万没想到指挥使大人居然也来，咱们这小庙里面完了良法。您早说呀，要是您早说，小的一定给您安排最好的雅间。你少给老子放屁，老子在你们这儿玩了好几把，一直是输多赢少。你们这个赌场是不是有什么猫腻？告诉你，最好老实交代，不老实交代的话，你当心老子回去带兵，把你这赌场给你掀了。哎呦，指挥使大人，您就是给小的100个胆子，小的也不敢忽悠您啊，不是？咱们这赌场开的那都是合理合规的，您要是不相信的话，您可以查呀。但凡您要是查到我们赌场出老千，我们赌场当即赔付您500两银子。老子倒是看不出来，不过以前老子可是很少出现输多赢少的情况。大人啊，你也说很少出现输多赢少的情况，输多赢少虽然是少，但也有不是。一看您大概就是有段时间没玩了吧，这憋了好久，手气都憋坏了。您要是再来一盘的话，肯定赢。当然，您身份尊贵，在这儿说话总有些不方便，要不咱们上楼找个包间去说。您放心，小的有能力帮您解决您的麻烦。大人的心思，小的自然明白。大人今天手气不好，玩的不尽兴，可是兜里面又没有闲钱了，对不对？这事好办啊，咱们开赌场的什么时候缺了钱？你要是还想接着玩的话，咱们赌场可以借给您一笔资金。当然了，您放心，这绝对不是汉托钱和羊羔利，咱们也没这个胆子给军爷您放这些东西。出来做生意嘛，讲究的就是一个以和为贵，更何况大人您身份尊贵，以后少不了我们还需要您的帮衬。但是话又说回来了，咱们赌场这开业也没几天，存钱也不多，但把钱给您继续消遣，自然是没有问题。可是您也得稍稍给咱们一点点的利息，一成利，利不滚利。等您什么时候发了俸禄或者发了粮饷，您到时候再拿过来也就好了。按大明律，若是私自挪用粮饷的话，是要被腰斩的，而且全族打为奴籍。你这是要害我啊！大人，我哪有那个胆子害你啊？你想啊，这粮饷您拿过来还了本金，我这边再给您放出来，您到时候把这粮饷带回去，神不知鬼不觉，这剩下的利息开始变成本，那对于您来说不也就是9牛1毛吗？您发了俸禄，想还不随时都还上了。我这也是给您提供一个让您接着玩下去的办法。当然了，您要是不愿意的话，我们赌场自然而然也不能强求您，不是？更何况您是军爷，您手底下管着那么多兵，我哪敢惹您？相信自己只要有一笔钱的话，今天一定能把剩下的钱给赢回来，到时候再把借出来的钱一定还了。一天都没过去，他还敢涨自己的利息不成？好不容易出来了一次，李荣和冯成那2个家伙，一个仗着自己官大，一个仗着自己是韩王的老丈人，天天在城里面连个面都不露，他们吃香的喝辣的，偏让自己在军营里面遭罪受苦。行，我同意了，你把银子给我吧。大人您别急啊，这钱可以给您，但是您总得给我们点押物吧？没了这押物，您又是军爷了，到时候我们也不敢去找您要钱。大人刚刚不有块令牌吗？也是可以的。行吧，那就听你的，这令牌就压在你这，你可给本将军小心的保管好了，不然的话老子带人砸了你这赌场。大人，这50两银子就是借给您的银两，您的令牌就压在小人这儿了。您今天晚上要是连本带利的赢了回来，这令牌立马原样奉还。这50两银子实在太多了，只带10两银子，剩下的40两银子就在你这儿放着，别给本将军动。本将军明早过来取。您放心，就算是小的胳膊断了，也绝对不会让您的钱少1两的。要是少了，不用您说，这个钱立马抵消。这还差不多。不要脸的东西，身为将军这东西也能拿出来当。大人，这田雪林连虎符都敢随便给人，更别提他的身份令牌了。亏得本官研究了好几个日夜，就怕他不上钩。早知道这家伙这么愚笨，本官何必费了这么大的心思？虎符做好了吗？大人，虽然那枚虎符制作并不算精良，可到底是朝廷做的，一些细节还是很难把控。
况且还要做旧，大概在明天上午之前就能做完了。明天上午？这可是掉脑袋的事，明天上午之前做完，难道都不打算要命了吗？明天一早赶在他走之前，这虎符务必要交到刘贺的手里。是，卯时之前一定将虎符送到。妈的，敢骗老子，骗了老子之后就跑了是吧？有人吗？再不出来，本将军要开始砸东西了。曹长史，万想不到，曹长史居然背地里还做赌场生意。本官也万没想到，田大人居然嗜赌成性，为了赌，连自己的贴身腰牌都能压。这是个陷阱，你们这是在给我下套。田大人，我开的是赌场，可是我每一笔银子来历都很明确。相比起我，田大人你可就不一样了，武将抵押自己的贴身腰牌，这罪名虽然也不算重，但连降3级你是跑不了的。再加上本官可是听李大人说过，不允许你擅自离开军营。你现在擅自离开了军营，那就算是违抗军令。违抗军令怎么处罚就不用我说了吧？说吧，你到底要干什么？既然挖了这么大一个坑给我，肯定是有事要我做。田大人，这奏折是刚才本官书写的，田大人若是不愿意与本官合作的话也无妨，本官这就命人800里加急送到京师，看看陛下会怎么处罚你。田大人，你是一个武将，我是一个文官，动手我肯定是斗不过你的。你小子该不会是怕了吧？既然知道怕就好，你痛快的把腰牌拿给我，至于那50两银子，算是我私底下借你的，等我发了俸禄一定还你。你要是不愿意的话，那就别怪我了。原来如此，在这儿等着我呢。你也知道你打不过我，所以派了这么多人来等着我，真是好算计啊！曹清河，我日你姥姥！这曹清河怎么有这么大的力气？你到底要干什么？要命还是要钱？你还有钱吗？你现在的命也就是烂命一条，有什么用？真想活下去的话，你得答应本官一个条件，若是你不愿意，本官立马去告你的状。娘的，你说吧，你要我干什么？田学林，我知道你的妻子和儿子都在京师，我也知道你是陛下派来监视我家殿下的，可是我家殿下忠心耿耿，明明无谋反之意，却还被削了藩。最近襄王被逼自焚，这件事情想来你也应该知道吧？原来是韩王殿下，真是好心机好手段，你们难道是想让我背叛陛下？说不上是背叛，我家殿下不过是想求一个自保而已，剩下的我家殿下并不奢求。本官知道我开元的兵马一直在被调换，已经调换了一半，接下来可能还会有，到时候我家殿下就彻底失去了对开元的掌控，那时候是死是活都说不准，也只能做别人刀俎上的鱼肉。我只要求你节制好你手底下的兵马，要是有一天陛下下了圣旨，要你们立即带兵包围住开元，削藩韩王殿下，我希望你能用你手底下的兵马挡住朝廷的兵马。不是我不愿意，实在是我的妻子儿子都在京师，若是我背叛陛下的话，那我的妻子儿子也一定活不了，你们这是在逼我。姓田的，你这样的人还会在乎你的老婆和孩子？告诉你，如果你愿意的话，你的账可以一笔勾销，不仅如此，殿下还会赏你1000两黄金。你听好了，是1000两黄金。有了这1000两黄金，别说是再娶个老婆，你就算是再娶5个老婆也足够了。你别扯了，就算是你们真的给我1000两黄金，这1000两黄金我也要有命花啊！哥哥，陛下若有一日真的要举兵削藩韩王的话，我就算是能帮你们，可我也已经是造反了，我就算是有5个脑袋也不够砍。好吧，既然你不愿意的话，那我也没办法了。本来不想把脸皮彻底撕破的，既然你不识相，那也只好如此了。这虎符怎么会在你手里？难道刘贺是你们的人？不错，刘贺就是我们的人。现在刘贺应该已经接到了假的虎符，假的虎符应该已经放到了你的笔海之中。等到时候真正需要这虎符的时候，你的假虎符和李荣的真虎符是对不上的，只有我们手里的这柄虎符才能对上。老田啊，就算是我们只有一半的虎符，可是你作为副指挥使丢了手中的虎符，你会和我们一起上路的。你若是真的识相的话，就老老实实的听殿下的话，殿下保你无恙。后悔呀，真是后悔呀！李将军让自己坐镇军营，自己怎么就控制不住自己，非得跑出来赌？之前说的1000两黄金还算数吗？当然算数了，一言既出，驷马难追。我们殿下有多有钱，你也不是不知道。只要田大人你好好的辅佐我们殿下，护得我殿下平安，以后别说1000两黄金，在1000两黄金之上，
还会有更多的东西等着你呢。我答应你，不过这1000两黄金，你们打算什么时候给我？我们只会把你今天晚上的赌资还给你。至于那1000两黄金，到时候算是论功行赏。这1000两黄金就算给了你，回去之后你一样还是要赌。若这事儿被李荣知道了，他一定会猜到你已经被策反了，你没得选择。还有啊，刘贺是本官的心腹，若是刘贺在军营之中出了任何意外，我一定会把奏折送到朝廷的。不错呀，老曹有长进啊，没想到你小子现在都会给别人挖坑了。殿下，下官这也是没办法呀，下官生性纯良，做出此等事来也是非是相关本意啊，这不是想着能帮上殿下吗？好小子，现在都知道把本王给带上了，你倒不如直接说近朱者赤，近墨者黑。现在唯独剩下李荣那个油盐不进、茅房里的又臭又硬的石头了，说来也真是够可以的。李荣这个家伙，一不贪财，二不好色，唯独就是喜欢权力。太原这片地界，他这个都指挥使算是做到份了，再往上也就没有了，给不了他想要的东西，自然而然不能策反他。现在自己已经重新夺回了开原的一大半兵权，李荣和田学林二人各自节制的兵马，就是全部的秦晋二地的士兵。四哥呀，我这边已经准备的差不多了，你装疯要装疯到什么时候啊？母亲孩儿回来了。怎么就你们2个回来了？你们大哥呢？母亲，是大哥叫我们2个先回来的。大哥怕见闻会出尔反尔，所以就让我们2个跑得快的先回来帮助父亲母亲。大哥在后面为我们断后，现在就在路上，大概2天之内也就到了。原来是世子的意思，原来如此，你们可算是回来了。你们父王现在得了疫症，正是需要你们尽孝的时候，快随母亲进来。在王府里说话要小心，就像你们在舅舅家一样。父王，高旭、高穗，你们大哥呢？燕王妃上前来将二儿子刚才与自己说的话又重复了一遍。朱棣听了之后，良久无言，心里却对世子刮目相看。父王小看你了。2日之后，世子朱高炽也平安到达燕王府，一家人总算是团聚了。燕王和燕王妃悬着的这颗心总算是放了下来，朱棣放心了，自己争取到了时间，儿子们也如愿归来。现在要做的就是一点一点的准备，将地下的兵器打造好，只待时机就可以举兵造反。燕王狡猾，居然敢装病骗朕，他这是要干什么？陛下，燕王装病，这是欺君，他为何装病？一定是别有所图。燕王狼子野心早已是显露无疑。陛下，正应了当年的那句话，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这燕王反计已露，我们应当迅速动手啊。其卿有何想法？陛下，臣认为陛下应立即下3道旨意。第1道旨意，立刻命令使臣前往北平，以备接管。第2道旨意，命张炳和谢贵立即派人围住燕王府，密切监视燕王亲属，必要之时可以直接采取行动。至于这第3道旨意，那就是命令北平都指挥使张信立刻率兵逮捕燕王朱棣。朱允文也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应急之策，于是立即下旨。这可以说得上是齐泰为数不多的正确抉择之一。可惜了，齐泰到底还是一介书生，终究是百密一疏。张炳、谢贵都是建文帝亲选的人，自然是没有问题。可张信是燕王亲任的都指挥使啊。燕王殿下谋反了，可自己吃的是朝廷的饭，自己是朝廷承认的都指挥使。如果燕王殿下他真有谋反之意的话，那把这事告诉燕王殿下，那岂不是也成了谋反之人？造反可不是儿戏，陪着人造反那更不是儿戏。儿啊，你怎么还不休息啊？娘，今天怕是休息不了了。不管有什么重要的事，总得先保证好自己的身体才是啊。你这样让为娘的怎么放心啊？娘啊，儿子现在面临重要的抉择，朝廷给儿子下了命令，让儿子带兵把燕王殿下抓起来。儿啊，你说什么？朝廷让你带兵把燕王殿下抓起来？这可不行啊！中山王和燕王殿下都对你有大恩啊，要是没了他们，你现在也做不上北平都指挥使啊。更何况娘听说了，那燕王殿下是天上的紫微星将士，地心正对应着北平燕王府，燕王殿下才是太祖高皇帝重义储君啊。你看看现在的陛下，哪有太祖高皇帝那时候清明啊？他手下的官员任人唯亲，还说什么当时大儒。娘虽然没读过什么书，可你爹在世的时候也跟您说过，这科举是朝廷的一大明证。现在这朝廷的官员都不让科举，非要弄什么察举制，任人唯亲，不管什么样的都往朝廷里面塞。娘没当过官，可娘也知道，这有用的人在有用的位置上才是对的。这要是太祖高皇帝，下面的官员们哪里敢如此做？太祖高皇帝还不早就把他们脑袋给砍下来了？再说了，那燕王殿下是老天选中的人，别看燕王殿下现在疯了，可是娘看得清楚，那是老天爷给燕王殿下降下神通了。燕王殿下这才疯了的，
早晚燕王殿下一定会清醒过来的。他不是该被抓的人，你也抓不住他。燕王殿下的确不是凡人。中山王、开平王和齐安王去世之后，燕王殿下无疑是为大明当世名将。我知道了，娘，我这就去燕王府。冻死我了，冻死我了！殿下，咱们认识好几十年了，你在我面前就别装了吧。我有重要的事情要跟你说。火烧眉毛了。殿下，你别装了。你要是不信的话，你看看这封密旨是不是真的。你要是有意的话，您知会一声；你要是无意的话，我这就走。一会儿我就带兵来把您抓起来。恩人啊，是你救了我的全家。阿弥陀佛，多谢张大人仗义相救。殿下大师，您二位就说咱们该怎么办吧。你们这条船我是上定了。活了半百了，还是头一次见到抢着上贼船的。殿下，当务之急是应叫张玉将军和朱能将军立即集结王府护卫，保卫王府。留给我们的时间已经不多了。燕王点了点头，随后立即下令，让朱能和张玉立即带王府护卫队将来护卫王府。今夜注定是一个不眠夜。燕王、张信、姚广孝三个人商议了一个晚上，而在燕王府外面也同样不消停。看来张信还是念着燕王的情分，完全将朝廷抛之了脑后。那既如此，那就只能靠我们来对付燕王了。报门外全是护卫军。殿下，现在只能依靠殿下自己。护卫军还没到。殿下，现在是我等最凶险的境地了。这个时候也只能是死马当做活马医了。二位大人，我父亲已经被我绑住了。万万没想到，这燕王世子居然有如此的胆识，连他爹都敢绑，可这谁知道是不是个套？世子，本官听闻世子一直对燕王殿下非常孝顺，到了这个时候是怎么了？反而还把燕王殿下给绑起来了，世子不会是在欺我等？二位大人，我虽是父王的儿子，却也知道至此关键时刻，更应该遵从陛下，遵从朝廷的意愿，将父王交出来。而且二位大人虽然来势汹汹，我仍旧相信陛下绝对不会不念叔侄之情，将来应该是要将我父亲带到京师去医治吧。二位大人，我们燕王府早就已经没有任何兵器了，请二位大人随我进来吧。但是二位大人不要带军士闯入，不然的话会吓到我娘。要是如此的话，能和平解决当然是好的，把燕王带回去。至于他的家属该怎么办，反正没了燕王，这燕王府总共就剩下那么几个人，还能翻起浪不成？二位大人，最近本王犯了癔症，时而清醒，时而糊涂。清醒的时候不知，糊涂的时候都干了什么？这些天来，想必给二位大人添了不少的麻烦。哪里？就连寻常百姓也要讲究兄弟宗族情谊。本王是陛下的亲叔叔，当今大明的亲王，却整天要为自己的性命担忧。这天底下还有王法吗？还有天理吗？殿下，你到底要干什么？朱棣，你这个逆贼，你居然敢谋反，你不得好死你！张大人，本王根本就没有病，本王之所以装病，实乃是朝中有奸臣陷害本王。二位大人若是愿意加入本王的队伍，帮助本王诛杀奸臣，清君侧，本王欢迎。二位大人若是不愿意的话，朱棣，少说这些废话，本官誓死不会背叛朝廷，背叛陛下的。很好，张大人很有骨气。谢大人，你是否也像张大人一样誓死效忠朝廷，效忠陛下？你若是不愿意的话，本王可许你高官厚禄。哈哈哈！阉贼篡逆，我等识君俸禄，当为君分忧，怎么可能怕你这谋逆之贼？张大人，你路上不会寂寞，有我谢贵陪着，咱们过了奈何桥一样把酒言欢。你我一同看看这阉贼篡逆最后会落得个什么下场。好，我张炳今生有谢大人这样的同僚死而无憾。既然你们两个一心求死，那自己这个大明朝头号反贼不介意送你们俩一程。张炳、谢贵，收小人挑唆要来捉拿本王，以为本王就地正法。朝中奸臣当道，欺君罔上，是他们这些奸臣蒙蔽了皇上的耳目，这才让皇上做下迫害亲叔叔这等事。本王为了大明天下的清明，本王为了我太祖高皇帝的圣明，本王要高举一旗，本王要奉天靖南，清君侧。儿郎们可愿与本王同行？清君侧。奉天靖南，清君侧，愿燕王殿下终生如此。
四哥，你到底还是没让弟弟失望，终于开始奉天靖南了是吗？诸位，燕王篡逆，我等虽然没接到朝廷的将令，不用出兵去讨伐燕王，但至此关键之时，我等也要做出反应。我开元将士要立即收拢，不得本将的将令，任何人不得轻举妄动，否则按军令处斩。将军，若是将军接到了陛下的旨意，要我们去讨伐燕逆倒也没有不可，我们自当为国家报效努力。可如今将军既没有接到陛下的旨意，却要求我等收拢士卒，若是将阵线全部收回的话，这个时候草原上的部落向我们来袭，我们又该如何应对？更何况阵线之后可是我开元百姓的田地，如果收拢阵线，草原上的部落一旦赶来抢夺粮食，践踏田地又当如何？不过就是些田地粮食，就算是给了他们又能如何？难道他们还有能力攻打我大明吗？实话告诉你们，本将军就是担心开元城内会有人与燕贼遥相呼应，祸害国本，所以本将军不得不防。至于田地粮食，若是被草原部落践踏毁坏了，朝廷降下惩罚，本将一人承担就是。将军这话是何意？将军难道是在影射我们韩王殿下？你这个混蛋，你居然敢不听本将的将令，你是打算违抗军令吗？我大明军律，若违抗将令，立斩不赦。将军息怒啊！将军在场的将领里面有一半都是韩王殿下的将领，韩王殿下在开元尤其深得军心和民心，将军这般做的话，无异于分裂我开元军队，狗急了还会跳墙，何况是人。这位将军你也是，毕竟李将军也是为了咱大明朝的安稳稳定着想嘛，各司其职而已，谁也没说韩王殿下怎么着啊，对不对？刚才末将也是急了些，在这儿先给将军赔礼了。都撤了吧。李将军，不管燕王那边怎么闹腾，韩王这边不是什么都没做吗？您现在这样做，那不就是等着引起军变吗？可开元还有一半的将领忠心与韩王殿下。李将军啊，问题不在这儿啊，问题在于韩王殿下，人家现在也没造反啊，造反的是燕王，北平距离开元千里，您就算是把开元城控制起来了，又能怎么做？远水解不了近渴啊。田将军，不瞒你说，我一直怀疑韩王殿下和燕王殿下私下有来往。你想啊，韩王殿下虽然不如燕王殿下英武，可是韩王殿下有粮草啊。李将军啊，您再好好想想啊，韩王若是没有随着燕王造反的心思，您非把韩王控制起来，到时候韩王向陛下告你一个绑架亲王，这罪名可是不小啊。田将军说的有理，那以前将军所言，咱们应该怎么做？总不能什么都不做吧？将军当然不能什么都不做了，咱们要做就4个字，外松内紧。外松内紧就是外松内紧，表面上看咱们军营依旧如此，但是内地里该做的还是依旧是那些开元本地的将士们，而我们从秦晋二地调过来的士兵们，则要随时准备行动起来。一旦韩王有任何的异动，我们就将整个开元城团团包围起来。到那个时候，将军您在陛下面前那就是首功，封疆败绝指日可待。田将军说的有理，可是若韩王纠结起他的3护卫，那我们该怎么办呢？将军啊，这3护卫那是韩王殿下的护卫，再说了李将军，咱们手底下10几万的兵马，还怕他1万多护卫军？城内的守军都是咱们的人。对了，说起这个守军，又要到月末了，咱们还是按照以前的办法，让我的人去替1晚上，等到第2天你的人来了，我的人再回来。就按照田将军说的办吧。田将军，本将军真是多谢你，今日若不是田将军从中斡旋，给本将军提个醒的话，只怕本将军要酿成大错。李将军这是说的哪里的话？在下是将军的属下，为将军分忧，自然而然是我的职责所在。田大人，刘百户啊，李荣大人本来要动兵围住开元城，捉拿韩王殿下的，被在下给解决了。刘百户可以将这个消息告知给殿下和曹大人，让他们抓紧做好应对的准备，马上要到换房的日子了。多谢田大人。办个宴会吧，就说本王要过生辰，邀请开元从上至下的所有官员，要有意无意的向官员们透露出本王此举是在向朝廷示好的意思，务必要让李荣来参加。上次韩王小孩满月都没去，又来。夫君，韩王殿下再怎么说也是陛下的亲叔叔，这么屈尊降贵的派人过来送请帖，夫君就去一趟吧，反正就是吃了一顿饭而已，又没有什么大不了的。我就不相信谁还能因为夫君和韩王殿下吃了一顿饭，陛下就把您抓起来了。你一个妇道人家知道什么？燕王篡逆，举兵造反，韩王这边非要办什么生辰宴，而且还是在月末之时，我总觉得心里有些不踏实。夫君，我虽然是个妇道人家，可是这人情来往我却比你懂。夫君虽然没与我说过，
但我也知道夫君一直忧心开元，那另外半数士兵们为何一直不服夫君？夫君，您摆明了就是来监视韩王殿下的。韩王殿下要管着他们的钱，管着他们的粮，韩王殿下又颇得民心，那半数将士怎么可能会服？您就算是在表面上做做文章，最起码那半数开元将士们也不会这么排斥夫君了。以后这种话我不允许你再说，妇道人家就应该做好自己分内之事，男人要做的事情，你们女人怎么可能会懂？你就算做再大的官，不也就是个都指挥使吗？咱们大明开国皇帝，人家不比你厉害，不照样听人马皇后的话吗？人家听婆娘的话怎么了？还让人笑话了。你就是一个都指挥使，我在旁边替你想想办法。你都这么多废话，不情不愿的，我还不说了呢。不过夫人的话，是啊，没必要连面都不见，这样做也未免有点太刻意了。好歹人家是亲王，给个面子总还是要的。来人，更衣。开元王大人送王君100两，开元曹长史送名外户，开元田大人送白银100两。这李荣该不会真不来吧？今天晚上可是万事俱备，只等他来了。他要是不来，今天晚上这戏可就不好唱。下官听闻殿下生辰，所以特意挑选了一样礼物，是臣曾读过的兵法。李大人，本王今天还特意想了，李大人会不会来？李大人若是不来，本王这生辰宴都少了些许意思。让殿下久等了，小人家中有些琐事刚刚处理好，这才赶过来。理解理解，来，李大人坐这，坐在本王旁边。哦。田大人，可是出了什么事？都指挥使大人可有什么指示？哪有什么指示？李大人现在正在和盛楼参加韩王殿下的生辰宴呢。韩王殿下和李大人此刻正在把酒言欢。原来如此，那既然这样，我等也就不打扰了，我们就下去休息了。田大人，您请便。你们做好准备，将存放武器的库房打开，等看到和盛楼的方向有烟花绽放，你们立即带人火速赶来围住和盛楼。遵命。小小的百户，这小小的百户现在也这么猖狂？我奉田父指挥使将令，所有士兵立即集结，有瓦剌的探子混进了城里，想要刺杀韩王殿下和李都指挥使。所有人随我进军，围住开元城，不让一个摊子跑掉。殿下，田副指挥使难道没来吗？田大人啊，刚刚来送了礼物，坐下吃了几杯酒之后就回去了，说是身体不适。殿下，下官不胜酒力，就此告辞。李都指挥使不胜酒力，咱们可以不喝酒，不过待会儿啊有烟花看，尤其在这和盛楼的顶楼，这里可是全开元最高的地方，也是看烟花最佳的位置。咱们何不坐下来吃些菜聊聊天？看完了烟花，李都指挥使再走也不迟。曹大人，请你把路让开，本官要离开了。本官不想看什么烟花，要是各位有兴趣，各位可以自行看。告辞。殿下这是何意？莫非殿下是打算摔杯位号，要杀了下官吗？李荣，是个什么东西？本王3番4次的邀请你来赴宴，你都不来。今日来喝到一半，又说要走，我看你哪里是不胜酒力，你分明是瞧不起本王。不错，本王在诸位兄弟之中名次低，以前也不受父皇的喜爱，可是那也轮不到你一个都指挥使来瞧不起老子。这都哪儿跟哪儿啊？你是真不知道我是来干什么的吗？殿下，下官并无轻视殿下的意思，下官在其位谋其政，识君俸禄，当为君分忧，开元城的安危全系于下官一人身上，下官实在冒不起这个险。本王今天就不让你走，什么时候你把本王陪得高兴了，什么时候你再走。李荣，就是我朱家的官，不管本王排老几，本王也姓朱。都指挥使，你这是干什么呀？殿下把李都指挥使邀请到，很是高兴。李都指挥使喝了没有几杯酒，中途就要离开，这于公于私都不是待客之道。更何况殿下是开元的藩王，大人难道不应该给殿下这个面子吗？大人就坐下吧，喝完这杯酒，看完了烟花，大人再走也不迟。要是再不来的话，本王都快演不下去了。
李都指挥使，本王不是坐以待毙的性子，朝中有奸佞作恶，遮皇上的眼，捂皇上的耳，本王要效仿燕王起兵秦王。为何田学林那个王八蛋消失不见了？这个王八蛋他根本就是韩王朱松的人，朱松你竟敢谋逆，你难道就不怕遭天谴吗？遭天谴？朝中奸佞小人蛊惑军心，使得陛下听信小人谗言，迫害血亲，难道这帮狗东西他们不会遭天谴吗？李大人，本王看你是个人才，此刻真心实意邀请你加入本王的队伍，希望你能随本王一起入京秦王。不知好歹的东西！李大人，既然你不愿意追随本王的话，本王也不强求，那就请李大人先走一步。救命啊！逆贼逆贼，本官就先走一步，本官在奈何桥上好好看看你，等是怎样被朝廷的铁蹄踏平的。逆贼逆贼啊！诸位，今日本王决意入京秦王，诛杀奸恶。诸位大人只要是愿意加入本王的，本王都欢迎。诸位大人若是不愿意加入，本王自然而然也不会强求。各位大人与那李荣不同，那李荣到开元之后对害本王多次，本王实在忍无可忍。但诸位大人与本王同僚多年，这点情分还是有的。若是有哪位大人不愿意追随本王的话，本王自然而然可以放各位大人回乡。我等愿意追随韩王殿下入京秦王，拨乱反正。诸位将士们，朝中奸佞当道，祸乱朝纲，我等即将随韩王殿下、燕王殿下入京秦王。逆贼李荣受朝中小人，只是意图迫害韩王殿下，此时已伏诛。诸位将士们，韩王殿下、燕王殿下乃我太祖高皇帝的血脉，太祖高皇帝在世之时早已立下规矩，若朝中有奸佞小人当道，各地藩王可入京秦王。此时正是我等报效国家的好时机，诸位儿郎们，可愿随韩王殿下报效国家？建文元年，公元1399年，韩王朱松发动兵变，夺取开元兵权，杀开元都指挥使李荣，以清君侧名义谋反，史称开元兵变。朱松效仿朱棣，同样以清君侧的名义造反，同样也给朝廷上了一道奏折，奏折里面自然而然说的也是慷慨激昂，痛斥朝廷奸臣当道。这乃我打响清君侧之后的第一战，能不能彻底的把掐着北平咽喉的这只手拿开，就看这一战了。若是连个怀来的都打不下来，那只怕是也不用造反了，回家洗干净脖子，等着砍头吧。各位将士，燕王在北平起兵造反之后，杀光了城外守军的家属和亲人，如今已经杀到我们怀来城，我们死守怀来城。北平13万兵马，只来了2万，燕王这是瞧不起谁？朱棣，你这个逆贼、奸贼、恶贼！我说宋忠，你要是没别的话，就不用在这跟本王废话了。你若是想把城门打开，本王饶你不死；否则城破之时，就是你脑袋搬家之日。朱棣逆贼，你大祸临头，尚且不知。若这今天怀来城的城门一开，绝对不可能是本将军的脑袋搬家，而是你的脑袋搬家。哈哈哈！弟弟哥哥没事，母亲也没事。夫君，我和孩子都很平安，你快把城门打开吧，让燕王殿下进去。儿啊，娘的儿啊，娘没事，燕王殿下对娘很好，你快出来的燕王殿下才是真命天子。城墙上的守军们一看下面的百姓居然是自己的亲人，有的没看到的，便有城墙上的守军给传话。这3两句话下来，居然让好不容易被弹压下去的军心又开始浮动了起来。不许回应，不许回应，给本将军稳住稳住！谁若敢违抗本将军的将令，本将军立斩不赦！弓弩手，弓弩手何在？立刻把丞相的这帮人给我射死！对付本王也不知道一个名字吉利一点的。宋忠，宋忠！叛逆，叛逆，叛逆！接下来是不是你要谋反？是不是？接下来是不是你也要谋反？还有谁要谋反都给朕站出来！陛下息怒啊！陛下还请息怒啊！这韩王也随燕王谋逆，自然是超出臣等预料，臣等死罪。但陛下也不用惶恐，开元虽然粮草充沛，土地肥沃，但到底是偏远苦寒之地，韩王注定成不了大事。陛下方大人所言有理，当务之急还是要解决燕王，北方有长城阻隔。韩王就算是起兵造反，可他手上只有10几万兵马，
更何况开元兵马以骑兵为主，骑兵也占上客。可攻城并不是骑兵之长处，马嘴肯不开城门。如今兵部和武军都督府已经遵从陛下旨意，集结50万大军准备平反，现在正是择一良主将去带兵平反，擒拿燕王之时啊！诸位爱卿请起吧，朕刚才有些失仪，既然朕不用担心韩王，那燕王又要派哪位大将前去平反？殿下，臣认为长兴侯耿炳文可担此任。长兴后追随太祖高皇帝南征北战，立下战功无数，更在长兴驻守10年，臣有量从未攻破一次，实乃我大明无双上将。长兴侯何在？臣在。朕将这50万大军交给你，爱卿此番出兵务必要扫平燕逆，但朕有一个要求，莫要使朕单杀叔之名，燕王必须活捉。同样是造反，为何北平气氛很是压抑，开元就和平常一样一片祥和呢？而且按理来说，这辽王知道了韩王造反，不是应该第一个出兵过来攻打吗？怎么到现在辽王一点动静都没有？侄儿拜见叔叔。贤侄远来一路辛苦了，怎么就你一个人来的？大哥身子不好，来回都得坐马车，我身子强健，骑马来得快。二师叔，我父亲希望您尽快起兵，进入关内与我父亲合并一处。本王既然已经和你父亲一样清君侧，自然而然是没有不帮你父亲的道理的。不过你现在也知道开元和北平形势不一样，开元还有辽王和宁王挡着，我要是想进关的话，就得先光打掉他们2个，所以要想进关与你父亲会合，恐怕还需要些时日。你从西边一路赶来，可曾看到宁王和辽王有何举动？二师叔，侄儿在来的时候，倒的确被辽王的人拦住了。不过当他们查清楚侄儿的身份之后，就把侄儿放行了。这一路想了很久，就没想明白，还请二师叔开示。你15叔啊，是出了名的欺软怕硬，你15叔顶多也就敢和二师叔较量较量，他要是看到你父王，只怕早就已经吓得魂飞魄散了。你是你父王的2儿子，又是你父王最喜欢的一个，他知道要是你出了事，那你父王绝对不会南下用兵，他绝对会调过头来出关来攻打广宁。以北平的军事实力，要攻打他的广宁，岂不是手到擒来？侄儿倒是万万没想过，15叔居然畏惧我父王已经到了这种程度，真是叫人难以置信。如果我是他的话，一定会把我抓起来，然后以此来和我父王要挟，与朝廷相互配合。等到平反之后，怎么着，就算混不上一个功劳，最起码也可以逃脱被削藩的命运吧。讲什么呢？朝廷岂是好心的地方？尤其你在朝廷当皇帝的大哥，他只会觉得藩王势力更甚，甚至会怀疑，若是没有藩王帮忙的话，自己也没办法这么轻松的解决叛乱，到时候他的疑心只会更重。这人啊，一旦起了疑心，做什么事情都会不计后果，他也一定会如此，他会想尽办法去找各种理由来进行宣传，当然不会落得一个残害功臣的名声。但是自从不法事一事出了之后，朝廷还在乎自己的脸面吗？这不法事和莫须有什么区别？简直和宋朝的昏君一样。不过侄儿你来的正是时候，本王刚才还在思索要怎么解决掉辽王，你来了正好，给本王一个灵感。侄儿既然已经来到了开元，侄儿这副身躯就任凭二师叔驱使。既如此，朱高煦，本王正式任命你为讨伐广宁大军的主将，3日之内本王要看到广宁城门大开欢迎本王。本王这次拨给你5万军马，和广宁军马数量大致相同，你可敢接下啃下这块骨头？请二师叔，请韩王殿下放心，3日之内末将一定大开广宁城门，迎接二师叔到来。这来的是谁不好啊？偏偏来的是四哥的儿子。朱棣的威名实在太大了，他在北平起兵造反，除了朝廷从京师出兵以外，周围的各州府县居然没有一个地方出兵。殿下，不管来的是谁，殿下万万不可自乱阵脚啊！就算来的是燕王的儿子又能如何？他是燕王子又不是燕王。殿下，我们坐拥广宁城，还有5万多的兵马，何必畏惧？而且说到畏惧，那韩王不也正应该畏惧殿下您吗？殿下您想啊，韩王他要是真的有信心，何必还派燕王子前来作战？他要真有信心，自己不就来作战了吗？说白了，他没信心有胆子谋反，但没胆子面对殿下。这打仗哪有光有勇猛就能百战百胜的将军呢？必然不会。燕王虽然喜欢身先士卒冲在最前面，但人家冲之前都已经把该安排的都安排好了，这燕王子绝对不可能有他父王的本事。你说的对呀，那燕王子又不是燕王，本王何必畏惧啊？而且说来他还是本王的侄子呢，要是四哥亲自来了，本王没准还真得琢磨琢磨。可四哥没有亲自来，他现在估计已经被朝廷大军给牵制住了，那我们这个时候出兵也就不必考虑北平了。传本王王命，全城即刻戒备，只要开元军一到，立马出城迎战。遵命。
15叔，侄子来看你来了。还真是沆瀣一气，四哥的儿子都跑到朱松那去当大将了。这朱松果真是害怕了本王，既然造反第一个要面对的就是本王，他却不敢亲自领兵过来。哼！殿下说的对呀，殿下英明神武，韩王殿下是殿下的弟弟，只能望殿下向背。想起这韩王殿下，当年他还曾让人拿着小刀子要凌迟下官，下官每想到此事，就觉得身上的肉一阵刺疼。像，简直太像了。殿下快下令，令将士出城迎敌啊！哦，对，你说的对，要出城迎敌。来人啊，传本王命，出城迎敌。逆贼，可认得我广宁名将潘道荣。你是个什么东西？我在北平随父征战这么多年，从来没听说过大明有你这么一号名将啊！黄口小儿，逆贼之子，竟敢满嘴狂言！看我今日如何替燕王好好教训你！你可敢与我斗阵？斗就斗，难道我害怕了你不成？面对疾风吧！儿郎们随我冲啊！15叔多有得罪，来人啊，将15叔带下去，好生看管，每日饮食照旧，绝对不可慢待。朱高煦带领开元5万兵马攻下广宁城，占领广宁城。韩王朱松兴高采烈地去广宁城，却没想到朱高煦竟然临时谋反，要抓住韩松虎，分辨开元城和广宁城的全部兵马。朱松的亲卫护卫队200人战死，最后只剩下了不到30人，狼狈逃出广宁城，一路向东行，最终来到了大人城。不是前2天韩王还大张旗鼓地张罗着跟燕王造反了，怎么今天就被背刺混成了这副德行？200名亲卫护卫心腹，最后杀的就只剩下这不到30人了。殿下，这还真是有其父必有其子，燕王谋逆这燕王之子也谋逆燕王，背叛朝廷，这燕王之子朱高煦就背叛韩王。要是韩王在信里面说的句句属实的话，那就说明韩王其实是被燕王给哄骗了，他敢深入漠北800里，立下不是战功。以他在战场上的出色的作战能力和指挥能力，这30万大军落到他的手里，绝对要比朝廷的100万大军更加的可怕。真人的意思是说，让本王现在也立马投靠燕王？殿下非也，虽然燕王勇猛，其子也甚是骁勇善战，可是朝廷亦不可小觑。如今燕王手中有几座城池呢？北平1座城池，开元1座城池，广宁1座城池。这3座城池之中，要说粮草储备最多的，那就是开元。可是开元的兵马和粮草要想送到燕王的手里，还得再过2关。这第1关自然而然就是殿下您若是铁了心的要帮助燕王的话，那这一关自然而然是没有，那剩下的这一关才是重中之重。既然咱们决定继续做壁上观的话，那这韩王朱松该怎么办？殿下，这韩王朱松可是一个好玩意，咱们可以让他进到城内，殿下念及兄弟情谊，对其以礼相待。他不是说来请降吗？咱们做壁上观，总要最后带点礼物出去。若是朝廷赢了，就把反贼韩王送到朝廷；若是燕王赢了，那就把韩王送到燕王那。燕王怎么处理，那咱们就不管了。既如此，那就按道长的意思来办。17哥，好了，迷途知返就是好事，快随17哥进来吧，让你的手下也跟着一起进来。咱们兄弟好多年没见，咱今天晚上可得好好的喝上一杯。夜晚，宁王府摆了一桌宴席，朱松在席间又忍不住哭了起来，想起自己还在开元城的妻子和儿子，也不知他们现在究竟如何了。这朱松到底还是诸王之中岁数小的一个，受了如此打击，就忍不住一直掩面痛哭。倒是之前自己高看了他。道长如何？我这兄弟是不是装的？哭声撕心裂肺，依贫道来看，真不像是装的。现在二师弟可变为我手中的人质了，这也是以后他做壁上观的礼物，就让你为所欲为吧。殿下果然高明啊，所有的布局全在殿下的意料之中。要论这燕王和朝廷之间最后的胜者，我看谁也不是，唯独是殿下呀。哪里，本王若没有了道长相助，本王也断不会有今日的，哈哈哈哈。
不好，殿下，您手下的士兵造反了，他们冲进了王府，开始杀人了，怎么办？殿下，你说什么？石七哥出来吧，整个大宁城都已经落在弟弟的手里了。弟弟知道石七哥对当今陛下勿信小人谗言，逼死宗族同胞早有不忍。弟弟此番特事奉了哥哥的命令，替哥哥把清君侧的大旗举起来。这小子也太坏了吧，这不是逼着自己造反吗？朱松，我何时要起兵造反？你不要污蔑本王。你们这几个家伙难道不认得我是谁吗？我才是大宁城真正的主人，都给我退下！谁允许你们闯进我的王府的？你们都没听见吗？我石七哥让你们退下。遵命。你到底是怎么做到的？这一切都是你的圈套，对不对？朱高煦根本就没有背叛我，他也不可能背叛我，他也背叛不了我。我派去的那5万士兵都是开元本地的士兵，他们对我忠心耿耿。至于你手下的士兵，我是怎么将他们为我所用的，其实很简单。石七哥手下的朵颜3位，就算是骁勇善战，可同样也有一个缺点，他们是猿人。猿人可不像我大名字民那般对朝廷对藩王真正的忠心耿耿，他们肯为你效力，无非就是你出的钱多，所以才能前来王府，请兄长随弟弟一同上路，你我共祝4个燕王殿下。清君侧，诛奸恶。二师弟，你有本事，可是我不想造反，我就只想当个潇洒的王爷而已。我就算是跟着你们造反了，我最后能得到什么？不一样，还只是个藩王嘛。更不要说从古至今藩王作乱都没有好下场。你凭什么认为你和4哥一定能赢？而且咱们2个是一样的，无论谁当皇帝，咱们2个都是藩王。你就算是造反，4哥当皇帝还是你当皇帝？石七哥也许当皇帝这件事对于4哥来说是好事，是他梦寐以求都想坐上的宝座，可对于我来说，我却并不觉得当皇帝有什么好，一辈子只能困在皇宫之中，被数不清的政务缠身。父皇活着的时候，每天只睡2个时辰，1年之中除了自己的生辰和过年才能给自己放2天假，剩下的全年无休，这样的皇帝我为什么要去当呢？你说的也对，不论是谁做皇帝，我都是藩王。可现如今你也看到，当今建文皇帝为了削藩可以说是无所不用其极，那些被朝廷侵犯的人可都是你我的亲兄弟。他先后废了周王，软禁了齐王，还给大王扣了一个不法氏的帽子。何为不法氏？这和前宋的莫须有什么不同？你觉得你我的藩王能当多长时间？一朝天子一朝臣。父皇驾崩之后，建文觉得自己当家做主了，自然不会遵从父皇的尊王攘夷的思想。他觉得我们这些当叔叔的都碍了他的眼，他削藩连给我们一个理由都做不到，哪怕是保留我们的爵位，哪怕是每年的俸禄消半，哪怕是夺了我们的军权，把我们迁到别的藩地去当一个逍遥快活的王爷，他也不干。他还逼死了襄王，你我的12哥逼死了襄王，事情搞大了。他为了不损失他自己的那一点儿脸面，给12哥定了一个恶毒的谥号。12哥是什么样的人，你我不清楚吗？他怎么能用得上一个立字？你说说这样，陛下咱们的藩王能坐得稳吗？迟早有一天，其他兄弟们面临的惨剧又要降临在你我的身上。我知道17哥你是打算作壁上观，当墙头草，我也知道我能来到你这，你能把我放进城，你是把我看成了一个礼物，谁赢了你就把我送给谁，所以咱们兄弟也不用谁说谁卑鄙，咱们半斤8两。17哥来吧，在奏折上写下你要清君侧，送到朝廷去。从今以后，你我加上4哥还有15哥，咱们4个就是大明朝。诛奸恶，清君侧，入京秦王的藩王。当然了，你也可以理解，咱们4个是大明朝的第一反贼。千古罪人也罢，总之今天这奏折你写也得写，不写也得写。二师弟，你未免做的有些太过分了吧？今日我就算是不写，你又能拿我如何？那不好意思了，17哥，大宁城内的锦衣卫接到了朝廷的密旨，朝中奸臣教唆陛下，唯恐宁王也加入燕王和韩王的造反大军，所以决定先下手为强，派锦衣卫赶在弟弟到来之前杀了你，而我临危受命接管整个大宁城的兵马，势必要进关入京。清君侧，为你报仇。你8月，耿炳文率领朝廷大军到达了真定。到达了真定之后，耿炳文先派徐凯驻守河间，又派潘忠驻守莫州，杨松则为先锋进驻雄县。等到50万大军主力全部汇集之后，发动总攻。这是什么情况啊？自己先造反，这怎么像是一下子一发不可收拾了呢？先后辽王和宁王都向朝廷上了奏折，说要随着自己一起清君侧。难不成其实在他们心里也早就看不惯建文的所作所为了？老二是他们要想进关，就只有2条路，要么走山海关，要么走北平的居庸关。立即派人去给韩王送信，就说让他们从居庸关进来，不要走山海关。殿下，朝廷大军的军纪十分的涣散，
作为先锋驻守雄县的杨松和驻守莫州的潘忠都是无谋之辈。末将前去侦查，他们居然一点反应都没有，甚至连侦旗都没有派出。由此可见，此二人实在是无能之辈。耿炳文用了这几个人，也说明这耿炳文也不过是老了，不再有当年我大明第一守将的风采了。在末将看来，他不过是一个老家伙，想要击败他，打开我们的南下之路，依末将来看易如反掌。本王要是没记错的话，再过2天就该到了中秋吧。既如此，那我们就选在中秋之夜发动进攻。这里可是北方，我的士兵们都是北方人，思乡之情相比起这大多为南方人的朝廷大军要稍轻一些。每逢佳节倍思亲，等到这些南军看到天上圆晃晃的明月之时，他们一定会思念家乡。这个时候我们出兵作战，他们就会毫无战意，我们可以轻而易举的拿下。殿下，虽说这中秋佳节，敌军的战役可能多多少少会受到影响，但是要是他们也赶在中秋之夜向我们发动进攻，可怎么办？这要是换做别人的话，他们可能会如此做。可长先侯耿炳文是出了名的稳健，50万大军这么多的人，今天只到了30万大军，另外20万大军都是从浙江、江苏调来的，那20万大军可还没到呢。他势必会等到大军全部集结完毕之后再出战的。长先侯耿炳文是成也稳，败也稳，本王吃定他了。众将听令，中秋之夜我们主要进攻的就是朝廷的先锋雄县杨松。得令。8月15中秋月圆之夜，都说15的月亮16圆，可今年15的月亮明晃晃的，好似一个盘子一样挂在夜幕之中，明亮的月色甚至让黑夜都不再那么黑暗。中秋之夜，这些南军们远离家乡，来到北方作战，看着天上的大月亮，他们仿佛能透过这月亮看到自己亲人的脸庞。来喝。谁？低息，低息！快开城门，开城门！防守，防守，快防守！列阵，列阵啊！快去，快去河间去让人搬救兵！你别在那傻愣着，拿刀，拿不稳你就快骑上马去莫州搬救兵，搬救兵啊！2个士兵被他稀里糊涂的赶了出去搬了救兵，只可惜杨松派完这2个士兵之后，没过半炷香的时间便被人一枪刺死，就此引愤西莫州。你说什么雄县遭到攻击了？你快去其他阵地报信。他想也不想，立即集结兵马开始驰援雄县，心里想着老杨你可一定要挺住。可惜朱棣哪里能不知道你会支援，便早早在路上埋伏。老天爷给潘忠逼上了绝路，此刻前不得后不得，左不得右不得，四面八方都有。最终潘忠被活捉了。此时燕王获得小小的胜利，虽然士兵们很高兴，但是朱棣知道这只不过是一次小小的胜利而已，连正面对比都算不上。此次若不是依靠自己多年在战场上累积的经验做出的判断，只怕的确不好应付。接下来的考验还在后面。杭州和苏州的兵应该已经到了，50万的军现在就在眼前，50万对10万，这一个人平均要打5个人，还真是让人头疼啊！报，殿下，有人来，是从朝廷大军那边来的。哦，难不成是送信的使者？让他进来。张宝，怎么是你？末将张宝参见燕王殿下。起来吧。这张宝以前乃是北平的部将，当年朱棣深入漠北800里之时，就是他负责北平与朱棣之间的粮草供应，此人是有点本事的。最近过得怎么样？你娘子孩子怎么样啊？孩子现在在学堂上课学得好不好呀？小儿子是喜欢习文还是习武啊？你老娘最近身体怎么样啊？多谢殿下关心。殿下，末将此次来是真心来投降的。末将给殿下带来了一个消息，朝廷50万大军并未到齐，江浙一带最近接连暴雨，严重影响了行军速度，甚至就连耿炳文号称的30万大军也是个虚假的数字。殿下，老天都站在你这边。耿炳文此次出征虽然是点满了50万将士，可自应天北上，耿炳文做出了一个错误的决定，他决定以骑兵和步军先行，所以他的军队之内现在只有骑兵和步兵，至于火炮兵还有一营的粮草全在后面。按照他的计划，本以为5天之内就能全部集结，可谁曾想江浙下了大暴雨，就连应天到北上的这一条路也是接连状况不断，一直拖延行军速度。因为最近南方一直在下雨，末将估计他们的粮草可能都快发没了。殿下，这实在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啊！本来以为接下来会是一场恶战，真没想到连老天爷都站在殿下这边。殿下，咱们别再等了，即刻进军吧，拿下耿炳文这个老贼！不，
我们不能这个时候进兵，本王要等着他们50万大军全部到了之后，再与耿炳文决战。这是为啥呀？殿下，你要是不趁着现在这个时候进兵的话，那我这次背叛朝廷不是毫无意义了？殿下，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呀！殿下趁着现在人数还未满，他们的排兵布阵又极为分散，现在进兵正是极好的时机啊！敌军人数未满，这倒的确，而且人数分散，若是我们攻击的话，他们必然反应不过来，无法在短时间之内集合力量反击我们。可是短时间是多长时间？大概是1刻钟，也许连一盏茶的时间都没有。兵力分散可以迅速集结，敌人分兵两处，反而并不容易打败。若他们在极短的时间内瞬间集结的话，那我们就会腹背受敌。至于他们的人数未满，现在出兵虽然能打赢，但也只是取巧之道，对于手下的军士们的信心没有多大的变化。可若等到他们50万大军全都到了，他们这一路行来必定十分艰难辛苦，这战力需要削减30%。本王第一战打胜的消息想必也传到了他们的耳朵里，战力又需削减30%，剩下的40%，他们的粮草都发霉了。就算是从应天或者就近再调集粮草的话，也需要时间，这战力还需再下30%。本王面对的朝廷大军就只有了1成战力，只有1成，就算是50万大军又有何妨？他就算是集结100万大军，本王亦是不惧。来人啊，给耿炳文写封信，就说本王要让他把兵力迅速的集结起来。本王不会趁人之危，本王会等到他的50万大军全都到了之后，本王再选择进兵，与他决战。3日后，各将领随本王进攻对方大营，有没有信心？出发。包大帅，50万大军聚集完毕。50万大军面对对方只有10几万的军队，居然只能做到等着对方来进攻，这无疑是一个耻辱。如今老兄弟们病的病，退的退，唯独剩下我一位将军。太祖高皇帝临终之时，曾给我写下了一封信，希望我能好好辅佐朱允文。太祖高皇帝在晚年之时对功臣大肆杀戮，而为什么那么多的功臣全都被杀了，而我没事？因我不擅长进攻，我擅长防守。守城之主自然要配上一个守城之将，不是说好了今日决战吗？他怎么还不带着大军出现？大帅不好了，燕王亲自领兵从咱们大营的西北角杀进来了。什么？不怕，我们的人数比他们多了这么多，怕的什么？立即组织反击，把他给我从大营里面赶出去。耿炳文话音刚落，就在这时听得北方一阵号角轰鸣，他猛地转过头来，就见正面的燕王大营，不知何时冲出来一支军队，此刻正气势汹汹地向着自己的大营冲杀过来。好啊好啊，你让我把兵力集结一处，原来你是想让我腹背受敌。朱棣啊，你还真是狡猾，毕竟是先帝的儿子，优秀自然让人高兴，可是这么优秀的儿子居然造了反，不要慌，即刻列阵。虽说南军人数数倍于北平军，可是燕王旗下的军队那平常的时候都是在草原上和穷凶极恶的猿人作战的，岂是这些属于战争的南军能？所以战事一开，北平骑兵冲杀入阵的时候，耿炳文的败局就已经定了。早就已经期待已久的燕王军终于在张玉、谭渊和朱能的带领下对南军发动了猛烈的攻击。南军一时方寸大乱，就算是耿炳文经验老道，可军心乱了，军阵自然而然也就乱。大帅不好了，燕王率军已经杀到我们的身后了，我们此刻腹背受敌了。什么？耿炳文紧锁眉头，他知道战局进入了现在这种情况，自己难辞其咎。可是如果再继续这么拖延下去的话，就算是人数多又能如何？迟早燕王军就会像砍瓜切菜一般，把自己带来的这50万人全部斩尽杀绝。立刻传本帅的率领，撤退，赶紧撤退！不用耿炳文说，有不少的南军都已经开始逃跑了。朝廷大军此刻败相出现，除了实在撤不回来被抓了的，基本上该撤的都已经撤出来了。可是有一个现象让耿炳文非常难受，那就是朱棣手下的一位猛将，名字叫朱能。此人带着30几个人正在咬着自己大军的屁股，而自己手下率领的大军居然没有一个人胆敢回头还击。这他妈还了得！纵然自己这战意全无，可好歹几十万人啊，几十万人被几十个人追着跑，这要传出去，自己长兴侯的身份还不得让人笑掉大牙？狂妄！给我杀回去！给我杀回去！列阵！不光是耿炳文火了，这帮南军也同样火了。他们也是军人，几十万的人被几十个人追着打，这简直丢人丢到姥姥家去了。所以南军们为了军人最起码的荣誉，居然真的重拾起了战役，停了下来，转过身去拿起手上的武器，重新列阵。按理来说，这个时候就不应该再继续追着砍了，穷寇莫追。可是朱能也不知是上了头还是怎么着，他显然是没想停下继续追赶。既然你们停了，那我就要打个痛快了。朱能是一个敢拼命的人，
而事实也证明，人要是一旦拼了起来不要命，什么奇迹都有可能发生。朱能愣是起到了身先士卒的作用，嗷嗷怪叫着，这几十个兵也像是被打了鸡血一般，悍不畏死冲锋过去。朝廷大军也是猛啊，好不容易刚刚重拾起来的战役，又一下子被悍不畏死的朱能及其手下几十个士兵给冲垮了。耿炳文也重新审视了自己，现在当务之急最优的选择就是立即撤回城中，野战朝廷大军根本就不是燕王军的对手。燕王军那是3天一小仗，5天一大仗，几乎天天打仗，和这些久疏战阵的朝廷大军相比，那就好似是成年人对婴儿一样。耿炳文知道自己真正的长处在于守城，只有退回到城里，自己才能发挥自己真正的长处。虽然如此，几十万人对上10几万人被打得落花流水，而且还被几十个人追着打，实在丢脸。但耿炳文此时也顾不上那些了，要真想保护好自己这张老脸皮，就得保存实力。事实证明，有的时候一个人真的能影响到一个整体，甚至是2个整体。撤回真定城，快撤回真定城！燕王的帅营之中，燕王朱棣此次活捉了2万多人，他比朱能先到，脱下盔甲还没来得及松口气呢，朱能就满脸鲜血，狰狞的好似地府里爬上来的恶鬼一般钻了进来。殿下，咱们到底是没能拦住耿炳文那个老家伙，到底还是让他给退到城里去了，接下来可怎么办？这就不错了，你刚才只带着几十个人追着人家几十万人打，自此真定一战，从今以后你也是名扬天下的名将了，还觉得占的便宜不够多啊？咱们手上的人还是太少了，没办法彻底将朝廷几双大军全灭。而且最主要的是，耿炳文这老家伙，他居然退回到了城里去了。本王最担心的事情发生了，耿炳文最擅长守城，当年他在长兴城守了10年啊！陈友谅几乎每一年每个月都要来打那么几次，可10年他从未失守。殿下，陈友谅攻不破城，可未必我们就攻不破。他们北平城的用来防守的火炮我都给拿来了，咱们不是还有炮吗？大不了轰他丫的！咱们的火药不多，这个炮我有大用，不能浪费在真定。接下来组织攻城，攻不下来就一直攻，什么时候攻下来了，什么时候算。要是一直攻不下来，那就等朝廷的反应，看看朝廷会不会把这位最善防守的将军给撤掉。耿炳文果然不负自己大明第一守将的名号，燕王军攻城攻了整整3天，愣是没攻破，连块城墙皮都没抠下来。朱棣和朱棣手下的一些将领都知道，耿炳文防守的时间最高纪录是整整10年，而且面对的可是数倍于燕王军的陈友谅军。但是他的最高纪录，下面的士兵们却不知道。朱棣明白打仗打的就是一个士气，要是士兵们知道以前的耿炳文真正的能耐，恐怕攻城攻会更加艰难。时间利耿炳文利朝廷，但不利于燕王。耿炳文知道，燕王也知道。其实你也信不过四哥是吧？石七哥这话怎么说？这还不简单，你要是真的能信得过四哥的话，你又何必孤身一人前来？领10万大军来的是你的老丈人，原来在云南任右军都督，后来调回了京师。你的王妃还有侧妃和你的儿子都在开元城。你要真是能信得过四哥的话，何不把妻子孩子还有你的岳母一起送到北平？我这么说的难道还不够明显吗？你其实也怕四哥会以你的家人来要挟你。你笑什么？难道我说错了吗？你不就是不相信四哥，怕四哥用你的家人威胁你交出兵权吗？石七哥，有的时候我也挺佩服你的，简单的问题都能被你想复杂了。我为什么不带上我的王妃还有我的孩子？其实很简单，因为咱们这一次出去是打仗，咱们可不是去游山玩水，是要死人的。从古至今，你见哪一个将军外出征战还带上自己的妻子的？这不是等着乱自家的军心吗？老20，你就别瞒着你17哥了，你那点儿花心眼子我还不知道。你不就是怕四哥以你的家人威胁你？你到时候就算是不想交兵权也得交了，落得和我和15哥一样的下场。四哥是什么人啊？放在过去，4个就是乱世中的枭雄，曹操一般的人物。四哥会接受你掌握的兵权比他的还要庞大还要多吗？不会的，尤其是我麾下的朵颜三尉，现在变成你的了。他对我的朵颜三尉可是垂涎已久，好几次提出要用他的火枪兵跟我换，我都不换。匹夫无罪，怀璧其罪啊！我倒是想看看这么聪明的你，到时候面对同样鬼精的四哥的时候，你们2个谁能赢啊？嘿嘿，石七哥，就如你说的一样，四哥是一个鬼精的人，但有的时候就是聪明人才懂聪明人的想法，真正聪明的人是能了解别人的想法，知道谁对自己有威胁，谁对自己没有威胁。其实我们兄弟几个心里面想的都是一样，都巴不得这天底下有哪位藩王揭竿而起，和朝廷轰轰烈烈的大干一场，这样兄弟几个的爵位就都能保得住了，也不用做的像12哥一样自焚的下场。而我是继4哥之后第2个宣布清君侧的藩王，我也是头一个支持4哥的，你觉得这份情谊不够重吗？
更何况他在前面打我，在后面打我，先后吞掉了广宁城、大宁城的兵马。广宁城的兵马这个时候实在是起不到什么好的作用，还不如就留在广宁城，让他们接着守城。至于你的5万人和我的10万人，这些可都是精兵中的精兵，这份情谊不够重吗？你也可以再回头看看我们的队伍，绵延数十里，为什么会这么长？是因为我们的人数众多吗？是因为在我们的大军后面还有运粮队，运粮队的车从这一直排到了10里地以外，这份情谊还不够重吗？老20你就乐吧，用不了多长时间你也乐不了多久了。等到见了四哥，我就把你的小心思全都给你说出来。既然你不让哥哥好过，哥哥也不能让你好过。50万人，50万人啊，对10几万人为什么会输成这个样子？难道真的应北平的那首儿歌所说，四叔他才是真正的真龙天子？陛下，长兴侯是中了燕王的奸计，我朝廷兵马虽然众多，但是在旷野之上，我朝廷兵马却不如北平兵马擅长野战。北平远在边关，每年都要和草原上的猿人进行较量，而我朝廷大军在南方9书战阵，更何况长兴后的长处并不在于野战，而在于守城。陛下依臣来看，接下来朝廷不用做任何变动，主将一定还要是耿炳文。现在看似耿炳文败入了真定城之中，但其实耿炳文的长处只有在真定城之内才能发挥出来。时间利朝廷，利长兴侯，而不利于燕王。只要我们将时间拖下去，北平军本身就是叛军，更何况北平城只有1座城池，粮草供应实在有限，不出1个月，北平军必败，燕王必会为长兴侯耿炳文所生擒。陛下，齐大人虽然言之有理，可是与燕逆一战，若是我朝廷大军不能打出风范，打出气势，打出威严来，那这仗不如不打。为何？朝廷是国家的中心，若是朝廷对付一个小小的燕王都要打得如此费心费力费时间，那日后一定会有其他的藩王小视了朝廷，小视了陛下。若是日后再有其他藩王引兵作乱，难道我们还要再像现在这样等着被动挨打，靠时间来活活拖垮叛军吗？所以依臣来看，这主将必须换人，长兴侯耿炳文不能再用了，我等应当换一个更加年轻、更有才干，也更能打、更敢打的年轻将领上去。须知燕王虽然勇猛，但是在同一辈之中，并非没有新一代的杰出将领能与之抗衡。黄爱卿言之有理，朕也是这么认为的。若我朝廷必须要打的话，那就必须要打出气势，打出威严。如果靠耿炳文苦苦支撑，那岂不是叫人小看了朝廷，小看了朕这个皇上？依黄爱卿所说，黄爱卿觉得谁能接受耿炳文的重任，平叛燕逆呢？陛下，臣有人选。魏国公徐辉祖乃中山王徐达大将军之后，他继承了其父的作战作风，为人处事低调，刚毅沉稳，饱读兵书。战场上虽是稳中求胜，但不会放过一丝一毫求胜的机会。若是派徐辉祖去应对燕王，这支长矛正是合适啊！陛下万万不可呀！魏国公徐辉祖虽然继承其先父的军事才能，但千万不要忘了，中山王徐达乃是燕王朱棣的岳丈，而徐辉祖则是燕王朱棣的七弟啊。那以爱卿来看，不选魏国公的话，那应当选谁呢？皇上依臣来看，皇上可以选曹国公李景龙，原因有二：李景龙是齐阳王之子，齐阳王在世之时对李景龙管教颇为严厉，而且也亲自带曹国公上过战场。至于这其二，这曹国公乃是皇上您的亲戚。哎呦，这朕怎么没想到呢？说的极是，这按理来说，曹国公是朕的表哥呀。皇上正是啊，曹国公是皇上的表哥，而且又是齐阳王之子，一定信得过。而且臣相信曹国公一定能够攻克乃还，还我朝廷威严。传朕的旨意，敬曹国公为昭勇将军，不日即刻启程，赶赴真定，接手耿炳文兵权，扫除燕逆。陛下圣明。陛下圣明。黄大人，你为何要三番两次的阻止于我？在下是兵部尚书，虽然不通军事，但对于军中将领却是了解的比你深。魏国公比曹国公强很多。齐大人啊，刚才在下是救了你的命啊。那魏国公可是燕王朱棣的小舅子，要是这魏国公上了战场也背叛朝廷，那可怎么办？燕王若是再加上这几十万大军，那我等也就不用想着为当今陛下建立功勋，你我直接上吊自杀算了。曹国公此人我了解，平日里就是个纨绔子弟，整日也不研习兵法，只知驾鹰牵狗。这样的人如何能斗得过那远在北平戍边多年的燕王了？更何况早在当年北伐之时，这李景龙和燕王之间就已经比了一个高低。齐大人，当年是当年，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我倒是很看好曹国公。至于燕王，你刚才也说了，当年他们两个已经分出个高低来了，曹国公一定对燕王心有不满。
你想想这当年的仇，再加上现在燕王造反的事，这两项结合起来，曹国公一定会拿出全部的精力、全部的实力，尽力的去打败燕王。更重要的是，因为以前他曾随军北伐过，与燕王一同作战过，所以对于燕王的作战特点和风格，他也一定比长兴后要更了解。总之啊，齐大人，你我乃是同僚，我就算是坑了谁也不会坑了你的。这次就听我一言，下次若是在下再有与齐大人政见不合的时候，在下听齐大人的就是了。我根本就不是那个意思。哎，还真是壮观啊！朝廷为了本王真是下了血本，这几乎快倾尽举国之力来讨伐本王了。万万想不到，万万想不到，朝廷居然会把李景龙派过来接替耿炳文，这简直是太可笑了，太可笑了！殿下为何如此发笑？这曹国公好歹也是齐阳王李文忠的儿子，就算是子不及父，也不至于这样吧？你不懂，这小子是和我一起长大的，我们俩第一次上战场，我那个时候被我父皇还有岳丈二人逼着当了大头兵，而他呢，那个时候就已经是个总旗了。我对这个人最大的看法就是，他对什么事情都一知半解，什么都会一点，论排兵布阵，论在外野战，论攻城，论防守，他都会一点，但都会的不精。如果年轻一代论起知道的多，那我们谁也不如他；可论起精，那他谁都赶不上。这就是我笑的原因，让他来做义军的主帅。他做一个参将都勉强，做主帅，看来朝廷真是不了解这位曹国公啊。殿下若是如此的话，那岂不是对我们更好了？如果这曹国公真的像殿下说的那样，那他即便是来了又能如何？顶多也就是给咱们送人送钱送粮。不，如果李景龙到了我们的境地，就危险了。殿下，您到底是什么意思呀？末将实在不明白呀。本王的意思是，如果朝廷继续重用耿炳文的话，我们兴许还能有一点时间拖得起，因为耿炳文进攻不行，防守行，也许再过一段时间，老二使他们就会把兵马从辽东带进来。但现在换了李景龙，虽然本王觉得李景龙不是个将才，所有的兵法都是一知半解，可他到底比耿炳文敢打，而且这次朝廷又给他多派了10万大军，原本这几日下来，朝廷损失了差不多4、5万人。李景龙就算再怎么白痴，可是以将近60万的兵力打我们10几万，还是有很大优势的。传本王亡命，即刻撤军，我们退守北平，等待援军。还真是壮观啊！朝廷为了本王真是下了血本，这几乎快倾尽举国之力来讨伐本王了。本王一向不擅长攻城，今日却被逼得不得不退城自守，连前几日刚打下来的城池都给丢了。父王不必担心一时之得失，我们如今退守北平城，也不过就是父王针对战局做出的选择和判断而已。说得好，现在爹就给你一个任务，你作为本王的世子，至此危难，自然也要登上城墙出一份力。爹就把我北平城西的西直门和阜成门交给你们两兄弟了。请父王放心，我们定当誓死守住西直门和阜成门，若城门破，我们2兄弟自当拼死，纵然是死在城头前，也绝不叫南军踏进城一步。殿下，2位王子都被安排到西直门和阜成门了，那我等殿下打算把我们安排在哪？朱能、谭渊去防守对面的东直门和朝阳门，张玉父子还有张武与本王留下，一同抵御南三门。末将领命。末将领命。末将领命。希望老二是能尽快赶来吧。众将士们，儿郎们，今日到了我们起兵以来最关键的一战了。今日此本王会一直留在城墙之上，与你们一同守城。只要南军不退，本王就不下城。本王与你们生死与共。以燕王的那个性子，他不是那种能在城里面老老实实的等人家来攻城的人，他一定会在敌人攻城之前就做好了他能做的所有准备。朱棣很有可能会在背地里给自己下好了套，没准等自己下令攻城过去之后，立马就会从自己意想不到的地方冲出一支北平最为强劲的骑兵，来冲杀自己的中军大营。大帅，咱们怎么还不攻城呢？请大帅快快下令吧。本帅越想越觉得不对劲，燕王朱棣也在战场上用兵灵活多变，以他的性格，他是绝对不会缩在北平城里毫无动作的。所以本帅觉得他一定是在北平城外布下了伏兵，就等我们挥师攻城之时，他好指挥这支兵马迅速的来奔袭我军中营。不行，本帅还得再好好研究研究，传我率令，全军立刻退后10里。大帅，咱们现在已是兵临城下，箭在弦上，是不得不发了。
将士们都已经等候多时了。要是就这么不明不白的撤回去，对咱们好不容易拉拢起来的士气恐有损伤啊！在下有个办法，若是大帅觉得朱棣在城外布下了一支伏兵，那不如大帅即刻率领中营向后退，我等在前面作战。若是出现这支伏兵的话，他也冲不了大帅的中营。若是这支伏兵一旦出现，开始分析我们前方后方的话，那我军大军也可在后面趁势攻杀，咱们两面夹击，这支伏兵不就没了吗？既如此，那就这么办吧。前锋依旧攻城，本帅率领中营和大军后撤10里，若发现有任何风吹草动，即可攻杀。于是将近60万大军就这么不明不白的在原地扔下了20万人的攻城部队。李景龙率领将近40万大军后撤了10里。这个操作让站在城头上的朱棣看不懂了。好好的，眼瞅着都要打起来了，李景龙这家伙居然率领中营和大部队向后撤了，这是什么操作？号角吹响，这20万大军如潮水一般扑向北平城，除了南门以外，还有东门和西门也都遭到朝廷大军的攻击。攻城难守城易，更何况是北平这样的一座城，就算是60万大军全对上去了，最后朝廷能剩下多少兵马？20万、10万、5万？所以要想不死，坚持到援军到来，那就只有拼死抵抗。传令全军再加快一些，如今我们已出大宁，距离居庸关已经不远了。5日之内，本王必须要看到居庸关的关门。3日之后，咱们的粮草还剩多少了？殿下，咱们粮草所剩已经不足2日了。要是援军再不赶到的话，咱们北平可就无米下锅了。到时候只能用树皮还有树叶子来填将士们的肚子了。大师，本王心中有一事不明，你说这韩王同我一同造反了，他会不会是在等着我和朝廷两败俱伤，他好坐收渔翁之利？殿下不必担心，老衲看得明白了，那位韩王殿下更明白了，他绝对不会做出如此愚蠢之事，他也断然不会与殿下争夺皇位。不论是在军中的威望还是长幼，殿下都是诸王之长。殿下呀，至此关键时刻，韩王殿下冒着天下之大不韪，绑了辽王，绑了宁王，夺了广宁城，夺了大宁城，夺了兵马，前来投奔于您。您可不能在这个时候对自家的兄弟起了疑心，不然大禹见闻又有何意呀？大师，你在想什么呢？我当然不会怀疑老二世的心思，我知道老二世不会与我争夺皇位的，他是要争个活路。既然他选择了本王，那本王一定会给兄弟们一条活路。大哥，要不趁着晚上大军们都在休息，朝廷也不会来，大哥就回家里一趟，去看看大嫂和侄儿吧。不能去啊，不能回去啊，大哥也惦记着詹基，可是你我是父王的儿子，父王都在城墙上与将士们同吃同住，我怎么能回家？不回。老三，你可真给哥哥想了一个好办法。不是我说啥了，你咋突然站起来了？你们即刻告知我妻子，就说我想儿子了，想看看儿子，让他即刻抱着孩子过来。原来大哥还是想老婆孩子了。下人们突然让我抱着孩子去城墙上来看你，我还以为出了什么事，这一路上来把我吓得呀。你要干什么？你要干什么？朱高炽，儿子要是出了什么事，我跟你没完。众位将士，众位兄弟，今日请大家见证，我们朱高炽、朱瞻基父子与大家一起共守北平，我们与大家一起生死与共。若敌军冲杀城来，若北平城不保，那先死的就是我朱高炽，若我死了之后，第二个死的就是我的儿子，然后才轮得到你们。世子殿下，世子殿下，万万不可呀！我的儿子是朱家的子孙，我的儿子是大明燕王的孙子，我们朱家3代就是要和大家同生共死。小子你行啊，拿我孙子出来提升士气。阿弥陀佛，世子殿下，太不容易了。蓝玉守城100日，以城中3万多兵对抗陈友谅60万大军，足足坚守了117日。陈友谅就是没把城攻破，最后活生生的把时间拖到了太祖皇帝造好了战船，集结了兵马，运好了粮草，最后来了鄱阳湖决战，干掉了陈友谅。论起军事才干，朱棣未必就比蓝玉差，所以自己之前曾自信保证3日之内必将攻克北平，实在是小看人了。只怕这北平城没有个几十日是绝对攻不下来的。北平所剩粮草应该还有多少？回大帅的话，北平的今年赋税是都交足了的，所以如此推算，北平城内的军用粮草其实也只够支撑2-3日的了。传本帅的率领不打了，他们愿意守就让他们守去，
等到2、3日之后，我看看他们没了粮草还怎么打，到时候只怕他们会求着我把他们俘虏了，他们会把燕王朱棣五花大绑送出城门。皇上有旨，宣。奉天承运皇帝制曰：今曹国公久攻北平不下，多我军威，朕心不喜。今令曹国公李景龙即日全力攻城，3日之内，朕定要见到北平捷报。居庸关情况怎么样？殿下，居庸关的情况我等也不清楚。如今朝廷埋伏在北门的伏兵依旧在，如果咱们的人出了北门，就一定会被这2波伏兵给截杀。他们要的就是我们两眼一抹黑，没有消息。按照地图上的来看，今日应该就可以到达北平了。我们快1刻的时间就能多救下一些人，不管是北军还是南军，都是我大明的士兵。殿下这话说的不错，自家兄弟刀兵相向也是人间悲哀。咱们能做的就是尽快的结束这场战争。要是按照殿下之前说的，这场战争要打整整4年之久，我都不敢相信这4年我大明要死多少的将士。老丈人又提起这个4年，不就是那天跟你说话说漏嘴了吗？没必要一直提吧。后面那2支骑兵还在跟着吗？殿下，那2支骑兵还在后面紧紧的跟着呢，时不时的就要奔咱们运粮队使劲。我说您干脆让我带1支骑兵跑去和那2支猿人骑兵厮杀一通，俺这铁棒定打得他们脑浆子都出来。这帮猿人看来也是被逼急了，我们带了10几万大军，他们应该躲都来不及，反而各派的1支骑兵前来窥探。看来本王在辽东打的他们还是不够疼，不要管他们，时间和我们的士兵都耽误不得，我们1个人都不能少，他们要跟就让他们跟着，只要进了100米之内立即放箭。殿下，标下从来没跟殿下求过什么，标下想跟殿下求一件事，请殿下答应。殿下要是不答应，我就不走了。做将做到你这个份上，做王做到本王这个份上，也是千古难得一见。说吧，你想求些什么？本王无有不允。殿下，标下求的不是别的，只求咱们打到了山东之后，殿下给标下几天假，标下要去办点事。好，你放心，不过本王不会让你自己1个人去的。既然要报仇的话，身边多添几个助手，这才像话，别让人家瞧了，还以为本王是个薄情寡义之人。俺就1个人回去就够。俺不连累其他的兄弟，也不连累殿下，你就当不知道就好了。这我怎么可能不知道？你放心好了，本王绝对不会让人来问本王的罪，更不会让人来问你的罪。既然要去报仇的话，就好好听本王的话，本王到时候让你带几个人，你就带几个人。你若到了山东地界立马消失，你就永远也不要再回来了。殿下放心，标下绝对不会弃殿下于不顾的。殿下不点头让俺走，俺绝对不走。这就对了，你是本王的亲卫千户，你要走了，谁来保护本王？急速前进！众将听令，出动全部的兵马，骑兵给我从马上下来。弓箭手射光了自己身上带的箭之后，立马抽起刀给我上城去砍人，敢有半路退缩者，立斩不赦。这次李景龙是真的被逼急了，不得不拿出全部的军力和朱棣死磕了。若此不能拿下北平，那自己就真的无颜回京面对陛下，也无颜回京面对朝堂百官，自己这个纨绔子弟之名将会一直做下去，直到自己老死。好啊，好啊，这李景龙这么多日了，终于算是拿出真本事来了。他早就应该如此做了，不就是怕打下北京城之后剩不了多少人吗？慈不掌兵，要是本王统兵的话，第一要事就是先把反叛之人解决了，不然的话，这叛贼越活越久，岂不是让天下百姓都等着将自己的那一颗民心导向着叛贼吗？兵马所剩多少根本就不重要，天下的民心向谁这才重要。传本王亡命下去，如果这一战我们挺过去了，抵挡住了朝廷带进的进攻，那朝廷的士气就彻底完了。咱们就可以趁着这个时候出城，再追着朝廷大军的屁股打。北平将士齐齐高喊，一时响彻云霄。远在朝廷大军坐中指挥的李景龙都听到了这阵阵回响，摄人心魄。就在朱棣和李景龙之间即将爆发最后的决战之时，忽然只看一个传令兵急匆匆地奔忙过来。报，大帅不好了，大事不好了！辽东的韩王、辽王、明王都带着兵马进了居庸关，前来帮助燕王了。如今我们安插在北平北城德胜门外，2支伏兵已经尽数被歼灭了。什么？报，殿下，韩王殿下他们已经到了，现在已经在德胜门之外了。殿下是否开门？但是喜悦并没有扰乱他的判断，他知道这个时候就算是北平城内再来10几万的大军，也是于事无补。这个时候最好的解决办法就是
辽东的兵马从北平城2翼向朝廷大军发动进攻，而我自然也不会闲着，我要在南门带着北平城内剩下的不到10万的将士们，随着辽东将士一起冲杀而出。事不宜迟，传本王王命，本王与冯程将军各领7万5千人，我走西侧，冯程将军走东侧，我们俩从北平2翼而过。等到北平南3门一开，我们即刻挥师冲杀。快跑，快跑！李景龙眼看着全军士气皆无，再也不能反攻朱棣，没办法，只得骑上马，不顾形象狼狈逃命去了。二师弟，四哥终于见到你了，太不容易了。嘿嘿，是的，四哥。咱们进城说，二师弟。四哥，我知道你想问什么。15哥、17哥没有被我领到你这来，他们现在都在我的军营之内。15哥现在还在郁闷中呢。至于17哥，他怪我骗了他手底下的军队，此刻正在与我生闷气，带着机会就对我阴阳怪气。我实在不愿意看他们2个就没领过来。要是我也不待见你，明明好好的待着，硬生生被你带着一起造了反。四哥说这个你也别多想，四哥想的是，既然都是兄弟，终究是我对不起他们。朱松听了之后点了点头，随后做出了一个让朱棣妄想想不到的动作。只见朱松从怀里拿出了辽东10多万兵马的兵符，递给了朱棣。老二十，你这是干什么？义军不能有2位主帅，四哥戍边北平多年，立下不世战功，军威赫赫，弟弟自愧不如，所以便将弟弟手下的将士兵马全部拿出来。二师弟，你跟着哥哥身后奉天靖南，说是靖南，你我兄弟其实这就是造反。不管建文是如何逼得我们走投无路，不管是如何把我们的兄弟逼得家破人亡后事，史书都不会记载我们的苦衷，只会一味的强调我们是反贼是逆贼。你跟着四哥做了这回不了头的事，四哥怎么能忍心下了你的兵权？把兵符收回去，你我兄弟同心，其利断金。更何况我先后受了你2次大恩，四哥谢谢你。嘿嘿，四哥不必如此，我选择了四哥也是因为兄弟佩服你。四哥论起坐镇指挥我不如我的岳丈，论起冲锋陷阵身先士卒我不如你。今日若是没有我的贴身护卫在旁保护于我，只怕我早已被人一枪挑下马来了。这兵符你收下吧，我相信你会带着这些兵马靖南成功。那四哥就收下了。二师弟，若未来我真的成功了，做了皇帝，我与你共享天下。大师，我拿到辽东10几万大军的兵符了，如今在北平的20几万大军全都落在本王的手中了。大师，难道是本王做错了？殿下当然没做错，韩王殿下论起带兵打仗，的确不如殿下，所以殿下掌握全部的兵马是对的。老衲只是有些惊讶，韩王殿下居然有如此的心胸，带来了粮草，带来了兵马，而后将这些全部交给殿下您，自己孑然一身，饿得逍遥自在。老衲佩服啊！老衲要多问一句，殿下可曾想过，如果殿下真的成功了，入主应天，成为我大明朝的新皇帝，殿下除了励精图治，努力证明自己才是皇位的最佳人选以外，是否还有其他的考量？就比如韩王殿下，殿下打算如何安排？刚才老二使把这兵符交给本王的时候，本王当时一高兴多说了一句话，本王说本王得了天下之后一定要与他共享天下，这句话本王是不是也说错了？殿下呀殿下，韩王殿下聪慧过人，他怎么能相信殿下您这一句与他共享天下？殿下这一句说的倒虚伪了一些，不过想来以韩王殿下的心境，绝对不会相信这句话，只当一笑了之。老衲还是那个问题，天下大定之后，殿下又如何安排韩王殿下？难道是要与其他的藩王殿下一样，夺了他们手中的兵权，由朝廷奉养，让他们做个潇洒闲逸的王爷？本王没想到呢。本王现在只是刚刚起兵，还没打出北平呢。现在北平城外还有数十万大军在那虎视眈眈，纵然是李景龙在本王眼里是个白痴，可到底手底下几十万兵是真的。殿下，老衲想到了，若殿下真的成功，靖难成为了我大明心的天子，老衲叩见殿下，千万不要把韩王殿下置之不理，也不要像对待其他藩王那样迁到关内，
找个富庶之地供养一生。大师的意思难道真的是让本王与他共享天下？可是一天怎能有2日？殿下，老衲自然不是这个意思。老衲的意思是韩王殿下是个有才干之人，若到那时天下初定，国家也需要治理，韩王殿下治下的苦寒之地，开元都能够做到百姓丰衣足食，家家有余粮，人民安居乐业。那放到整个大明，若是没有亲王这层身份，他也很有可能会是一代贤臣能臣啊。如此明珠，若是蒙尘，岂非可惜？而且老衲觉得我们现在与朝廷斗，朝廷与你们斗，看真正苦的却是平民百姓。到那个时候，天下总要休养生息，养民为重啊。你也会心系天下百姓？你这样的人也会说出这种话？阿弥陀佛，在殿下正式举兵靖难之前，老衲是整日盼着天下大乱的妖僧姚广孝。可殿下若打下天下，那老衲就不再是那个整日只想着造反的姚广孝。老衲到那时还想再为殿下出生义奋力，老衲到那时自然而然就是想着天下百姓能安居乐业的姚广孝。看来大师想的也很远嘛。殿下，韩王殿下若用好了，便是我大明的国之重器。若殿下真的成功了，如果真的能在殿下这一招实现百姓人人安居乐业，人人都能吃得饱饭，穿得好衣，那殿下就真的对得起天地，对得起太祖高皇帝了。姚广孝实在太了解朱棣了，朱棣想当皇上，但是他不想通过造反当上皇上，可如今能给朱棣的选择，根本就是没有办法。请大师放心，20弟本王会好好待他，本王也会好好的用他。阿弥陀佛。混账，60多万的人打10几万人的城池他都打不下来，这个混账燕王真的就这么厉害吗？王八蛋啊，王八蛋，朕的手底下就没有人能挡得住燕王吗？陛下，滚！陛下息怒，陛下保重龙体呀。李景龙身为义军主帅，没有能力剿灭叛贼，这是李景龙一人之过，并非是陛下之过，请陛下息怒，好好想一想，燕王并非是不可战胜的，但此战败就败在李景龙的身上，败也败在辽东韩王、辽王和宁王的身上。毕竟在此之前，谁也没想过这几位藩王也会包藏祸心，尤其是这个韩王，平日里装的唯唯诺诺，恪守本分，但其实暗藏祸心最深的便是他。陛下，当务之急，第一重要是陛下保重龙体，第二重要就是再从朝中择一良将派往北平去镇压平叛。齐爱卿，你上一次推荐的是谁？陛下，上一次臣推荐的是魏国公徐辉祖，这一次臣推荐的还是魏国公徐辉祖。为什么？魏国公曾随中山王徐达戍边北平多年，魏国公对北平一应军务地形十分熟悉，对燕王同样也十分熟悉，知己知彼方能百战百胜。此时全朝文武没有一个比魏国公更适合的了。陛下万万不可呀！陛下万万不可用徐辉祖。你还说，上一次就是你告诉朕不能用魏国公，结果如何？朕听了你的话，用了曹国公，朕的60万大军啊，竟然敌不过燕王麾下区10几万大军。就算是韩王、辽王、宁王他们都带了兵马前来支援燕王，可那又如何？他们4个人加起来的兵力才不过20万左右，60万打20万，朕想了好几个时辰都想不明白这一仗。李景龙他到底怎么能打出这种败仗？李景龙用60万打20万，他打输了，他居然打输了，朕想不明白呀！陛下，上一次臣失误选了曹国公李景龙，臣知罪，请皇上降罪。但这一次臣依然不同意其大人的人选，魏国公徐辉祖他和燕王关系不一般呐。陛下好好想一想，在韩王、辽王、宁王将奏折上到朝廷之前，谁又能想到他们3人居然真的敢跟着燕王做着大逆不道之事？谁又知道那魏国公徐辉祖是不是也如韩王一样包藏祸心？但隐藏极好，韩王在此之前也口口声声说自己忠于陛下，绝不会做到无君无父之事。可如今呢？燕王之后，他便是第2个上书奏折要奉天靖难，清君侧呀！陛下，我求您了，陛下千万不能用魏国公徐辉祖，否则此次战败将会只是朝廷的一个开始，下一次战败那就是应天城失守了。陛下求您了，陛下。爱卿言之有理，这徐辉祖是燕王朱棣的小舅子，谁能保证他带领朝廷大军上战场，会不会临阵倒戈，和朱棣一起转过头来攻打朕？可是若不让魏国公出战，还有谁能够挡住燕王帝？陛下，魏国公徐辉祖虽然是燕王朱棣的小舅子，但魏国公本人却对燕王十分的鄙夷。尤其是这一次燕王朱棣在北平举兵造反，他听到这个消息之后，第一时间就来找臣，想要替朝廷出兵平叛。臣观魏国公提起燕王帝的时候，怒不可遏，
义愤填膺，而且他也对臣说，若朝廷能够拜他为征主帅，他定会一举荡平北平叛乱，擒拿燕王回京。陛下，眼下朝廷内也没有能够委派的将领出战，不如这一次就让徐辉祖出战吧，他对陛下是忠心耿耿啊。陛下，就算是朝廷暂时无人，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也千万不能启用魏国公徐辉祖，我们冒不起这个险，更何况李景龙只是输了一阵而已。曹国公此战为什么败？败就败在我们之前谁也没有得到消息，辽东的三王居然会跟着燕王一起造反。现在想来，我们安插在辽东的锦衣卫应该都已经被他们清除了。陛下，现在我军元气尚存，虽然这一仗输了，但是并没有伤到我大军的元气，曹国公依然在，手下的将士虽然有所损失，但对比北平军依然有着非常大的优势。陛下，就请再给曹国公一次机会吧。说得不错，说得不错呀。的确，在此之前，我们没有收到任何的消息，辽东的三王居然有这么大的胆子，敢跟燕王朱棣一起造反，这也是此战输的关键。若是再来一次，朕相信曹国公应该不会败。对了，朕想起来，朕当年去北平视察的时候，北平城高墙厚，不愧为我大明北方的第一重镇。再加上北方兵马常年与元人作战，骁勇善战，朝廷大军虽然人数众多，但毕竟大多数没上过战场，没见过血，只要再打几仗，让他们见了血就会立马不一样。陛下所言极是，这兵都是越打越勇，相信接下来的几战一定会有不一样的情况。陛下，朕心已决，不要再说了，立刻传旨，命令曹国公李景龙整顿兵马，再战燕王。皇大人，你到底要干什么？这曹国公李景龙是名不虚传的纨绔子弟，他根本就没有他父亲的作战才能和能力。你这一次又推荐曹国公继续担任北征主帅，若这一次再输了可怎么办？齐大人，你难道还看不清楚吗？魏国公徐辉祖之所以想要担任北征主帅，难道不是因为他想早日带领我朝廷军队去投奔燕王，好杀个回马枪？那魏国公徐辉祖是燕王的小舅子，他们二人一拍即合，到时候只怕我大明威仪。总之，只要我还一息尚存，就绝对不会眼睁睁地看着你铸下大错，绝对不会让魏国公徐辉祖执掌帅印。我们冒不起这个险，就算是曹国公不负其纨绔子弟的声名，但是朝廷也必须用曹国公李景龙。你齐泰还要与他再争辩一番，却没想到那黄子成说完，一甩袖袍就走了。齐泰站在原地，作为兵部尚书的他实在是觉得窝火，自己一个主兵部的官员，居然在皇上面前对朝廷用兵举措和决定，还不如一个翰林院学士的话来的重要，这如何让他心里不气？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北军不过打了几次胜仗而已，就骄狂至此，那就让他们再多狂一会儿吧。骄兵必败，传本帅的率领下去，任何人不许出战。二师弟，这李景龙萎缩不战，如此下去，我们就怕喊上一天一夜，他们也不会出来与我们交战。你觉得我们现在应该怎么办？简单，当然是用激将法。哦，愿闻其详。四哥，你看这些李景龙虽然作战能力一般，但到底是表哥的儿子，基本功还是很扎实的。各营的营帐排列、大营的布防都做得十分到位。如果我们率军强硬冲进去的话，结果势必会损失惨重。而我军人数较少，不如南军那么家大业大，所以依我看来，我们不如以言语击之。只要那李景龙中了激将法，一定会率军出来与我们作战。而且我观李景龙行军用军60万大军，皆以中军为主，中军向哪儿走？这60万大军就向哪走？有可能李景龙手下并无能够独立作战的将领，也有可能是有，但李景龙不懂得用，也有可能不是李景龙不懂得用，而是李景龙嫉贤妒能，生怕别人抢了他北征的首功。既如此，不如就当着南军全军的面弄一首顺口溜给李景龙听，他听了之后必然会忍不住。不错，就依二师弟的。李景龙本身就是一根葱，靠着爹当国公，一本兵书看不懂，驾着鹰牵着狗，纨绔子弟手牵手，开营门来投降，回到京师去尿床，混蛋，这帮混蛋！传本帅令，立即打开营门，随我出战燕王。这一天仗都打完了，南军士气不佳，一直是被北军压着打，死伤人数也比北军要多得多，每次交战都是给北军送俘虏、送兵器、送盔甲，打得灰头土脸的，再退回营帐之中。
我们拖不起，朝廷能拖得起，是因为朝廷除了北平、辽东以外，还有10几省的粮草支援。只要时间拖得越长，对我们越不利。这么多的土地，只要给朝廷5年的时间，朝廷就会再养出1支40万的兵马。可我们却不能，短则3年之内，我们必须得想办法取得胜利。二师弟说的不错，而且这帮南军比起上一次攻城之时已经有所精进。之前李景龙带着60万大军前来攻我北京之时，60万大军之中，里面最起码有1半以上是新兵蛋子。新兵战力不高，但一旦打了仗，见了血之后就会截然不同，成为一支真正的能战敢战之士。如今南军就算士气低迷，可是这一帮新兵该成长的都成长的差不多了，如此拖下去的确对我们不利。可李景龙麾下士兵数量实在太多，我们就算是打了几场小胜仗，也只不过只能起到一点点的蚕食之功效。二师弟今天所说，整个南军都依靠着李景龙的中军下达命令。如果我们要是能想个办法端了李景龙的中军，那这几10万朝廷大军就会成为一盘散沙。可李景龙就算是出来，也是10万士兵在前，他端坐在后方，我就算是想布置伏兵，他不出来也一样是冲不过去。10万的兵马实在太多了，本王要是有这么多的兵，早就打到应天去了。四哥，李景龙应该不知道，我已经把辽东10几万大军的军权交付给你。要是你我还有我们手底下的兵马配合着演一出戏，演一出不和的戏码，那李景龙看到一定会有所动作。要么他觉得我们内部出了乱子，会一鼓作气趁势攻杀；要么他一定会派信使联系我，与我商议里应外合。到时候我们只需将计就计，依计行事。我若把他引出来，我们就可以趁势攻击他的中营。只要中营一瘫，整个朝廷大军也会瞬间瘫痪。一个武功高强的人突然脑子不好用了，他还能有多大的威胁？